陆离来到这个世界已经18年了，作为一个穿越者，他觉得自己跟重新投了个胎还忘记喝孟婆汤也没什么区别。这个世界在各方面和地球区别不大，只是几个历史节点不同，导致一些地区的名称不太一样的同时，科技水平略高而已。陆离并没有显露自己异于常人的一面，而是享受着作为一个正常的孩子，在父母和姐姐的陪伴下平凡的度过每一天而已。他上一世就是个天才，他当够了天才。不过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也是陆离在这个世界的18岁生日，更是新星界公测的日子。爸妈，我回来了。陆离开门进屋，没等进屋就闻到了一股饭菜的香气。屋里传来陆离母亲的声音：回来了，考得怎么样？就那样呗，想去的学校应该问题不大。陆离笑着回道，以他的真实水平，高考成绩可以控制在自己需求的分数上下不超过5分的范围。那就好，跟你姐去一个学校，好歹还互相有个照应。假期准备干点啥？要不要先去上海市适应一下气候？陆离母亲笑眯眯的把拖鞋摆在陆离面前，说道：假期我准备宅在家玩游戏，气候的话我还好吧，不用那么麻烦。假期姐不也回来吗？我过去干啥去？陆离无奈的说道。那倒也是，不过你玩游戏也不要玩太晚，免得熬坏了身体。陆离母亲一边碎碎念，一边往桌子上摆碗筷。知道了，我的生日礼物呢？陆离表面一副微微叛逆的样子问道。你爸给你买的新星界游戏头盔，他就知道你准备宅在家里玩游戏，特意给你准备的。陆离母亲虽然嘴上碎碎念，其实内心中并不太担心陆离，因为陆离成绩一向优秀，而且自控力极强，也从来不会惹是生非，让他们担心。新星界是一款划时代的游戏，据说背后的游戏公司是世界5大强国联手掌控的一家超级巨头，甚至有传言说这款游戏并不是人类自己研发出来的，来源一度成谜。之前曾开放过3次内测，放出的实际画面令人神往，据传85%的拟真度，除去痛感削弱了一部分之外，其余与现实世界的感官完全一致，而且游戏性也十分优秀。游戏内除了传统的各大职业的划分外，还会根据不同的地区、种族、身份、天赋、经历、拥有的技能，在一定等级之后自动形成职业。超高的自由度和拟真度带来的是玩家之间极其离谱的实力差距，强的玩家甚至可以越10级、20级打怪，而弱的玩家却可能打不过比自己低10级的怪物。毕竟新星界的宣传语是属于人类的第2个世界嘛。闲聊中，一桌饭菜备齐，一家3口其乐融融的吃完饭，陆离就抱着巨大的游戏头盔包装箱回屋去了。一个纯黑色的纸箱上，枪灰色文字写着新星界 G1 头戴式神经元接驳设备。开箱之后，一个枪灰色磨砂质感的头盔静静地躺在里面，除了头盔之外，就只有一条长长的电线，十分简洁。新星界的公测是晚上8点，目前刚好是7点59，戴好头盔，摸到侧边的开机键按下，嗡。随着一声清鸣，陆离觉得眼前一黑，随后开始爆发出无数璀璨的色彩，像是在一条时光隧道中穿梭了许久，终于在一个纯白色的巨大宫殿门口停住，无数光影汇聚成文字和影像，是新星界的4大基础可选地图介绍。洛琴星，近未来科技与现代魔法交织的自由之地；起源星，西式魔幻与英雄史诗交织的伟大之地；谢23赛博科技与西部游侠纵横的狂野之地；破虚星，试图以凡人之身窥探天道的世外仙境。新星界的内容无比繁复，而且只有唯一的一个服务器，想要容纳全球的玩家，足够巨大的地图是必不可少的。这4个星球每一个都拥有着堪比现实中海蓝星的巨大体积，4条完全独立的主线剧情，甚至只是新手星球而已。不过这个游戏目前并没有公布太多关于宇宙星空的内容，内测的数万玩家更是连4大基础剧情都没做完。这4个星球各有特点，不过综合来看的话，还是洛琴对陆离的吸引力更大一些。洛琴是一个很多元化的世界，而且接触其他星球的渠道据说也会更快一点。陆离只想当个休闲摸鱼玩家，看内测的视频，洛琴整体风格更像是日系轻小说的感觉。陆离选择了洛琴星作为出生地之后，他的意识化作一道光束，悬浮在洛琴的上空。这是一颗蔚蓝色星球，和海蓝星看起来差别不大。据说起源星从外面看起来就是深红色的。洛琴星有3个可选初始势力，分别是星神帝国、樱花群岛和众神殿。陆离摸了摸下巴，选了樱花群岛，因为樱花群岛有一个很适合他的初始身份——自由魔术师，初始自带一个意念遗物的戏法，还有每月1500欧姆的工会补贴。选好基本设置之后，起了个名字叫光怪陆离。眼前画面迅速变换，一个和陆离外貌完全一致的18岁清秀少年苏醒在樱花群岛北部的一个小村落里。你已完成基本设置，请自由体验这个全新的世界。默念菜单呼出设置选项，新手引导已结束，祝您游戏愉快。一行文字出现在陆离眼前，又缓缓消散。这个游戏的体验感非常深，简洁的提示几乎等于没有的新手教学，其他的全靠自己摸索。陆离新奇地活动了一下手脚，按到新奇，这个游戏果然与众不同。默念菜单，
一个半透明的面板浮现在陆离面前，左边是属性 ID 光怪陆离，种族人类，职业自由魔术师，生命层级普通，等级1010000，生命值7575，魔法值125125，力量8，物理攻击力与负重等，耐力8，物理防御力与生命值、体能等，敏捷7，反应速度、移动速度、攻击速度等，魔力12，魔法攻击力、魔法防御力等，精神12，魔法控制力、魔力恢复速度等，才能12，技能学习速度、文献读取速度等，技能意念一物，消耗10魔力，可对不超过1加100百分号魔力 kg 的物体生物使用，移动不超过10加100百分号精神 m， 最高速度10加100百分号魔力 m 秒，最大持续时间10加100百分号精神 s， 无冷却时间。新星界的技能十分复杂，各方面数值繁多，和传统的游戏根本不同。而且作为一款纯粹的意念游戏，物理攻击还好，跟正常人一样挥舞肢体即可。魔法类的技能是完全要靠想象力来释放的，很多贪图酷炫选了法师职业的玩家，中后期哭都没地方哭，因为那些威力巨大、步骤繁多的魔法，亲身释放的时候经常失误，导致释放失败，甚至是通过地形伤害到友军。不过陆离显然不在此列，走在村子里的陆离手中正悬着一块小石子，上下翻飞。第二章觉醒系统，自带外挂。属性的右边是背包，在侧面是一列杂项。陆离正准备去村里找个 NPC 聊聊天，混个任务试试的时候，突然眼前一阵像是花屏一样，整个世界都颤抖了几下。检测到宿主处于特殊环境，辅助系统激活。一个机械的女声出现，陆离吓了一跳，心道不是吧？我都穿越18年了，这破系统居然才激活，而且居然是在游戏里激活的。丁，版本 1.00 辅助系统启动，目前可用的功能有数据侦测、数据截取、数据更改，其余功能敬请等候版本升级。机械女声播报完之后便没有了声息。所以这个系统有啥用呢？一堆数据相关的能力，当黑客吗？难道我要把新星界给黑了吗？陆离不禁无语。而且这个系统更不负责，连怎么使用这些功能都没提示，比新星界的新手教程都能偷懒。看到不远处有个神色焦急的中年男子，陆离关掉了菜单，走了过去，主动问道：看您的样子，是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助吗？中年人看到陆离的一身见习魔术师标准装备后说道：啊，是魔术师大人吗？是这样的，我的女儿被恶灵抓走了，就在村子后山的墓园里，您能帮我救回我的女儿吗？陆离点头说道：好的，您放心吧，还有其他的事吗？中年人思索了片刻，说到那些恶灵里有一个很难缠的家伙，早些年村子里请过阴阳师来驱邪，可最后那个阴阳师落荒而逃，此后那些恶灵才愈发的猖狂，您要小心啊。陆离点点头，表示知道了。这是他看视频学到的技巧，有时候接任务之后再随便聊两句，也许能获得一些额外的情报。这个游戏里的 NPC 和怪物都拥有不同的生命阶层，从低到高分别是普通、精英、头目、领主、灾祸、传说、史诗、神话。不过内测玩家们最高遇到过领主级别的怪物和领主级别的 NPC， 那些家伙已经是强的没边了，想必在此之上的除了主线里的主角之外，就是更高级别地图里才会出现的了。不过一个新手任务的话，最多也就出现一个精英怪罢了。新星界的一大特点，新玩家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必定是半引导性质的新手任务，只要思维正常的人基本都能完成，无非是评价不同，获得的奖励不同而已。值得一提的是，玩家也可以提高自身的生命阶层，只不过难度很高而已。内测的时候听说只有不到100个玩家把自己的生命阶层提升到了精英。陆离目前的装备有一身自带的见习魔术师制服和一本见习魔术书，这个职业自带的装备和技能相对偏弱，所以基础属性偏高，像其他的法师职业初始魔力等属性可能只有10左右。根据中年人所指的方向来到村子后面，果然看到一条向山上走去的小路，小路上弥漫着阴森的气息。陆离一路前行，转过一个弯之后，一个半透明的人影缓慢地游荡在路边，看样子这就是普通恶灵了。陆离喃喃自语，这个游戏的10级以下的怪物偏弱，尤其是行动一般都比较缓慢，但10级之后的怪物都跟脱缰的野狗一样恐怖，这也导致内测的时候好多玩家到10级之后都打不过同级别的小野怪。可惜这游戏看不到血条啥的。陆离刚想到这儿，突然一个面板弹出，伴随着面板，机械女声响起，数据侦测仪启动。种族恶灵，生命层级普通，等级1，技能5，生命值50%，魔法值0，力量10，耐力10，敏捷3，魔力5，精神5。 WOC， 我这不算开挂吧？不会被封号吧？陆离不由得吐槽，新星界里的情报可是非常重要的，很多 BOSS 都是需要大量玩家拿命堆出来各种信息，或者极少数学到侦察系技能的玩家才能获得的，
就算是有技能，一般也只能探查到少部分属性而已。而自己这个系统带的功能，简直要给怪物底库都扒光了。然而，系统随后的提示才让陆离真正惊呆了。当前怪物可截取属性为10点，截取后保留1/10作为数据修改可用点数，是否截取？冰冷的机械女声响起。陆离想了想，管他呢，自己一个穿越者，还能怕这破游戏识破自己系统？不存在的。截取。随着陆离把怪物的属性面板里的敏捷减去了3，耐力减去了7之后，怪物的面板下方弹出一个负面状态的标识，然后整个面板自动淡化。陆离自己的面板弹了出来，当前可用的数据修改点数1，是否使用？使用。陆离心想，管他呢，不就是开挂吗？大不了被发现了，不玩这游戏了呗，自己又不是没别的事儿干。随着陆离在自己的魔力上点了一下加号，陆离的魔力属性从12变为13，而陆离眼前的怪物则彻底的失去了10点属性。失去了所有敏捷的可悲恶灵，彻底成为了靶子，甚至不是个活靶子，因为它完全无法移动了。作为一个最普通的野怪，敏捷归零之后，它只能站在原地。如果是精英以上的怪物，即便中了负面状态，除了禁锢、晕眩一类的，单纯是减速的话，即使敏捷暂时是0，也有着缓慢移动的能力。但一个普通的怪物，它做不到啊！它敏捷0之后，连任何动作都做不出来，陷入了无限的僵直状态中。陆离用意念一物操控几枚石子，轻易的击杀了它，结束了他惨痛的后半生。再往前走去，遇到的是2只恶灵。陆离发现自己这个系统也有个缺陷，就是需要自己手动点击来操作，或者说是意念点击面板来操作，而不能自动夺取。而且数据修改的存储上限目前是10，也就是最多能同时截取10个怪物的数据，之后就必须打开自己的面板，使用掉这些数据才可以继续截取。不过这些小小的限制显然并不能阻挡陆离的轻松刷怪之路。别管什么怪物，见面先剥夺敏捷再说，其他的属性随便点点，反正都是固定靶，点啥都一样。就这样一路刷到山顶的墓园，20几只小怪为陆离带来了半级的经验值和23点额外属性。要知道，新星界里前10级升级每一级才全属性加1，5个自由属性点而已。10级做完转职任务，才会根据职业的不同提供额外的更多属性。第3章，精英恶灵。墓园里的怪物就多了起来，3、5成群，而且开始出现2级和3级的恶灵夹杂在几只1级恶灵中间。不过这些对于陆离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数据截取并不会吸引怪物的仇恨，陆离完全可以远远的把视距范围内的怪物敏捷全都砍到0之后，再从容的上前秒怪。在35点魔力的加持下，意念一物这个普通的戏法可以把普通的石子加速到每秒钟45米，带着强烈的破空声，几乎2发石子就可以带走一头恶灵。偶有例外，那就是2级和3级的恶灵需要再补1发伤害而已。刷完墓园里的恶灵，陆离的魔力属性已经来到恐怖的87点，正常的10级玩家纯魔力加点都没法加到这么高。陆离不由得扶额叹道，我本来只想当个休闲玩家来着，这回可好。不过不管怎么说，如果过2天没被封号的话，倒是多了个营生。新星界的未来市场预期极其好，有海蓝星几大强国作为背书，这个游戏里的装备什么的可不便宜，到时候倒是多了个赚钱的门路。虽然陆离也不缺钱，期间他也尝试了一些其他的攻击方式，比如每个武器都自带的普通攻击。见习魔术书的普通攻击是释放一道透明的尖锐气流，造成60%魔力属性的魔法伤害，在87点魔力的加持下，2个普通攻击也能秒掉血量只有55的1级恶灵了。来到墓园的最深处，陆离看到8个普通的恶灵环绕着一个双脚悬浮的恶灵，正严阵以待。显然陆离造成的动静，作为墓园的管理者，精英恶灵是知情的，不过受限于新手任务，他们无法主动出击。如果是之后的任务，玩家很可能会被半个地图的怪物追杀围剿，这也是新星界不同于一般游戏的地方。数据侦测，随着陆离的指令，辅助系统打开了独属于他的面板信息。种族恶灵，生命层级精英，等级3，技能悬浮影袭，生命值650，魔法值200，力量25，耐力25，敏捷6，魔力10，精神10。显然这是一个属性特化的精英怪物，如果是正常的3级精英怪物，不会有这样畸形的属性面板，应该是他强大的悬浮技能导致他的敏捷格外的低。不过陆离在截取他10点属性之后，发现居然还可以继续操作，再次减去他5点力量之后，陆离发现精英怪物可以截取的属性为15点，多余的5点属性会变成一个小小的 0.5， 出现在数据修改的存储栏旁边，并不占用正常的栏位，看样子要凑满之后才会变成一个整数，正常计数。不过不同于普通怪物，被截取了属性的精英恶灵似乎感应到了什么，艰难的向陆离漂浮而来。对于精英怪物来说，即便是吃了满额减速，敏捷归零也能以超低的速度缓慢移动，不过没什么用就是了。陆离操纵10块的同时，普通攻击也一同打出，瞬间对精英恶灵造成了150多点伤害，遭到攻击的精英恶灵发动技能影袭，刷
一道幽灵般的黑影转瞬之间贴近了陆离，并且一爪打在陆离胸口。负35，陆离顺势向后退开。头一次面对这种技能，陆离没来得及躲开，而且他光加魔力了，其他属性都没加，升级给的属性点都没加，就算及时察觉也没法躲开，除非预判才有可能。不过释放完技能的精英恶灵只能继续咸鱼般的飘向陆离，眼神中透露着难以置信的哀怨神色。要不是他不会说话，估计此时应该已经在问候陆离全家了。接下来没等他技能再冷却，陆离就轻易的干掉了他和他那几个只能原地看戏的恶灵小弟。本来就是个新手任务，就算没开挂的普通玩家也可以风筝死这个家伙，只不过可能会多吃2个影袭而已，也不会被干掉。就算操作太菜，不幸被干掉了，新手装备也不会掉落，只会损失半级的经验和降低任务评级罢了。这一类任务多来几次总能过的。恶灵都被干掉之后，一个梳着长发的少女从之前被恶灵们团团围住的墓穴里跑了出来。魔术师大人，感谢您拯救了我。随后一行提示从陆离面前飘起任务，拯救少女已完成，评级 A+，获得经验3500 XP， 金钱300欧姆，声望+5，评级奖励招灵书 X1。不客气，不过这些恶灵怎么会突然袭击你呢？陆离好奇地问道。新星界里的 NPC 和任务往往都有一些背后的原因，甚至很多 NPC 能触发丰富的对话，与真人无异。是因为这本书？少女低落地拿出一本看起来有些年头的羊皮书说道。上周末我和同学们逛凤元城的古董店，看到这本书还蛮好看，就好奇买了下来。但自从我把它带回家之后，就总能看到奇怪的画面。7天之后，这些恶灵就把我抓到了这里。如果不是看您十分强大，我也不会把这样的物品交给您，相信您一定不会被他的不幸伤害的。少女解释道。陆离点头，原来是这样，所谓评级奖励竟然是这样的逻辑吗？有趣。我知道了，那你早点回家吧，我还要去其他地方逛一逛。沿路的恶灵都被我消灭了，你直接下山就好了。陆离笑道。少女点了点头，小声回应了一声，行了个礼之后，转头跑下山了。随后，陆离看向手中的招灵书，名称：招灵书，品类：武器，品级：高级，装备需求：等级1，魔力大于等于10，附带技能：召唤恶灵，召唤一头等级为1的精英恶灵，拥有悬浮影袭技能，恶灵存在上限0 1，冷却时间 180S， 基础攻击力12至24加60百分号，魔力属性装备属性：魔力+5，精神+5。新星界的装备分为白色普通、绿色高级、蓝色精良、紫色稀有、黑色珍贵、金色传说、暗金色史诗、红色神器。不过内测的时候，一众职业玩家最高只获得过蓝色精良级别的装备，可见这个游戏内装备的获取难度不是一般的大。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游戏里并没有装备对应的职业限制，狂战士也可以拿着法杖释放远程普通攻击，无非是攻击力低罢了。但内测的时候，确实有些奇怪的玩家走出了别具一格的奇妙路线。看完装备，陆离看了看辅助系统的数据修改面板，还有9个点数没分配，然后他突发奇想，能不能把装备的数据也改变呢？想到就试试。招灵书最核心的数据有5个，那就是召唤恶灵的等级、存在上限和一次召唤的数量，再就是魔力与精神力的增幅。先从召唤恶灵的等级改一下试试。打开装备面板，黑色皮质的招灵书上画着一个栩栩如生的灰白色人影。陆离在恶灵等级的位置尝试了一下。第4章辅助系统的可怕之处，居然成功了。陆离其实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尝试，没想到居然真的可以。连着9个点数分配上去之后，招灵书召唤精英恶灵的等级顿时从1级变成了10级。陆离自己都惊了，这辅助系统也太恐怖了。10级精英怪有多可怕？大部分10级玩家单挑不了10级精英怪。这个游戏10级之后特别强调组队的重要性，很少有单独一个玩家能10级之上还单刷的。普通的玩家就算打跟自己同等级的普通怪物，大部分都要2到3人合作，所以内测的时候大部分都是8人小队的形式共同做任务，所以也导致这个游戏里玩家成长得非常慢的同时强调了社交属性。这也正常，毕竟是一个全球同服的游戏，如果短时间内就被人把等级刷满了，装备也刷毕业了，还能干点啥呢？只有部分强者和代练才能单刷10级之上的同级别普通怪物，但如果是精英怪物的话，基本只有那些顶尖职业玩家才能单挑了。这个属性一改，这招灵书直接成为一件前期小神装了。陆离直接召唤了一个恶灵，玩家自己的召唤物是可以直接查看属性的，不需要通过辅助系统来进行数据解析。种族恶灵，生命层级精英，等级10，技能悬浮影袭，生命值3500，魔法值1000，力量85，耐力85，敏捷20，魔力30，精神30。不愧是10级的精英怪物，这个属性秒自己只需要2下普通攻击，如果用上影袭，那更是只需要1瞬间。陆离看完自己召唤的精英恶灵，嘴角挂起抑制不住的笑容，这游戏属实是让自己给玩明白了。
接下来就看这游戏的装备价值能不能达到自己的预期了。如果能的话，以后当个职业玩家也不错，至少这路子清闲，赚钱快，还不太需要人脉。墓园并不是这座小山的终点，穿过墓园之后还有几条小路通往未知的方向。陆离打算先刷一圈怪再说，目前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应该是抢等级，然后做高等级任务，保持等级领先和装备优势。所以村里的小任务做与不做区别并不大。念及至此，陆离便带着自己的恶灵朝着墓园后面的一条小路里走去。离开新手任务的范围之后，野怪变得杂乱起来，有擅长速度的野狼，也有皮糙肉厚的野猪，还有挂在树上丢石头砸人的野猴子。不过这些怪物在陆离的数据截取下，全都变成了灵敏捷的靶子。截取完数据之后，陆离更是不用自己动手，恶灵就可以轻轻松松的收尾。不过刷了10几个怪物之后，陆离就发现了一个问题，自己的魔力属性在加到100之后没法继续加上去了，还获得了一个称号魔力涌动者。他有些好奇地问了问辅助系统小辅助，你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听到陆离的询问，辅助系统在后台不知道做了些什么，连陆离眼前的画面都一阵扭曲震颤。片刻后，冰冷的机械女声开口说道，是这样的，宿主，新星界对10级以下没有晋级过生命层级的存在，无论是玩家还是 NPC， 单项属性的最高上限就是100点，突破等级每10级上限翻1倍，晋级生命层级也会翻1倍。如果您达到11级，那么您的单项最高属性就是200点，或者您在10级前完成生命层级的晋升，也可以拥有200点单项最高属性上限。如果您同时满足这2个条件，您就可以拥有400点单项最高属性。停顿了片刻后，辅助系统继续说道，或者在未来的某个版本中，我可以修改这一限制。陆离目瞪口呆，这还真是头一次听说，毕竟正常玩家无论怎么玩都没法把属性堆到上限，除非把整个星球的各类永久增幅属性的道具收集全，再做掉大部分加属性的特殊任务，才有可能达到这么离谱的程度。甚至有些星球上的资源都无法支撑到这种程度。而且就算再极端的玩家也不会单点主属性的，这样只会得到一个要续航没续航，要速度没速度，还十分脆弱的玻璃大炮而已。不过这些对于陆离来说并不是问题，主属性满了我可以刷别的属性码，别的属性满了我可以给装备加属性码。这个限制只是针对玩家本身的基础属性，装备附带的属性是可以超过这些上限的。陆离边往前刷怪边看了看自己的称号，名称魔力涌动者，品类称号，品级普通，装备需求等级1，附带技能无，装备属性魔力正 5%， 称号属于特殊装备，还可以根据不同词组来叠加装备。不过目前陆离只有这一个称号，也想不到那么远。不过他又开始合计了，这装备他是不是也能？试了下，果然可以，就很棒。不过装备本身的属性也是有着上限的，普通品级的装备属性类的只能调到10，聊胜于无吧。对于主属性破百的陆离来说，这区区 5% 影响不大，但总归也是要调的，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于是陆离接下来就开始疯狂刷点数，足足刷了5个小时，陆离才回到了山脚下的新手村。此时的无名小村落已经有了其他新手玩家的身影，仰仗地图足够庞大，即便是3000万玩家同时涌入，也基本不会发生人比怪多，走不动路，城区卡死这种旧时代的毛病。虽然玩家的总数在这几个小时内还在不断激增，但每个新手村的玩家上限只有999名而已，可发育的地点却有几十个，是一个刚好可以组队一起玩不觉得人太少，又不会被人海淹没，陷入无休止的抢怪内卷而感到烦躁的数值。带着一堆有的没的物品回到新手村，陆离挑了一些可以直接上缴怪物身上部位的任务交了，把自己的等级升到了7级，看了一眼风景还算优美的小村，悠然的下线了。摘下头盔，外界依然是凌晨1点多了，去客厅里拿了杯水，抬头却看到一只小猫从窗外溜过。数据侦测启动，种族猫，生命层级普通，等级1，技能无，生命值15/14，魔法值0，力量3，耐力3，敏捷6，魔力0，精神4。噗！看见辅助系统的面板的陆离口中的水顿时喷了出来。第5章，渗透进现实的力量。这是怎么回事？陆离整个人都惊了，这辅助系统咋还带出来了？我这挂能开到现实里了。那冰冷的机械女生似乎有一丝得意，说道，当然，宿主难道以为本系统只是一个能帮您打游戏开挂的系统吗？陆离陷入了沉思，自己之前也玩过游戏，系统从来没激活过，那么也就是说，不然是时机未到，不然是新星界很特殊。不过不管是什么原因，自己这迟到了18年的系统终于是如约而至，自己也应该会因此走上更加精彩的道路，那么其他的也就不重要了。念头通达，陆离的眼神爆发出光彩，沉稳了10几年的他像个得到了新玩具的孩子一样，偷偷穿上鞋溜了出去。陆离家是个小城市，凌晨很少有人在街上，不过一些小动物倒是随处可见。挨个侦测，陆离也大概知道了自己的水平处在什么状态。属性 ID 陆离，
种族人类，职业高中生，等级17500100000，生命值50%，力量5，正常成年人为5，耐力5，敏捷5，精神力8，才能27。才能的突出，陆离倒并不觉得奇怪。现实里他并没有魔法的力量，自然没有魔力值和魔法那些属性，但才能显然是学习能力一类的，自己两世为人，而且都是天才级别的，超越常人几倍也很正常。让陆离感到心惊的是，数据截取在现实中也是可以使用的。这一发现几乎让陆离诞生了一丝难以抗拒的恶念，不过很快也将其压制住了。不能对现实里无辜的生命出手，他们不是怪物，他们不是游戏里的数据，绝对不行。陆离紧咬牙关，好半天，陆离才平缓了自己的心态。这10几年来，陆离从未有过如此剧烈的情绪波动，没想到新星界的公测给自己带来了这么巨大的变化。不过陆离惊喜地发现，游戏里提取出的点数在现实里可以使用，大不了多折腾几次，把现实里的属性也加起来，最好把爸妈和解的现实属性也加的差不多点。陆离暗自决定，刷到最后，陆离是存了10个点数的，这是他的习惯，很多东西要留一手备用，这时候正好就用上了。想了想，敏捷分配了5，力量耐力各1，精神力3，给自己现实中的身体加了上去。刚一加上，还没觉得有什么，可随后就觉得一股难以形容的热量从内心中迸发。陆离的一头碎发无风自动，似是有无形的劲气在其体内涌动，汗水蒸腾成白雾，呼啸的风声席卷全身，足足好几分钟才回归平静。原来属性真的增长了，是这种感觉。那要是想给爸妈他们加属性，还没办法偷偷加了呢。陆离喃喃道。还好他一路溜达到江边，这个小城本来到凌晨就没什么人，江边更是不会有人，不然被人看到陆离浑身冒烟的样子，不得以为撞见鬼了。绕着江边公园，陆离开始缓缓跑动起来，仰仗强大的精神力，很快陆离就掌握了强化后的身体。但就在陆离跑到一处江岩老楼区附近的时候，却意外地听到了一声女孩子的尖叫，虽然很快便像是被人捂住嘴一样的消失了，但陆离还是敏锐地捕捉到了几声压低了声音的男性低吼。不是吧，这大半夜的还能遇到这种事儿？陆离顿时有点不淡定了，犹豫了片刻，他还是觉得要去看看，毕竟自己现在有着一定程度的自保之力，如果真的遇到了需要帮助的人，也不好装作没看到。下定决心之后，陆离便悄悄向声音传出的老楼区摸了过去。江岩的老楼是当年为了抗洪的时候作为临时救灾安置楼建造的，不得不说当时为了救灾建造的建筑质量绝对过关。如今30年过去，除了玻璃和门几乎破碎的看不出样子，主体结构依然保持着完整，连一栋倒塌的都没有。整片老楼区内只有深邃的黑暗，陆离小心地绕过几个钓鱼线，扯着易拉罐的响罐陷阱之后，才隐约地看到了被挡在几栋楼中间的一栋楼上冒出的丝丝亮光。不得不说，这伙人很谨慎，不过敏捷强化到常人1倍的陆离，拥有着堪比精锐特种兵的观察力。铁钉、碎玻璃、响罐，还有弹力尼龙线勾着的抽打，全被陆离精妙地绕开。随着视线的黑暗，一种巧妙的感知随着陆离超过10点的精神力缓缓弥散，似是一种直觉。悄无声息地沿着脚印摸上楼，陆离蹲伏在3楼的楼梯转角处，那伙人似乎根本没想到有人能悄无声息地摸到这个位置来，楼梯口反而没有安排人看守，而是三三两两地坐在水泥地上，还有4个人借着蜡烛的微光小声打着扑克。虎哥，你说这一趟咱干完再躲到哪去啊？按咱这路线，下一步是不得上毛熊那边混了。一个染着黄毛的壮汉小声说道。被称作虎哥的人是个如山一般肌肉猛汉，隔着老远都能看到他结实的肌肉和泛着油亮的大光头。他嗤笑一声说道：“老雀，你要是怂就直说，拐弯抹角。江家势力确实不小，但老子也不是泥捏的。这些年在国内势力比江家大的，我也不是没招惹过。只要按我说的办，别出了岔子，保证稳妥。这一票干完去苏杭，有个老主顾找我有笔生意聊，你们几个都跟着我，其他人先避避风头。”黄毛壮汉老雀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信息，顿时大喜，一手好牌故意打得稀烂，让虎哥赢了个盆满钵满。虎哥把牌一扔，笑骂道：“打个牌都特么不认真，老子有你放水！滚滚滚，今儿就到这儿，那小妞谁也不准碰，万一真出点事儿，这帮人一急眼，跟咱们来个鱼死网破，不值当，懂？”老雀点头哈腰的答应着：“哎，明白，虎哥，你放心，片儿嘛，完好无缺的才能捡，对吧？”听了这话，几个人都没忍住笑出了声。陆离听了一会儿，大概了解了是个什么情况之后，用手机编辑了个短信，报了个警，然后把手机调成了静音，新到数据侦测。第6章熟人，姓名陆虎，种族人类，生命层级普通，职业歹徒，等级25775200000，生命值6585，左肋骨裂，左小臂软组织挫伤，
力量7耐力8敏捷6精神5才能3。陆离虚着眼，原来人如果有伤的话会掉血，还能显示伤病的种类，那么自己也能客串一声。不过这群人对自己最大的价值其实是试验一下现实里辅助系统的威力。数据截取，快速操作面板，场上的敌人总共12人，那么用最快速度每个人截取8点属性是最好的选择。这群歹徒除了被称作虎哥的路虎之外，其余人的属性更差，每个人截取所有敏捷的同时截取部分力量。怎么回事？打完牌的虎哥刚要站起身，却觉得全身陡然一软，整个人不由自主地向前栽倒，咕咚一声摔在水泥地上。随后剧烈的无力感和虚弱感袭来，连动一根小手指都感到困难，像是恐怖的梦魇延伸到了现实一样。陆离没急着露面，也没有着急分配属性，因为现实中的生物被截取了属性之后会怎么样，自己也不清楚。失去敏捷是否和游戏里的怪物一样无法移动？观察了几十秒，发现确实是这样。被截取了敏捷属性的10几个歹徒全部倒在地上，连说话都只能发出虚弱的粗喘。陆离把属性按照4点精神、力、敏、体各2点的方式分配，因为陆离发现更高的精神力有助于自己更细致地掌握自己的身体，而且10点之上的精神力似乎开始产生不一样的力量，让他很期待。熟悉的感觉涌来，2分钟后，陆离把在这几人身上可以抽取的额度全部抽空，再次获得2个点数。不过这次他没急着分配，扯下一块衣袖挡住脸，陆离走过楼梯的转角，倒在地上的虎哥看到了陆离，嘴唇蠕动了一下，似乎要说些什么，却只能艰难地发出微小的声音：“是谁？”陆离仔细听了半天才听清，并未搭话，而是用脚踢了踢这些人，发现确实都失去了反抗能力之后，松了口气，在旁边的隔间里搜寻，打开第3个隔间，发现一个少女被绳子捆得很结实，嘴里塞着一团毛巾，倒在角落的草垫子上。哎，江淼。陆离愣了一下，这个女孩他认识，小的时候在一个小区住，一起在楼下玩过，但是她初中之后就搬走了。陆离轻易地扯开了捆住她的绳子，问道：“你怎么会在这儿？”江淼更是一脸的惊奇：“我还想问你怎么会在这儿呢？这大半夜的，你跑这来夜跑吗？”陆离虚着眼道：“我还真就是来夜跑的，听到这边有声音就来看看，没想到是你。你胆子可够大的，外边的人呢？”江淼一脸惊奇地问道：“不知道，都躺在地上，可能是太困了，睡着了吧。”陆离扯了个谎，他并不想让人怀疑到自己身上，即便自己参与其中有着难以洗脱的嫌疑，但是只要不亲口承认，至少能拖延很久，而且那些人身上又没留下什么伤痕能作为证据。那你就敢进来？江淼难以置信，随后道：“算了，我们赶紧离开这儿吧，动作小一点。”陆离点点头，自无不可。两人猫着腰蹑手蹑脚地往外走，路过那些倒在地上的人的时候也没有停留。陆虎倒下的时候砸翻了桌子，碰灭了蜡烛，仅凭着月光江淼并不能看清具体的情况。顺着楼梯摸下去，陆离却突然神色一凝，他隐约地听到了2个脚步声，并不像是警察。等等，好像前面有动静。陆离拉住江淼小声道，没等江淼回应，底下的脚步声突然杂乱了起来，是2个被派出去买食物的人。回来的时候突然发现楼上的蜡烛灭了，登时掏出小刀子冲了上来。对方顺着楼梯往上冲，躲是躲不开了，数据截取的能力暂时也不想当着别人的面暴露出来，只能试试硬上了。此时陆离的各项属性已经高出普通人1倍有余，这个级别相当于久经沙场的精锐，他倒是不慌，只是现实里没正式作战过，稍微有些不适应而已。你退回去。陆离扔下一句话就朝楼下冲了下去，2个混混正大吼着往上爬楼，3人相遇，陆离毫不犹豫借着前冲之势飞起一脚，咔嚓，沉闷的骨骼破碎声响起，走在前边的混混甚至没看清袭来的是什么东西，就失去了意识，朝后边的混混砸去。黑暗中后边的混混也没反应过来，一个屁股就砸在了脸上，2个人顿时滚成一团，摔落下去，堆在楼道的转角里蠕动呻吟。是被压在下面那个，上面那个根本没什么动静。陆离此时才对自己8点的力量值有了明确的认知，那一脚听声音怕不是1年半载下不了床了。超高的敏捷和精神力让陆离稳稳地从半空中落在楼梯阶上，小跑几步把呻吟着的另一个混混一脚踢晕，才喊江淼下楼汇合。路过2人身边时犹豫了片刻，均衡地截取了他们10点属性。陆离不希望别人把那些莫名其妙失去移动能力的人跟自己直接的联系在一起，甚至经过测试之后，他都暗暗决定再也不把敌人的单项属性完全清除了，因为太明显了。不过给他们补回属性是不可能的，点数那么珍贵，这些流氓歹徒不配。陆离带着江淼躲开了那些粗糙的土质陷阱，2人来到江边，此时是盛夏，即使是深夜也不会过于寒冷。我送你回家吧，你现在住哪了？从你搬走之后，咱还是头一次见面。陆离双手插兜说道，夜风将他的碎发扬起，在月光下透着神秘的气息。远处警笛的声音响起，红蓝的光透过密林打在江淼精致的面庞上，他顿了顿，
说到我现在住室里，我回来是约了同学吃饭，但好像他有点不对劲。那就是你自己的事儿了，我这边的事儿，尽量别跟其他人说，我不是很想掺和到这些事儿里。但如果你有麻烦的话，可以给我打电话。陆离报出一串数字，江淼掏出手机记下。他的手机还是陆离从那些人身上搜出来的。第7章，神婆。沿着江边走了很远才打到车，期间陆离接到了警方的回电，不过被他糊弄过去了。不过就算如此，警方还是要求他3天内去沿江派出所做一个笔录，他随口答应下来。陆离先是送江淼回到他现在住的地方，又打车回了自己家，一路花了100多块，不禁让陆离有点心疼。他1周的零花钱也只有200而已，看样子要把职业玩家的思路提上日程了。陆离摸着下巴想到。到家附近的时候已经是凌晨5点多，快天亮了，顺手买了早餐，放在客厅的餐桌上，留了一张纸条，就回屋睡觉了。再次睁开眼睛，已经是中午了。爸妈都去上班了，不在家。陆离从冰箱里掏出一些吃的，随便对付了一口，就回到房间，戴上了头盔。眼前画面一转，陆离回到了新手村的小路上。新星界下线之后再上线，还会出现在下线时的位置，但如果是在长途旅行中的话，是可以绑定载具的。这个游戏的长途旅行十分真实，并不像其他游戏一样全都是传送阵。这个游戏里有传送阵的存在，但是价格很高昂，而且并不是每个势力都有传送魔法或者空间科技。不过洛琴星还好，大型主城之间都有魔法传送阵存在，单次传送的费用高达5000欧姆。5000欧姆的购买力大概是500瓶低阶消耗品，或者是一把精良品质的10级装备，或者更直接一些，500块现实中的货币。4大新手星球的货币与现实货币的比例都是10比1，官方回收货币，但很少有人从官方的渠道走回收，大部分都是在黑市上以8比1的比例出售。公测短短1天时间，围绕新星界的交易体系就已经构建出雏形，足以证明这个游戏的潜力。陆离上线之后没急着刷等级，而是仔细思考了一下之后的方向。自己的系统目前只能改数据，那自己应该多做一些增加词条特效的任务，免得只有等级太超前被人发现端倪。毕竟现在全球等级排行榜上，自己的大名高高挂在第1位，排在第2的玩家才4级。内测玩家的数据是会被清零的，内测玩家的优势只有对游戏的经验更丰富一点而已。自己的等级多少有点不正常，而且太超前的等级发育会导致自己报的装备也没有市场啊。还好这游戏做任务才是经验的大头，而10级之后的任务就不再是简单的刷怪了，而是有更多元素融入进去，不然陆离真怕自己一不小心就给游戏刷穿了。还有就是未来的职业选择，以自己的系统来看，自己最适合走的流派是召唤流。原因也很简单，首先好多召唤物都会吃玩家的主属性，自己的各项属性都能在每个阶段拉满，这一点是最大的优势。还有就是召唤物的属性自己也可以调整，而且自己可以走全系召唤的路线，自己实力强，刷经验快，有足够的经验可以投入给不同系的技能专精。而且除了游戏之外，现实的属性也要刷起来。想到这，陆离顿时知道该干嘛了。这游戏安全区外不能下线，想要在野外下线就需要买篝火和帐篷做野外营地。陆离之前刷了很多怪，做了不少能顺手完成的任务，手里刚好有不到1000欧姆，在村里找到杂货店，花费200欧姆购买了一套露营装备。帐篷耐久50%，花费5分钟布置一个个人安全区，可以缓慢恢复疲劳值和战斗损害。篝火耐久50%，可以驱赶等级不超过玩家自身的野怪，每次消耗耐久。帐篷和篝火并不是无敌的，玩家下线之后很可能再次上线就发现自己营地没有了，所以在之后玩家长时间离开主城之后是要留人看守营地的。不过陆离只是想刷属性，秒上秒下，短时间内无虞。拿到帐篷之后，陆离开始在村子里闲逛，每个新手村都一定有几个可以提供不同天赋的 NPC 和任务，每个玩家只能完成一次，这个天赋将决定玩家10级之后获得的第一个职业是什么。既然决定走召唤流，那么自己就要去找相关的任务去做。跟召唤相关的 NPC 往往比较孤僻神秘，陆离沿着村子的边缘搜索，在村子东边遇到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妪，她驼背很严重，满脸的老年斑，拄着一个骷髅权杖。陆离眼前一亮，这个 NPC 看起来就有故事的样子，于是上前搭讪道：“老婆婆，您一个人住吗？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老妪抬起头望了陆离一眼，随后看到了陆离手中的招灵书，眼中闪过一丝幽光，声音嘶哑的开口道：“是从大城市来游历的年轻人吗？年轻真好啊，听说你从墓园就回了阿里，真是勇敢的孩子。不过那个墓园的地下埋葬着一位昔日的神婆，她活着的时候一直兢兢业业地保护着村民，可有一天村子里流行起瘟疫，不知从哪来的传言说是神婆亵渎了神灵，导致神灵降下了惩罚，村民听信了谣言，把那个神婆架在火堆上烧成了枯骨，随后又埋进了墓园的最深处。那个墓园本就充满了不祥，加上神婆冤死的怨气，才使得恶灵频繁出现害人。年轻人，你可以平息那冤死的神婆的怨气吗？”
咦，这是什么狗血的剧情？陆离心中顿时充满了不好的预感。不过任务提示倒是弹出了：神婆 C 级天赋任务，任务要求平息冤死的神婆的怨恨，任务奖励根据不同的完成方式完成进度有以下几种：在神婆的墓前献祭主使者，王者祭礼，你的献祭更为高效，节约部分资源；查清昔日真相，调查员获得额外的敏捷与精神力加成；探索墓园最底层的深邃迷障，往生随探索进度推进结算效果。陆离点点头，新星界里的任务往往都是这样的，不同的做法有不同的奖励，而且新手村里的天赋任务级别都差不多，唯一的差别就是每个天赋任务都有一个隐藏条件，或者说当前等级难以完成的条件。比如这个探索按进度结算的，估计现阶段的玩家根本无法探索到最底层，但如果等级高之后再来的话，就无法以天赋任务的形式出发了。陆离对老妪说道：“我明白了，婆婆，还有什么其他要注意的吗？”老妪深深地望了陆离一眼，咧嘴笑了笑，说道：“没什么了。对了，如果没什么头绪的话，可以去问阿丽，她的奶奶当年是村里的裁缝，知道很多过去的事儿。”第8章墓园地下。老妪给出的提示应该是关于前2个完成法的，陆离则是对第3个比较感兴趣。这个游戏的新手村可都不是简单地方，而且很多暗线仅限新手触发，要玩就玩到最好。陆离挥挥手，朝着墓园再次出发。墓园的方向有不少玩家也是来做不同任务的，这游戏有个特点，很多任务都具有唯一性，这也是每个新手村只接受999个玩家的原因之一。如果再有人去老妪那接任务，接到的会是另外的天赋任务，而不是跟墓园相关的。陆离一路上没怎么出手，低调的来到墓园深处，四处搜寻了一番，发现一个石棺的样子有些不同，试着推了推，果然一个深邃的台阶出现在眼前。四周望了望，这个位置目前还没有玩家，这附近的恶灵都是4级5级的，短时间内还不会有人刷到这儿。陆离顺着台阶走了下去，还顺便从内部把棺盖复位了。陆离打开地图，发现现在自己所处的位置变成了地下墓园1层，看样子是没错了，于是顺着台阶向下走去，大概3层楼的高度才触及地面。陆离不禁吐槽，这个墓园干嘛要修得这么大，比村子修的都复杂。招灵书一挥，10个10级精英恶灵突然出现，4只围在陆离身边，6只朝前探索而去。没错，陆离上次下线之前硬生生把自己属性刷到全属性满100的同时，还把招灵书的数据刷满了。见习魔术师制服实在是懒得刷，再加上陆离觉得身上应该随时留点能塞进去点数的东西，才方便自己战斗，所以才下线了。现在陆离的属性十分恐怖 ，ID 光怪陆离，种族人类，职业自由魔术师，等级76400-70000，生命值950-950，魔法值1250-1250，力量100，耐力100，敏捷100，魔力100+10，招灵书加成+10，魔力涌动加成，精神100+10，招灵书加成，才能100。自己这属性在10级前估计是没啥太大变动了，只能刷天赋和技能了。招灵书则是变成了名称招灵书，品类武器，品级高级，绿色，装备需求等级1，魔力大于等于10，附带技能召唤恶灵，召唤石头等级为10的精英恶灵，拥有悬浮影袭技能，恶灵存在上限10%，冷却时间180s，基础攻击力100至100加100分号魔力属性，装备属性魔力+10，精神+10，这是这个品级装备能够容纳的数据的上限，而这个上限是正常玩家这辈子也看不到的，这只是一件1级的绿色装备而已。陆离现在一个普通攻击都有220点伤害，不过他现在懒得自己动手，没什么是10个精英恶灵解决不了的，如果有就抽属性。墓园地下的恶灵都是5级以上的普通恶灵，对于正常玩家来讲，这个密度的怪物堪称惊险刺激，不过对于陆离来说有点无聊，随便抽些属性，点数存满，拿出篝火和帐篷布置一番，下线。加在现实的身体上之后，上线继续。因为布置营地要耽误很多时间，所以效率不算高，但4-5个小时下来，也把现实里的属性刷到了满100。陆离摸了摸下巴，现实里怎么升级呢？怎么进阶生命层次呢？算了，反正自己目前20倍于常人的属性在这摆着，安全性应该有了最基本的保障，而父母和姐姐的属性应该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再给他们加，不然容易吓到他们。跟父母吃过晚饭之后，陆离继续上线探索墓园地下1层。这个墓园地面上的面积不算太大，也就1公里左右见方，但地下的部分却非常广阔。陆离听说凭借空间属性的材料可以搭建出比外界看上去更大的内部空间，想来墓园的地下部分应该是这个原理。随着一声哀嚎，一个可怜的7级恶灵在失去了10点属性之后被一头精英恶灵锤爆。陆离终于发现了几个不一样的怪物。恶灵的形象大多是普通的中年人，身体透明，
而新的怪物则是面目狰狞的妇人。种族怨灵，生命层级普通，等级7，技能怨恨诅咒，消耗50点魔法值，降低目标7点主属性，持续7S，冷却时间30S，生命值350，魔法值200，力量27，耐力35，敏捷10，魔力20，精神35。陆离一脸惊奇，哎嘿，这怪物技能有点意思，不过没啥用就是了，减你10点敏捷。于是怨灵只能用更加怨恨的目光望着陆离面前的精英恶灵，并看着他把自己锤死。10级以下一头跟自己同级别的怪物可以带来100点经验，想要靠刷怪升级的话是很难的，所以大部分玩家都是接了任务才刷怪。虽然对于陆离来说刷怪并不难，但他也主要是刷属性，刷完属性之后也把更多注意力放在赶路上，希望可以尽快完成天赋任务。随着怨灵的出现，墓园地下一层也即将到达尽头，一个巨大的石质棺材直立在地宫的尽头，石壁上的烛光摇曳，石棺的影子随之在墙壁上变换成一个个诡异的形状。一个老妇人站在巨棺下，她身形微微有些透明，看似脆弱，却如大海般暗藏着澎湃的力量。随手扔了个数据侦测，种族凶煞厉鬼，生命层级头目，等级15，技能凶涡，消耗300魔法值，使用凶煞之力形成漩涡，对3乘以3米范围内的敌人造成80+150百分号魔力属性伤害。恶煞，消耗500魔法值，对目标进行精神属性判定，若目标精神属性低于20+90百分号自身精神属性，则造成1+500分号精神属性秒眩晕。鬼爪，消耗500魔力值，释放极具穿透力的一击，对目标造成150+100百分号力量正100%魔力的破甲伤害。生命值15000，魔法值8000，力量135，耐力150，敏捷80，魔力80，精神99。陆离惊呆了，这什么鬼东西？这是这个阶段能打的？怪不得2个目标都是交涉而不是动手，只有第3个选项看起来像是动手的样子。哼，小伙子，你把冤害我的人带来了吗？老妇人发出诡异的笑声。啊，那个还没，我想探索墓园最底层，不知道这儿算不算最底层？陆离试探着问道。头目级别的人形怪物，有思维能沟通并不奇怪。最底层？你说你要去最底层？似乎这段对话触发了什么特殊的剧情，老妇人突然如厉鬼般尖叫起来。最底层绝对不能让任何活人进去，绝对不行。老妇人的身躯陡然膨胀，化作深红色的巨大血影，足有5米多高。陆离此时才知道这个地宫为啥要修得这么高，合着是为了让怪物变身用的。第9章凶煞厉鬼。一挥手，10头精英恶灵分散着冲上前，面对这种 BOSS 站位不能太密集。打开辅助系统，数据截取，足40点敏捷被陆离截取，越高级的怪物可被截取的属性就越多。1到10级10点，10级到20级10点，精英级别加5，头目级别加15。不过消去了一半敏捷的 BOSS 也是 BOSS 啊！一爪拍飞一头精英恶灵，358从恶灵头上跳出，其余的恶灵同时对凶煞厉鬼发动攻击，却只跳出几个7、8、10点的伤害数值，属性差太多了。陆离此时也不能继续划水了，招灵书悬浮在身前，一道道幽绿色的气波打出。还好陆离的魔力属性很高，招灵书的属性也过于变态，打在凶煞厉鬼身上，每一下都能造成200多的伤害。好，我一定要阻止你！陆离的输出抢走了凶煞厉鬼的仇恨，精英恶灵根本无法用身体拦住他。陆离见状，赶紧拉开距离。还好自己敏捷比他高太多，保持风筝问题不大。不过头目级的怪物怎么可能这么简单就被风筝死？眼见追不上陆离，凶煞厉鬼发出一声哀嚎，陆离只觉得眼前一黑，6秒后整个人趴在地上，血量见底。是恶煞！从外界视角来看，就是一道深红色的波动钻进陆离的脑袋里，随后陆离就不动了，然后一道恐怖的赤红色爪痕横空飞掠，打出400点恐怖伤害之后，又是2道平 A 跟上，陆离血量直接见底。大意了，忘了仔细看技能，削他精神属性好了。陆离赶紧一个就地翻滚，躲开致命一爪，拉开距离。主要是截取敏捷习惯了，忘了这怪物有个强控制技能。摸出一瓶血药吃下，血量缓缓上涨，陆离不得不暂时停止输出，让精英恶灵先把仇恨拉稳，反正招灵书还能再招10个恶灵，硬堆吧。从陆离打定主意自己不再出手之后，局面稳定了下来。凶煞厉鬼杀死了足足15头精英恶灵之后，终于血量见底。随着陆离一发平 A 补刀，巨大的红色人影爆裂成漫天的血雾，老妇人的身躯从血雾中摔倒在地，一道蓝色光和2道绿色光落在地上，爆装备了。陆离先收起了装备，看向倒在地上的老妇人，看来我无法阻止你，年轻人，嗨嗨，
老妇人艰难地爬起来，面色愁苦地说道：“不知道你为什么要阻止我？”陆离问道：“新星界的 NPC 都不会毫无理由的行动，能对话的怪物也一样，都有着各自的深层原因，非常有代入感。这座墓园是700年前修建的，当年正处在乱世，一位远征的将军的妻小就住在这儿，他的仇敌找到了这里，对他的家人实行了惨无人道的折磨和屠杀。等那将军回来的时候，自己的家已经没有了，他悲愤地跪在妻子的房门前，仰天大哭，哭了整整3天3夜。随后他带着不知从何处来的工匠，把自己曾经的家园修成了一座无底的地下坟墓。”老妇人徐徐道来。后来信角村逐年更迭，只有历代神婆还铭记这段历史，默默地祭祀着他们，化解着这里的怨气。可是天不遂人愿，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让我这个老婆子被人冤害，神婆这个职业也从此断了传承。可我宁愿化作厉鬼镇压于此，也绝不愿那些深埋地下的东西重见天日。他们的煞气太重，700年也未曾消去。如果你惊扰了他们，整个信角村都会无人幸免。”老妇人说道。看样子这就是隐藏剧情了，估计新手村的剧情能被挖掘到这个程度的也就仅此一份了吧。陆离默默地想到。不过我还是会去的，我会尝试让他们解脱。陆离缓缓说道。你的力量确实强大，老婆子我无法阻止你，但我希望你可以记住，鬼物的力量虽然强大，但也会反噬自身。如果你有其他的选择，现在回头还来得及。老妇人说罢，走入巨棺，巨棺轰隆隆地敞开了口，露出背后残破的阶梯。陆离没急着下去，从背包里掏出刚爆的东西，1件蓝色精良，2件绿色高级。名称：凶煞护身，品类：护身符，品级：高级，装备需求：等级13，耐力大于等于25，被动技能：凶焰护体，降低你所受到的伤害10%，基础属性增幅，耐力加13，精神加13。名称：凶灵低语，品类：上身甲，品级：高级，装备需求：等级12，精神大于等于25，被动技能：低语，降低你使用主动技能的魔力消耗5%，基础属性增幅，耐力加10，精神加10。2件绿装都是现在没法穿戴的防装。陆离看向唯一1件蓝色装备，名称：诡秘暗杀，品类：靴子，品级：精良，装备需求：等级15，耐力大于等于15，被动技能：悄无声息，你的移动无声，不会引起等级不超出你5级以上的主动型怪物仇恨。主动技能：暗行，脱离战斗状态进入隐身3秒，冷却时间 180S， 基础属性增幅，敏捷加10，力量加15。陆离摸了摸下巴，这是个很适合卖掉的装备，自己并不太需要它，自己又不准备玩刺客类职业。不过这几件装备的需求等级太高，短时间内很难有市场，只能先放着，这就是自己发展的太超前的坏处啊。陆离默默想到。与此同时，在陆离看不到的地方，数十个由数百玩家组成的庞大团队正在为他们的精英玩家攻克同样级别的天赋任务。这才是正常玩家想拿到顶级天赋奖励的办法。大型公会、职业玩家都有着足够多的人手，任务只能触发1个，其他人就硬拼着白掉经验，拿命堆 BOSS。新星界是职业玩家走入新阶层的最好平台，之前无论什么游戏的背景都没有大到这个份上，这一次公测一定要抢到先手优势，这是各家顶级公会之间的共识。第10章技能书。恢复完状态，陆离把自己的精英恶灵团补满，继续向下探索。此时的地图名称变成了恶灵地宫1层，而不是墓园地下了。那个巨棺像是一个传送门，通过残破的阶梯之后，来到的是完全不同风格的建筑群。洛琴星是比较现代化风格的新手星球，而恶灵地宫则是给人一种历史悠久的沉重感，繁复的雕刻，难以名状的装饰，斑驳的色彩，勾勒出一幅令人不适的地狱绘图。种族：死尸复生，生命层级：精英，等级15，技能：不死，死亡后恢复50%生命值，冷却时间300S。狂袭，消耗300生命值，以极高的速度冲向目标，造成80%基础攻击力，伤害 X6，生命值5500，力量110，耐力105，敏捷45，精神55。这是恶灵地宫1层里的新怪物，属于实体偏近战的类型，比精英恶灵高出不少属性。单挑的话，一头精英恶灵只能打掉它不到1半的血量。不过陆离这边有10头精英恶灵，在数据截取和表脸围殴之下，强大的死尸复生也只能含恨化为灰烬。不过精英的爆率还不错，平均10头就会爆一个绿装，不过都是10级以上的装备，目前没法穿戴。陆离现在自己属性刷满了，只能把截取的属性堆到自己未来想用的装备上。还好精英怪并不多，大概刷了20多只，就来到了恶灵地宫1层的尽头。恶灵地宫的尽头是一节向下延伸的阶梯，被血红色的结界封住，结界前是一头明显更高大的死尸复生头目和5头精英级。陆离神色凝重，数量上现在自己并不占优了，而且这个游戏10级前得不到新的技能，
因为10级以下的怪不掉技能书，新手村也没有技能导师，只能靠自己的平 A 和意念遗物来补输出。头目级别的死尸复生还有一个控制技能，是力量判定的，还好自己可以把他的力量属性截取到无法控住自己的程度。盘算清楚，陆离让自己召唤的恶灵摆好阵型，一块石砖呼啸着朝一头精英级别的死尸复生头上砸去。砰！巨大的冲击力让死尸复生摔倒在地，大大的450在他头上冒出，霎时间6道凶恶的目光凝聚在陆离身上。好！随着头目的一声怒吼，连带着摔倒的死尸复生，6道怪影用极其扭曲的姿势向陆离冲来。陆离身边的恶灵也发出咆哮，分别纠缠住一头精英级，剩下的5只集中围攻头目。虽然只有10几头怪物的冲撞，却在空气中撞出一道又一道的狂暴气环。10级以上怪物的破坏力非常强大，如果是现实中，100点力量的一拳足以击穿钢筋混凝土。恶灵纷纷被击飞，但仇恨都拉住了。陆离一边风筝自己选定的目标，一边指挥恶灵用技能躲避攻击。死尸复生的敏捷比陆离低1倍还多，只能靠狂袭对陆离造成伤害。而陆离身边一直留着的一头恶灵，就是专门防范这个技能的。被陆离吸引的死尸复生发现连陆离的衣角都摸不到，发出怒吼，浑身血气喷薄，化作一道血影撞向陆离。陆离眼中金光一闪，暗道一声就是现在。早已等候多时的恶灵一个影袭，化作一道虚影迎面冲了上去。轰！恶灵被轻易撞飞，血量损失将近1/4，可死尸复生的攻击也被拦截。陆离则是继续风筝，平 A 混合着意念遗物，每秒钟输出高达500加，不到10秒，死尸复生倒地，然后红光一闪，死尸复生陡然坐起，双眸中猩红光芒暴涨，大量的血气凭空融入其身，生命值转瞬间恢复一半。陆离根本不给他恢复的机会，大砖头直接呼脸，死尸复生又直挺挺地倒了下去。然后他愤怒的再次爆发狂袭，又被恶灵用影袭拦截，5秒后彻底倒下。不到20秒处理掉一头高血高防的精英怪，这个效率堪称恐怖。换8个10级玩家来单挑一头精英死尸复生，都有可能被团灭，得当 BOSS 打才行。死尸复生只需1分钟就可以杀死一头恶灵，而头目更是15秒一头的效率，比陆离更快。不过陆离却能再次召唤10头恶灵，几分钟后精英死尸复生全部死亡，头目损失1/3血量。陆离恶灵再次召唤后还剩5头，这一幕也意味着决战正式开始。有了陆离的高额输出，头目的血量掉得飞快，敏捷跟不上陆离，凭 A 打不到陆离，被削减了力量属性，无法用控制技能控住陆离，头目只能用狂袭来寻找机会。不过陆离看到红光就直接控制恶灵，5个影袭撞上去，反倒是头目掉的血更多。很快头目一条血见底，倒地触发被动。不过头目级的死尸复生不死技能更为强大，复生后除了恢复1半的血量之外，还强化了35点力量和20点敏捷，持续30S。这35点力量让死尸复生足以将陆离定在原地5秒。不过陆离精准的指挥自己的恶灵不断阻挡，终于是有惊无险的击杀了死尸复生头目。死尸复生并不是可以对话的高智能怪物，被击杀就只能发出不甘的怒吼倒地了，2道蓝光从他的尸体上飞出。陆离超过来一看，顿时狂喜。技能书凶煞苏生，消耗850点魔力，从虚空中召唤一只具备自身 135% 属性的随机亡灵系怪物，自身属性越高越高，几率召唤高级亡灵系物种，幸运属性可产生额外增幅，持续 180S， 冷却时间 180S。 全是技能书。这游戏10级以下怪物时不出技能书的，10级以上的怪物技能书爆率也极其之低，因为额外技能本身就可以成为每个大跨度等级获得职业时的判定标准，所以学习技能的好处非常多，可以说是强底层属性，重要性远超装备。果断学习。学习之后获得了凶煞苏生，还开启了幸运值属性。玩家的属性面板并不是永远固定的，当玩家得到了新的力量体系时，就可以开启新的属性槽位，比如魔法师拥有魔力值，但如果你在此基础上再学习一个斗气系技能，就会产生一个斗气值，如果再学习异能系技能，还会产生相应的气力值，非常多元化。第11章修改技能数据。另外一件蓝色则是一件装备，名称死亡墓碑，品类武器，品级精良，装备需求等级15，魔力大于等于35，力量大于35，基础攻击力77至115加50百分号力量正 50% 魔力，基础属性增幅力量加15，魔力加15，附带技能死灵一击，消耗 5% 魔力值， 5% 生命值，对目标造成 350% 魔力正 350% 力量的混合伤害，冷却时间 60S。 死亡墓碑是一件10至10字架形态的武器，属性极其可怕，尤其是附带的技能伤害爆炸，唯一可惜的就是暂时还没法装备，只能先扔在背包里吃灰。装备不像技能书，技能书都没有等级要求，但是有一个隐性要求，就是消耗度，如果技能的消耗大于玩家当前拥有的相应能量值上限，
那么就算学习了也无法释放。比如凶煞苏生这个技能消耗850魔力，很多玩家15级都不一定能有这么高魔力，所以这个技能其实也算是隐性要求在15级以上的。但是陆离有系统啊，能改自己属性啊，这个在一般20级玩家眼里都算得上大招的技能，在他眼里，目前也算是大招，10级之后就可以随便用了。随后陆离试了试新技能，发现召唤出的刚好是精英级的死尸复生，它的属性非常高，召唤出的怪物除了血量比正常精英低之外，其他属性都要超过同级别精英怪，这个技能很适合陆离。而且陆离本来就想走召唤流，这个技能来得非常到位。测试完技能，陆离继续向下探索恶灵地宫2层。2层的怪物没什么新意，只是等级为17级的精英死尸复生而已。刷到现在，陆离自身的等级也有8级了，还有了新技能，清怪更快。不过陆离倒是对辅助系统的用法有了新想法，技能的数据能不能修改呢？之前没想过，因为意念遗物这个技能只是白色普通技能，没太多可改的东西。但凶煞苏生不同，作为蓝色精良级技能，上限应该蛮高的，想到就做。刚好手里有10个点数，一口气全加在召唤数量上，居然真的可以！陆离倒吸一口凉气。要知道，850点魔力召唤一个怪物和召唤11个怪物，那可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啊！证实了自己想法，陆离点点头，玩召唤流果然很适合自己，因为修改数据在低等级的时候能修改的量是有限的，而比起攻击技能那些百分比数值，召唤流的召唤数量改起来才可怕，提升完全是指数级的。技能的修改上限和其他东西也一样，等级跟着人物走，精良级额外加成20，刷到地宫2层最深处之后，陆离已经把一次召唤的总数刷到40了，想要再修改，就要等自己升到10级之后，或者用更加稀有的技能进阶卷轴了。不过陆离其实倒蛮开心的，毕竟有了新的数据可刷，还有幸运值，这是一个特殊属性，目前的上限只有10点，一路上也顺手刷起来了。现在陆离在用凶煞苏生的时候，经常是20几个精英夹杂着2-3个头目，其余10多个普通级，所以地宫2层的 BOSS 丝毫没有反抗的余地，就被群殴致死。虽然陆离的召唤物血量比不上真正的野生怪物，但是基础属性都高到爆啊！陆离还准备慢慢刷数据，把技能从自己身上提取的属性加成的百分比也刷满。2层的 BOSS 掉了3个绿色装备，也都是15级以上的，陆离也不在意，反正自己拿了技能书，已经赚大了，后边哪怕什么都不报也无所谓了。这时陆离的任务面板已经显示进度推进到 66% 了，也就是说这个地宫最多还有2层，很有可能是在只有1层了。进入第3层，整个环境又是一遍，向下的破旧台阶的最后一阶就像是一道传送门，踏上之后，面前的深邃黑暗顿时全部退去，一个和杏角村十分相似的村子映入眼帘，只不过外边的杏角村大部分都是2层砖瓦小矮楼，这里的全是木屋茅草屋，但即便如此，进村的那条路和路两边的规划还是能看到杏角村的痕迹。这里不再有压抑的石砖通道，而是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天空之下，一个有些模糊的光源挂在空中。村口有2个身着重甲的卫兵，手持长矛，腰间佩刀，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好似2座雕塑。国际惯例，先扔数据侦测。种族亡魂卫兵，生命层级精英，等级20，技能突刺，消耗50点体力，造成150加150百分号力量属性物理伤害，生命值7500，体力值500，力量195，耐力180，敏捷110，精神100，是20级精英里偏弱的怪物，想想也是，毕竟这是个10级前的天赋任务，总要留点余地让正常玩家能打得过。陆离估摸着有100左右精锐玩家就能刷到这儿，但是再往下就不知道了。实际上目前做天赋任务最顺利的工会华夏神宫也用了足足300人，在17级头目怪物那灭团了一次才打过去。陆离稍微有点高估了正常玩家的水平，毕竟现在除了他已经8级了之外，正常玩家平均等级才5级，打17级头目基本个位数伤害。不过这也是这个游戏的真实之处，除了特殊的限制人数的副本，大部分任务怪都是可以堆人数堆死的，尤其是 C 级以上的任务，只要是你带人完成了任务目标，别管你带多少人，目标完成了，就算你任务通过，但是完成度可能不会太高，完成度主要看你自己占比多少。挥手间50头亡灵生物蜂拥而上，陆离觉得自己需要一个会悬浮的王座，这样显得比较帅。可怜的卫兵被一大堆技能淹没秒杀，陆离打算直接莽穿这个地图。门口的动静引发了骚动，大量的亡魂怪物朝村口聚集，15级到20级的普通怪物夹杂着个别精英怪，给陆离提供了好大一波点数，直到把凶煞苏生的属性加成刷到 150% 才到上限。不过这个游戏关于技能的强化是一直都有的，正常情况下投入经验就可以提升技能的效果，但是每次提升的效果是随机的，不一定能加到自己想要的属性上。不过投入经验的提升有个好处，就是有可能为技能开辟出新的效果，
品质越高的技能可以存在的词条就越多。第12章亡魂大将白夜。涌向村口的亡灵越来越多，不过陆离也不慌，挨个截取数据，把点数加在自己心仪的装备上，等到了10级，自己的装备能来一次全面更新。由于陆离的基础属性极高，他的召唤物基础属性全部爆表，如果不是血量太低，甚至在到实现之前都不会有减员。对了，实现，陆离又默默地开始给自己的技能刷实现数据了。反正这里怪多，不刷白不刷，在野外可很难找到这么密集的怪物群。半小时过去，陆离觉得自己差不多刷了200多个怪了，不由得暗暗心惊。现在任务的进度已经达到了 83%， 但怪物的密集度却开始逐渐减少。陆离目前回蓝的速度还不够快，冷却时间 180S 的凶煞苏生差不多要5分钟才能释放一次。不过他巧妙地将招灵书附带的召唤恶灵和自己的技能轮流使用，10个精英恶灵刚好能顶过回蓝的空白期，而且持续时间 180S 的凶煞苏生也逐渐被陆离刷到了持续时间 260S， 基本接近无缝衔接了。又过了10分钟，不再有亡魂从村子里冲出来，任务进度来到了 90%。 陆离等魔力值回满之后，带着10只恶灵走入村子。若有若无的歌声响起，周围的环境逐渐变得更为阴暗，天空中模糊的光源似乎被什么吞噬了力量，逐渐暗淡下去。看样子是要到最终的 BOSS 了。陆离一边走进村子，一边扫视着周围的建筑。随着环境逐渐变暗，本来看似正常的建筑开始变得诡异起来，似乎是肉眼可见的变得破旧，黑暗处有不明的影子窜动，卷起的气流带着诡异的血腥味。砰砰砰，大地开始有节奏的颤动起来，一股难以言明的压迫感横亘在陆离心中。陆离暗自心惊，这 BOSS 光是气势就如此恐怖，不知道属性要有多可怕。村子中央的空地，一抹白影缓缓走来，周围的风似乎都被某种奇异的力量拉扯住，变得安静。陆离身后一众鬼怪发出不安的躁动，突然一个负面状态出现在陆离的状态栏下。威压 LV10， 你的所有属性降低 10%， 感知降低 5%。 陆离惊了，这东西这么诡异的吗？而且威压。陆离咽了一口口水，内测的资料显示，威压这种恐怖的被动技能只属于领主之上的怪物，而且这个技能纯属看人下菜碟，对不同实力的单位影响不同，而且同级别或者更高级别的威压还可以互相抵消，总之是大佬气场一类的玩意儿。那白影站定，高约2.34米，一袭雪白的铠甲巧夺天工，多处流线型的构造并不显得沉重，头盔的双眼处有浓烈的红色光晕亮起，似是燃烧着的凶焰，如血海般翻涌着的巨大披风在其身后拖出好几米，1.8米长的双手剑却被他单手轻松地提着。数据侦测：亡魂大将白夜，种族亡魂，生命层级领主，等级10，技能裂空，消耗500魔力值，强大的魔剑术，释放3道剑气，造成500加100百分号魔力属性伤害。技能碎影，消耗800魔力值，高超的剑技形成无法闪避的一击，对目标造成50加50百分号魔力属性伤害，并晕眩目标 1.5秒。技能骸骨大军，你是亡魂的主宰，消耗 25% 生命值， 25% 魔力值，召唤25头具备自身 10% 属性的骸骨剑士，持续 300S。 被动技能王者，你是不屈的王者，你不受负面状态影响。被动技能威压，低于领主级的生物受你的影响，在你50米内削减属性，根据不同目标实时计算。被动技能亡魂大将，你是身经百战的王者将领，从属关系为你的死灵系近战单位获得你的 5% 全属性。生命值 3.5W， 魔力值 2.5W， 力量850，耐力500，敏捷750，魔力1250，精神358。剑意80，当你使用剑进行攻击时，增加额外 8% 真实伤害判定。统御80，归属于你的单位基础属性提高 8%。幸运1，这个人十分倒霉。固定伤害免疫15，最终计算减伤之后的伤害低于15对你无效。陆离惊了，这玩意儿真的能打得赢吗？不然就在这把任务结算了得了，总感觉要凉在这儿啊。领主怪物在内测玩家嘴里是需要300人以上大型团队攻克的可怕目标。据说内测的时候，一个25级领主怪单枪匹马摧毁了一个2000人的工会驻地，而且还是被他们主动拉过来的，试图借用驻地的防御机构和卡夫火点拿下首杀，结果整个驻地被拆个稀碎。当时那2000人都有20级左右，打完内战平均等级还剩15，据说当场就有几百人退会了。就在陆离纠结的时候，白夜却突然说话了：“小子，就是你说要帮我解脱。”他的声音低沉却不沙哑，透露着难以言喻的威严气息，夹杂着领主级生命的威压，让陆离都感觉到一股压迫力。定了定神，陆离回道：“我确实想试试。”白夜扫了一眼陆离身后的一众怪物，说道：“你很勇敢，所以我不为难你，用你的部队和我的部队一战，我们都不出手，怎样？”陆离还未回答，
新兴界的任务界面跳出提示：丁，探索任务达成隐藏条件，单枪匹马，你的团队只有你自己。毫发无伤，进入地宫后未死亡。以弱胜强，最大等级不超过10级。解脱，击败地宫3层内的鬼物100-100。认同，触发凶煞厉鬼击败对话。任务转为隐藏模式，两军对阵，在你本体不发动攻击的情况下，击败精锐骸骨剑士025。陆离点点头，虽然这个隐藏条件堪称过分，但和单挑领主相比，还是有完成的可能性的。而且自己运气还不错，这些条件刚好都满足。不过换个角度想的话，要完成这些隐藏条件，也许比单挑领主更为苛刻。毕竟这个任务的条件对玩家单体的要求太高了，而且10级前的玩家是没有特别变态的隐藏职业、特殊装备什么的。按说这种隐藏条件应该是有一些大号已经刷起等级，刷到一些无限制小神装之后，再新开小号，练一个完美号的时候才能达成。这也是后续很多大公会和职业选手们的方式。虽然要浪费更多时间，但完美成长的玩家才能在后期有更大的成长空间，否则等级刷高了之后战力跟不上，反而会练废。念及至此，陆离郑重地看向白夜，说道：好，我答应你。白夜被头盔覆盖的面容无法分辨表情，只是听得他淡然一笑道：第13章黑色珍贵，天赋往生。冲天的红光在白夜身上亮起，25头几乎一模一样的白骨剑士从白夜身后的虚空中踏出，陆离的召唤物也全部向前走去。两方各有优劣，绝对属性上来说，陆离的召唤物更高，但血量低，只有昭灵书召唤的10头恶灵血量正常，可以当做前排，但整体来看，陆离的召唤物还是处在弱势的，那么就需要微操。现实中的身体属性满百，带来的是远超常人的强大体能和脑力。原本陆离两世为人就极其聪明，在拥有了100点精神力和才能之后，他的思维已经可以分成不同线程，同时对10几个召唤物进行同步控制。陆离的召唤物和骸骨剑士如同2道不同色的洪流对撞在一起，陆离和白夜的眼神在隔空碰撞，各自点头，随后庞大的意识投入召唤物群之中。骸骨剑士除了在各种加成下拥有白夜的几乎18%属性以外，还具有2个技能，一个冲撞，一个斩击，都具备让目标强制位移和打断动作的效果。而陆离的招魂物则是五花八门，在10点幸运值的加持下，40个怪物里夹杂着7、8头精英和1只头目。虽然属性都一样，但精英和头目拥有的技能可以给陆离更多的操作空间。陆离这一波的召唤物里有1只头目级的死亡女妖，她具备死亡凝视和哀嚎2个强大技能，不过由于基础属性太低，每个技能只能释放1次。陆离通过精准控制，让死亡女妖一直藏在怪物群中，保持低调，寻找着释放的最佳时机。白夜的骸骨剑士更像是一支军队，在白夜的操纵下，犹如一把利剑，在陆离的召唤物军阵中横穿竖斩，但陆离却巧妙地让精英恶灵抵抗伤害，其余怪物疯狂输出，让骸骨剑士每次穿阵都要掉不少血，整体阵型丝毫没有窥视。不过这也是陆离全力控制的结果，如果只让召唤物自动战斗的话，被来回穿阵早都已经乱成一团了。就算有现实中100点精神力的加持，陆离都感到强大的压力，主要是白夜的操作太细节了。陆离上一世本身是星际争霸的高手，天梯榜上有名的虫族玩家，多线操作可以说是手到擒来。可是白夜毕竟是身经百战的大将，和游戏里练出来的陆离比，还是更懂得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在白夜眼里，如果不能搅乱陆离的召唤物阵型的话，他的胜算是很低的。初一交手，白夜就发现陆离的召唤物属性极高，每一个都几乎是骸骨剑士的1倍，所以白夜必须让这些怪物混乱起来。可他并不清楚，这些召唤物除了精英恶灵都生命值很低，毕竟就算是领主怪物也没有能查看对方属性的能力，他只能是凭经验看这些召唤物这么高的攻击属性来推测这些召唤物的血量而已。这个信息差也同样被陆离发现，这也是他找到的胜机。如果被白夜知道了自己召唤物大部分只有2000左右血量，那么他就会用王道军事直接把自己的阵型击碎。轮流换防，被攻击3次的怪物退回阵中恢复，换满血的上前。2只具有微弱治疗能力的精英怪友走在阵型中，不断把残血的召唤物血量拉起。陆离面色镇定，后背却被冷汗浸湿。白夜也发现了陆离的细节把控，逐渐产生怀疑。确实，在这个层面的对手面前，太多细节暴露出来本身也是一种示弱。不过验证这些信息要付出代价的。骸骨剑士阵型一变，朝着藏在阵型中的2个精英召唤物杀去。5个冲撞，5个斩击，精英恶灵毫无抵抗力的飞出老远。10级的他们已经很难跟上节奏了，而且战至此时，他们的血量也仅剩1/3左右了。骸骨剑士鱼贯而入，可陆离眼中却闪过一丝精芒，意识接入死亡女妖哀嚎，刺耳的声波爆出，骸骨剑士们丝毫没有防备，挨个被定在原地，进入晕眩状态。
在敌方阵型最中心突然停滞是什么下场？陆离嘴角勾起，所有召唤物的输出技能毫无保留地倾泻而出，一瞬之间就有7、8头残血的骸骨剑士倒地，其余的10几头骸骨剑士的血量也不足1/3，白夜的部队岌岌可危。就在此时，白夜也不甘示弱，10几头骸骨剑士交替冲撞斩击，如莲花般在陆离的阵型中炸开了一个缺口。陆离面色微变，飞速的意识接入不同召唤物，让残血一一后退，一直缩在后边的预备队顶上。死亡女妖的另一个技能发动，死亡凝视。骸骨剑士阵型中的一环陡然转火旁边的队友，死亡凝视可以让精神力不足的敌人陷入混乱。白夜眼中的猩红色火焰微微一跳，他知道是陆离赢了。果然，失去了完整阵型的骸骨剑士在陆离的召唤物包围中挣扎了10几秒，全部化为碎片。而此时陆离的召唤物几乎全部残血，但一个没死。陆离主动解除了召唤，看向白夜说道：“承让，白夜将军。”白夜发出一阵大笑，回到你的控制力非常强，没想到你赢得这么轻易，我以为我至少会换掉你1半以上的召唤物。显然白夜依然不知道陆离的召唤物都是脆皮这件事，不过陆离也没解释，只是笑道运气好罢了，也是您没用全力。确实，白夜在两军对战之后连威压都收了起来，不然陆离几乎没什么胜算。白夜摇头笑道：“无论如何，你赢了，那么你愿意帮我做一件事吗？”随着白夜的话语，陆离面前弹出了星星界的任务提示。叮，您的任务：神婆 C 级天赋任务，探索墓园最底层的深邃迷障，往生已达到最高完成度，是否结算？陆离点击结算。叮，任务结算中，结算完成，完成度100%，任务评价 S， 难以置信，任务奖励经验50000 EXP， 声望75，获得天赋往生黑色珍贵。陆离眼前一亮，看向自己的新天赋。天赋往生黑色珍贵，你具备极高的死灵系亲和力，你的死灵系召唤物持续时间增加 25%， 全属性增加 25%， 你对死灵系目标初始好感度加5，附带天赋技能夺魄凝魂，献祭任意数量死灵系召唤物，强化目标死灵系召唤物，使其基础属性提高1+20分号献祭数目倍，持续60S。第14章隐藏任务死亡契约 WOC。 陆离看到这个天赋整个人都惊呆了，这天赋强得太过分了，不愧是黑色珍贵啊，仅次于金色传说的黑色珍贵，而且自己还能改属性，珍贵级的天赋上限应该很高吧？想到这种恐怖的技能还能被自己修改属性，陆离激动的差点喊出来，不过眼下还是先回复白夜比较好。接着白夜请求帮助的话，陆离回道：“没问题，不知道你有什么需要我做的？虽然我实力不算强，但如果我能做到的话，我一定会尽力。”白夜摇头笑道：“不必过谦，以你的年纪来说，放在700年前也是独一档的天才，因为你的出现让我看到了一丝希望。”白夜猩红的披风一摆，朝村子深处走去，说道：“跟我来吧，700年过去了，我想我做好准备重新面对这些事了。”陆离点头跟上。这个游戏里往往 NPC 和怪物只有一线之隔，尤其是具有高度智能的怪物，除了击败击杀可以获得奖励，还可以通过交谈、掌握特殊物品等方式触发任务获取奖励，所以后续也会诞生一批剧情党，热衷于挖掘游戏中隐藏的零散剧情。白夜的每一步都极其沉重，似是背负着一座巨山，但他的脚步很稳，身形看不出一丝颤抖。陆离在他身后跟得不算轻松，白夜的敏捷太高了，他看似走得不快，每一步却似乎踏出好几米的距离，陆离得小跑着跟上才行。不多时，来到村子深处，一个大院在道路的尽头，白夜望着院子停住了脚步。陆离跟着停下，白夜说道：“这就是我的家，想必你也有所耳闻，发生那件事的时候我没在这儿，我没有保护好我的家人，我的妻子，我的女儿，在他们死后，即便我做了再多去弥补，也难以让他们真正的原谅我。”白夜顿了一下，说道：“尤其是我的女儿，她被贼人凌迟而死，化作怨气滔天的鬼物，我为了不让她被怨恨吞噬，不断的为她化解怨气，可我知道再这样下去的话，我也无法维持更久了。700年来，我的力量衰落的太多，如果我死了，她一定会化作灭世的厉鬼，终究在害死无数人之后被阴阳师杀死吧。”陆离不禁侧目，合着白夜还不是巅峰状态。白夜猩红的披风微微一抖，一位面容姣好的妇人突然出现，吓陆离一跳，一个侦测下意识扔了过去。清江影，种族亡魂，生命层级头目。公子。少妇微微点头，站在白夜身侧。白夜看着陆离往后一跳，也是眼神一抖，笑道：“这是我的妻子清江影，这些年我除了化解女儿的怨气，就是帮她修炼凝聚神智和灵躯，除了她，当年那些随我征战的兄弟也都跟随着我。”说着，白夜抖了抖身后的披风。陆离不禁再往后退了半步，一时间不知道该吐槽些什么，看向白夜披风的眼神都变了。这时候
清江颖却笑着说道：“公子不必害怕，那些人也是自愿跟着夫君的。”陆离点点头，还没等说什么，白夜抢先开口了：“我希望你可以击败我女儿的灵躯，让她恢复到初始状态，这样我们就可以团聚了。700年了，我有些事必须亲自走一趟。”白夜的面颊看不出神色，只是他眼中燃烧的红芒更胜几分。叮，您触发 C 级隐藏任务死亡契约，任务要求化解白夜一家的矛盾。除了白夜说的，你也可以听听白青颖怎么说。任务奖励根据不同完成方式有以下几种：击败白青颖，契约召唤，骸骨冰封。陆离扫了一眼，心想，若是想知道后边的奖励，得触发后续对话才可以。那么应该除了和白青颖聊天以外，还有一个解法。陆离的目光扫过整个村子，不露痕迹的说道：“我会去试试的。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白夜思索片刻说道：“我的女儿现在对我有很深的误会，而且被怨气改变了性情，不要被她蒙蔽。如果你无法击败她，就出来告诉我。”陆离点点头，转身踏入院门。若隐若现的歌声变得更加清晰了几分。陆离召唤出10头精英恶灵，然后使用凶煞苏生，一阵幽蓝色过后，总共40只死灵生物将陆离团团围住。其中最显眼的是一头5米多高的巨大鬼物，是没见过的品类。种族暴食者，生命层级头目，等级8，跟随主角。技能吞噬，将目标吞入腹中，造成5秒钟压制及无法被选取效果，期间每秒钟对目标造成300点魔法伤害。技能狂袭，消耗300生命值，以极高的速度冲向目标，造成 80% 基础攻击力，伤害 X6。技能鬼爪，消耗500魔力值，释放极具穿透力的一击，对目标造成150加100%力量加100%魔力的破甲伤害。基础属性皆为250，技能加成为陆离属性的 200% 天赋往生，在此基础上挣 25%。扫了一眼暴食者的属性，这东西长得非常难看，高大的身躯和修长的手臂，腿却有些短，躯体上有一个缝合的裂隙。陆离咂咂嘴，自己以后应该整点别的召唤流派了。死灵系虽然是召唤类别里入门比较容易的，但这个颜值也太，可能后期的古龙什么的会帅气很多。还好这个地图没别的玩家。陆离继续朝院子里走去，并没走很远，一个身着白色长裙的少女就静静地立在前方，似乎等待陆离许久的样子。你来了，少女平静地开口说道，那若有若无的歌声也悄然停止了。这一位少女有着十分精致的面容，可她的脸上却有着10几道血色的刀痕，身材修长却全都藏在白裙中，露在外边的双手上也有着数十道血色的细痕。白青颖，陆离试探着问道。少女点点头，你是来消灭我的？数据侦测，幽冥之影，白青颖，种族幽影，生命层级领主，等级10，技能影武，消耗1500魔力值，闪现到目标身后，施展一连串的致命打击，造成300加100%力量 X7次伤害。技能碎影，消耗800魔力值，高超的剑技形成无法闪避的一击，对目标造成50加50%魔力值伤害，并晕眩目标 1.5秒。技能终末解放，你是幽冥的主宰，消耗 35% 生命值 35% 魔力值，使自身全属性提高 80%， 持续 90S， 并在技能结束后恢复技能持续期间内造成伤害的 80% 生命值与魔力值。技能幽影，你可以创造一个具有你 30% 属性的幻影。被动技能极夜，你曾遭受难以想象的恐怖，但你从中获取了更为恐怖的力量。你在黑夜里提高 25% 全属性，生命值 3W， 魔力值 3W， 力量750，耐力430，敏捷1250，魔力1250，精神430。剑意80，当你使用剑进行攻击时，增加额外 8% 真实伤害判定。格斗80，当你不使用武器攻击时，增加额外 8% 真实伤害判定。幸运1，这个人十分倒霉，固定伤害免疫15，最终计算减伤之后的伤害低于15对你无效。第15章，第3种方式。这破地图能有俩领主级 BOSS 就离谱，就不合理。陆离心里已经骂开了，不过其实也没什么不合理。C 级任务有领主级怪物或者 NPC 参与很正常，确实是对应级别的。不过一般来说 ，C 级任务对于单人玩家来说没法达到最高完成度而已。虽然心里疯狂吐槽，陆离嘴上却还是说道：“我并不是来消灭你的，其实我只是想和你聊聊，毕竟我不想只听你父亲的一面之词，而且我不觉得我能打得过你。”确实，觉醒了往生天赋的陆离有信心和领主一战，但有信心是一回事儿，真打起来会咋样，谁也不知道。所以陆离并不打算直接动手，如果能有别的解决方式更好。白青颖神色清冷地笑了笑，说道：“我父亲说的大部分都没错，可他没说当年他离开的原因是什么。700年了呀。”白青颖站起来，转过身去，对着院子里的水潭一声轻叹。他确实是一位出色的军人，但他并不算一个好丈夫、好父亲，
战争结束以后，他执意要去接回他的私生女和那个女人，那才是导致这一切的根源。白青颖的声音里带着刻骨的仇恨。我的母亲可以放下这些，可我不能。那个女人，即便我死，我也无法原谅她。她是个卑鄙无耻的间谍，当年接近我父亲就是为了获取情报，趁机在战场上埋伏他。可他心软了，他没舍得对他下手，却把毒手伸向了我们。我在死去之前足足挨了1007刀，区区700年的时间，让我如何能忘记这一切？白青颖的声音透出彻骨的凛冽，他的神智开始变得模糊。所以你想杀死白夜吗？陆离却冷静地问道。白青颖的动作骤然一顿，并不是，我只是想要复仇，想让那个女人付出代价。可是正常人能活700年吗？就算他也化作亡魂，也未必有你们强大吧？陆离问道。不，我可以确定他还存在着，在我死后，我在他身上下了死咒，只要我还恨他，我就能感知到他的位置。所以你愿意帮我吗？帮我杀了他？白青颖问道。陆离看向任务提示，任务要求化解白夜一家的矛盾，除了白夜说的，你也可以听听白青颖怎么说。任务奖励根据不同完成方式有以下几种：击败白青颖，技能契约召唤，骸骨冰封；击败白夜，技能契约召唤，白青颖之影。看样子击败白夜之后可以触发新的任务，不过第3个选择是什么呢？陆离有些疑惑，这个任务到现在看起来并没有新的变化了，难道第3重变化在那个私生女或者小三身上？那可没法找啊，至少现在没法找。这2个任务显然是要选一个完成的，不然自己应该跑不出去吧？哎，陆离突然想到，自己作为一个玩家，不是可以死回城的吗？难道这里是需要这么玩的？不过陆离还是试着问了下，如果我想试着用更好的方式处理呢？比如你和你父亲暂时先放下仇恨，我来帮你们找到那个私生女和第3者，然后大家把事情都说清楚。白青颖听闻陆离所说，神色变得冷淡下来，说道：不可能的，我和他们没什么可谈的，我只想让那个女人付出代价。而我的父亲白夜，他想做的事就和你说的一样，他即便现在想要离开这儿，也是要利用我的死咒去找到那个女人而已。实力还是不太够，在任务里还要跟他们玩这些心思。陆离眯起眼睛，这个任务的2个选项都是技能，契约召唤陆离不了解，但看名字的话，应该一个是偏向战士前排的骸骨，一个是偏刺客的白青颖的分身一类的东西。陆离权衡了一下，还是觉得应该选第2个，毕竟白青颖是领主级，他的分身能力肯定更强。不过击败白夜难度属实不低，虽然白青颖的属性看起来甚至要比白夜恐怖，但怎么说呢？白夜那个披风里到底藏了多少怪物，谁也不知道啊。陆离突然有了一个奇妙的想法，那么第3种可能会不会是把这白夜和白青颖都揍一顿呢？想办法让他们俩打一架，好像也可行。念及至此，陆离对白青颖说道：好吧，我决定帮助你击败你的父亲，可是我并不一定能战胜他，你可以帮我吗？白青颖轻轻冷冷的一笑，说道：当然，他可没那么容易被击败，不过对此我早有准备。说着，白青颖从怀里摸出一个刻有符文的玉片，递给陆离，说道：这枚玉片蕴藏着我的一道影子，他可以离开这个院子，助你作战。我和父亲在700年前以此院为界，他为了不让我离开这，用魂锁将这个院子封禁，但他也无法靠近这里，我也同样被封锁在这儿。听到这儿，陆离突然眼神一亮，问道：你确定是你父亲把你封印在这儿的吗？我听他说，他为了消减你的怨气，还经常耗费力量磨灭你的怨恨，可是如果他无法靠近这里，他是怎么为你消减怨气的？白青颖脸色也是一变，冷声说道：不可能，明明是我耗费力量维系这个空间不崩塌才。话音未落，一道阴冷的女声响起，终究还是瞒不下去了。不过不要紧了，你们的力量已经无法与我抗衡了。极阴的煞气从西边的天空中笼罩下来，整片天空彻底失去了光源，庞然的威压轰然降临。此时一红一白2道威压同时冲天起，白色是陆离身边的白青颖，此时他周身煞气与剑气缭绕，神色无比冰冷，恨声道：原来是你，你一直在这里。与此同时，白夜的声音也在院子外边响起，让这700年的恩怨就此了结吧。叮！任务要求变更，化解白夜一家的矛盾，除了白夜说的，你也可以听听白青颖怎么说。任务奖励根据不同完成方式有以下几种：击败白青颖，技能契约召唤，骸骨冰封；击败白夜，技能契约召唤，白青颖之影；帮助白夜与白青颖击败欺诈者之魂，技能契约召唤，白夜白青颖。陆离一拍手掌，眼中闪过一丝笑意，说道：这不就来了吗？第16章欺诈者之魂。无用的挣扎。阴冷的女声传来，漆黑的乌云降下，红白2色的光芒被压缩得越来越渺小，似是狂风中呜咽的烛火。你的玉片给我。陆离朝白青颖伸出手，白青颖稍微一愣，递过玉片，说道：我父亲的事。陆离打断道：我大概猜到了，你们2个都被骗了，所以共同迎敌。
白青影一愣，点头道好，我知道了。一道漆黑的闪电落下，小院炸裂，身着紫色紧身法袍的人影出现在不远处。陆离二话不说，一个数据侦测先扔上去。欺诈者之魂，星夜环，种族亡魂，生命层级领主，等级20，技能欺诈幻象，消耗8500点魔力值，创造幻象迷惑目标，具体效果是精神力属性差判定。技能幽冥锁链，消耗7000点魔力值，创造一个魂装，使你的目标无法离开魂装周围50米，魂装具有7000点耐久。技能极魂，消耗10%生命值与10%魔力值，对目标造成25%最大生命值伤害，并吸取本次伤害的100%用于恢复自身生命值。技能窥视，消耗5000点魔力值，监视你的目标5H。被动技能王者，你是不屈的王者，你不受负面状态影响。被动技能欺诈者，你的话语具有更高可信度。生命值 8.75W， 魔力值 11.2W， 力量750，耐力1250，敏捷750，魔力1600，精神1600，神魂125。你的灵魂更为凝实，进行精神类效果判定时提供 12.5% 加成。幸运1，这个人十分倒霉。固定伤害免疫30%，最终计算减伤之后的伤害低于30%的对你无效。所以这东西根本就不该是这个等级打的怪吧。陆离瞪大了眼睛，这什么鬼东西啊，属性比白夜妇女加一起都离谱，而且技能介绍全都语言不详啊。不过陆离并没细算，按照20级领主的平均属性来说，这个欺诈者之魂算是非常垫底的了。正是因为他在这个等级触发了这个任务，才导致欺诈者之魂的属性都没完全提升完。20级领主的最高属性上限是可以达到3200点的，而这个货连一个破2000的属性都没有。白青影见到这人影的瞬间就暴起冲去，可他刚飞出院墙就被一道道锁链拉回地面，正是幽冥锁链。是你搞的鬼！白青影眼中的寒意几乎要冻结一切，抄起长剑斩向院内的魂装。哼，从头被我骗到尾的两个傻子，现在才想起来反抗吗？极魂！欺诈者之魂病态的大笑，右手一抬，白青影身上顿时爆出一片红光，随后整个人都虚幻了几分。青影！白夜一声怒吼，眼中红光疯狂燃烧，25头骸骨剑士与他一道冲向欺诈者之魂，战成一团。陆离却看向手中的玉片，一次性任务道具白青影之影，召唤一道领主及幽影的幻影分身，该分身具有目标领主属性的30%分号加使用者属性的 30%， 持续 1.5H， 所以他召唤出来应该算是我的召唤物，可以吃往生的加成和夺魄凝魂这个技能吧。陆离心道。这时白青影也斩碎了魂装，加入了战团。不过很明显，白夜妇女二人一起上都打不过欺诈者之魂。陆离却并不慌，从欺诈者之魂身上分4次截取了320，基础时10级翻1倍，20级翻1倍，精英、头目、领主每一个层级翻1倍，点精神力属性，把32个截取的修改点数全部加在了往生附带的技能夺魄凝魂的全属性提高倍数上。夺魄凝魂限级任意数量死灵系召唤物，强化目标死灵系召唤物，使其基础属性提高16，该技能基础上限是1，高级、特殊、稀有、珍贵，每个层级翻倍，正 37x 限级数目倍，持续 180S。 不重要了，有这个级别的加持，就算白青影之影不能吃这个技能，加在一个头目级别的召唤物身上都可以碾压了，这种临时加成是不会被上限限制的。陆离嘴角勾起一丝笑意，此时他几乎可以在20级前的地图横着走了。往生天赋太强了，再加上开挂啊！眼见白青影和白夜已经跌落到半血左右，陆离挥手，40头召唤物全部登场，然后白青影之影唰，一道白影在陆离身边落地，稍显茫然，随后便看向前方的战团，神色中露出焦急，不过并未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直接冲去。陆离看了下他的属性，生命层级也是领主级，只不过后边多了个喂，技能除了没有再分出分身的能力以外，其余的和白青影一样，而且确实吃了往生的被动加成。就你了！夺魄凝魂！陆离周身诡异的气息大作，一个苍白的魔法阵从他手中飞起，一个个被他选中的召唤物化作白光汇入其中，最终只留下了10个精英恶灵当肉盾以防意外，其余40只来自凶煞苏生的死灵系召唤物全部汇入陆离手中的法阵里。随后陆离将这团白光打入了他身侧的白青影之影的体内。白青影之影本来虚幻的身躯骤然迸发出刺眼的白光，难以言喻的威压在其身上升起，那种气势似是形成了巨大的幻影，在他上空盘旋俯瞰。怎么可能？这种级别的往生，你是什么人？欺诈者之魂惊恐地问道。一道巨大的幻象笼罩了白夜妇女，两人被困在幻象中挣扎不休。我只是个见习魔术师而已。
陆离神色淡然地说道，不过他心里却爽得很。自从到死灵地宫3层之后，自己就一直处在看白夜装 X 惹不起，然后看白青影装 X 惹不起，又看欺诈者之魂装 X 惹不起的循环里，可算轮到自己了。具有白青影30%属性的幻象，在得到了30倍的属性加成之后，已经有一部分达到了40级以上领主的层次。而欺诈者之魂并不是一个以硬实力见长的家伙，他只是一个间谍而已。就算死后化为亡魂，偷取了白夜和白青影的一部分力量，他也只是强化了幻术能力和欺诈能力。第17章10级新职业周末解放。陆离懒得多说，就这货揍就完事儿了。白青影之影身上的血痕爆出红光，犹如实质的血腥气迸发而出。与此同时，极夜被动触发，白青影漆黑的长发翻涌，在夺魄凝魂和周末解放的恐怖加持下，他的巅峰属性已经达到2万以上。而他最强的属性之一是敏捷，一道白影宛若惊鸿，划过整片黑云，在欺诈者之魂身边站定，7道夹杂着恐怖剑气的伤痕在欺诈者之魂身上绽放，仅是一记银舞就带走了欺诈者之魂1/3的血量。这不可能，这不合理。星野环阴冷的声音变成了恐惧，他一边释放魂装，一边释放幻象，可在精神属性的绝对压制下，他的幻象全部无效，魂装也被白青影之影随手斩断。此时的白夜和白青影才挣脱幻象，刚要上前，就发现局势已经完全逆转。两个人全部一脸懵逼地望着陆离，连白夜那流线型的面颊上都浮现出一股疑惑的味道。白青影之影每踏前一步就斩出一道剑气，如同猫戏老鼠一般，将欺诈者之魂一步步逼入绝境。随着欺诈者之魂的血线不断压低，他招式百出，可除了极魂能够造成一些伤害之外，其他技能基本全部无效，普通攻击甚至只是堪堪破防。就算极魂这个技能本身也很超模，但在计算了一系列减伤之后，连白青影之影1/20的血量都没打掉。可惜，如果这是个真伤技能，就恐怖了。陆离感叹道：“白夜，白青影，不，放过我，放过我，白夜，求求你，别杀我，白青影。我错了，我对不起你们，放过我。”欺诈者之魂的血线不断下降，开始像疯子一样的求饶。不过在场几人都不为所动，陆离基本猜到了剧情，对这个心思歹毒的女人也没什么好感。白青影则更是对她充满了仇恨。就算是白夜，在反应过来自己又被骗了700年之后，也气得冒红光，所以没有人会在意她的求饶。若是早知有这一天，你当年是不是不会选择骗我？白夜的面颊下传来低沉的自语。他的甲虽有损伤，披风却依然凛冽。一众将士和他的妻子似乎在其上眺望。白青影见到这一幕，也暗自转头，心道好像是我错怪他了。随着一道璀璨的剑光闪过，刚好90秒过去，周末解放结束。白青影之影周身的恐怖气息稍有收敛，欺诈者之魂爆碎成一连串的黑色光雾，几件发光的物品掉落，看样子是死透了。所以我就觉得你们妇女还是能聊聊的，对吧？陆离挂着坏笑转过身，问向白夜妇女道。白青影一声轻哼，说道：“没想到你竟然是这么强大的召唤师。但你本身也太弱了吧，我感觉你的气息都不如我父亲的骸骨剑士。”陆离，不是召唤师吗？自己强有什么用？召唤物强才是真的强，对吧？陆离强行狡辩道。白夜发出一声沉闷的低咳，说道：“可我果然没看错你，不过我也没想到，居然是我被蒙骗了700年。现在想来，我之前做的准备还真是可笑。你做的准备？准备利用我的死咒找到那个女人，没想到人家就在你身边吧？”白青影冷冷的嘲讽道。不是，你好像没有死咒这个能力吧？陆离虚着眼说道。哎，白青影一愣，果然，随着欺诈者之魂爆碎，他的一部分记忆开始重新浮现。原来他以为的死咒根本只是一个幻影。白夜也愣了一下，说到欺诈者之力嘛，竟然连这种虚假的记忆都能制造。不过你怎么知道我的能力的？白青影不善的眼神扫向陆离。可我这不有个你的分身吗？陆离急中生智，他不想暴露自己有数据侦测这种超规格的能力。哦，白青影没多想，他和白夜其实都不算很聪明的类型，而且幸运值都很低，很多事儿不会太细琢磨。别的先不说，这次多亏你了，还不知道你的名讳。白夜沉稳地说道。叫我陆离就好。陆离颔首道。随着白夜的话语，陆离眼前跳出任务结算面板。叮，您的任务：死亡契约 C 级隐藏任务，化解白夜一家的矛盾，与白夜妇女合力击败欺诈者之魂，已达到最高完成度，是否结算？陆离点击结算。叮，任务结算中，结算完成，完成度85%，任务评价 A 完美，任务奖励经验1100000 EXP， 声望150，获得奖励召唤契约白夜，召唤契约白青影。是本体，不愧是需要击杀20级领主
才能获得的任务奖励。你的强大值得我追随，我愿意和你签订召唤契约，在你需要的时候召唤我。白夜郑重地说道。我也希望和你签订召唤契约，这样的话我就可以跟着你去更多的地方了。白青莹有些雀跃，从仇恨中走出来的她更像是个小女孩。死灵系单位想融入正常社会，确实需要一个保障。一般来说，签订召唤契约都是最合理的选择。2枚玉片递给陆离，上面有白夜和白青影的真名铭文。契约召唤是不同于正常召唤的特殊技能品类，契约召唤的单位往往具有高智能，比起怪物更像是 NPC。每次召唤需要一定的资源献祭，或者是触发特殊任务获取召唤次数。在某些时候，甚至签订了契约的召唤物还会主动要求召唤。这样的情况一般都是免费的。而随着任务奖励的到账，陆离10级了。叮，您的等级提升为10级，进行第一次职业结算。结算中，您的经历评级为 A， 完美。您的属性评级为 SSS， 史无前例。您的天赋评级为 A， 完美。您的技能评级为 S， 难以置信。综合评级为 S+， 难以置信。您获得新职业往生召唤师。您获得属性补偿，每一级额外获取3点魔力、3点精神力、3点自由属性。您获得技能契约召唤普通，每一个召唤师都必须学会的技能。这个技能使你可以使用召唤契约，并让你的契约召唤物从你的全属性中获取 75% 加成。目前契约空位3。您获得技能红衣厉鬼稀有，消耗700点魔力值，召唤一位等级为10的红衣厉鬼，领主级，持续 1500S， 冷却时间20分钟。您获得被动技能王者亲和稀有，死灵系单位对你的初始好感度+5，你的死灵系召唤单位战斗智能等级+1。您获得技能复灵稀有，消耗350点魔力，为一件物品赋予灵性，使其作为你的召唤物为你作战，其具有你 135% 全属性及物品属性换算加成，永久存在，上限为稀有装备。第18章灵警官。洛离看到自己获取的新技能，不禁倒吸一口凉气，这几个技能逆天啊！合着自己也不用费劲研究这俩人的召唤契约了，自己能直接召唤领主级别的红衣厉鬼了，还只需要魔力，不需要献祭材料。行，白夜妇女可以直接上岗转退休了。陆离暗笑，不过他倒也跟白夜妇女客客气气的聊了一阵，然后就回到了新手村。获得了声望之后，很多 NPC 会主动跟陆离打招呼，送上一些有声望隐藏要求的任务。不过陆离已经连续在线很久了，打算下线睡一会儿。下线之前看了一眼等级榜，第1光怪陆离 LV10， 第2华夏战斧 LV7， 第3龙岭 LV7， 第4轻舞成霜 LV7， 第5清寒成冰 LV7， 第6一叶知秋 LV7， 第7樱花绽放时 LV7， 第8神主 LV7， 第9机械降神 LV7， 第10北极风暴 LV7。 陆离点点头，自己的等级遥遥领先，从7级到10级可不是那么容易升起来的，除非不做天赋任务，但不做天赋任务到了10级就是废号，所以没有玩家会真的不做天赋任务。而且就算不做，能比这帮人刷得快也未必，这些人好几个都是陆离稍有耳闻的名字，都是国内外知名的职业电竞选手，只有自己一个另类。现阶段普通玩家还在4级5级挣扎呢，想做天赋任务都怕打不过的程度，大部分天赋任务的最低要求也是打一个10级左右的精英怪，然后看评分得到一个普通或者高级里面偏弱的天赋。而传说、史诗、神话3个级别的天赋根本不是现阶段能获得的，可能4大新手星各有0星几个传说级天赋任务就不错，史诗和神话是要在星空中获取的。陆离对自己的发育很满意，不过10级到20级的阶段，他打算转行玩元素系召唤了。死灵系再玩下去，自己的画风就太阴森了，反正战力够了，接下来可以按喜好和心情玩了。下线的时候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陆离悄悄洗漱一下就睡了。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日上3竿了，也不急着刷级，他打算先去一趟警局，把前2天的麻烦事儿处理一下。笔录这东西迟早要去做，越拖越有可能有麻烦，趁着今天心情好去糊弄一下。沿江警局并不远，陆离走了大概5分钟，就看到了一栋独门独院的3层小楼，立在江边的路口处。他现在现实中的身体属性全是满百，最直观的体现就是以前要走10几分钟的路，今天只走了5分钟。被动移速增加1类的感觉吗？还不错。陆离嘟囔着来到警局门口，简单做了个登记，然后到等候室等待。不出10分钟，一个高挑的年轻女子和一个雄壮的中年男子出现在等候室的门口。女子抱着一叠资料，坐到陆离的正对面，面无表情地问道：姓名？陆离。性别？不是，我这是来做笔录吧？我不是犯罪嫌疑人吧？陆离疑惑地问道。砰！女子精致的眉头一皱，单手拍的桌子，发出一声闷响，冷声道：问你什么你就说什么。陆离皱了皱眉，心道不对劲儿，按理来说自己这种见义勇为类型的行为不至于被这么针对，
难道是那几个罪犯有背景？你如果是这个态度的话，我就要请律师来了。陆离皱眉说道。他也不是生气，只是觉得挺烦的。要不是自己还没找到在现实中升级的方式，自己早都刷到10级解锁新点数上限了。按陆离的预估，如果能把属性刷到全属性2万以上，基本上就不会受到任何人类世界的武器伤害了。在他的预想里，除非自己免疫核爆，否则就尽可能低调行事。他并不想东躲西藏的过日子，不过这也不代表他可以任人欺负。现在是我问，你答，不配合的话，我就给你换个场景。高挑女子毫不客气，整个人气场拉满，一副找打的样子。陆离猛然站起身，他身高足有1.81米，比这高挑的女子还高半个头，居高临下贴着女子一字一顿的说道：“那你就试试。”这时，旁边的中年开口了：“好了，小林，小陆也不是嫌犯，你说话客气点，把笔录做完。”闻言，两人都坐回凳子上。林丽燕精致的面容上闪过一丝失望，不过还是按部就班的拿出一张单子让陆离填写。填完之后，陆离起身便走。那些人是不是你下的手？林丽燕在陆离经过他身边时突然问道。哪些？我只踢了那个持刀的歹徒，其他的我不知道。陆离神色没有一丝变化，他知道无论他怎么说怎么表现，他都有最大嫌疑。不过这种难以用常理解读的事儿，只要自己不说，谁也没法硬按在自己身上。那些人到现在还躺在 ICU 里，虽然他们是歹徒，但他们该受到怎样的惩罚是法律的事。如果我抓到那个对他们下手的人，我一样不会放过。林丽燕冷声说道。呵，歹徒居然还配住 ICU， 你们有这闲钱，不如救几个无辜的好人。陆离不屑地甩下一句话，毫不犹豫地离去。你……林丽燕背对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一旁的中年人拦住了他，说道：“好了，小林，有时候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善和恶，别太较真。”林丽燕转过头，对着中年人冷声说道：“是吗？如果你就是这样做一个局长的，我会向上级请示换了你。”中年人无奈的一笑，没说什么。来自省城的大小姐，哎，惹不起，惹不起。从他的角度来说，这些流氓歹徒最好永远都只能在床上蠕动，社会上这样的毒瘤越少越好。不过对于追求绝对正确的林丽燕来说，一切都要以判决为准，任何人都有最基本的人权。这种思想的对立让中年人十分无奈。他自认自己做局长这么多年还算敬业，不过他忍得了，只要自己不搞事儿，上面也不会真的因为一个大小姐的2句话就把自己换掉。现实又不是小说。离开警局，陆离也在思索自己是不是对这几个歹徒做实验下手太狠了，似乎这些人到现在还没恢复。数据截取这种能力真的太可怕了。游戏里的怪物被截取属性之后就被自己干掉了，没什么实感。可现实中的人，每一个人，即使是流氓歹徒的背后，都有着他们的生活。如果自己像个神灵一样去做出自认为合理的审判，那么自己何尝也不是在犯名为傲慢的罪呢？第19章江家。陆离随即甩了甩脑袋，想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思绪都清空。他这个人做了的事就不会后悔，那些歹徒也不值得自己花费珍贵的属性点去救，最多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儿，每个属性给他们留点，截取的平均点罢了。一帮烂人还想过日子，过个屁！好人都没过上好日子呢。正胡思乱想时，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是江淼。喂。江淼的声音很独特，并不像一般的女孩子那么柔软，而是带着一股男孩子气的调皮。啊，我刚从警局做完笔录出来，咋了？陆离回道。西西，我知道，你在那等我一会儿，我去接你，我爸要单独感谢你呢。江淼说道。啊，好吧，我本来想回家玩游戏的。陆离无奈道。哎，你也玩星星界吗？你多少级了？我才3级，这游戏太难了，每次出去打怪，死一次掉的经验比打怪得到的经验都多，感觉已经卡死在3级了。江淼吐槽道。啊，我觉得还好啊，就选个远程职业拉扯，别太浪，一般不会死吧？陆离揉着鼻梁说道。是吗？我选的战士，砍得贼爽，但太脆了。江淼说道。啊，那还真像你啊。陆离无语，这孩子从小就淘得很，现在算算年纪也是个，好像才14。那他这样也正常。闲聊了几句，一辆黑色奔驰车来到陆离身边停稳，后门打开，江淼在里面朝陆离招手，快进来。陆离上车，开车的是个须发花白的文雅老者，对陆离轻轻颔首，并未多言。陆离就跟江淼在后座闲聊，没20分钟，俩人来到了一座市郊的大院处。自从昨晚白夜妇女的任务之后，陆离对这种院子都有点像心理阴影一样的感觉。不过这个院子装修的蛮好看，一点都不阴森，反而显得很温馨，甚至有点少女风。怎么样？好多装饰都是我挑的，我爸的朋友来了都夸我挑的好看。江淼走在前面，一脸开心。陆离不禁吐槽，大概确实是夸你挑的好吧。好就好在能让你爸感受一把温馨少女风。少女风咋了？又没整成少妇风。江淼口无遮拦。嗨嗨，见笑了。这时
一个健壮的中年男子从屋里他拉着拖鞋走出，面容和善。江叔叔好。陆离打了个招呼。你也好，从我们搬走之后一直没见过呢吧？这次多亏你了。江峰，也就是江淼的父亲笑着说道。没，也是赶巧了，我正好突发奇想去夜跑，遇上了也不能不管不是。陆离摆手道。你倒是胆子大，不过我听说那帮人现在还在 ICU 呢，也不知道是不是中邪了，就那2个后来的现在转到普通病房了，被你踢了一脚，那个肋骨断了7、8根，好像还有1根刺进肺里了，一时半会儿出不来害人了。江淼笑道。谁知道呢，没准大半夜喝酒吹风都中风了吧。我去的时候就看到他们都躺着呢，我以为他们睡着了，就赶紧去救人，当时也没想太多，现在想想也怪恐怖的。陆离随口闲扯。当时的事儿就不提了，那一群人是惯犯了，个个都有案底，无论哪个拉出去都是重判，还好江淼这丫头没出事儿，不然不说了，今天叫你来就是合计一起吃个饭，本来应该登门拜访的，不过我最近不太方便，就先不过去了，等过些日子再说。江峰笑道。看样子不是意外啊。陆离心道，他当时就觉得奇怪，如果是纯粹的意外遭遇坏人的情况的话，江淼应该不会完好无损，显然他们是要留着人质有用，从当时他们的对话里也能略知一二，不过这些和自己都没什么关系了。接下来就是几人融洽的聊天吃饭环节，吃完饭后，那个文雅老者要将陆离送回街里，江淼还恋恋不舍地跟陆离说常来玩，看样子他搬来之后周围也没什么小伙伴了。陆离跟老者提了一句自己要去商场，所以就没直接到家，他也担心别给麻烦引到家里来，而且给爸妈刷属性这事儿也该提上日程了，如果一次1点的话，也该不会有太明显的反应吧。陆离心想。到家才下午1点，爸妈都没下班呢。陆离回屋拿起头盔，定了一个3个半小时的提醒，登入了游戏。登入游戏之后，把一些10级能穿戴的装备先换上，然后在商店里处理了一些杂物，一部分不到10级的装备他在手里掂了掂，应该想个办法卖掉。打开洛清星的玩家世界频道，上面发消息是要钱的，100欧姆一条，挂了2件蓝装和几件绿装，打了几个字，蓝色5001件，绿色1001件。这一条消息却意外地引爆了整个聊天频道。WOC 光怪陆离，等级榜1，独行侠吗？居然挂装备。 WOC 这装备属性有点离谱啊，比我的蓝装好1倍左右，怪不得敢要5000，这跟一般10级的蓝装属性都差不多了吧。 WOC 在这聊天要钱的。 MD 破产了，这届网友是来搞笑的吗？陆离挂出去的装都只改了一丢丢属性，只能说是偏好，不是顶级，更不是变态。如果昭灵书这种鬼东西被人发现的话，绝必会怀疑他开挂的。但是就算如此，这些装备也几乎刷新了玩家们的认知，一般蓝色装备10级都不一定能加10点主属性，在陆离这儿挂出去的每一件主属性都加15以上，主要这些都是当时在地宫里刷怪的时候顺手囤属性点用的，自己刷满了，自己用的装和技能也刷满了，只能把多余的点数散乱的加在这些装备上了。不过接下来好长时间不会有这些装备诞生了，陆离10级了，又多了不少属性可刷，而且还有新的技能可以刷，好几天不用担心点数没地方用。不过随着陆离10级之后，辅助系统居然有了一个小小的更新，版本号从 1.00 变成了 1.01， 只有一个新功能，数据屏蔽，禁止一切探测手段对宿主生效，还有就是数据截取能够保留的点数从10翻了1倍成了20。第20章战力飙升。不过陆离当下的首要目标是试试新技能，契约召唤这东西他已经不感兴趣了，毕竟自己已经能召唤领主级别的红衣厉鬼了。除了是技能以外，就是去新地图了，10级之后就可以离开新手村了，其实不到10级也可以离开新手村，只是只有到10级才能接取跨地区通行的支线任务而已。一般来说，跨地区通行的支线有2种，一种是护卫类，跟着商队行走，帮忙解决一些野外的怪物，抵达目的地的同时还可以得到一些奖励。另外一种就是搭车，搭车的话要花些钱，但中途可以长时间下线，甚至到地方之后再上线都无所谓。护卫任务的话就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下线，否则任务会失败，人都会被扔在野外。其实搞辆车自己走也是可以的，但洛清星的车并不便宜，一辆普通的老式越野车都要2万欧姆，虽然卖掉了一些装备，钱是够的，但搞一辆车目前还是太麻烦了，毕竟交通工具是不能收进背包的，还要找地方存放，还有可能被盗。这时候就很羡慕野兽系召唤师，甚至是巨龙召唤师，这些召唤师的很多召唤物是可以骑乘的，而死灵系的话只有小部分特殊召唤物可以骑乘，比如古龙、死灵独角兽等。找了个护卫任务接下，约定在游戏时间的6小时后出发，也就是现实中的1小时之后。新星界的时间和现实是有流速差的，而且让人难以察觉。等待的过程中，陆离接了一些小任务，打算出去打怪的同时也刷点数据，毕竟10级了，好多数据都可以继续刷了，尤其是技能的数据。技能的数据计算除了本身的稀有度之外，等级这方面就是跟着玩家走的，所以陆离10级之后，
好多技能的数据上限也更新了。一路来到一处山谷中，这里是新手村附近为数不多的一处高级地图，全是10级左右的怪，甚至有不少精英，所以目前这里是没有玩家的，有能力刷这种怪的玩家都在做天赋任务呢。只有陆离这种10级玩家才会来刷这些怪，这也是新手村特意为等候跨地区的玩家设计的高级地图。扫了一眼等级榜，除了自己之外，第一梯队已经来到了9级。10几个小时不上线，职业玩家们开始发力了，真棒，快点到10级吧，10级装就能卖出去了。在陆离不知道的地方，大部分职业玩家之间的对话都是等级榜第一，那小子什么来头啊？有毒吧？只刷级不做天赋任务的是吧？看他后期怎么玩，这不是废号吗？就为了出名是吧？这一类的。山谷中的怪物都是石巨人，一种土元素生物，突出一个防高血厚。不过陆离刚好要用它们测试一下红衣厉鬼到底有多强。陆离找了个舒适的位置坐下，这里是一处石堆，刚好可以看到方圆100余米内的景象，非常适合他在这刷点数，于是打了个响指。红衣厉鬼！轰！陆离背后的空间破开，无尽的黑色长发如浪潮般倾泻而出，恐怖的威压升腾，几十米内的怪物都受到这种压迫感的影响而被吸引了仇恨，朝陆离缓步走来。多活一会儿不好吗？真是，陆离无奈，只能提前开始提取属性，他怕一会儿这些怪都被红衣秒了，毕竟是10级领主级的召唤物。一道血红色的倩影从空间裂缝中走出，刚好一头石巨人走近，面容精致的红衣少女右手一抬，长发如虹，将石巨人重重的击飞出去10几米远，砸在地上溅起浓重的尘埃。居然能对这么大体型的敌人打出力量碾压，强啊！陆离笑道，他也没急着看红衣的属性，毕竟一会儿还要刷一波技能数据，等刷满了再看就来得及。只是看了一眼他的名字张雅，无意识概念投影，蛮好听的名字。陆离挥手让他开始清场。得到许可的张雅开始肆无忌惮地发动攻击，浪潮般的长发席卷的同时，一道道血红色的能量冲击配合打出，平均3秒一个10级普通怪，让陆离提取属性的速度都差点跟不上。这只是这个技能的初始状态，没刷数据，没开夺魄凝魂的情况下，领主和普通怪物的巨大实力鸿沟已经开始体现，等级越高，生命层级的差距就越明显。偶尔有精英石巨人可以在张雅的狂暴攻击下撑个10几秒，其余的无一不是摧枯拉朽。不到半小时，任务要求的材料和击杀数就全都刷满了，陆离的经验条也涨了大半，红衣厉鬼这个技能的属性也刷到了当前的上限。红衣厉鬼，紫色稀有，消耗700点魔力值，召唤16，基础上限1，高级，特殊，稀有，每个层级翻倍，玩家等级10级也提供1倍上限，为等级为20，召唤物等级最大不能高于玩家10级的红衣厉鬼，领主级，持续2000S，冷却时间20分钟。而往生这个天赋和附带的技能也被陆离刷起来了。天赋往生，黑色珍贵，你具备极高的死灵系亲和力，你的死灵系召唤物持续时间增加 32%， 全属性增加 32%， 死灵系单位对你初始好感度加32%。附带天赋技能夺魄凝魂，黑色珍贵，献祭任意数量死灵系召唤物，强化目标死灵系召唤物，使其全属性提高32加60百分号 X 献祭数目倍。此刻陆离才觉得自己是当前等级下的巅峰战力，不开夺魄凝魂的情况下，红衣厉鬼张雅的属性已经达到了20级领主中顶尖的层次，更别说16个20级领主同时出现是一种怎样可怕的场景。陆离感觉自己如果愿意的话，差不多能给接下来要去的城市直接打崩。其实是想多了，果然每10级都是质变啊，陆离感叹。不过自己确实强得太变态了。看着峡谷中的石巨人领主毫无尊严的被16位红衣蹂躏，陆离摸着下巴叹道。石巨人领主心里也苦，自己一个没啥特殊任务的怪，就想在这躺着摸鱼，结果被16位大佬围观，自己这是造了什么孽？果断爆成一地尘埃，交出一件紫色物品和零零散散的几件散装之后投胎去了。陆离眼前一亮，出货了。张雅拿起石巨人领主掉落的物品，回到陆离身边，其余15位红衣领主都静静地站在原地，并不是每一位红衣厉鬼都是张雅的概念投影，每一位都有单独的名字、不同的技能、不同的长相和特性，只不过其中张雅是第一个被召唤出来的，属性也是最强的，陆离也更愿意跟他互动而已。几件蓝色绿色的物品陆离直接收起来，只盯着紫色物品看了半天，感到有些可惜的叹了一口气。名称10件斩邪，品类武器，品级稀有，装备需求等级10，力量大于35，附带技能重斩，消耗150体力值，释放一记斩击，造成 750% 力量属性伤害，并提供力量碾压判定正 30%， 冷却时间 15S。 附带技能斩邪，消耗300点魔力值，释放一道剑气，对所有击中目标造成 350% 力量属性伤害。附带被动技能巨岩剑意，你的攻击造成额外 20% 力量碾压判定。装备属性力量加75，耐力加25，基础攻击力
125至148加80百分号力量。这是一把巨剑，外观十分华丽，属性也算不错。如果走战士路线的话，可以靠这把剑狂打力量碾压，甚至敌人都很难还手的那种。可惜自己想玩召唤师，虽然也能拿剑上去抡，属性也够，可图什么呢？自己这点战力抵不上一个红衣厉鬼。哎，等等，自己好像有个附灵技能来着。第21章，论剑娘的可行性。陆离对手中的十剑斩邪使用了附灵，随后陆离的意识就被拉入了一个特殊的空间中。眼前的巨剑释放出梦幻般的七彩色光，一个模糊的人形轮廓开始成型。陆离眼前出现了一个捏脸界面，非常细致，几乎所有的细节都可以自己定义，除了特殊部位。星星界这游戏里没有奇怪的功能，至少当前版本没有。玩家是不能把自己脱光的，玩家可自定义的召唤物、伙伴、创造物等等也都没法裹体。陆离摸了摸下巴，反正要等几个小时，好好捏个脸吧。3小时后 ，WOC 捏脸这活真不是人干的。陆离一边吐槽一边开始下一步操作。玩家的创造物可自定义的部分非常多，尤其是附灵这种类型的技能，除了起始装备带来的特性无法改变以外，其他的比如说属性的分配啊、战斗类型啊、技能啊，都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定义的。您的创造物共有4500点基础属性可分配，可分配的属性有力量、耐力、敏捷、魔力、精神、才能。星星界的系统提示音还是那副平平淡淡的女声。好强的底子，平均分配吧，每个750。陆离摸了摸下巴，这么多属性其实能打造一个单属性拉满的进攻型领主。不过陆离想试试能不能用辅助系统给他刷属性，如果能，那肯定都刷满；如果不能，那附灵这个技能就没啥用了。您的创造物可选3个主动技能，3个被动技能，可选列表如下。系统继续道，然后就是让人眼花缭乱的好几百个技能，这我咋选？这回轮到陆离懵了，可以推荐一些吗？陆离问道。根据您分配的属性，推荐3套技能搭配。系统回道，1套偏近战，1套偏控制，1套偏远程。陆离想了想，从这3套里一样选了一个。系统推荐的技能没什么太偏门的，都属于中规中矩的类型。不过陆离能这么选，也是想好了之后的发展方式的。选好技能之后，就是分配技能带来的高级属性。高级属性是很独特的机制，往往只有领主级才开始拥有，但也有部分高级属性会被玩家提前获取。高级属性也是进一步拉开生命层级差距的核心点之一。您的创造物共有180点高级属性可以分配，根据您选择的技能，共有如下高级属性可分配：剑意、神魂、巨力、固定伤害免疫。系统说道。除了固定伤害免疫是所有领主级都会具备的以外，其他3种属性就是技能带来的。这个游戏十分真实，你拥有的技能越多，就能拥有越多附带的能力，很多隐性的能力就会以高级属性这样的方式体现。而固定伤害免疫这个高级属性是作为 BOSS 不会轻易被人海战术堆死的保障，否则几万低级玩家几轮远程攻击、强制扣血都能秒高级 BOSS 了。毕竟这游戏很多地图都能大到让几万人聚集的。每样45，平均分配。做完这些之后，陆离眼前一花，回到了山谷中，石巨人们刚好开始缓缓刷新。嘿嘿，陆离邪恶的一笑，石巨人，你不要过来啊！可惜石巨人并不是拥有神智的类型，至少这个山谷中的这些石巨人没有，只会根据基本设定对周围的玩家发起攻击而已。契约召唤，斩邪千亿。随着陆离一个响指，一只手持暗金色巨剑的金发金瞳双马尾萝莉从陆离身后的空间裂隙中走出。斩邪千亿，种族剑灵，生命层级领主，等级10。技能剑气连斩，消耗3500魔力值，释放3道剑气，对所有击中目标造成350%魔力属性正350%力量属性的伤害。每一道剑气可单独指定方向，冷却时间30s。技能虚无枷锁，消耗3000魔力值，创造3条锁链禁锢目标，每条锁链拥有1000耐久度。技能无风之刃，消耗5000魔力值开启，开启后每秒消耗50点魔力值，初次攻击产生4倍力量碾压判定，后续每次攻击产生2倍力量碾压判定。被动技能剑灵，你的生命结构特殊，可以随时在人形态与剑形态之间切换。被动技能幻灭之身，你的生命结构特殊，免疫大多数真实伤害，只会受到对灵体的真实伤害。被动技能深邃剑意，你的剑意值提供额外85%伤害判定，生命值52500，魔力值52500。6大基本属性均为750。剑意、神魂、巨力，你的力量值提供额外4.5%物理攻击力与力量碾压，固定伤害免疫4项高级属性均为45。金发萝莉初一登场便发现了来袭的石巨人，他的眼中闪过一丝不屑，
纤细的手臂将手中巨剑高高扬起的同时，一道深沉的金芒在其上缭绕，是无锋之刃。随后，他的口中发出一声娇喝，剑气连斩。随后，巨剑猛然下劈，轰！轰！轰！3道剑气裹挟着恐怖的风暴席卷而过，几头普通石巨人丝毫没有反抗的余地，直接化为一地碎块。是过量力量碾压导致的真实伤害。别看陆离的召唤系一直打得很爽，好像其他玩家就没有活路了一样，物理系同样很强，很多技能加成可以提高力量判定。如果最终双方力量值判定超过1倍，就会被打出力量碾压效果，造成击飞、短暂眩晕等一系列效果。而如果力量判定超过3倍以上，则会触发攻击伤害判定的翻倍提高，物理伤害转为真实伤害等效果。这一点同样在欺诈者之魂身上触发过，否则堂堂一个20级领主也不至于那么快被秒，属实是他属性拉胯，再加上陆离魔改版的夺魄凝魂过于变态导致的。陆离截取了石巨人们的属性，尝试性的加在千亿的等级上，果然成功了。陆离一拍手，以后你就是主力了，少女。毕竟是亲手捏了3个小时的颜值，千亿可谓是每个角度都毫无瑕疵的终极美少女，终于不用指玩死灵系了。陆离感叹道。第22章无趣的护送任务。又刷了一会儿怪，把刚刚长出来的石巨人们收割掉。陆离心满意足的拿着几件10级左右的蓝装离开了。可惜这一次的石巨人领主没再给紫色装备，不然陆离还打算再扔几个小时给千亿捏个姐妹出来。附灵是个很不讲道理的技能，装备自身的属性看起来并没有多恐怖，可转换出来的召唤物就能如此离谱。毕竟稀有装备就是对应着领主级生命，尤其陆离还能改召唤物的属性，其他的召唤物都有持续时间的限制。白夜妇女要献祭施法材料召唤，只有千亿是目前陆离心中最完美的刷数据对象，他连自己的属性都没急着刷，毕竟亲手创造的，给千亿开挂刷属性，总让陆离有种萝莉养成的快乐。看了看时间，差不多要去村口集合了。陆离还是蛮期待凤元城的，毕竟离开新手村才算是游戏正式开始。大部分玩家都是简单混过一个天赋任务就速刷到10级进城的，因为只有城市里才有技能导师 NPC 存在。对于大部分玩家来说，20级和30级2次职业判定才是发力点，只有少部分顶级公会和职业玩家才会在10级以下这个阶段大做文章。9级升10级和10级升11级的经验需求都是10万，但11级升12级的经验需求就唰的一下跳到了20万，一直到20级，每一级都会增长10万经验需求。而且这个阶段的玩家也开始逐渐拥有用经验提升技能效果的能力了，所以别看现在陆离刚升到11级，但通向12级的经验条还差一半呢。能堵着一个几百头同级怪刷的陆离升级都这么慢，更别说其他人了。在陆离开始做跨城任务的同时，等级榜除了陆离11级挂在第1位以外，其他顶级玩家也开始陆续达到10级了。MD 第一那货谁啊？就算不做天赋任务，只刷级也没这么快的吧？这游戏没开局抽隐藏职业的玩法吧？一个身高足有2.5米，浑身肌肉隆起的绿皮壮汉跟身边的队友吐槽道：“我是没听说这游戏能抽隐藏职业，多半是个10级前刷出技能树的幸运吧？但是现在的等级榜哪有含金量啊？怎么着也得20级之后格局才能稳定下来。你看现在的等级榜，熟悉的 ID 就那么几个。”绿皮壮汉身旁笼罩在丝绸法袍下的身影回道：“倒也是，但对于大部分普通玩家来说，这个知名度也是实打实的啊。老子也想早点混出头啊！”绿皮壮汉愤懑地把手中的巨斧砍入一个骷髅兵的头骨中说道：“别做梦了，混出头又不是靠等级榜，等3个月后的职业联赛吧，到时候才见分晓。”法师甩出一个火球，把一个骷髅兵炸成一地骨片，无奈地说道：“也不知道这个游戏的联赛要有多风光，我记得上一个火到这个程度的游戏还是号称虚拟技术革新的剑法斗元，当时我才他妈11、12岁吧，家里也没啥钱，游戏头盔刚出的时候又贵得要死，都是去虚拟游戏厅玩。”绿皮壮汉说道：“你可别搁那回忆过去了，大哥，你拉住怪，一会儿团灭个蛋的了。”法师一顿走位风筝死一头骷髅兵，朝着绿皮壮汉怒道：“嘿嘿。”绿皮壮汉心里明镜的，他就是爱看这个一脸淡定的小子慌张的模样。你俩这对我磕了，真的。队里的一个牧师少女捂嘴偷笑：“加你的血吧，少看点符文算我求你了。”法师彻底不淡定了，绿皮壮汉也一脸无语。这个小队是剑锋啸天职业战队的一队，按照新兴界的小队组成上限8人，从各个游戏里抽调的顶级选手组成，这是他们的第8个天赋任务了。从最开始的全公会300人拿命堆帮忙刷，到现在一个小队就能打穿，实力已经有了巨大的提高。他们中规中矩地选了起源星，这是一个很稀幻的星球，氛围感很棒，很多深爱传统 RPG 游戏的玩家都会选这个新手星。但他们选这儿的原因是好搭配。和洛琴这种半现代风格的星球不同，起源星的玩家多半都是战法穆列奇这种经典配置，而谢23则是另一番景象。
2辆黑色 SUV 在暴雨中的街道上飞速穿行，溅起的水花中映出一个霓虹灯勾勒出的后现代都市，后面几十辆车疯狂追赶。前方开车的是一个粉发少女，脸上有奇异的金属纹路。她一边开车一边掏出一把冲锋枪朝身后扫射，嘴里还咀嚼着一个泡泡糖。大姐头，咱能不能专心点儿？后边还有我们的车呢。少女的耳机里传来一阵抱怨。带你们做任务真麻烦。粉发少女不满地咕哝一声，随后猛地一个甩尾掉头，漆黑的 SUV 被一阵电光环绕，如同解体般的绽开各种构件，其中露出10几把榴弹炮。泄力改造暴风炮！粉发少女一声娇喝，水晶般的双眸中倒映出一连串的爆炸，随后再次掉头，一溜烟地消失在夜幕之中。后方的黑色 SUV 赶忙跟上，再往后就只有一地散碎的金属零件和零星燃烧的火焰了。这一队是西科维尔战队，真正的国际一线职业队。这个名字是西风空调、中环科技、小维汽车、海尔姐妹4大国内顶级科技公司里拆出来的，这4家都是他们战队的赞助商。其实如果算上所有赞助商的话，这个队大概会有一个16个字的超长队名，但是这个可怕的想法被16家赞助商联名制止了。那个粉发的少女便是这一代国内电竞的领军人物之一，龙岭以极其恐怖的反应速度和游戏理解著称。她堪比明星的颜值，相比她的游戏技巧都显得不那么受人关注。虚拟时代的游戏竞技远比曾经的键盘鼠标时代更为残酷，这里不存在手慢了刚卡了一下没按到啊这种借口。虚拟时代的神经连接技术让所有人的真实实力无所遁形，而存在于旧时代的职业病也都随着鼠标键盘的淘汰消失了。职业选手们不再受到体力和年龄的限制，职业生涯变得更长。目前依然活跃在一线的最大年龄职业选手是来自当年英魂联盟那个年代的选手，早已没人记得他当年的名字，人们只记得他现在是电竞国际个人榜的第6位于静。第23章，凤元城。好无聊啊，这游戏的赶路好无聊啊。陆离趴在皮卡车的货斗里叹道，在游戏里他更像是个脱线的少年，而不是现实中那个平静沉稳的他。千叶，你被我变成现在这样，以前的感官是什么样子的？陆离转头问道。作为一把剑的时候嘛，那时候很混沌，也没有具体的时间概念，只是觉得存在了很久，然后眼前一亮就看到你了。金发的双马尾萝莉穿着一身黑色的短甲坐在陆离身边，这个货箱后边只有他俩在这，因为现在杏角村根本就没有其他玩家到达10级，等以后这种跨区域车队就会混杂很多其他玩家，甚至某些车队会让人想起早高峰的地铁。一想到要跟着车队晃2个小时，陆离就感到绝望。车队走的是大路，没什么怪物，之前遇到了一伙试图抢劫车队的流亡者，也被牵一秒了，搞得整个车队的 NPC 都没人敢跟陆离说话。这游戏的 NPC 反应很真实，陆离现在展现出的实力已经超过了他的声望，那么很多 NPC 就会对他产生恐惧，很多原本可以触发的对话和零散任务都触发不了，这他还没用红衣厉鬼呢，如果用了的话，估计会被赶出车队。这游戏没有具体的综合战斗力数字，也亏得没有，不然陆离直接开改那就有意思了，各项属性技能啥的都贼拉胯，但就是战力高，莫名其妙的高，更离谱。但是每个地方都对超凡能力者有一个大概的标定方式，洛晴星的很普通，从 E 到 S， 陆离暂时还不知道具体的判定方式，得去凤元城的现代魔术师协会做测试才能知道。到时候他的见习魔术师职业就会变成一个纪念称号，这也算是正式脱离新手期的标志，然后现代魔术师协会就会根据测定的结果为陆离提供一个新的职业，这种认定的职业都很一般，就你测试再强也白扯，但是吧，能多学不少小技能，这也是大部分报不出技能书的玩家们获取技能的重要渠道。单靠每10级的职业判定给的那几个技能不够玩啊。这是陆离看内测视频的时候得到的情报，每10级的职业判定是玩家间巨大差距的根源之一，但你总得让大部分玩家都有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成长体系，否则的话你游戏再好玩，也不是每个人都是职业玩家，那么有心思研究游戏的。这种通用职业和每10级的职业判定得到的职业之间的差距，就像是你可能考了个计算机4级证，也确实会很多计算机通用技术，但你额外还掌握着服务器搭建、网站运维、黑客入侵，甚至是 AI 编程的能力，这些能力才是你真正的力量。反过来说，就算你是再厉害的黑客，你去考计算机4级证，你也只能拿到一个计算机4级证而已。翻着游戏内自带的论坛，看着各种网友的吐槽，陆离勉强熬过了2个小时。随着车队进入一片高楼林立的城区，陆离的无聊之旅正式结束。洛晴星的城市建筑风格还挺贴近现实的，或者说比陆离所处的2270年更复古那么一点。虽然按照背景设定，洛晴的科技能力远超现实，在洛晴走机械师路线的玩家甚至可以自行制造和驾驶巨型机甲，但凤元城这种小城市的建筑风格就是有点像10几年前的现实，可以说是科技树点歪了的典型。结算了护送任务，陆离带着千亿打了个车直奔现代魔术师协会，这是一座蛮有个性的建筑，
在一堆写实风格建筑里显得独树一帜。暗金色的圆弧形外墙中间突出去十几层高，最上面还悬浮着一个奇怪的装置。你们是第一次来这儿吧？那玩意儿据说是个探测器，魔术师大人们可以通过它监控城市内的魔力反应，像机械师协会、阴阳师协会也有类似的东西，只有武者协会没有，嘿嘿。出租车司机大叔笑道。所以这边的武者也都是满脑子肌肉的笨蛋吗？陆离扶额。那倒不是，武者大人们有其他的方式，一般是巡查队一类的，比起平日里很少见到的魔法师大人，武者大人其实更受欢迎。司机大叔笑道。是这样啊，所以维持秩序什么的其实都是协会在做吗？陆离好奇地问道。不，像樱花这边有监察机构的，负责处理普通人的事情，如果是超凡者的事，或者有怪物伤人，就归各个协会处理，一般鬼怪的话就是阴阳师协会或者魔术师协会处理，实体的怪兽就是武者协会和机械师协会处理，还有些超能罪犯一般都是本职业的工会去处理，突发情况除外。司机大叔详细的介绍道。您懂得真多呀，大叔。陆离感叹道。千亿也是一脸好奇的跟着点头。他作为新生的生命，除了拥有基础的认知和性格以外，对于外界的其他事物全都十分好奇。嘿嘿，我女儿可是武者学徒，不多了解点怎么行呢？那丫头还小，我得多教她啊。司机大叔脸上的表情全是炫耀。陆离点头，怪不得这大叔这么懂行。在洛琴，至少玩家进入之前，当超凡者并不是一个多么危险的事儿。洛琴整体的超凡者年死亡率仅有 0.00018%， 也不知道随着玩家进入，这个数据会不会暴涨。毕竟玩家如果实力到达一定程度，干出什么丧心病狂的事儿都不奇怪。新星界之前的一个虚拟游戏里就曾经发生过这一类的事儿，最后闹得社会各界都开始发声。而那个游戏里的 NPC 还没有新星界里的 NPC 智能，据说新星界里有相关的限制模块，也不知道实际上的效果如何。毕竟新星界的 NPC 太智能了，如果没有点限制的话，在道德和社会舆论上很难站得住。几句话的功夫，车停稳，陆离结了车费，带着千亿下车，走入面前的现代魔术师协会中。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上千平米的巨大宽厅，抬头就能看到天上飘着的那个警戒装置，不过没啥服务窗口一类的东西，只有一个服务台在大厅的最深处靠近通道的地方。什么鬼的设计啊？陆离吐槽着走了过去。第24章资深魔术师，请问魔术师资格鉴定是在哪边？陆离带着一脸好奇的千亿来到服务台问道。后面通道右转，登记之后有人会带你去测试厅。面容精致的前台小姐姐懒散地说道。显然偌大的现代魔术师协会目前还没什么业务，不过陆离大概可以预见过几天之后这里被玩家填满的样子。一般来说，一座城市附近有上千个新手村，到时候十几万玩家涌入一座城，秩序瞬间就会重置。陆离点头谢过，朝后面的通道走去。右转过后看到几个窗口，陆离做了简单的登记之后，被一个穿着潦草的大叔带着朝测试厅走去。一边走大叔一边用古怪的目光打量着陆离。走了一会儿，大叔忍不住问道，你不是1个月前刚来登记的见习魔术师吗？这么快就要重新测定了？这就涉及到玩家建立的角色本身所拥有的背景了。陆离笑道，我天赋异禀，感觉自己在魔术的领域取得了巨大的突破，所以来测试。大叔不屑了撇了撇嘴，新到现在的年轻人啊，怕不是一念一物刚学会就觉得自己取得了重大突破。来到测试厅，大叔调出一个3米高的金属魔偶，对陆离说道，那就是标靶，演示你的魔术吧。随手甩了个数据侦测，魔偶只是个普通的20级精英怪。陆离问道，打坏了不用赔钱吧？大叔笑了，说道，你就算给这儿拆了都不用赔钱，测试协议里写了，只要是你在测试厅里释放的魔术都不需要你赔偿。陆离恍然大悟，一个响指契约召唤斩邪千亿。被扔在测试厅外面的金发双马尾萝莉瞬间出现在陆离身后，手中巨剑高高举起，暗沉的金色光辉缭绕其上。这可是我刷了1小时属性之后的千亿啊！陆离暗自心道。从无风之刃亮起之后，大叔的脸色就变了这种波动，怎么可能？剑气连斩！随着金发萝莉的一声娇喝，16道剑气喷薄而出，魔术连射、固化、坚毅、魔力增幅，不动如山。大叔一声怒喝，磅礴的魔力涌出，金属魔偶身上一层又一层的法术光环缭绕，只可惜没用。16道剑气过后，整个测试厅犹如飓风过境，金属魔偶早都化为不知道多少碎片了。你的英灵是毕阶吧？大叔面色凝重，这小子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居然和一位如此强大的英灵签订了召唤契约。不过契约召唤确实是属于魔术师的能力，我可不是什么英灵，我是他创造的剑灵。千亿面色不满地说道。难道是附灵魔术吗？魔术师大叔神色更为凝重，陆离的实力远超他的想象。那么接下来的测试，对我发动攻击吧。魔术师大叔的面色恢复了平静，郑重地说道，
随着他的话语，庞然的魔力波动与厚重的威压从他身上蒸腾而出。数据侦测扔出，陆离也面色一变，这大叔居然是个50级领主 NPC， 协会这么强的吗？对了，之前的态度我很抱歉，我是凤元城现代魔术师协会的副会长，资深魔术师艾德·巴瑟。随着大叔郑重地对陆离行了一个现代魔术师通用礼仪，他原本潦草的西装在一阵采光下化作了一套裁剪精致的魔术师礼装，其上暗沉的魔力光辉涌动，十分不凡。资深魔术师艾德·巴瑟，种族人类，生命层级领主，等级51，技能魔术连射，你融会贯通地掌握着30余种现代魔术，可将其以任何方式组合释放。技能英灵创生召唤，你可以从过往的传说中提取拥有强烈共鸣的部分要素，构成灵机，构造并驱使英灵。除了这2个看着就很强大的技能之外，还有30-40个杂七杂八的技能，陆离只是简单的扫了一眼就略过了。生命值117、1100、117W， 魔力值428、9250、428W， 力量15800，耐力16730，敏捷7500，魔力22000，精神力21500，才能18900。高级属性魔术赋能1260，你的法术系技能威力增幅 126%， 构解精通1500，你的创生系技能威力增幅 150%， 魔力大师2850，你的魔力值额外从精神力获取 285%， 魔术涌动1580，你的所有魔法系技能基础释放速度提高 158%。 幸运3，只凭运气你根本不可能这么强大，看样子我要出全力了呀。陆离神色一凝，50级领主的属性远超他的预期，各项被动技能和高级属性叠加产生的质变让陆离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而他升到10级之后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把所有能提升的东西都升起来，所以此时他也觉得没底了。还好只是测试，我已经启动了场地自带的一系列固化法阵，放手施为吧。艾德巴瑟说道，即便是感知到千亿散发的强大魔力，他也依然没觉得千亿有威胁到自己的能力。提前说好，我只是来做测试的，一会儿我放出的召唤物你随便打，只是个技能召唤，但你可千万别出事儿，我可不想被通缉。陆离神色凝重地说道。闻言艾德巴瑟晒然一笑，说到技能召唤的话一般不会有契约召唤强的，而且我察觉到你的力量波动并没有很强大，只能说你运气很好，得到了不错的契约者和技能。随即他的笑容收敛，正色道，但是也别小瞧了我啊，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别担心，在测试中就算你重伤我，我也不会放在心里的。陆离笑了笑，没再多说什么，摸出一支魔力药剂，右手一招，凶煞苏生，80头各色鬼物从陆离身后的虚空中涌现，召唤恶灵，10头精英恶灵现身，红衣厉鬼，嗡！空间从细微的震颤开始逐渐走向疯狂，16道凶焰滔天的血红色身影撕破空间降临，为首那一道清雅的倩影正是一袭深红色长裙笼罩下的终极恐怖之一——红衣厉鬼张雅。此时的艾德巴瑟神色已然微变，在他感觉陆离的技能更像是阴阳师的流派，现代魔术师可没这么多招鬼的技能。不过陆离的操作还未结束，夺魄凝魂。随着陆离灌下一瓶魔力药剂后的一声低喝，苍白的巨大法阵升腾，一道道鬼物化作流光飞入其中，除了张雅之外，足足有115道身影融入。而汲取了足够力量的法阵在陆离的手中化作一道惨白的烈光，融入了张雅的身躯。第25章全力爆发啊！随着白光的融入，张雅口中爆发出一声轻笑，如血般嫣红的煞气波动缭绕着她漫无边际的长发，席卷升空。凝聚到极致的红色光晕已经开始有部分发出幽深的黑光，她身上的能量波动更是如同火箭般节节攀升。张雅的属性在20级领主中本来就算顶尖的一波，在经历了夺魄凝魂献祭115头鬼物之后，提升了58倍的属性。如此庞大的增幅，让原本是红衣厉鬼级别的无意识体投影，已经开始朝着更加难以难说的层面上异变了。红衣厉鬼张雅 LV21 领主，种族鬼，来自其他世界系的信息扰动所形成的概念投影，其能力已被当前世界修改并数据化。技能吞噬，消耗25000点魔力值开启，开启后15秒内可以吸收大量的能量攻击，15秒后朝指定方向释放。被动技能长发，你美丽的长发像无边际的深海，那是最优雅的恐惧。你的头发由魔力凝聚而成，代替普通攻击，每次攻击消耗 1% 魔力，并附加 150% 魔力属性加150力量属性的额外伤害。被动技能血城，你的灵机连通着一座绝望的城市，它会为你提供源源不绝的力量。你的魔力恢复速度额外提高1百分号，最大值每秒。被动技能成长，你秉着最美丽的愿望从尘埃里走来，
无论怎样强大的力量都可以在短时间内融会贯通。你的成长上限视为灾祸级，生命值 690W， 领主级生命值换算是耐力 X70， 魔法值 1258W， 力量 10.4W， 20级领主上限3200。张雅原本具有1800点力量属性，夺魄凝魂增幅58倍，耐力98600，敏捷95700，魔力 18.27W， 精神力 17.98W， 高级属性凶煞500，你的普通攻击范围增加 50%， 坠鸣425，你的普通攻击额外对目标神魂造成 42.5% 的伤害，汹涌500，你的普通攻击速度提高 50%， 幸运0，如果你够幸运就不会是厉鬼了。果然，张雅的特点让他成为陆离目前最强的底牌，他的能力全部以普通攻击和基础属性为主，是最为纯粹的强大。得到夺魄凝魂的加成之后，他的实力已经完全超模了。感知到张雅的能量波动之后，艾德巴瑟的表情犹如便秘一般，再也没有丝毫的懈怠，手中法阵不断明灭，一道道光环在自己周身叠加，他的气息也逐级开始暴涨。我要出手了！夺魄凝魂时间有限，陆离也不想节外生枝。随着陆离话音未落，一道璀璨的红影带着黑光，如同一道流星一般砸向艾德巴瑟。英灵召唤，布隆！艾德巴瑟的反应速度根本不是此时的陆离能比拟的。一位身着重甲的光头壮汉持巨盾跃然而出，冰川裂隙，巨盾轰然砸落，璀璨的幽蓝色光芒亮起，一道道尖锐厚重的冰山从测试场的金属地板下生出，尖锋处带着凛冽的寒意撞向张雅，如海潮般的长发涌动，如撕破一张白纸一般，冰川破裂，大地翻腾，无匹的绝对力量将巨盾击碎。光头壮汉带着稍微遗憾的表情，化作一道虚光消散。并非他的力量不够强大，而是艾德巴瑟在用他的宝具抵消了张雅的一击之后，撤掉了魔力供给。英灵不同于契约召唤和技能召唤，英灵的力量来自于施法者。你这小子什么邪门的力量体系？这种级别的往生，你是把一辈子的努力都投入到这个能力中了吗？艾德巴瑟一边快速施法后退，一边怒骂道。陆离无奈的一笑，开挂的人不需要多逼逼，张雅锤他。张雅眼中红芒一闪，一道匹练般的黑发向艾德巴瑟奔涌而去。黑发与空气摩擦带起的尖啸让艾德巴瑟神色巨变。张雅的基础属性太高了，速度是他的10倍不止，他必须保持最高的集中度，全神贯注才有一线生机。这种感觉不由得让他想吐槽，到底是谁考核谁？不过魔术师怎么会输给一个只是属性高的召唤物？艾德巴瑟咬牙，周身庞大的魔力翻涌，相位召唤。巨大法阵生成的同时，胖手在怀里掏出一把晶莹剔透的宝石，洒向天空。宝石魔术增幅，庞大相位裂缝张开，一个庞大的深绿色骸骨龙头伸出，其上锁链环绕，散发出古老而不祥的气息。魔术连射，魔力增幅，巨力浪潮，坚固锋锐。未等他吟唱结束，张雅的黑发已经与庞大的邪龙头部重重地撞在了一起。轰！整座现代魔术师协会都感受到了这庞大的震动波，气浪缓缓爆出。这头邪龙居然可以和此时的张雅决力。张雅眸中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暴怒，虽然远隔无数世界，但如此强大的力量投影已经触及了他本体的响应。在本体的感知中，可能只是一种冥冥中的心情稍微不好，连画面都无法察觉，因为越强大的存在就越有可能引发越多世界的投影连通。如果每次都影响到本体的话，强者就一天啥也不用干了，天天躺着做梦就得了。咔嚓！随着张雅开始莫名的认真，一丝脆响传出，艾德巴瑟神色骤变，邪龙的头骨居然出现了一丝裂缝。嗷！一声惊怒的龙吟混合着深绿色的剧毒吐息喷涌而出。陆离精准地开启张雅的吞噬技能，猩红的魔法阵在张雅面前展开。这是跨世界投影后被世界所修正过的能力，和他原本的能力已然不同。剧毒吐息被魔法阵吞噬吸收，15秒后化为一道惊天的黑红色光柱原路返回。邪龙眼中闪过一丝愤怒，不过此时他处在被封印的时间线，力量不及巅峰时期的 1%， 只好跑路了。巨大的相位召唤法阵崩塌，邪龙的头部缩回空间裂隙，走的时候还骂骂咧咧的。操！一种植物。艾德巴瑟惊了，头一次见到邪龙逃跑。璀璨的红光射穿了现代魔术师协会的测试大厅，一路击碎了20几个房间，射入了高空之中。说好不用赔钱的哈！陆离抢先开口说道。第26章，千亿的小心思。本想说还没结束的艾德巴瑟一口老血卡在胸口，合计半天说了一句不是，谁跟你说赔钱的事儿了，我还有招没用吗？陆离却已经提前解散了红衣厉鬼，说到再打下去我怕协会要重建了，我是来测试的，不是来搞事儿的，愿意打咱俩约个时间去城外打。艾德巴瑟闻言望向天花板上3米多粗的缺口，
还有缺口上一个个用好奇的目光望向自己的同事，深吸了一口气，说道：“行，3天之后咱俩上城外再来一把，到时候我把我压箱底的玩意儿掏出来让你看看。”叮，您触发 C 级隐藏任务，约战艾德巴瑟，3日后在城外一战，具体奖励根据战况实时结算。陆离点了个接受，然后对艾德巴瑟说道：“没问题，我也想知道我权力到底有多强。”其实他心里想的是，3天时间我还能改多少属性，能不能再搞点新技能？到时候不锤爆你狗头！无论如何，你的爆发力已经达到了资深魔术师的级别，就算你本体脆弱不堪，不过这也是你在这能评测到的上限了。再往上一级，需要去3大国度的魔术协会评测了，而且到时候他们一定会对你本体下手的。你最好抓紧时间提高自身的实力，哪怕只是防御力。艾德巴瑟对陆离说道。陆离眉头一皱，确实，新星界不像传统游戏，只要拉好仇恨，好好走位，就可以安心的当个脆皮。想到这，突然又一想，不对啊，我才11级啊！正常玩家11级，就算是纯耐力加点的圣骑士，也不可能有我血多啊！我跟这50级领主比啥呢？随即陆离笑了笑，说道：“我知道了，短期内我也懒得再评测了，不然我也不至于全力发挥。”艾德巴瑟点点头，有此等天赋的天才，确实有选择的权利。而且他最初就是在凤元城登记的，无论如何，凤元城再出一位资深魔术师，对自己来说也是好事儿。整个凤元城也只有15位资深魔术师而已，每一位都是协会的底气和高端战力。而且会长那家伙常驻樱花京都，凤元城分会的事儿他也不怎么过问，自己除了维持协会之外，还要发掘新的人才。陆离就是近些年来最棒的人才，甚至艾德巴瑟自己和他所了解的会长都没有在这个年纪的时候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善后的事儿自然有其他的魔术师负责。艾德巴瑟带着陆离做了一个详细登记之后，发给陆离一个小小的徽章，说到这枚徽章就是你身份的证据，它本身也是一个可以通讯的魔法装备，带着它你可以和协会里任何一位魔术师交谈，学习技能，以你的年纪，大家都会愿意教你的。这时陆离这边也弹出了新的提示，叮，您的初始职业自由魔术师已封存为称号，您获得新职业资深魔术师，您获得新职业加成补偿每1级3点全属性，15点自由属性。正常来说，这应该是个中期才能得到的职业，其他玩家至少要40级才有可能通过资深魔术师的考核，所以属性的增幅非常夸张。不过对于陆离来说，属性补偿算啥？有自己开挂刷得快吗？他从1级到现在就没消耗过自由属性点，一身属性全靠开挂。跟艾德巴瑟约好了3天后来协会找他，陆离离开了现代魔术师协会，学技能什么时候都可以来学，只需要花点钱就可以。他现在还没把现有的东西刷到极致，并不着急学新的技能。正常玩家也是如此做的，新星界里能学的小技能非常多，但技能学多了，没有足够的资源投入升级也没什么用，不但无法形成高级属性加成，还有可能因为技能太多记混了，导致用的时候出错。毕竟这游戏的技能可不是鼠标一点，键盘一按就能释放的。释放技能是通过意念控制和一部分语音控制，一旦会的技能太多，就很容易搞混。陆离现实中有着100点精神力的加持，倒是不怕这个，但他也懒得弄太多没啥用的技能，他的前路非常清晰。带着有些闷闷不乐的千亿打上一辆车，前往生命潜能研究所。陆离有些不解地问道：“千亿，你怎么了？”金发小萝莉瘪了瘪嘴，说道：“我还以为我是你最强的战力呢，没想到那个穿红裙的姐姐那么可怕，当时我都看呆了。”确实，巅峰张雅的出现对千亿造成了难以想象的心理冲击。他自诞生之后，陆离一直没用过其他的召唤技能，一直都是有事千亿上。千亿也能感觉到自己在陆离的奇异力量下飞速的变强，没想到在面对真正的强敌时，陆离随手就能拉出一套远超自己几十倍强的技能组合。陆离笑了，揉了揉金发萝莉的脑袋，笑道：“可是只有你是我亲自创造出来的呀，也只有你会一直陪着我，随着我不断变强，你迟早会超越我的其他技能，成为我真正的核心战力。你才出生多久啊？别太急了。”闻言，千亿才露出了笑容，小小的脑袋靠在陆离手臂上，像个小猫一样露出幸福的神色。这种单身老父亲的既视感是怎么回事？陆离心下吐槽自己，表面上却不动声色地摸着千亿的头。不过陆离也确实是打算把千亿当成自己的核心战力之一的，纯死灵系的组合不是不好，而是限制还是蛮多的，比如召唤红衣厉鬼是有时限的，夺魄凝魂更是只能持续3分钟。如果把千亿的属性刷上去，再搞点加成技能给他，他是可以作为最稳定的主力存在的。至于白夜妇女嘛，当时陆离还觉得蛮不错的，但是有了自家的萝莉，还哪有心思培养别人啊？最多所有属性都刷满了，再给他们一些多余的属性点罢了。很快，陆离带着千亿来到了生命潜能研究所，这个地方是内测玩家公布出来的可以触发生命层级提高任务的地方。第27章，生命潜能研究所。魔术师协会的人吗？一个沧桑的老者捏着陆离递过来的徽章，抬起眼皮扫了陆离一眼。真是个怪物呢，
居然以普通级别的生命层级成为了资深魔术师，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老者一抬眼就看穿了陆离的生命层级，如是说道。可是他不知道的是，陆离具备辅助系统提供的数据屏蔽，任何人侦测陆离都只会显示他是普通，虽然陆离目前确实是普通人。想必你来这里也是想晋级成为更高等的生命吧？跟我来吧，你是个值得我亲自接待的对象。老者看似衰老的身躯，却轻而易举地站起，4迈10快地走入一条通道之中。陆离没多说话，跟了上去。千亿一脸好奇地望着研究所，这是一座风格十分具有未来感的建筑，外壁看不出什么，进门之后就能看到洁白的墙壁上镶嵌着各色光带，那些光带就是科技住宅的信号栏，可以为住宅提供很多便利的功能。在现实中，这种技术也在前几年投入了民用，很多大城市的建筑都开始应用科技住宅技术，甚至连整个城市建设都开始转变为科技都市。生命充满了奇迹，但创造奇迹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有的人从战斗中获益，有的人在烈火中重生，有的人在绝望中踏入深渊。人永远拥有着最多的可能性。苍老的声音如同3A 大作的开场白般，向陆离叙述着关于生命的秘密。而这里存在的目的就是探究生命的奥秘。我们把进化的因子提取出来，在更多的可能性中寻找到我们想要的，并将它们赋予更多人，一代又一代，如同永恒不灭的星火。人类是当前时代的主角，可这个世界从不缺少危机和磨难。我们度过这些危机靠的是力量吗？并不完全，更多的是整个人类的团结一心。人类是洛禽生物史上最特别的分工物种，只有人类能仅凭自身一个种族完成整个族群运行的全部需求。这里是人类至上主义的天堂，每一个研究员都秉信着让人类更加伟大的信念，并为此数十年如一日地燃烧着自己的青春。他们可能不具备你们超凡者的强大力量，可你不要忘记，他们也是人类世界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老者的声音抑扬顿挫，陆离却不置可否。陆离不是纯粹的人类至上主义者，他更希望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不同物种间的平衡。洛禽还未接触广袤的星空，还未见证智慧生物的多样性，但他也不会表现出来，而是平静地跟着老人的步伐走入了一个泛着白光的巨大空间内。这是抉择，他会告诉你，你该如何做。老人指向巨大空间中的圆球状仪器说道。据内测玩家公布的信息，抉择应该是一个高度智慧的超算，在明面上的3大势力背后，应该还有一些隐藏的暗线，比如各大协会和研究所就是跨国组织，而且拥有的力量比明面上的3大势力更强，好像3大势力就是个背景一样，但显然不可能。陆离把手放在圆球上，圆球上弹出一个细针，对着陆离扎了一下。叮！您触发 B 级唯一隐藏任务升格阶段1，可选任务：在战斗中寻找你的归宿，以100%输出占比击败5只等级高于你的精英怪物，并带回其进化因子，你会成为精英。在生死的边缘游走，以100%输出占比击败5只等级高于你的头目怪物，并带回其进化因子，你会成为头目。在烈火中重生，以100%输出占比击败5只等级高于你的领主怪物，并带回其进化因子，你会成为领主。在绝望中踏入深渊，以100%输出占比击败5只等级高于你的天灾，并带回其进化因子，你会成为天灾。以上任意一条达成皆可选择提交，按难度最高的完成条目进行结算判定。满属性的好处在此时体现出来了，在抉择的判定里，陆离是有资格获得最高等级的进化因子的，而在整个洛禽，最高等级的进化因子就是天灾，也就是游戏系统里高于领主级的灾祸级。游戏系统公布的等级分布是面对全宇宙的，所谓传说也是要达到至少一个星系以上的传说才能被判定为传说，而洛禽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潜能。WOC 不是说这任务只是从普通进阶精英的吗？咋直接一步到位了呢？陆离都惊了，毕竟内测玩家没有全属性满来触发这个任务的，他们在这提高到精英之后还要找其他的方式继续提高生命层级，但似乎还没人找到晋升为头目的方式，或者有，但没人公布出来。而陆离这个触发则是有说法的，他有选择的权利。现在的他完全可以吊打5至20级领主，但是灾祸级不清楚，没见过，都不知道去哪找，但是一旦找到，直接成为灾祸，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也就不用再找提高生命层级的任务，浪费时间了。陆离唯一了解的就是自己的天赋技能往生，黑色珍贵级别对应着的就是灾祸级，也是洛禽能够得到的最高等级天赋了。这也就是10级以下的天赋任务达到100%完成度才能拿到这个等级的天赋，但凡10级以上想得到这个级别的天赋，就必须要直面天灾。目前的4大新手星珍贵级天赋只有陆离这独一份，只有寥寥110来个玩家在天赋任务上拿到了70%以上的评级，得到了稀有级天赋，达到50%以上得到特殊天赋的玩家也就1000人左右，拿到高级天赋的玩家不超过10%，其余都只能拿个保底普通天赋，甚至还有不太懂的新手玩家感觉天赋任务太难做，
直接刷进去了。从抉择那拿到了一个净化因子提取器，是一个银白色的小圆筒，其中有一个可以插入试管的空槽，附带5个试管，想要其他的试管，甚至这个提取器损坏，都可以从研究所再次购买。陆离直接又买了一套，花了1万多欧姆，但这是必要的，他只打算做领主级和天灾级的2个任务。这2个级别的生物提取净化因子的时候，稍有不慎就会让仪器损坏。其实这个任务也有别的完成方法，比如跟5个领主级 NPC 刷满好感度，让他们炸败，再提取一些净化因子，也是可以完成的。这也是很多普通玩家完成这个任务的方式，他们连精英级别的怪都没法单挑，只能用这种方式。提取净化因子不要命，只是会套上一个持续3天降低 30% 全属性的 buff 而已，好感度拉满的情况下是可以提出这种要求的。而在其他新手星则是有其余的进阶方式。第28章小任务，在市区里找了个房子租。对，这游戏里离开新手村之后，想安全下线得租房子，要不就在大街上搭帐篷，至少洛琴如此。简单安顿好之后，陆离就下线了。他定的闹钟响了，他准备给父母提高一下属性。他现在一次能储存20个点数，想给父母的属性刷满，不用像自己当时一样折腾那么多次，但他还不敢一次性给父母提高太多属性，只想先试试再说。陆离下线打开房门，刚好陆离的父亲陆天然下班之后接完他母亲离霜下班到家，这老2口10年如一日，老陆下班之后都会接了媳妇再回家。哎，好几天没见你了，玩上瘾了吧？老陆看到陆离从屋里出来打趣的说道。有吗？好像我不玩游戏的时候也不咋在家里出现吧。陆离虚着眼回道。臭小子，过2天你姐就回来了，到时候让她收拾你。老陆摇摇头，懒得管自己儿子，他知道陆离不是过分贪玩的人，只是过过嘴瘾而已。既然陆离从屋里出来了，3人就打算一起吃晚饭。老陆拎着菜去厨房了，陆离跟母亲坐在客厅闲聊，聊着聊着，陆离就偷摸把属性给母亲加上了。5大基础属性，每样1点。普通人没有魔力属性。几分钟过去，陆离母亲像没事人一样，接着跟陆离唠嗑。陆离心中大定，偷摸去了一趟厨房，给正在做饭的老陆也加上了属性。只不过加点的时候，老陆正在切肉，原本好好的一刀，陡然咕咚一声，深深的剁进了菜板子里。哎我去！老陆给自己吓一哆嗦，连忙拔出菜刀，又小心翼翼的继续切菜了。他也没多想。陆离松了口气，还好全属性+1这种提升方式不会太让人觉得突兀，精神力的提高可以完美的平衡一切，不会出现不受控的情况，只不过刚刚提升的那一瞬间会反应不过来而已，等以后属性都高了就不会了。因为对于普通人的5点左右属性来说，全属性+1相当于变强了 20%， 稍有不适应是很正常的。吃饭的过程中，陆离又分别给2人加了一次属性，存的点数用完，陆离吃完饭也就没再多聊，回屋上号。千亿在家睡了一下午，陆离上线看他正睡呢，也没叫他，直接开了个契约召唤。金发小萝莉从一脸懵逼到准备战斗只用了3秒，然后反应过来是陆离在逗他，气得他追着陆离咬了半天。闹了一会儿，陆离带着千亿开始在城里闲逛，接一些小任务，顺便也搜寻着天赋任务的踪迹。10级之后的天赋任务就不再是众生平等了，不同级别的天赋任务的奖励上限差很多，陆离也不知道凤元城有没有他需要的天赋任务。他现在想要的天赋有2个方向，一个是元素召唤系，一个是英灵召唤系。目前元素召唤系优先，因为英灵的实力受限于施法者，陆离自身的角色目前还不算强，但等他做完生命层级提高任务之后，英灵召唤的强大之处就能体现出来了。接了一圈小任务，天赋任务还没什么头绪，陆离就带着千亿出城找怪刷去了。陆离接的小任务都是在凤元城外不远处的一个野兽洞穴中的，按理来说这个野兽洞穴属于大型副本，说是一堆小任务，但换一个20级普通玩家小队来也没法单刷，只能组40人大队，甚至是100人军团才能打的那种。陆离主要是想锻炼千亿的战斗意识，这些任务刚好适合他来当主 C。 野兽洞穴里最基础的怪也是20级的普通怪物，正常玩家根本接不到这个等级的任务。陆离是挂着资深魔术师的徽章应接的，不得不说在洛琴高级职业者徽章很好用，技能能省则省，虽然你不缺蓝，但是总要留1半左右魔力应付紧急情况。打力量碾压的时候，尽量让怪物朝其他怪物的方向飞出，这样可以打出重叠伤害。等怪物被你堆成一片的时候，就是最适合放剑气连斩的时机。陆离再叫千亿战斗，千亿也学得很快，千亿的属性和战斗意识同步飞速提升着。别看陆离一直是个3好学生，其实他对战斗是有着一套独到的思路的，而且他现实中满百的属性也给他带来了更强的思考能力。他这趟出来带了个篝火帐篷营地，有千亿看堆陆离还是放心的，这就是契约召唤的另一个好处，即便玩家不在线，契约召唤生物还是可以依照玩家留下的指令行动，这一点是大部分召唤物无法做到的。他自己则是隔一段就下线溜达一圈，直到老陆用怪异的眼神看着他，他才不再继续。一晚上，陆离给他父母刷了16点全属性，
突然的巨大提升导致老陆洗脸的时候把水池子掰下来了，正抱着水池子研究呢，陆离就赶紧跑回屋了。按理说慢慢提升不至于搞出这些幺蛾子，但是陆离总担心有事发生，所以就稍微着急了点。主要是他本身就是个喜欢未雨绸缪的人，再加上按套路来说自己都觉醒系统了，应该算个主角吧，那自己身边应该破事儿不断才对，现在安静的有些出奇，像是暴风雨前的宁静一样。这些担忧让陆离有些心绪不宁，尤其是现实中该如何提升等级和生命层级，一直是陆离想研究但还没静下心研究的问题。他的直觉告诉他，辅助系统肯定有办法，所以他想尽快在游戏里升级，通过系统更新的方式来触发更多功能。越级杀怪让陆离升级的速度非常快，游戏时间5个小时以后，陆离已经13级了。他带着23级属性全部拉满的千亿一路打到野兽洞穴的最深处，最深处是一头25级的领主级棕熊，这是一头非常嗜睡的怪物，他的手下已经全部死光了，他才刚茫然的醒来，看到陆离和千亿2个入侵者，他顿时愤怒了。吼！无神之的野怪吗？干掉他！千亿！陆离下令道。无风之刃！轰！金发的双马尾萝莉化作一道流光，重剑与巨熊的利爪碰撞，剧烈的气浪炸开。第29章再报技能书。千亿高达3200点的力量值，加上无风之刃带来的高额加成，居然把体型更加巨大的棕熊打出了力量碾压。巨大的棕熊如同稻草般飞出，沉闷地撞在洞壁上，扬起的尘土让千亿一时间都无法寻找到目标。吼！一声怒啸传出，棕熊也不甘示弱地开启了增幅力量的技能，如同一条暴怒的地龙般向千亿撞来。虚无枷锁！千亿小手一挥，16道锁链将巨熊牢牢地锁死在原地。在陆离的教导下，他已经不是最初的那个铁头萝莉了，他学会了扬长避短，用最安全的方式获得胜利才是王道。毕竟契约召唤物的生命不是无限的，死掉的话就真的死掉了。棕熊领主愤怒的嘶吼，尖锐的利爪乱舞，锁链崩飞。但就在此时，16道剑气席卷而来，棕熊巨大的眼眸猛地一缩，双爪爆头的同时，周身亮起一道昏黄色的光芒。剑气袭来，一道接一道，如同海浪冲刷礁石一般，将巨熊斩得浑身鲜血。可他的血线实际上并没有掉很多，他用的防御技能非常强大，抵消了60%的伤害，还免疫了力量碾压。剑气也卷碎了枷锁，巨熊再次冲来，这一次千亿却毫不闪避，无风之刃开启，当头一剑，轰！巨熊的头颅被千亿一剑拍入地下，一道深可见骨的伤痕在他头上涌出大量的血液。随后他更为狂暴的挥爪，千亿闪避不及，被他拍飞。陆离紧握双拳，红衣厉鬼技能蓄势待发，不过见千亿并没有掉多少血，才放下心来。这个萝莉可不像他表面看起来那么柔弱呀。呵呀！闪耀着暗金色光的重剑与熊爪不断碰撞，火星、劲风、尘土飞溅，巨熊与千亿的血线都在下跌。不过千亿拥有20级领主满额的属性，巨熊显然不是对手。千亿还有半血的时候，巨熊就已经跌入残血了。陆离却丝毫没有松懈，甚至他已经召唤出了16位红衣厉鬼，围在巨熊周身虎视眈眈。巨熊有一个压箱底的技能，陆离一早就看穿了。技能濒死反击，无消耗，对面前的敌人造成惊天一击，发动时你损失的生命值越多，此次攻击的伤害就越高，冷却时间30分钟。此时千亿正一步步地朝巨熊走去，棕熊领主巨大的身躯匍匐在地上，他发出低沉的喘息，双眼微眯，可他体内却有着疯狂的能量翻涌。契约召唤，斩邪千亿！就在巨熊暴起的瞬间，陆离果断地发动契约召唤，将千亿强行拉回自己身后，而一位红衣厉鬼顶了上去。这是一位高大的红衣厉鬼，他身着血红色的巨大披风，周身有无数锁链缠绕。高大的红衣厉鬼血红色的披风一抖，数条锁链绷直，他竟然用手去应接这一击。轰！红衣厉鬼的手臂当场折断，整个化作一道红影，飞入陆离等人来时的通道之中，血线暴跌1/3。千亿见状吐了吐小舌头，转头对陆离不好意思地说道：“谢了。”没事。陆离摸了摸小姑娘的头，说道。底牌进出的棕熊领主终究还是被千亿的16道剑气收下了性命，一众红衣回归虚空。陆离掏出净化因子提取器，插在棕熊的脑门上，淡淡说道：“第一头。”一管深红色的液体被吸入试管，其中蕴藏着星星点点的棕色光芒，那是代表着大地与野兽之力的领主及净化因子。突然感觉自己像个反派，怎么破？陆离扶实在是自己干的事儿有点邪恶，带着一票手下闯进人家巢穴，给人家干掉了，还要提取净化因子。还好是个无意识野怪，算了。陆离采集完净化因子，才把棕熊领主爆出的一紫三蓝收入背包，一边带着千亿往出走，陆离一边打开背包。技能书，全是技能书。技能书野性呼唤，紫色稀有，消耗1350点魔力，为身边30米内的己方单位提供持续180S的野性光环。
该光环提供350点力量、150点耐力、150点敏捷。光环消失时，额外耐力提供的生命值转化为等量护盾，持续 15S。算是个强大的技能，但怎么就觉得兴奋不起来呢？陆离摸着下巴自语道：“要是让其他玩家知道了陆离此时的想法，怕不是要气得吐血。这个技能明明超级强，而且无论是什么职业都值得一用。好多20级的战士玩家，算上一身装备，能不能有350点力量都不一定。这一个光环就能提供如此恐怖的加成，陆离居然还觉得不满意。不过比起那种最适合陆离开挂的倍数系技能，确实这个技能不够好。不过陆离也不嫌多，学了呗，学完开挂改数据，看看上限是多少。反正给千亿的属性刷满了之后，陆离也不急着干别的，他一会儿要回城学技能精炼术了，不然他都怕自己没等找到合适的天赋任务就要20级了。带着千亿回到凤元城，陆离把一大堆任务一交，收获了4万多欧姆和70多万经验，等级已经窜到15级了，要压不住了。陆离直奔现代魔术师协会，协会里有专门的轮值技能导师，今天轮值的技能导师是一位紫发大姐姐，也是一位资深魔术师，见陆离来学技能，显得非常有兴趣，对陆离非常有兴趣。小弟弟，姐姐可是有着独门魔术的，要不要跟姐姐回家深入探讨一下？名为艾丽莎的紫发大姐姐笑道。陆离冷汗都下来了，他背后的小千亿正用巨大的剑锋比量着陆离的后颈。艾丽莎见状笑道：“小妹妹是吃醋了吗？”才没有。千亿俏脸通红。我目前只想学几个增幅技能和几个研究类技能。陆离扶额。艾丽莎也不再调戏陆离，收了3万多欧姆的学费，把陆离想学的技能都交给了他。技能魔力增幅，消耗500点魔力，提高目标 35% 基础属性，持续 600S。技能巨力，消耗350点魔力，提高目标50点力量属性，持续 600S。技能迅捷如风，消耗350点魔力，提高目标50点敏捷属性，持续 600S。技能奥法金身，消耗当前等级 15% 经验值，为选定的魔法系技能提供一次随机增幅。技能召唤大师，消耗当前等级 15% 经验值，为选定的召唤系技能提供一次随机增幅。技能天资卓越，消耗当前等级 50% 经验值，为选定的天赋提供一次随机增幅。第30章技能变异。研究系技能是新星界这个游戏里十分特殊的一种机制，玩家们获得的大部分技能都是初始状态，不算很强，毕竟不是人人有挂，但普通玩家也是有着技能强化的渠道的，研究系技能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刷技能的话，应该找个怪多的地方，一边补充经验一边刷技能，而且要试试能不能把研究技能的一次随机增幅开挂改成更多次。陆离一边盘算一边朝超能者工会走去。超能者工会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和各大协会专注于本职业的服务不同，在洛琴只要是拥有超凡之力的人都可以来这里接任务，包括3大势力都会发布很多任务在这里。失控机械工厂啊，不知道机械系的领主怪能不能提取进化因子。陆离看到刚刚更新出的任务思索着，反正要刷哪儿都一样。接下10几个有关于失控机械工厂的任务，陆离朝城外走去。他决定买一辆车，因为凤元城附近的高等级怪物聚集区不算多，野兽洞穴是唯一一个走路不超过半小时的失控机械工厂，就算开车也要20分钟才能到，他只能选择买个车了。一般在洛琴都是一个小队集资买车，但陆离不准备组队，他只能自己买车，下线之后可以让千亿看守。还好租住的地方都带免费的车位，洛琴的人口不算密集。花了2万多欧姆买了一辆破旧的2手皮卡车，载具暴风2型皮卡车，普通，耐久度5500，防御等级15，相当于15级普通阶层机械造物标准防御力，燃油存量350升，最大载重3吨，最高时速130公里每小时，加速时间 15S， 从静止到极速。能不能给这破玩意儿改数据？陆离一边慢悠悠的开车，一边只是千亿清理沿路的野怪，给皮卡车的最高时速刷到500公里每小时才停下。其实没到上限，主要是陆离已经有点控制不住这破车了，轻轻一点油门车速就飙到70-80，顺便把防御等级刷到25级。陆离开始享受飙车的乐趣，现在已经能看到零散的车队往凤元城方向聚集了，看样子很多普通玩家也10级了啊，接下来的凤元城就不会那么平静了。开到失控的机械工厂附近，陆离找了个地方把车停下，带着千亿下了车。现在陆离手里的技能只有凶煞苏生、红衣厉鬼2个，把数据刷到了上限。他准备先试试用召唤大师研究一下凶煞苏生，不过要先刷一下召唤大师的数据。陆离带着千亿打爆了机械工厂门口的一组机械卫兵，截取了数据，却发现召唤大师技能介绍里的一次随机增幅没法修改。陆离有些疑惑，心中一动，对辅助系统问到为什么这个数据改不了。陆离眼前的画面一顿，色调出现了些许的抖动，随后恢复正常，才听到辅助系统回到因为这个技能的描述属于文字描述，目前无法修改，
需要后续版本才可对文字描述进行修改。WOC， 陆离惊了，居然还能改文字描述，那岂不是随便一个技能都可以被自己改成拥有神级功效的超级技能？那应该是很后面的事了。辅助系统回道，居然是可以做到的吗？陆离都有一瞬间想埋头刷级刷满级再说了，可惜星星界这游戏每个版本都有等级上限，当前版本玩家的等级上限是40级，而这个游戏的角色成长机制又很特殊，不然的话陆离真要忍不住先刷满级再说了。如果能随意修改文字描述的话，即便是不顾天赋技能和每10级职业判定都完全没有影响。不过既然暂时不能改研究类技能的话，那就先研究一次试试吧。陆离发动召唤大师，顿时感觉到自己可以选择一个自己拥有的召唤技能来强化，选择凶煞苏生。一个只有陆离能看到的光幕弹出，您选择研习凶煞苏生，正在判定技能属性，判定结束，正在判定幸运值，判定结束。由于您的技能属性已满，本次研习结果为研习失败，82%概率。这特么还能失败的？陆离一脸无语，再来，反正经验槽刚才有80%多，自己刷经验也快，当一把赌狗又如何？不过陆离这次选择了红衣厉鬼这个技能，因为以现在的情况来讲，肯定是赌一个潜力更大的技能更有价值。凶煞苏生现在在陆离眼里就是一个给红衣厉鬼叠 buff 的起手技能而已，然后就是一波爽利的3连败。陆离面露沉思之色，这不对劲，我的运气不可能这么差。千亿在一旁小心翼翼地看着陆离的表情，心里有种不是很懂但十分想吐槽的感觉。其实也不是陆离运气差，主要是一般玩家想把技能属性差不多刷满，就要投入30次以上研习，而且有些属性还极其难出，比如召唤系的召唤数量就是一个除非其他属性已经全满了，否则基本升不上去的属性，就算升上去一次也就加个1点2点的，哪还有刷满了还非得刷的？别的技能不要用了吗？又不是每个人都有稀有级别的技能，大部分玩家都是选2-3个主力技能刷个差不多，然后选一套技能组合，挨个升级几次就不错了。定了定神再刷，反正这个游戏可以调级，调到每10级的节点就会开始欠经验，欠经验的时候就不能再用研究类技能了。不过玩家可以死很多次，欠经验到整个耗废掉，不虚，等级越低成本越低。刷失败 X10。在陆离不信邪的点下第11次研习之后，整个界面陡然一变。您选择研习红衣厉鬼，正在判定技能属性，判定结束，正在判定幸运值，判定结束。由于您的技能属性已满，本次研习结果为技能变异，0.1%概率。您失去技能红衣厉鬼，获得新技能通明。我就说我是欧皇。陆离疼的一下站起身，猛地一拍大腿。千亿用不明觉厉的表情看了看自己的大腿，小脸一红。第31章调出排行榜。技能通明，黑色珍贵，不可再次变异，在5秒引导时间内消耗1800点魔力值，打开冥府之路，召唤海瑟薇。希尔天灾降临，他的等级与你同步，持续15+100分耗施法者当前等级秒，冷却时间10分钟。极其简短的技能介绍，却让陆离的眼睛猛地一下睁大到了极致。天灾，这个技能居然从稀有级变异成了珍贵级，而且居然能召唤一个天灾召唤物。虽然这个技能没太多的数据可改，这也是一般变异而来的技能固有限制，但陆离清楚这一波赚大了。从冥府之路这几个简单的字就能看出，这个召唤物必然是死灵系。陆离嘴角挂起一丝笑意，得找个合适的敌人试试技能。随即陆离邪恶的眼神望向了不远处的机械工厂，就你了。千亿被兴奋的莫名其妙的陆离拉着，再次来到了机械工厂的大门口，很多失控的机械守卫在门口游荡。这个地方也是个多人副本类型的地方，门口的机械守卫都是25级的普通怪物。随着陆离的指令，千亿抄起巨剑朝机械工厂内冲去，10几个近战型机械守卫被吸引了仇恨，滑动着履带朝千亿围了过来。机械系的怪物往往都是防高血厚的类型，同时拥有不俗的攻击力，但相对来说不够灵活。这种怪物也是千亿最爱刷的，高达3200点的力量挥起的巨剑砸在机械守卫的炼巨剑上，迸发出耀眼火花的同时，将整个机械守卫砸得飞起，朝后方的怪物飞去。本就散乱的阵型变得更加混乱。陆离则是不停截取怪物的属性，加在还没刷满的技能上。看着跌回11级的等级再次狂飙，陆离打开等级排行榜。第1，龙岭 LV14； 第2，一叶知秋 LV13； 第3，华夏战斧 LV13； 第4，轻舞成霜 LV13； 第5，轻寒成冰 LV13； 第6，紫色塞恩 LV13； 第7，樱花绽放时 LV13； 第8，神主 LV13； 第9，机械降神 LV13； 第10，北极风暴 LV13。 大部分还是熟悉的名字，只是自己因为赌技能过度掉下去了。陆离也不在意，他的目的也不是当一个知名玩家，
他只是想玩的同时，如果能赚点钱就更好了。只不过他突然调集的事情还是引发了很多有心人的关注。那个来路不明的家伙怎么突然掉了那么多级？被人堵了？粉发少女龙岭刚好当时有在看排行榜，眼见着陆离的从15级一路跌出排行榜，不禁有些疑惑。不像啊，掉得太快了，死一次只损失 50% 经验而已。龙岭摸着下巴有些疑惑，不过随即就继续做自己的任务去了。一个不知名的路人玩家而已，想要进入他的视野，世界赛上遇到再说吧。用科技芯片植入了传染性极高的过载病毒，看着眼前的15级改造人黑帮们不断的浑身冒着黑烟倒地，龙岭嘴角挂起一丝笑意。他势不可挡，能够10级以上单刷的绝对是大佬，这是新星界的共识。凤元城外的野狼树林中，一个8人小队正艰难地与5只灰色野狼战斗着。辅助台血量，召唤师控制一下召唤物，给主坦分担一下伤害，要倒坦了。一个手持纤细魔杖的少女不停地发出指令，同时还不停地甩出一道道攻击打在灰野狼的腰腹处。75、80、79、91，一道道伤害数值飙起，被少女集火的灰野狼生命值归零倒地，整个队伍的压力骤然减去了1/5，形势变得稳定下来。这游戏10多级的怪也太狠了吧，个个敏捷都60、70，想闪避都来不及。穿着钢甲的男生吐槽道，他运气很不错，10级获得的职业是重甲战士，得到了一个具有嘲讽功能的技能，再加上从武者协会获得的入门战士职业附带的属性和技能，让他的耐力高达70点。但即便如此，在5头12级灰野狼的轮番攻击下，他也感到压力，刚才甚至差点被秒，要不是队长指挥及时，召唤师和治疗职业也配合得好，他们都能被这5个野狼团灭。是啊，主城地图的怪可不是新手村旁边的那种了，属性拔高了1级的同时，敏捷也都不再偏低了。我早就跟你们说了，敏捷必须加点，不然再往后反应都跟不上。魔术师少女是个幸运的内测玩家，无奈地说道。她在内测的时候还是跟别人混的，现在到公测都能带队了。这时，野狼森林又进来了一个小队，这个小队只有5个人，却透出一股难以形容的强大气息。同样的5只灰野狼和他们遭遇，为首的男子眼神微眯，烈光斩，手中长剑一抖，一头灰野狼被打出力量碾压，倒飞而出，一个大大的300在野狼的头上飞出。灰野狼是敏捷型怪物，血量只有1500点，这一剑就斩下他1/5的血线。而男子背后的一位冷傲少女则不慌不忙地念叨厉鬼复苏。2头10级精英厉鬼从虚空中钻出，朝着野狼冲去，完全是压着野狼打。感受到精英召唤物的气息，野狼森林中传出连绵的长啸，一双双幽绿色的狼眸在森林的阴影中亮起。小队中央，手中拿着一本燃烧着火焰的魔法书的男子笑道，这些怪物的 AI 可太棒了，前2年打星域传说的时候还觉得那个级别的 AI 就是巅峰了，没想到新星界能突破到这个程度。照这个势头下去，新星界可能会完成虚拟 RPG 类的垄断，应该提前通知他们转过来发展了，这游戏发育太慢了。黑发的少女不断用手中双枪射击野狼，一边说道。而且掉级太恐怖了，那个榜1几分钟就掉出了等级榜，就当他是个纯刷级的选手，能刷到那个速度也不是一般人物，真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冷傲的召唤师少女皱眉道，所以啊，前期的等级榜没得看，没用的，好好做任务，多拿点技能，比啥都有用。为首的男子用长剑斩下灰野狼的头，说道。别废话了，精英怪来了。一直沉默着的银发少女张开了手中的灰绿色魔法书。第32章海瑟薇希尔。失控机械工厂是一个25级到30级的地图，随着陆离的不断深入，连千亿都感觉到了压力。机械系是最适合打人海战术的种族之一，即便是各项属性拉满的千亿，在推进到机械工厂内部之后，也陷入了重重的包围。陆离招出精英恶灵和凶煞苏生配合千亿，一时间稳住了局面。千亿摆脱牵制之后，就可以逐一点杀精英机械，在没有领主级机械出现的情况下，千亿依然势不可挡。不过凶煞苏生召唤的鬼物血量还是太少了，几分钟之后就被机械大军淹没。剑气连斩，千亿甩出的剑气如盛放的莲花，四面八方的机械被搅成碎片，可随后又有大量机械冲入战场。虽然刷属性刷的是真爽，但也是时候试试天灾的力量了。陆离在一个2层楼顶保持低调，避免吸引怪物的仇恨。通明，随着陆离的魔力不断输出，深红色的裂痕出现在虚空之中。不愧是珍贵级的技能，召唤持续时长的上限还挺高的，已经把持续时间刷到300秒，正100%施法者等级的陆离心道，再刷点就能维持全程召唤了。冷却时间才10分钟而已。随着一道高挑身影在一片虚无逐渐走来，天空中莫名的开始出现漆黑的漩涡，沛然墨玉的威压降临。轰！深红色的闪电化为12把璀璨的灵枪，地面上骸骨的囚笼破土而出，平整的土地上开始出现深青色的石砖，
现实正在因为一位足够强大的存在现身于此而扭曲。金色的柔顺长发凭空漂浮，随着浪潮般的魔力荡漾着，甚至陆离都闻到了他发丝间的清香。黑红色的礼服样式的凌装勾勒出他曼妙且高挑的身形，精致的俏脸带着难以言说的威严与杀气，金发上一顶精巧的金红色王冠虚浮其上，却不声不响。冥府之主海瑟薇，希尔，种族死海半神，同时具有英灵与亡灵的概念，具备高等魔力灵机的同时，具备死灵系的神力、死亡之力。生命层级灾祸，你的存在既是一种灾难。等级14，技能鸣枪凯洛，死亡之力凝结成的鸣枪，对目标造成灾难般的打击，消耗 1% 至 50% 魔力神力，凝聚1至50数量的鸣枪，每把鸣枪是灌注的能量总数不同，造成巨额伤害，提高 5% 力量碾压，无法闪避， 35% 忽视防御。技能山脉崩毁陨灭之星，死亡之力凝聚成巨大攻势，其威能足以崩灭山脉，消耗 50% 魔力神力，对目标区域造成等同于彗星坠地的毁灭性打击。技能冥府之拥，冥府的山峰如同你的仆从，他愿意为你困住任何敌人，消耗 10% 魔力，使冥府之土涌向目标，形成巨山将其封禁，造成每秒4次的力量判定与魔力判定，从自身属性的 200% 向 50% 跌落，判定成功则对目标造成沉默、禁锢、击飞、晕眩，持续1秒，最长控制时长 60s。 技能宝石魔术，由魔力凝聚为洛琴帝国史上最华丽的16宝石，每颗宝石具有不同威能，每颗宝石消耗 3% 魔力。被动技能冥府投影，你的存在即可将周边环境转化为冥府，在冥府内你的全属性提高 100%。被动技能天灾，你的攻击造成额外的 350% 伤害，防御额外提高 180%， 因你的存在即是天灾。被动技能冥府之主，死灵系生命层级低于你的存在难以抵抗你的威压，对死灵系威压效果提高 450%， 对其他生命威压效果提高 100%。 属性力量、耐力、敏捷、魔力、精神力、才能皆为3200点，当前等级上限满值。生命值48万，魔力48万，灾祸级生命耐力，魔力对生命值、魔力值转化为1:150。高级属性神性550，你具备神性，你的攻击与防御额外提高 55%。死亡之力600，你具备神力，具有神力值3万，当你的行为消耗神力值时，提供额外 500% 效果。枪芒550，你使用长枪进行攻击时，伤害提高 55%。剑术550，你使用弓箭时，伤害提高 55%。宝石魔术600，当你使用宝石魔术时，威力提高 60%。刚一出场，海瑟薇、希尔的威压就让所有机械生物的属性暴跌，他的神色有些茫然，但并不耽误他小手一抬，悬浮于天空的12把灵枪就化作12道流光炸入机械群中。陆离飞快地收割属性点数，海瑟薇的输出太高了，差点浪费了。这又是谁啊？千亿自闭了，他发现他好像并没有十分了解自己的主人。契约召唤白夜、白轻盈。陆离一个响指，合计让白夜妇女也出来混点经验，拿红衣厉鬼换了海瑟薇，赚是赚了，但领主召唤物的数量有点不够了，刚好让白夜妇女出来工作一下。终于要用到我的力，白夜一句话未说完，就看到海瑟薇、希尔的目光投来，整个人呆立当场，光滑的骨甲上似乎都流下了冷汗。白夜此时恨不得把贡品还给陆离。这位大人是？白夜小心地问陆离，陆离则是一笑，说到我的新技能而已。白夜、白轻盈，算了，好不容易出来一次，杀点机械卫兵也是好的。白夜妇女从善如流，作为高智能 NPC， 他们比陆离更能感受到那种来自生命层级的压迫感，而且那个手持重剑的金发少女看起来也不好惹的样子。就在海瑟薇出现的瞬间，凤元城和周边几座城市中的现代魔术师协会和阴阳师协会的警报装置同时发出红光警报，侦测到未知的天灾及波动。警告！警告！各大协会的高层全部一脸的便秘表情，坐在屋子里一言不发。天灾不是他们能管得了的，得樱花群岛京都分会出手才行。而且现代魔术师协会在樱花群岛就没有天灾级坐镇，现代魔术师协会的天灾级在众神殿分会。有情报吗？是新生的强者吗？隔壁城市的魔术师协会副会长问艾德巴瑟，艾德巴瑟摇摇头，说道：“按照位置来看，那边应该是一座前几天出事的机械工厂，我们才派发任务，请人去调查。”第33章，各方反应，我们也不清楚。那边登记在案的最高级别机械是未完成建造的领主级机械巨兵，失控之后，我们还没来得及抽调人手去现场勘查。机械师协会的副会长一脸无奈地说道：“事情发生在他的辖区，他整个人都要裂开。”与此同时，也有一连串的紧急任务登陆在超能者协会，好多玩家也是刚刚脱离新手村，
正在摸索阶段，就发现超能者协会更新了一大堆 B 级任务，整个人都傻了。B 级任务那可是有可能遇到灾祸级 BOSS 的任务，现在玩家大部分都没见过领主级 BOSS 呢。8人小队打头目级都得全力以赴，还有可能翻车。领主级，别闹了，灾祸级，让我们去调级吗？陆离却不知道，因为海瑟薇的出现导致了多少的风波，就算知道了，他也不在意。一个游戏嘛，以海瑟薇、希尔的技能威力，如果再开个夺魄凝魂，怕不是能一招打爆凤元城。陆离有啥可担心的？爽啊！陆离看着海瑟薇大杀四方的英姿，摆出一个舒适的姿势，靠在屋顶，眼见经验槽如同注水般的猛涨，效率根本就不是千亿能比的。他在这一瞬间都要动摇培养千亿当主力的心思了。灾祸级和领主级有着巨大的差距，比如耐力和生命值的转化率，力量和攻击力的转化率，高级属性的隐藏转化率，被动技能天灾的巨额伤害增幅，这一系列看不见的隐藏属性才是不同生命层级之间最本质的区别。千亿身为20级领主，各项属性拉满，表面上看和14级的海瑟薇数据差不多，但两人打出的实际破坏力能差出10几倍，如果是主动技能的话，有可能差出几十倍甚至近100倍。不同生命层级之间的鸿沟远比一般玩家想象的要大，尤其是越到后面的层级，差距越大。机械兵还在不停地从不远处的仓库和工厂里涌出，海瑟薇似乎有些烦了，突然开口应召而来，应灭则去，有死亡之天际，向冥府之深渊，山脉崩毁，陨灭之星。随着他的话语，天空的黑云中撕开一道巨大的裂痕，一颗红色的星辰在其中缓缓降下，随即凝聚成一副璀璨而华丽的弓矢。海瑟薇一招手，弓矢毫无征兆的在他身侧浮现，他手向机械工厂深处指去，陡然间，一道金红色的巨大弩矢向他所指的方向飞去。轰！巨大的爆炸席卷着恐怖的烈风朝四面八方涌去，陆离一时不慎被烈风吹到地上，抓着一块凸起的石砖说道：“就是灾祸吗？果然不是领主能比的啊！”几十秒后，一切平息，海瑟薇消失得无影无踪，半个机械工厂化为平地，似乎无穷无尽的机器人再也没有出现。一台残破的机械巨兵迈着沉重的脚步走来。数据侦测，是一台29级领主 BOSS 级机械巨兵，却只剩下1/5左右的血线了。好可惜啊，好多小怪没来得及截取属性就被一波了呀！没想到海瑟薇居然会主动释放那种恐怖的技能清场。陆离一拍脑门，才想起自己来除了刷级，还要顺便刷数据来着。至于白夜妇女和千亿，已经傻在原地了。领主级弱吗？绝对不弱，一个20级领主全力以赴的情况下，可以战胜一支1000人的军队。可是，即便是10000人，又或是一座巨城，在天灾的攻击下，是不是也无法幸存呢？这个姐姐好强！白青影喃喃道。他本以为自己作为领主级鬼物已经非常强大了，谁曾想第一次被陆离召唤出来，就见到他如此恐怖的召唤物。不过契约召唤就这点好，只要双方不主动解除召唤，就不存在召唤时限。但相应的，契约召唤物也只有一条命，死了的话，对应的召唤契约就会变成破碎状态。大部分召唤师都会选择重新契约召唤物，只有很少一部分有可能花费大量资源去复活召唤物。见识到陆离的强大，白夜妇女已经打定主意要尽可能跟在陆离的身边了，再也不回自己那块地盘了。残血的机械领主在陆离的3位契约召唤者面前没坚持住10分钟，就化作一堆零件破碎一地。陆离掏出净化因子提取器，往机械领主的身躯上一插，一管夹杂着电光的金色净化因子被提取出来。居然可行啊！陆离点点头，收起净化因子提取器。这样的话，就有2个领主级净化因子了。收起他掉落的几件装备，陆离打算再复灵几个装备，不过他还是想找武器复灵，最近得到的都是稀有级防具。扫了一眼任务，只有一个还没完成，调查机械工厂失控的原因吗？陆离想了想，顺便去做了吧。只是不知道几乎被夷为平地的工厂里还有没有线索，大家分散找一找吧。如果看到奇怪的东西，就告诉我一下。陆离望着眼前的工厂废墟说道。白夜妇女和千亿领命，各自散开，陆离则是直奔最中间的巨坑处。原本这是个办公楼一样的地方，现在只剩一个坑了。这游戏里对刷怪点附近的地形破坏是有上限的，如果破坏度超过上限，原本会刷新的怪物会重置的半副本任务就会彻底消失。但是过一阵，大概是现实时间1天，还会刷新个类似的任务填上。反正这个图也不是一时半会能有人来打的，炸了就炸了吧。陆离跳下巨坑，坑底有个亮晶晶的玩意，陆离觉得有些好奇，就打算下去看看。走近了看，发现是个一坨晶体融化后的凝聚物。捡起来之后，系统弹出了一个提示：你拾取了任务物品，严重损坏，上交给特定人物，可完成。线索：机械工厂失控原因。可能要拉低任务评分了，陆离无奈扶额。不过好消息是，自己等级又回到了15级。然后千亿又带来了一本烧毁了一半左右的文件袋，显示也是任务物品，严重损坏。过了一会，白夜拿回来了一个只缺了一小角的存储卡，
一个轻微受损级别的任务物品。真棒，海瑟薇真厉害，下次少用。第34章天赋任务的线索。开车回到凤元城，陆离却不知道论坛上一众玩家都炸锅了。榜一那个光怪陆离什么情况啊？之前不是掉下去了吗？怎么又瞬间15级了？也不是瞬间吧，我看大概是5分钟左右升上去的。楼上无聊不？盯着等级榜5分钟，连龙岭都微微一愣，看着自己还差15%才到15级的经验槽，低声说道：“看样子是个路人王啊，希望能在世界赛看到你。”随后他联系了西科维尔的后勤大管家 Y 丽丽，等级榜第一那个光怪陆离，你联系一下，看看他要不要来我们这试训，总之想个办法让他去参加世界赛。大小姐，那个人我倒是也看到了，不过至于要我们邀请吗？一个好听的女声无奈地回道：“至不至于的我不管，我只是想跟他打一架，看他是弱情的，我在西23没法跟他正常打，只能让他去参赛了。”龙岭一边单杀了一只15级精英怪，一边说道。丽丽知道龙岭的坏毛病又犯了，他总是喜欢找他觉得够资格的玩家 PK， 延续好几个游戏了已经，结果硬是把好几个路人玩家打成了职业选手，甚至有一个还成了他队友。好吧好吧，我知道了。丽丽的声音愈发无奈，不过还是应下了，因为龙岭除了实力够强以外，眼光也是独具一格的好，他觉得想打一架的目标基本上都不弱，因为这一点他还被玩家们戏称为电竞系隐藏导师。那我继续了，如果有机械系的技能书给我留意一下，这游戏技能书爆率太低了，我单刷凑不够体系。龙岭也有些无奈地说道，他一向看不起那些压榨战队附属公会的选手，没想到有一天他也需要借力了。知道了，早就给你留意了，现有的技能我马上发个清单给你，注意查收。丽丽说完就挂了通讯。凤元城机械师工会。所以你说的证据就是这？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把玩着陆离递给他的任务道具，无奈地问道。啊，没办法，打架的时候试了试新技能，威力没控制住。陆离无奈道。我知道了，你是现代魔术师协会新晋的资深魔术师，怪不得。行吧，我会想办法从这堆东西里找线索的。不过任务奖励的额度没办法给你满额，没问题吧？老者收起了眼前的2坨垃圾和一个缺了角的储存卡，说道。没问题。陆离心道，这破任务能交上就不错了，看样子自己的声望值是到位了，不然 NPC 也不能给面子啊。对了，你去的时候有看到什么奇怪的人物吗？比如一位天灾？老者突然问了一句。陆离愣了一下，天灾？自己倒想抓个天灾打一打，可惜没遇到啊。回道没看到，他却是忘了自己的召唤物是天灾。没有就好，你可以走了。老者也是领主级的 NPC， 等级不低于艾德巴瑟的资深机械师，跟陆离聊天的语气很平淡。陆离蛮喜欢这种感觉，他不太喜欢被人过分尊敬或者惧怕，他也不喜欢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太低。交了一波任务，等级来到了16级，正常做符合自己等级的任务升级没这么快，可陆离接的都是25级以上的任务，跨10级做任务让他的等级成长得飞快。该去找新的天赋任务了，不然就只能继续赌技能了。陆离现在也不是很想继续赌技能，想要强度就刷数据就行，如果继续把技能弄变异了，运气不好还未必能出自己需要的技能。现在自己的技能搭配还挺完美，正常刷图有3个领主级契约召唤，打超强 BOSS 自己有天灾级的海瑟薇，还有一套堪称底牌的凶煞苏生加夺魄凝魂组合。这套技能无论是给白夜妇女开还是给海瑟薇开都能爆发出恐怖的威力，但要是开给海瑟薇的话，怕不是要大范围的炸毁地图。陆离对此兴趣并不大，所以接下来就是找天赋任务给白青影、白夜吧，给他把数据刷起来，毕竟他有个召唤炮灰的技能，能当前排，自己的召唤物不缺输出。陆离盘算着往出走，却在刚出机械师协会门口的时候，看到了旁边的小巷里一道古怪的红色影子闪过。陆离眼前一亮，是元素生物。陆离瞬间召唤出千亿，随即快速的跟了上去。之前千亿和白夜妇女被陆离留在车上看车了，突然被召唤来的千亿还有点猛，不过随后就被陆离拉着钻进了小巷子里。反应过来之后，千亿小声道：“要不要我拉着你？速度也许会快一些。”陆离点头，说到最快速度追上那个红色影子。千亿思索了片刻，然后点头。突然一个公主抱把陆离抄起来，纤细的小腿一蹬地面，轰！陆离没等反应过来，就被凛冽的狂风灌了满嘴，整个人只觉得面前的画面完全扭曲了。不知道过了多久，陡然安静。追到了！千亿脸不红心不跳的说道。陆离整个人瘫在地上，基本坏掉。这就是3200点敏捷吗？陆离喃喃自语道。啊，我的敏捷大概是3500多，还要加上您的加成和被动技能加成呢。千亿骄傲的说道。陆离扶额，果然天然呆切开都是黑色的。算了，你就当我在夸你。目标呢？陆离无奈的说道。他进那个地方了。千亿小手一指，
指向了道路尽头的一间庄园。凤元城里还有这样的地方吗？陆离不禁疑惑，因为这里的画风跟现代城市完全不同，显得充满了田园野趣。小家伙，来了就进来吧。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追踪我的研磨，想来是想见我。一个温和的中年男子声音传来。陆离闻言，带着歉意，径直走进庄园的大门。进门之后，是一大片绿野葱葱的空地。一位灰发的中年人笔直地站在那，一股难以言喻的气质在他身上缭绕。数据侦测：元素浪潮，史蒂文·杰森，种族人类，生命层级灾祸，等级45，技能元素浪潮，持续消耗魔力，开启元素之门，召唤海量的元素生物为你而战。每一位到来的元素生物可存在600S。技能奥义大风灾，你身后的魔力足以将飓风凝聚成神灵，消耗 85% 魔力，凝聚一头与你同等级的风元素，天灾级，持续600S。技能契约召唤奥瑞斯·安娜，你与一位古老的天灾级元素精灵相识已久，你可以献祭你 85% 的魔力加珍贵级魔力原石，让他为你而战。其余的小技能陆离没细看，他的各项属性不算高，甚至不如艾德巴瑟，但他的技能2位天灾，加上他自己3位天灾，陆离的眼神变了。第35章任务，先打一架。我跟随你的研磨是因为我想学习元素召唤系的技能，在凤元城里看到研磨就下意识地跟上去，想看看情况。陆离如实说道。你的天赋倒是不错，能来到我的帮位面，运气也不错。那么我倒是不介意提携一下新人，但我想让你帮我几个忙，如何？史蒂文·杰森眼中闪过一丝金光，随后笑道。技能探秘之眼，你可以发现别人无法发现的秘密，消耗足额的魔力就可以感受到别人具备的力量，但劝你别对更强者用。陆离知道他有这个技能，他此时在思考自己该用什么态度对待史蒂文·杰森。自己其实也是天灾级召唤师，虽然取了巧开了挂，但战力是实打实的，自己不但不怕他，全力爆发还能给他按在地上爆锤，所以有必要刷好感度，按部就班做任务吗？好像也没有。管他呢，先锤了再说。据说这游戏里高阶 NPC 没那么矫情。念及至此，陆离笑了笑，说道：杰森先生，我要纠正你一下，我并不是你以为的新人，切磋下。史蒂文·杰森皱了皱眉，虽然他脾气蛮好，不过被一个他眼中的新人顶撞，他还是有些生气。不过随即反应过来问道：哦，你认识我？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离开这儿了。你有额外的目的？并没有，只是不止你有探测手段而已。陆离嘴角挂起一丝冷笑。游戏中的陆离会更放肆地释放自我，而不是像现实中一样尽可能把事情都安稳地处理好。也就是说，游戏里的陆离从不介意搞事儿，无论对方是 NPC 还是玩家。很好，看样子你想领教一下天灾的怒火。史蒂文·杰森有些生气，他的手中突然出现一本流光溢彩的魔法书，翻开华美的扉页，滔天的元素魔力迸发，元素浪潮。轰！巨大的七色空间门在他背后张开，无尽的彩光映照下，他的面色变得不那么清楚，只有眼神闪烁的金光依然无比耀眼。通明！陆离同样在背后撕开了深红色的空间裂痕。这是天灾？史蒂文·杰森的面色变了，他无法理解为何探测陆离的生命气息很普通，他却可以召唤出一位天灾。辅助系统，要不是遇到这货，你们是不是都忘了我更新出的新功能数据屏蔽，免疫一切探查术？所以无论何时别人侦测陆离都是一个普通人，虽然他现在的生命阶层确实是普通。不过史蒂文注定听不到辅助系统的声音，他也没急着打断陆离的施法，只是在维持了3秒传送门之后就停下了，随后沉声道：奥义大风灾。空中陡然出现了一团几百米高的巨大蜂窝，一股震慑人心的力量在其中凝聚。劝你一句，底牌都掀开，你现在展示的力量不堪一击。陆离的修长法袍被飓风吹得猎猎作响，眼神却闪烁着危险的光芒。他想顺便做一下净化因子任务。我承认你很强大，不过别太自大了。史蒂文一声怒喝，以他的性格也算是被陆离成功激怒了。自大无知。陆离准备当一阵反派爽一爽，刚好遇到这个看起来蛮好欺负的大叔，嘿嘿。海瑟薇修长的身影撕裂空间降临，他眯着眼睛望向那巨大的蜂窝，开口说道：你是打算让我对付那东西吗？受限于你的实力，现在的我做不到。陆离淡然一笑，无视史蒂文看好戏的表情，凶煞苏生，夺魄凝魂。80头厉鬼稍显极影，苍白的巨大魔法阵悬浮在陆离手上。陆离微微一歪头，对着海瑟薇说道：你觉得我是那种会坑害自己人的召唤师？感受到那股堪称恐怖的庞大气息，海瑟薇轻薄的红唇划过一个好看的弧度，说道：是我还不够了解你，请原谅我的无礼。召唤师。苍白色的光芒没入海瑟薇的躯体，
陆离笑道：“你是我的伙伴，这点小事算什么？”滔天的凶焰在海瑟薇身上升腾而起，他转过身，眼神中带着红焰，轻声道：“结束之后，请单独召唤我，我有事想拜托你，我的伙伴。”这不可能！这史蒂文的表情让陆离感到熟悉。陆离笑道：“留那玩意一个全尸，我有用。”知道了。本想用山脉崩塌、陨灭之星的海瑟薇，魔力一收，鸣枪凯落。基础属性强化80多倍的海瑟薇有多可怕？看那足有45级的天灾疾风元素的下场，就能略知一二。澎湃的死亡魔力化作12把红色光枪，其中一发尖锋一转，朝那天空中刚刚诞生的天灾疾风元素迸射而出。天灾疾也是有区别的，风元素这种天灾只是一个凝聚出的召唤物，跟海瑟薇这种级别的天灾本就有质的区别，再加上数倍的属性碾压，轰！庞大的天灾疾风元素没来得及发出一声怒吼，就从高空坠落下来。史蒂文人都傻了，那种级别的往生，传奇召唤师，他根本不相信有人能把一个天赋附带的夺魄凝魂玩到这种地步，闻所未闻。他也有珍贵级的天赋技能，大风灾就是他的天赋技能。本以为他的天赋已经足够可怕，没想到陆离这笔开挂。再一把鸣枪微转，轰然迸射，巨大的风元素谷荡起庞然的魔力，风之壁障，无形的空气凝结成坚不可摧的壁垒，死死抵住海瑟薇的鸣枪。不过却肉眼可见的发现，鸣枪依然在突进，只是速度变慢了而已。枪尖处不断有透明的碎块崩裂，其后的空气中也有无数裂纹凭空出现。海瑟薇好看的眉头一皱，小手一挥，3道红影迸射，轰轰轰轰，一连串的爆鸣响起，每一击的声势都堪比在失控机械工厂时的陨灭之星。火光散去，一块碧色的水晶漂浮在原地，是天灾疾风元素的魔力之核，一丝残留的生命气息还在其上环绕。海瑟薇一招手，水晶漂浮过来，递给陆离，问道：“你要用吗？”陆离点头，拿起净化因子提取器就扎了上去。轰！碧绿色的光芒大作，无形的气浪涌动。海瑟薇一皱眉，一股死亡魔力瞬间将风元素压制得无法动弹。一管发亮的碧色液体被提取出来，天灾及净化因子获取。第36章，好像有点欺负人了。史蒂文的脸色黑得像炭，他从怀里掏出一枚彩色的魔晶，一字一句地说道：“你在侮辱我吗？你居然提取他的净化因子！你是不是还想提取我的净化因子？原来你是研究所的走狗！”天灾级的魔力恢复速度堪称恐怖，再加上他偷偷吃了魔药，此时的他已经可以释放自己的另一个终极技能了。也许我会死，但我绝不会屈服！史蒂文怒吼道，随即将手中的彩色魔晶高举。安娜，嗡！空间微妙的波动了一瞬，一位拥有七彩发光长发，整个人也在发光的优雅女性从虚空中踏出。七色陨星，奥瑞斯·安娜，种族元素半神，同时具备高等元素魔力的同时，还具备元素系的神力，生命层级灾祸等级50。这是陆离迄今为止见过的最强存在。他拥有数十个强大无比的技能，基础属性全部在4万上下。他刚一出现，史蒂文就甩了一大串的增幅技能过去，顿时把他的基础属性拔高到将近10万的层次。全力以赴吧，安娜，那个敌人非常强大。史蒂文沉声说道。被人打到家里来了吗？怎么回事？奥瑞斯·安娜问道。陆离摸着下巴，想自己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不过打完再说吧，管他呢。海瑟薇，锤他，击败就行。陆离说道。知道了。海瑟薇出奇的配合，散发着强大死亡魔力的鸣枪迸射。安娜没再多说，整个人化作一道彩光，迎着鸣枪撞去。轰！巨大的气环激荡，一道彩光坠落，将地面砸出一个深沉的巨坑。陆离都惊了，这可是能打出5倍力量碾压判定的一击，这精灵有点头铁啊，这都敢撞。不过他的血线倒没掉太多，也就1/30的样子，这个级别拥有的血量都是1000万级的，没那么脆弱。安娜，史蒂文见安娜居然一个照面就被击落，焦急地向巨坑处跑去。我没事，这股力量我没开技能，大意了。安娜的声音传来，虽然介绍上说是古老的元素精灵，但性格却有些大条。海瑟薇却是不会手下留情，身边悬浮着的几道鸣枪一股脑的迸射而出，打过一下就知道怎么控血了。无之身躯为元素神力，无之意志为元素汇聚，如星坠，如烈火。7元素奥义，星陨。安娜望向天空中海瑟薇的方向，眼中燃起七彩的光，整个人迸发出恐怖的气势，如同彗星般撞向海瑟薇。一连串的爆鸣响起，安娜的血线连跌，可整个人却无法阻挡一般的继续撞向海瑟薇。技能7元素奥义，星陨，持续燃烧魔力与神力，化为陨星，对目标区域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技能持续期间，针对负面状态判定值提高800%。洛里扫了一眼安娜的技能，
对海瑟薇说道：“冥府之拥加大招，拍不死。”行，拍死了别怪我。海瑟薇虚着眼说道：“天有绝海，地有幽冥，吾之意志即是冥府之志，冥府之拥。”海瑟薇的金发随着澎湃的魔力翻涌，她手中光枪重重地顿在虚空中，周围的冥界石砖陡然如山峰般涌动，直击苍穹的七彩彗星被无数从地面上升起的黑石包裹。安娜周身迸发出浪潮般的恐怖魔力潮汐，可毫无作用。提高了8倍的负面判定，依然抵不过海瑟薇此时的力量加魔力的双重属性判定。映照而来，因灭则去，有死亡之天际，向冥府之深渊，山脉崩毁，陨灭之星。海瑟薇高声吟唱，天空裂开，深红色的星辰坠落，化作璀璨的弓矢浮现。海瑟薇伸手一指，深红色的巨大光剑向安娜撞去。轰！璀璨的火光炸出各异的形状，如同核爆冲击波般的巨大气浪翻涌，半位面中的大地碎裂，天空闪烁，似乎整个位面都要崩毁。安娜感受到那光矢中蕴藏的恐怖力量，史蒂文悲愤的怒吼，拉过千翼替自己挡住巨大冲击波。陆离眯着眼睛望向天空，心里盘算着，如果是凤元城的话，应该已经平了吧，所以自己在洛琴不用太低调了吧。辅助系统，你低调过。技能涅槃，当你遭受致死攻击时，燃烧所有魔力与神力，并停止能量恢复 300S， 保留 15% 最大生命值，冷却时间 24H。 正是看到了安娜的这个技能，陆离才让海瑟薇全力出手。亮着彩光的人形坠落，海瑟薇庞大的魔力将其拉回。陆离在安娜身上抽取了一管亮着七彩光的净化因子，被海瑟薇抱在怀里的安娜虚弱地睁开了眼睛。失败了啊！她燃烧了所有的魔力和神力，整个精灵都虚弱得很。安娜，史蒂文踉跄地跑来，他自从契约了安娜之后就未尝一败，为了昔日的约定，隐居在自己的半位面中，默默积蓄实力，等待时机。可没想到此时却遭了无妄之灾。让我抽一管净化因子，就把这元素精灵小姐姐还你。陆离眯着眼说道。史蒂文毫不犹豫地露出胳膊，一管同样七彩但光芒没那么亮的净化因子被抽出。史蒂文面色有些苍白，说道：“把安娜还给我。”陆离示意海瑟薇把安娜递了过去，史蒂文紧紧地将安娜抱在怀里，浑身颤抖。我好像有点太欺负人了。陆离摸着下巴思索着。海瑟薇看了陆离一眼，说道：“别忘了，我先回了。”随后就遁入了虚空之中。陆离把千翼喊来，两人坐在史蒂文身前。陆离说道：“我没有恶意。”史蒂文闻言抬起头，扫过如同8级地震加14级台风过境般的半位面和庄园废墟，缓缓打出一个：“你先拿我当新人的，还真测我，我就告诉你一下，你打不过我。”陆离摊了摊手，说道。史蒂文一合计，好像还真是，自己是傲慢了吗？为何看到年轻人就下意识的觉得他是新人，探测数就扔上去了？明明自己年轻的时候从来都不乱放的。史蒂文低落的说道：“是我的错，要杀要剐冲我来，放过安娜，哪怕你契约他，别杀了他。”第37章净化因子的缺陷。好了，我说过了，我没有恶意，揍你是因为你侦测我，但我不至于因此杀人，我最开始真的只是想研究元素系的召唤术而已。陆离无奈的再次解释道：“我没必要骗你，对吧？”陆离不等史蒂文说话，就再次补充了一句。史蒂文还没敢相信，刚才还像个反派一样的陆离，现在居然一副很好说话的样子。倒是安娜恢复了一点体力，坐起身说道：“我相信你，我在你身上感受到混沌无序和善良，所以你只是打算学习元素系的召唤魔法是吗？我们可以交给你。”没错，如果再有其他的事可以聊就最好了。陆离脸上露出了笑容，新星界里的高智慧 NPC 除了干掉爆装备，还能用这样的触发任务，真棒。叮，您触发隐藏任务，学习技能。新星界系统的提示音适时的响起。安娜和史蒂文一人掏出几本技能书递给陆离。技能书4元素召唤，紫色稀有，消耗4000点魔力，凝聚4位 LV25 的元素领主级，持续600S。技能书元素浪潮，黑色珍贵，每秒消耗2000点魔力，打开元素之门，每秒召唤8只 LV25 的元素生物，生命层级 10% 几率精英， 80% 几率头目， 10% 几率领主，为你而战，每一只元素生物持续 480S。 技能书大风灾，黑色珍贵，消耗 85% 魔力，以超绝的魔力将飓风凝聚成神灵，凝聚一位与你同等级的风元素，天灾级，为你而战。技能书研磨衣服，紫色稀有，消耗2000点魔力，召唤与你同等级的研磨衣服，领主级，为你而战，持续 1200S。 技能书七色换身，黑色珍贵，消耗5800点魔力，召唤七色陨星，奥瑞斯、安娜 LV50 灾祸级的分身为你而战，该分身具有奥瑞斯、安娜 10% 的属性，持续 300S。 陆离扫了一圈这几个技能，沉吟了片刻，好像除了七色换身都不太强的样子。
算了，反正只是为了给20级职业结算做积累，核心技能还是得看职业结算。而且这几个技能里居然有不少自己魔力值不够，用不了。殊不知，这才是大部分正常技能的样子。像通明消耗低，但持续时间本来是不长的，硬是让陆离刷到持续5分钟。正常这些持续时间长的天灾级技能都是消耗巨大的。像七色幻身这个技能，正常召唤系玩家要40级左右，生命层级提高到头目级才能释放，就算是陆离能刷属性，也得30级之后才能用。管他那么多，先学了再说，都是稀有以上的技能，就算堆评分也能给自己20级的职业判定堆起来。再找个好点的天赋任务，拿个新天赋，抽个元素系的召唤类职业应该问题不大。按理来说，像史蒂文这种高智慧 NPC 可以打死，打了也能爆装备，也能爆技能书，但不可能只爆技能书。但打败之后，聊天居然能指定掉落物，这个机制虽然很多人知道，但目前还只有陆离触发过。那么，我记得你说有事要我帮忙，聊聊。陆离对史蒂文说道。史蒂文苦笑了一下，说道：“原本我想委托你的事，远远配不上你的实力，我承认是我自大了，刚才的事很抱歉。如果不介意的话，来我的茶室聊聊吧。”此时的他已经调整好了心态，毕竟是自己先小看了人，又乱扔真茶，导致挨了一顿揍。虽然被敲诈了几个技能，但自己还可以再写技能书，只是要多花些时间而已。史蒂文挥手拉出一道空间门，转身踏入其中，安娜跟在他身后，陆离也带着千亿跟上。穿过空间门之后，来到一处静室，看样子史蒂文有不止一处半位面。史蒂文优雅地斟了4杯茶，不知何时他恢复了最初的模样，身上的尘土消失不见。在说其他事之前，我还是要奉劝你一句，不要相信研究所。不知道你是否想要提升生命层级，但尽量不要用他们的方式。史蒂文郑重地说道。陆离思索了一下，问道：“具体是因为什么呢？”研究所的进化因子技术有缺陷，一旦使用了他们的进化因子之后，就只能通过他们的技术继续提高。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将超能者绑在他们的战车上，而且研究所的技术上限只是天灾级，虽然晋升传奇非常艰难，但至少我们还有前路。而研究所的话，只能等他们技术突破了，你没得选。史蒂文解释道。陆离没有立即相信，不过也没有反驳，而是问道：“这么说你不是通过研究所晋升天灾的，那你是通过什么方式呢？”“当然是修炼。”史蒂文说道。陆离想起内测的时候有一篇稍纵即逝的帖子，一个路人玩家触发了一个关于修炼的隐藏任务，可以提高生命层级，不过帖子很快就消失了。陆离当然不想被限制在天灾级，虽然天灾看起来很强，但按照天灾和领主之间的差距推算，传奇甚至是史诗和神话要有多强，差距大到让人窒息。很可能神话打天灾就像天灾打普通一样瞬秒，所以陆离决定再仔细研究一下晋升生命层级的方式，反正暂时不升也不耽误自己现阶段无敌。史蒂文拿出一本古旧的纸卷，对陆离说道：“这是我修习的冥想法，你可以参考一下。”陆离接过技能书，潮汐冥想法，黑色珍贵，开启后进入引导施法状态，持续消耗魔力与经验值，获得潮汐点数，潮汐点数可用于晋升生命层级，领2000精英。此技能上限为天灾，但洗满之后继续修行，有 0.001% 几率变异为传奇。喂，好歹这个玩意儿还能期待一下通过辅助系统以后修改文字描述。陆离思索了片刻，递回技能书，问到：“我对他有兴趣，你需要我做什么？”史蒂文没有立刻说明，而是说起了另外一件事。“你了解洛琴吗？”史蒂文问道。“不了解，只是知道这是一个自由度很高的星球，各种职业资源丰富，很适合我。”陆离如是说。史蒂文笑了笑，陆离的说法让他觉得有趣，听我讲一个故事吧，然后你决定要不要帮我。叮，您触发洛琴星剧情主线任务第1阶段。任务说明，在纷乱的局面中，帮助你喜欢的阵营推动剧情的发展，或者你有更好的想法，可选择条目1，决定帮助史蒂文并加入他的阵营，其余可选条目暂未触发。第38章洛琴往事。700多年前的洛琴爆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大战，战争持续了30年，在废墟与烈火中，洛琴帝国诞生了，整个星球高度统一，科技与魔术、阴阳术与武道飞速的发展。500年后，习惯了和平的人们开始仰望星空。史蒂文的声音变得低沉，熟悉的3A 大作叙事感上线。可星空并非是祥和的乐园，反而是充满噩梦的黑暗森林。无知的洛琴人对宇宙中散播了过量的信号，引来了3支星际舰队。他们是被赶出家园的流浪者和强盗，可对于洛琴而言，他们依旧十分强大。在经历了70年的全面反抗战争之后，洛琴帝国最后的王室血脉长公主洛琴、海瑟薇、希尔带领着残存的部队，在陨星平原与入侵者展开了最后的决战。史蒂文说道。海瑟薇、希尔，看样子史蒂文不知道海瑟薇长什么样，或者只是重名。陆离默默思索，
却并未打断。那一战持续了3个月，洛秦帝国最后的战士全部死在了战场上，长公主海瑟薇陨落，3支舰队开始在不同的地方建立新的势力。在长达100多年的童话教育下，现在的人早已忘却洛秦昔日的辉煌，只知道新生的星神帝国、樱花群岛和众神殿。其中，众神殿在最后一战中受创最严重，所以他们龟缩在他们舰队降落的西方大陆，而稍强一些的樱花舰队则占据了远比西方大陆庞大的中洋洲64群岛，而最为强大的星神帝国则是占据了其余的全部大陆板块，陨星平原也在那里。然而，洛秦的余烬并未彻底熄灭，各大职业协会尽可能地保存了部分火种。3大舰队需要的是统治，而不是屠杀。他们也不想要一个生灵灭绝的星球，所以微妙的平衡达成。100年里，无数的强者诞生陨落，3大舰队也建立了超能者工会和生命潜能研究所。他们开始进一步蚕食洛秦的根基。当年活下来的人不甘心洛秦被彻底吞噬殆尽，开始在阴影中悄然反抗。好不容易稳固下来的3大舰队当然不愿意大好局面改变，战争的火种已经燃起。这一战过后，若不是洛秦的余烬彻底熄灭，就是抗争的野火要将入侵者彻底燃尽。史蒂文的声音坚定。陆离点点头，问道：那么现在反抗军和3大舰队的战力呢？有多少差距？史蒂文苦笑道：请称呼我们为余烬吧。我们的优势是我们在岸，还有就是我们的高端战力高于现在的3大舰队，但是我们的常规战力和3大舰队差距甚大。所以你们是怎么做到高端战力比3大舰队还多的？陆离好奇地问道。因为最初的那一批舰队成员很多都老死了，这似乎也是进化因子技术的缺陷之一。正常的天灾强者拥有500年左右的寿命，如果是特殊生命形态的天灾，甚至可以存在更久，但他们的天灾寿命却只有100年左右。史蒂文说道。玩家好像没有角色寿命这一说吧？陆离摇摇头，还不知道新星界能不能运营到那么久远之后呢。按照6:1的时间流速，玩家的角色要在现实时间10年后才进入老年期，可是当今时代运营到10年的游戏可不多。好吧，我会考虑一下的。还有其他的事吗？陆离试图触发一个天赋任务，不然的话他还得赌技能控制等级，再刷下去要20级了。可惜史蒂文没有给陆离提供天赋任务，只是给陆离提供了一个奖励，是潮汐冥想法的任务，难度也不算低。史蒂文递给陆离一个小徽章，对陆离说：如果你想联系我，就向这里输入魔力，如果你需要帮助也可以找我，我欠你一次。陆离接过徽章，是一个水晶质地的圆润小徽章，上面绘着一个7彩长发的女性形象。特殊物品史蒂文的徽章，可以与史蒂文联系，或让史蒂文跨越空间为你释放一次技能奥义大风灾，释放次数1。其实史蒂文这里是可以触发天赋任务的，但是陆离显示出的实力已经超出可以触发这个天赋任务的程度了，但是也算是因祸得福，触发了洛琴星的主线任务。通过史蒂文的空间门回到了凤元城，陆离还记得海瑟薇说要自己单独召唤他一次，陆离有预感海瑟薇要跟自己说的事也和洛琴的主线有关。陆离感觉如果自己在大街上直接召唤海瑟薇也不太好，动静太大了，现在的凤元城已经能看到不少玩家的身影了，他并不想被一堆玩家纠缠。刚好手上有史蒂文提供的任晋 B 级生命层级晋升任务，潮汐洛琴星顶级支线任务之一。任务要求在樱花群岛之外的大海上有一座充斥着不祥气息的孤岛，在岛上洞窟的深处封印着一位元素精灵，将其带回交给史蒂文，他会用他毕生智慧的结晶来报答你。史蒂文给了陆离一个坐标，从凤元城出海的话不算远，陆离得想办法弄个船了，还是可以进入深海区域的船，因为那个地方没有可以顺路的航线，只能自己去。还好船是可以租赁的，虽然对声望值有要求，但陆离刚好符合，花费了5万欧姆，租了一艘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渔船。陆离操纵着渔船离开了凤元城。凤元城应该没有他想要的天赋任务了，要去其他地方找找看了。本身召唤系的天赋任务就属于很稀有的，因为在新星界里，召唤系和机械系都属于后期职业，是那种如果发挥得好，能打出数倍于自身面板战力的职业。机械系的强度看钱，召唤系的强度看魔力储备。总而言之，都是吃长期培养和技能搭配，而不是临场操作和反应。所以这两个职业的技能和天赋获取，相对于其他职业是更难的。而且如果玩得不够好，甚至还发挥不出其他职业那种简单直接的强大。带着千亿离开港口后，陆离就召唤出了海瑟薇，不过这次海瑟薇的出场却收敛了许多。早知道你的被动技能可以收敛，我就不非得出海才召唤你了，陆离心中吐槽道。第39章海瑟薇地复仇。哈，海瑟薇先伸了一个长长的懒腰，才转身对陆离说道：你忙完了呀？陆离发现海瑟薇那一身修长的礼装都换成了另外一套，笑道：你这是跟我混熟了吗？海瑟薇歪了歪头，说道：也不全是吧，被你召唤出来之前，我的意识沉睡在冥府。你从哪得到通明这个技能的？我是把另一个召唤技能升满之后变异出来的，有什么说法吗？
陆离问道。啊，是这样啊，我的是说来话长，你最好能来一趟冥府，召唤时间太短了。海瑟薇虚着眼说道。这女人居然吐槽我短，我很快就把通明升上去。陆离咬牙说道，之前一直没专心刷数据，居然被吐槽了。行吧，总之是有事想拜托你，可我现在的状态也没法承诺你什么，你愿意帮我吗？海瑟薇问道。说了是伙伴的，我猜你要说的是也和洛钦帝国有关。陆离笑道。看样子你听说了呀，确实拥有那种级别的往生，你有资格被任何一方势力奉为座上宾。海瑟薇点头道。往生这个天赋很特殊吗？陆离已经听不止一个人提起这个技能了。也不尽然，往生这个天赋其实是大陆货。海瑟薇语出惊人。不过你那种级别的往生我从未见过。海瑟薇随即补充道。为什么？如果是大陆货的话，总会有人专精它吧？它明摆着是个潜力极高的天赋。陆离不解。怎么说呢？召唤系大概分为死灵、元素、婴灵、创生、野兽、傀儡几种，每一系都有类似于往生这种天赋。可是这一类的天赋分太多层级，普通层级也有，天灾级的也有，但无论什么天赋，他们附带的天赋技能都是无法提升的。天资卓越那种技能只能强化天赋本身，天赋的附带技能是没法更改的。海瑟薇沉静地说道。这也是天赋最为特殊的地方，我从未听说有人可以开发天赋附带技能，别人只是可以把天赋附带的增幅提升而已。不过每个人都有秘密，不是吗？我们是伙伴，我不好奇你怎么做到的，我只想借助你的这份力量而已。海瑟薇微微一笑。原来是这样吗？这是任何玩家都没有公布的，也许有人默默升级过天赋，但也并未有人公布这一特点。其实是陆离想多了，论坛那么大，总有他看不到的资讯，毕竟这种事对玩家来说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我希望你可以帮助我击杀樱花大神社的大神官。海瑟薇语出惊人。陆离倒没有很惊讶，他思索了片刻，笑道，可以。随着陆离答应，系统跳出提示，叮，您触发 B 级隐藏任务，海瑟薇的复仇洛清星顶级支线任务。任务要求击杀樱花大神社的2代大神官，并摧毁樱花大神社，任务奖励未知。不过这样做之后，应该就在明面上跟洛钦的官方势力闹翻了，我需要点时间做些准备，可以吗？陆离的眼神飘向了远方的深海。当然没问题，我等了很多年，不急于这一时，等你有空的时候来冥府找我吧，届时我可以回报你更多。海瑟薇望着陆离的侧脸说道。话说冥府要怎么去啊？不会是死了才行吧？陆离吐槽道。当然不是，冥府是一个特殊的半位面，是我生前布下的后路，等你有空来的时候召唤我，我需要做些准备才能让你过来。海瑟薇无奈地说道。所以你其实是洛琴帝国的长公主是吧？陆离突然问道。我现在只是冥府之主，只是你的伙伴。海瑟薇的语气有些伤感。陆离点头。随着通明的持续时间结束，海瑟薇的身影逐渐淡去。千亿凑过来问到，海瑟薇姐姐就是史蒂文说的那个？陆离摸了摸千亿柔顺的金色长发，打断了他的话，说到等他想说的时候他就会说的。随着夕阳渐沉，一座岛屿出现在陆离的视线里，在樱花群岛的地图上，那里被称作明风岛，是海上航线的禁区。整座岛笼罩着令人不适的黑雾。陆离和千亿将船停在近海处，通过小船登岛。因为这种可以在深海航行的渔船吃水线很深，没有专门的码头的话，没办法直接停靠，会搁浅。登岛处是一片沙滩，看起来只是个普通的岛屿，有椰树，有灌木丛，也有张牙舞爪的巨大螃蟹。千亿一剑将螃蟹斩飞，随即飞身上前补刀，然后拖着巨大的螃蟹回到陆离身边，一脸雀跃地问道：听说这东西很好吃，可以试试吗？陆离笑了，从背包里掏出2份亡灵系材料，说道：好，既然这样的话，契约召唤白夜白青影。深红与洁白的魔法阵浮现，白夜覆盖在苍白骨甲下的身躯出现，大红的披风猎猎作响，白青影则淡然得多，一袭白色长裙被魔力激起的烈风吹动，俏脸上看不出任何情绪。两人看车看到现在，被召唤出来还以为有战斗，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结果发现陆离和千亿正在点篝火。吃螃蟹吗？陆离转头笑道。所以你找我们俩来是来旅游的吗？白青影绷不住了，吐槽道。打架之前先吃饱吗？陆离笑着递过去一个刚烤好的螃蟹腿，说道。白青影俏脸一红，接过螃蟹腿，小口吃了起来。白夜则拒绝了，我的身躯已经化为骨甲，我不再有进食的能力，不过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他放出了清江影，清江影还是可以吃东西的。亡灵系生物很特殊，有的跟正常生物没什么区别，有的就缺少一些正常生物拥有的能力。两人的好感度倒是加了不少，体现出的效果就是契约召唤时需要献祭的材料需求降低了很多。契约召唤是很有趣的一个体系，你的契约召唤者甚至有自己的生活，他
他们也作为 NPC 存在着，还有可能在你没察觉的时候在外边被人干掉。但如果你好感度刷得够高，他们就会一直跟着你，即便你下线了，也会按照你的意志行动。第40章海岛丛林。吃完巨大的螃蟹，陆离带着3人朝岛屿的深处进发。这个岛屿的地形很经典，一个开阔的沙滩，往里走就是一片茂密的丛林，越过丛林能看到有一座半环形的山脉，想必任务目标就是在那里。从任务等阶就能看出，这个任务必有灾祸级的 BOSS 可以打。虽然陆离不打算用生命潜能研究所的方式来进阶生命潜能了，但他还是想把这个任务做了，拿到进化因子也许可以有别的用处。密林中的怪都是40级上下这个区间的，而且密度不算低。千亿和白夜妇女打得不算轻松，40级以上的普通怪的基础属性就只比正常10级领主低1半左右了。虽然技能没有那么夸张，也没有高级属性的额外增幅，但已经处在有一战之力的状态了。而陆离则是开始狂刷点数了，他又不急，慢慢刷呗。每一头40级以上的普通怪物都可以截取80点属性，得到8个可分配点数，这让陆离刷数据的效率提高了数倍。一部分不到40级的怪物也可以给陆离提供4个点数。首先是夺魄凝魂。陆离惊奇地发现自己居然忘了把他的百分比数据刷满，赶紧补上。然后就是通明了，他不能再让海瑟薇嘲讽自己时间短了。现在通明的持续时间已经超过了冷却时间，也就是说，如果陆离需要的话，可以一直保持海瑟薇在身边的状态了。不过还没满，显然作为一个珍贵级技能，上限很高。而夺魄凝魂则是变成了夺魄凝魂，献祭任意数量死灵系召唤物，强化目标死灵系召唤物，使其基础属性提高32。基础上限是1，高级、特殊、稀有、珍贵，每个层级翻倍，加上人物等级到达10级再翻倍，正 160%， 基础上限 5%， 计算原则同上 ，X 献祭数目倍，持续 480S， 基础上限 15S， 冷却时间30分钟。现在的夺魄凝魂配合凶煞苏生的80只鬼物，已经可以给一个亡灵系的召唤物提高整整144倍的基础属性。这种巨大的加成，甚至已经可以让领主级越阶击杀灾祸级了。可惜千亿不是死灵系，不然可以让他体验一下什么是无敌。陆离有些可惜的想到，越级杀怪的经验太多，陆离不得不赌了一波技能。这次赌的是新到手的技能元素浪潮，从18级连开了6次，把自己开回16级，才把每秒召唤8只刷成了10只，持续时间从 480S 刷到了 540S。其他玩家过得真惨啊，1级多的经验砸进去才提升这么点啊。陆离也是头一次通过正常渠道强化技能，发现效率属实低的离谱。而且现在大部分人都没稀有级别的技能吧？其实别说稀有了，普通技能在交易行都已经抢疯了，一个技能要卖到10万欧姆左右，也就是1万现实货币的程度。如果是功效特殊点的，都能卖到20万欧姆。没办法，这游戏技能爆率太低了，而技能又是对角色实力提升幅度最大的方式之一。能从工会学的技能都太次了，同样的普通技能初始属性赶不上技能数的一半，想追上这一半的差距，就要扔进去1-2级的经验。正常玩家刷经验哪有陆离这么快啊？14级想升到15级，打同级怪得打400只，做同级别任务也得做4-5个。可问题是，只刷等级不强化技能，等级高了以后提升成本更高，还不如刚入10级就规划好技能体系，趁着等级低狂刷一波技能，然后再潜心升级。而陆离打的40多级怪，每一只都能给他带来 3% 左右经验条的增长，他只能不断的刷技能压等级，甚至又把等级控制在13-14级左右。他怕后边遇到需要海瑟薇出手的怪，他再放个大招清屏，一不小心给自己冲到20级去。不过这游戏难归难，打得爽也是真的爽，毕竟拟真度达到 85% 的情况下，几乎和现实里拥有超凡力量的体验一样了。完爆前几年的那一堆拟真度只有 50%多的虚拟游戏。而且如果愿意调高疼痛模拟的话，新星界最高能开到 95% 的拟真度，只不过这一块是需要单独设置和签署免责协议的，还需要从头盔升级成虚拟舱。虚拟舱有紧急断线保护功能，防止过度疼痛让玩家产生生命危险。很多高手玩家和作死玩家都纷纷选择了拟真度更高的虚拟舱。高手玩家是为了操作的更流畅，10%拟真度带来的操作差别很大，在他们的级别，别说 10%、1%都是胜负手。作死玩家纯粹是想找刺激。陆离带着千亿3个几乎刷光了整片丛林的怪物，耗费了足足8个小时，陆离才把自己身上大部分可刷的数据刷满。尤其是工会学来的几个破增幅技能，连刷数据再投入经验的，纷纷进阶成更好一些的增幅技能了，全都叠一块也能给千亿带来2-3倍的属性增幅了。进阶的技能还可以继续砸经验来继续进阶，变异的技能则不行。隐藏规则大概是新手新上得到的 99.9% 的技能、装备和所有东西，在触及到黑色珍贵这个档次之后，都会遇到上限，无法提高为金色传说。只有天赋没有这个限制，但天赋提升一次砸半级，进阶和变异的几率也比技能低得多。在金色传说这个门槛面前，只有0.几%。陆离刷了40几次，也没把往生刷到金色传说，
也只能暂时作罢。刷满了自己的技能，陆离就开始给白夜刷属性。白夜震惊地感受着自身的实力疯狂暴涨，却毫无任何理由，只能隐隐地感觉到似乎是从召唤契约中传来的力量，不由得让他惊喜，甚至有些惊恐。他可不是千亿那样的小白，作为700年前的人物，他深知想要提高实力得付出怎样的努力和辛苦，可在陆离这却简单的难以置信。但是他不敢问，不知不觉间，那个曾经的新人已经可以给他一种巨大的压迫感了。天灾级的海瑟薇敢和陆离随便闲聊，作为契约召唤者的白夜却不敢。契约召唤按理说是一种关系比技能召唤更为紧密的召唤形式，可是如果其中一方的实力过于强大时，双方的关系也会有着微妙的变化。只有千亿这个亲闺女还能一脸卖萌的跟陆离打闹呢。第41章，现实中的突破。陆离在洞窟门口选择了下线休息一会儿，主要是3个契约召唤物也需要休息和恢复状态。陆离倒是能开着别的技能刷进去，但是有必要吗？玩那么累干嘛？睡一觉出去溜达溜达再继续。洞窟附近本来也没怪物，陆离布置好安全区，直接下线了。现实中已经是半夜2点多了，因为全属性满百，根本不会感觉累，尤其是超高的精神力，总会给陆离一种莫名其妙的跃跃欲试感。溜出房间吃了口东西，陆离摸着下巴盘算着，睡一会儿还是出去走走呢？算了，反正也不困，自己还能看自己面板，要是有什么负面状态了，就及时休息就好了。主要是来自精神力的莫名感觉，让陆离很想出去做点什么。穿好衣服下楼，陆离看了看日子，低声自语道：姐还有2周也放假了呀，等他回来家里可就热闹了，趁这几天多玩会吧，等他回来肯定会被他拉着出去闲逛。还是去熟悉的小公园，凌晨的小城市没有半分人烟，连路灯都只有部分主路亮着。陆离找了一条漆黑的小路，身体压低，摆出一个100米冲刺的预备姿态，沉静地调节了几秒钟呼吸。陆离全身的肌肉缓缓调动，强大的精神力仔细地感受着身躯中每一寸骨骼与经脉中的气血。此刻的他才如此清晰地察觉到，自己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人了。砰！猛然发力，沥青路面上一个深深的脚印留下。陆离以极快的速度向前冲去。夜风呼啸，少年无拘无束的狂奔，上一世的匆匆落幕和这一世的故作平凡，种种的一切在脑海中全部散去，只有一种感受无比的真实。这就是力量。陆离的眼神中迸发出摄人的光彩，他似乎感受到了某种不可言说的东西。星星界的85%拟真度和现实的区别是什么呢？在游戏中使用技能的操纵感，在游戏中挥舞魔术书的姿态，召唤那些家伙时的精神力与契机牵引，好像都是那么真实又那么虚幻，有一层难以用语言形容的隔膜，把那些感受都阻拦在另一个世界。可在当下，他的感官却开始逐渐突破某些阻碍。魔力，是魔力。如果没有魔力，只凭精神力也无法操纵魔法。陆离的眼瞳陡然变成了瑰丽的湛蓝色。轰！那种曾经在另一个世界被他操纵的力量，在某种明悟的引动下，跨越了无尽的时空，降临此身。嗡！空间诡异地震荡了起来，似乎世界的基本构成出现了某些变化，又或许有某种未知的力量在推动。陆离越跑越快，越跑越快。前面没有路了，那就飞过去。轰！湛蓝色的魔力在陆离脚下炸裂，陆离整个人高高的跃起，他的身体在魔力的作用下变得轻盈。5米、10米、15米，直到20米的高空，他才重新感受到来自地球的引力。面前的灰白色6层楼被他一跃而过，他不太熟练地落在地上，一个前滚翻，随后继续奔跑。这种迷雾的状态，陆离自己也知道可遇不可求，居然完全没有依靠我的帮助啊！一个听起来十分冰冷的机械女声在虚空中却是发出了一声轻叹。意念一物，随着各种超强召唤技能的掌握，早已被忘却在角落里的技能，却是他在那个世界里的第一个技能。一颗深埋在泥土中只露出上半截的巨石疯狂地颤动，突然他离开了大地，随后拉出一道气波，猛然朝着远处的树林轰去。一阵噼里啪啦的乱响，巨石砸断了几棵朽木，落在地上滚动了2圈。陆离的身影紧随其后，站定。他的气息愈发的强盛，强大的精神力带动体内的气血与魔力不断凝结成更为璀璨的形态。在几分钟之后，突然，呵呀！一声轻笑响彻夜空。擦！谁家的倒霉孩子大半夜不睡觉，大喊大叫啊！吓死爹了！一声中气十足的怒骂从不远处的小区中传来。陆离有些不好意思的讪然一笑，悄咪咪的往家溜走。打开现实中的属性 ，ID 陆离，种族人类，生命层级精英，职业高中生自由魔术师，等级 LV2 3500 20000，生命值3030 3030，魔力值3030 3030，力量101，正常成年人为5，耐力101，敏捷101，精神力
101，才能101，魔力101，拥有技能意念一物，消耗10魔力，可对不超过1加100百分号魔力 kg 的物体生物使用，移动不超过10加100百分号精神 m， 最高速度10加100百分号魔力 m 秒，最大持续时间10加100百分号精神 s， 无冷却时间。一边抹除太显眼的痕迹，陆离一边回忆着刚才的感受，那种感觉似乎就是在现实中增长经验条和进化生命层级的方式，应该是自己在顿悟中自创的修炼方式。精神力带动气血与魔力在骨骼与血脉中奔涌，空气中游离的某种能量，以前从未察觉过的能量不断汇入自己的身体。似乎不止于此，天空中的群星闪耀，某种来自恒星的游离能量也在不断汇入自身，加速自己的成长。扫了一眼经验条，陆离大概懂了，就叫你星空冥想法。陆离给这部在未来将会改变人类命运、载入史册中的伟大修炼法定下了名字。一个全新的技能悄悄出现在陆离的现实属性界面中，不过此时的陆离还在思考，大概修炼1分钟能获得60点经验的样子。如果只靠这个修炼的话太慢了，修炼12小时才能得到43000多点经验，初期还好，10级以后根本升不动，得想个办法。陆离此时已经跑回家附近了，坐在一个花坛边上思索着。一般小说里都会有什么特殊的矿石、魔晶啥的，可以提高修炼速度，不知道现实里有没有。不过这种冥想法还会吸取恒星的能量，也许白天修炼效果会更好，等天亮要下线试试。陆离一拍手，理清了思路。晋级精英之后的陆离感觉状态极其良好，根本不用睡觉，于是就溜回家登录上了新星界。他稍微有点兴奋，打算去游戏里释放一下多余的精神头。第42章星空冥想法。正好门口有营地，陆离一上线就带着千亿3人往丛林里跑。2个多小时以后，陆离把自己现实中的全属性全部刷到了200点。他也在加点的时候发现了自己创造的新技能星空冥想法。金色传说，以精神力为引，调动周身气血与魔力，映射星辰，化天地精粹为己身，使用后进入引导状态，每秒钟增加1%才能点经验值，每小时增加1%才能点星辰点数，星辰点数可用于提升生命层级0.10000，头目进化上限为传说级。我有这么天才的吗？陆离有点不知道该说啥，可惜这技能没法带到游戏里来，不然他都不用做这个任务了。自己创造的技能居然比史蒂文给的任务奖励都好，而且这技能它可以改属性，就很离谱。虽然暂时上限只能改到 3.2%， 起始上限 0.1%， 从普通到传奇翻倍5次，现实中陆离没到10级，吃不到等级加成，但是也十分的离谱了。按每天修炼12个小时算的话，2-3天就能修炼到10级。不过其他的技能陆离暂时没找到在现实中使用的方式，虽说都是凭感觉释放，但越高级的技能感觉中隐藏的细节就越多，而且在那种模糊的壁障的干扰下，现实中对游戏里释放技能的感觉回忆还会变得模糊，任何魔法都存在反噬，而召唤系的反噬恐怕是魔术师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一种是反向召唤，把自己变成召唤物的技能了，另一种是召唤物失控，无论是哪一种都是魔法灾难中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远比攻击性魔法的爆炸来的恐怖。陆离虽然不清楚这些，但也没头铁的非要尝试，他准备等再次进阶或者升级的时候，能不能再找到那种玄之又玄的感觉，在那种状态下他才有把握在现实中复刻出游戏里的技能。刷完现实中的属性，陆离带着千亿3人朝着山洞里走去。如果这山洞有意识，早都开始骂街了。你们几个在我门口进进出出的，搞毛线啊？洞穴中倒是蛮安静的，好长一段路都没有怪物。洞穴中复杂的跟迷宫似的，陆离走着走着就觉得无聊了，让千亿在前面用剑气连斩开路，遇到山壁直接砍穿。巨大的动静终于引起山洞内怪物的注意，一种身高在5米左右的巨大金属傀儡从千亿砍穿的山壁内走出。巨力魔偶，种族魔偶，生命层级精英，等级45，技能魔晶炮，消耗 10% 能源，使用胸口处的魔晶炮对目标区域造成巨大破坏。属性装甲值75000，生命值54000，能源88500，力量3200，敏捷850，耐力2950，结构2500，驱动核心2950。魔法构装体，一种很像机械造物的东西，拥有的属性和一般生物不同，没有自主的意识，也就没有精神力，不具备魔力，也不具备才能，取而代之的是额外的装甲值，单论战力要强于同级别的普通生物。45级的精英，基础属性的上限已经完全与20级领主持平了，虽然同属性下的实际战力上还是领主更强，但这代表着千亿已经无法轻易的打出力量碾压了。炎魔衣服，燃烧着赤焰的魔法阵在陆离背后升起，炽热的火元素气息撞碎了空间，一位身形妖娆的赤红色御姐从虚空中踏出。炎魔衣服，领主级，种族火元素领主，等级25。炎魔只是外号，并不是代表他是一位恶魔，
虽然他长得真的很有魅魔的感觉，要不是他裸露在精巧战甲外的身体像是燃烧的红色宝石般闪亮，陆离都要以为这其实是个深渊系的召唤技能了。啊，是个有趣的主人呢。研磨衣服听从您的驱使。饱含魅惑的声音响起，衣服的身躯朝着陆离靠来。陆离扶额，这妹子属性一般般，性格挺奔放啊。其实衣服的属性一点都不弱于千亿，甚至技能要更强一些，但陆离深知自己未来一定会把身为契约召唤的千亿的数据刷到一个恐怖的程度，所以对通过技能现实召唤来的衣服多少有点不太上心。海瑟薇除外，海瑟薇太好看了，衣服不太符合陆离的审美。虽然她身材妖娆，面容精致，可是她太亮了。所以把那个大家伙干掉吧。陆离虚着眼说道。陆离现在的魔力上限是2500多，远超同等级的玩家，可是已然感觉有点不够用了。他打算弄一批被动技能，然后就去做海瑟薇的任务，到时候就跟明面上的洛琴 NPC 势力决裂了。啊，真是的，要人家去做那么暴力的事情，人家好开心啊。衣服发出奇妙的笑声，幻化出2只火元素巨手，把巨力魔偶按在地上爆锤，灵剑和魔法回路四处飞溅，场面极其残暴。陆离等人，这妹子脑子多少有点不太正常。技能凝焰成型，你的火焰是暴力的化身，开启技能后每秒钟消耗 0.5% 最大魔力，将你的普通攻击替换为一双巨大的火元素拳，造成额外 500% 力量碾压判定，造成额外 150% 魔力值伤害计算。这妹子的暴力程度还要高于千亿，而且性格也比千亿凶多了。衣服一边发出奇妙的笑声，一边把巨力魔偶拆成一地零件，然后骑在魔偶的残骸上，猛地一回头，笑道：“主人，您对他的下场还满意吗？”陆离僵硬的点点头，说道：“满意，太满意了。您满意就好。”说着话，衣服妖娆的身形就开始朝陆离身上蹭，一旁的千亿都炸毛了。那个，你去探路吧，如果遇到石壁就打穿。陆离急中生智的说道。说实话，以他两世为人的心性都被衣服搞得有点慌了。啊，我最喜欢破坏了。哈哈哈！衣服发出奇妙的笑声，朝着山壁走去。他根本没在探路，他只想砸墙。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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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不断的巨大声响混杂着尘埃与震颤传来。陆离面色茫然的回头，猛地把千亿拉过来，撸了2把小脑袋，才感觉自己好一点。这妹子太可怕了，陆离感叹道。千亿3人连忙点头。白夜觉得自己身为亡魂大将都没这么诡异。第43章，爆锤黑魔术师。够了，无理的火元素生物。就在衣服拆了10几道墙壁之后，一道愤怒的声音从山洞深处传出，随着而来的是澎湃的魔力潮汐与天灾级威压。轰！笼罩在漆黑法袍中的身影，周身爆发的恐怖魔力直接掀开了山峰，整个人飞上了高空。与其被人拆家，不如亲手拆家。陆离感觉自从召唤出衣服之后，自己的思路都被打断了，画风都要变了。啊，真是强大的猎物！研磨衣服似乎不懂得畏惧，面对高位天灾的威压，丝毫没有收敛，反而露出更加好看的笑容，周身的火元素疯狂的燃烧。技能狂妄之火，你特殊的心智让你免疫威压，你不懂得畏惧，主动开启此技能后，每秒燃烧 1% 生命值，获得 500% 基础属性加成。漆黑的魔法阵从天空中生成，数道黑光如天罚般朝衣服轰去，衣服挥起火元素的巨手向黑光轰去。陆离面色一变，这是一位高等级天灾，衣服没有胜算。拖延时间，我要召唤海瑟薇。陆离对千亿3人说道。正常的天灾级不可能秒领主级，拖延几十秒对于几位领主来说并非难事。千亿3人阵型散开，绕过被轰炸的衣服，各自发动攻击，朝天空中的黑袍人攻去。不自量力！低沉的怒喝回荡在天空之上，漆黑的魔法阵猛然爆发出更多的黑色光束，数道爆炸让千亿几人无法再发动攻击，只能被动防御。不行，如果现在引导召唤海瑟薇，他有很高几率打断我的施法。陆离拿出一枚小小的徽章，精神力弥漫其中。史蒂文，能听到吗？我需要你的帮助。好，刚好我欠你一次。史蒂文的声音传来，于漆黑的夜空中汇聚凛冽的狂风，随着史蒂文的声音跨越空间传来，天空中出现高达几百米的巨大蜂窝。是你！黑袍人发出轻蔑的声音。史蒂文却不动声色，他知道陆离的实力，所以他帮忙帮的丝毫没有顾虑。可笑的吹风玩具就不要拿出来丢人现眼了，让七色陨星出来见我。黑袍人一边冷笑着，一边在空中绘制着庞大的魔法阵。陆离眼中金光一闪，这就是最好的时机。通明！红光一闪，轰！一道深红色的空间裂隙出现，海岛上的土地化为冥府的深青色石砖，天空中的乌云里降下12道猩红雷霆，
凝结为12把鸣枪缓缓旋转，金色的长发飘扬，深红色魔术礼装覆盖下的曼妙身影降临于此。黑袍人并未有一点认真，在他的认知里，史蒂文才是和他一个层次的强者，但史蒂文的2大绝技起初都打不过他，以前他们就打过很多次。正常玩家如果触发了这个任务的话，就是在这沟通史蒂文，然后想办法活到最后，然后通过偷偷摸摸等方式偷出任务目标，然后逃离岛屿。可陆离不一样，被小看了呢。海瑟薇似笑非笑地看向陆离，陆离不由得一声干咳，不就是等级吗？等我刷完天赋任务我就升上去。海瑟薇依然是那副表情看着陆离，也不说话。陆离被他看得浑身发毛，心道这女人跟自己混熟了之后越来越不矜持了。凶煞苏生，夺魄凝魂。陆离眼见史蒂文的风元素快要支撑不住了，掀开了底牌，苍白的魔法阵汇聚成璀璨的白光，如同一颗钻石般凝聚在陆离手上。海瑟薇感受到那种强大的波动，不禁面色微变。你的往生又提升了。陆离默然一笑，锤他。白光涌入海瑟薇的身躯，轰。海瑟薇的神情居然流露出一丝丝痛苦，这股力量太庞大了，庞大到即便是他都觉得有点要控制不住了。他受限于陆离的等级，此时只能以15级天灾的形态出现在现世，他的所有基础属性全部都是3200点，在144倍夺魄凝魂的加持下，全属性暴增至40多万点，即便是他的真实实力都只有不到10万左右。是隐性限制，确实临时增幅类技能并不会触发常规阶层成长上限，但也是有着隐藏的限制的。如果总增幅程度超过目标原本拥有的力量太多，是能把目标撑爆的，并不是一下子爆开，而是在使用过那份强绝的力量之后化为灰烬。也就是陆离在把夺魄凝魂的数据刷起来之后，一直没给白夜妇女开过，不然这俩人至少得彻底凉一个。差不多了，接近我的极限了，下次如果你再提升往生，就别全力施展了。海瑟薇轻声说道。80多倍和144倍的差距太大，海瑟薇根本没想到陆离的天赋提升是这种幅度的，所以之前根本没提过这一茬。陆离则用似笑非笑的表情回望了过去，知道了。海瑟薇被他看得一阵羞恼，他自认他的真实实力是洛晴最巅峰的几人之一，没想到居然承受不住陆离的增幅技能，所以他用可怕的眼神望向了空中的黑袍人。沉浸在蹂躏风元素的快乐里的黑袍人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的降临，还在操纵着巨大的魔法阵四处乱轰呢。他眼见着风元素的气息愈发微弱，不由得摆出一张嘲讽脸，冷笑道：我当你有什么进步，竟然敢到我的地盘撒野？我……话未说完，只见一道深红色身影陡然出现在面前，那人影俏脸含煞，抬手一拳，轰！黑袍人从看见海瑟薇到脸上挨了一拳，再落在地上，整个过程不超过 0.1秒。你这狗东西还是这么能巴巴，哼，挨揍了吧？史蒂文心中大爽，随即把目光投向了海瑟薇的身影，他身上蕴藏的魔力气息更为庞大了。真恐怖！陆离把千亿3人还有炎魔衣服都叫回身边，天灾级的战斗对场景的破坏太严重，他一个只有2000血的小玩家，一个不小心就会被余波干掉，有必要谨慎应对。几个领主的血量还好，各自都有半血左右，只有白青影的血量稍低，他的属性没有被陆离调整过，他只是普通的10级领主，而且新手天赋任务副本的出身注定他的初始属性不会太高，如果不是他敏捷高，躲避了很多范围爆炸的核心伤害的话，恐怕已经香消玉殒了。陆离把白青影也纳入保护圈，保护圈的主力其实是炎魔衣服，这个性格不太正经的火元素领主小姐姐实力其实很强，她的技能很简单，但在她手里却玩出花了。火元素凝聚的巨拳轻而易举的当下一道道爆炸余波，千亿在一旁策应，白夜则是召唤出骸骨剑士列阵，将陆离和白青影围在中间，形成最后一道保护。黑袍人早就发现陆离了，可是他之前是没拿陆离当回事儿，现在是被锤得起不来身。堂堂55级天灾级 BOSS 被海瑟薇按在地上暴打，平平无奇的每一拳都能带走他几10万血量，巨大的权力透过他的身体将岛屿轰出一个又一个巨坑，被连续打出力量碾压的他毫无反抗的余地。第44章黑魔术师之死。海瑟薇很久没有这种需要通过运动来消解体内力量的感觉了，被陆离的力量灌注，他都感觉自己本身的实力在缓步提升，提前窥视过更高的层次，自己在走上去的时候也会变得更容易。黑魔术师反尔赛，我早就很讨厌你了。海瑟薇的声音透露着冷漠，此时的他已经不想再隐藏自己的身份了，陆离给他带来了足够的底气，至少在这几人面前不需要再隐藏身份。你是海瑟薇？谢尔。终于得以喘息的黑袍人面露惊色，艰难地从巨坑中爬起。全场沉默了片刻，凡尔赛一拍大腿，怒道：你特么不是魔术师吗？怎么用拳头打人这么疼？海瑟薇面色一冷，整个人化作一道深红色流光，一个鞭腿把凡尔赛踢出去几百米远，砸入一片山壁之中，随后强大的死亡魔力将他射回，冷声道：你早晚要死在你这张嘴上。凡尔赛毫不在意的一笑，
说到我活了300多年了，怕死就不这么说话了。怎么，你终于舍得从坟里爬出来了？我想杀了他。海瑟薇回过身对陆离说道。陆离扶额，总觉得这几个人其实早都认识呢。空间门打开，史蒂文和安娜从中浮现，两人并未展开威压，而是像一对贵族夫妇。史蒂文的灰色长发梳得一丝不苟，安娜则是装出一副沉稳的样子。把琉璃交出来，史蒂文淡然地说道。正常剧情应该是玩家狼狈偷完人逃走，史蒂文带着安娜拼命阻拦，可现在凡尔赛被锤成大残血，虽然嘴硬，但也没有继续发动攻击的意思，所以两人才这样悠然地出现了。算你们赢了 ，MD 你居然能请动海瑟薇。史蒂文，我不记得你和他有什么交集，当初我们可是……凡尔赛的话被海瑟薇打断了，他回到陆离身边，说道别扯上我，有事跟我召唤师说。凡尔赛的眼中眯起一丝精芒，说道居然不是傀儡魔术师呢，小子，你用的什么手段把海瑟薇都收服了？他是我的伙伴，你再出言不逊，我就不留你的命了。陆离向前一步，冷声道。凡尔赛一愣，随即爆发出滔天的气焰，区区一个，话音未落，一道深红色鸣枪轰然而至，燃烧着死亡之力的枪尖抵在凡尔赛的额头上。海瑟薇一字一顿地说道：洛琴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需要你，杀了吧，结仇了已经。陆离突然说道。海瑟薇毫不犹豫，鸣枪击出。等下，等下，别！凡尔赛此时才真正的恐惧，他仰仗着自己是高阶天灾的身份，夺定海瑟薇不敢杀自己，可没想到陆离居然这么果断，他再也不敢装 X， 连忙讨饶。海瑟薇回头望了陆离一眼，陆离没说话。海瑟薇的嘴角挂起一丝笑意，鸣枪穿过了凡尔赛的头颅。你庞大的生命气息消散，身为洛琴顶级强者的黑魔术师凡尔赛身死当场。史蒂文深深地看了陆离一眼，不由得想到，如果那一天自己如果也和凡尔赛一样头铁的话，是不是早都死了？凡尔赛虽然讨厌，可他也是洛琴的高端战力。史蒂文试探着说道：是吗？很高端吗？陆离的声音里透露出前所未有的冷漠。凡尔赛几次三番的作死已经触及了他的底线。史蒂文打了个寒蝉，好像也是。海瑟薇连魔术都没用，硬生生用拳头锤死了凡尔赛，在这种力量面前，似乎凡尔赛算不上什么。而且陆离的往生又变强了，能让海瑟薇的气息都开始不稳。陆离这个人绝对不能交恶。搜一下任务物品吧，大概是个封印装置一类的东西。见几人都没说话，陆离对千亿三人说道。研磨衣服已经因为召唤实现消失了，消失之前还坏笑着用小手挠了挠陆离的手心，似乎在场的所有人只有他和海瑟薇没被陆离吓到。我也先回去了，你的往生似乎很特殊，它可以辅助我修行，我之前从未听说过，以后不忙的时候多帮我加持几次。海瑟薇对陆离说道，随后整个人消散在虚空中。随着海瑟薇离场，弥散在冥风岛的恐怖气氛才逐步消散。那天我就认出他了，我和海瑟薇是老朋友了，所以我信任你。安娜走上前对陆离说道。我还以为史蒂文是被我打怕了。陆离笑道。喂，我还在这呢。史蒂文扶额。陆离掏出净化因子提取器，从凡尔赛的尸体上抽取了一管黑漆漆的净化因子，收进背包里。史蒂文见状皱眉道，我把冥想法给你，你别用那个了，虽然那个很快速，但……陆离摆摆手说道，我知道，我只是想看看那东西到底是什么样的。拿到净化因子我也不会用的，你放心。史蒂文点点头，递给陆离一本技能书，正是潮汐冥想法。哟，这就给我了。陆离看到任务面板居然都弹出了任务完成的提示，惊讶道。我觉得我们也算是有点交情了，我信得过你。史蒂文笑道。陆离收起几件凡尔赛爆出的物品，笑道，还真是不打不相识呢。那正式认识一下吧，我叫陆离。陆离朝史蒂文伸出手，史蒂文重重的和陆离握了握手，笑道，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不是吗？哈哈，那你可得帮我打架，以后有事我会通过徽章喊你的。陆离笑道。当然，不过我要你的人情。史蒂文也笑了。安娜的嘴角挂起一丝微笑，她作为存在了上千年的元素精灵，她深知陆离的潜力有多可怕，而且陆离的性格她也很喜欢，不卑不亢，杀伐果断，而且只算和海瑟薇的关系都足以让安娜信任他。不多时，几头骸骨剑士抗回一块巨大的水晶，其中一位和安娜长得有几分像的少女沉睡在其中。这是我的妹妹，七色奇迹琉璃，她曾是比我更强大的元素精灵，可惜被封印了许多年，现在的她应该很虚弱。安娜对陆离说道。随即安娜释放出庞大魔力，银白色长发上迸发出七色的光辉，右手高抬，澎湃的元素魔力迸发，注入面前的巨大水晶中。第45章，终于等到的天赋任务。庞大的魔力让陆离都后退了数米，史蒂文也跟着陆离退到一旁，说道，自从他落到黑魔术师手里，我和凡尔赛就打了数次了，每一次我都打不过他，这次终于把他救出来了，这是安娜的心愿之一，所以他
她其实是你小姨子吗？陆离打趣道。可，我和安娜，算了，算是吧。史蒂文老脸一红，然后无奈地说道。陆离早就看出来了，所以才没在当时夺走安娜的召唤契约，他没那爱好。你的空间技能可以教我吗？陆离突然想起来问道。可以，不过我还会把它们编译成册，等我回去之后就着手整理。不过我有着空间系的天赋，你拿到技能之后也许会失望。史蒂文说道。那你为什么没选择成为空间魔术师？我记得空间系的能力非常强大。陆离好奇道。我也是空间魔术师啊，只不过我的空间天赋偏支援，正面战力不强，在天灾层次的战斗里起不到太多作用，我更习惯用召唤术。史蒂文解释道。陆离点点头。安娜那边的动静愈发惊人，随着一片七彩光辉爆裂，另一道天灾级的威压绽开。七色奇迹，琉璃，虚弱状态，种族元素半神，生命层级灾祸，等级10。技能七色奇迹，你掌握着数量惊人的元素魔法，并且你对7元素魔法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深刻理解，你可以以任何一种形式自由释放它们。技能7元素奥义，湮灭，你的魔力足以引发元素湮灭，消耗 50% 最大魔力，对目标区域造成等同于彗星坠地的毁灭性打击。技能富裕自封，当你遭受致死攻击时，燃烧所有魔力与神力并停止能量恢复，保留 15% 最大生命值，将自己封印在牢不可破的元素金币中，只有你信任的人才可以解开这个封印。除此之外，它还有着一些强力的被动技能，它的属性也全部是10级天灾层次的上限，3200点。显然他曾经拥有的实力远不止如此。姐姐，好久不见。琉璃苏醒之后看到了安娜，露出一个含蓄的微笑说道。你的实力损失了这么多吗？安娜皱眉道。她感知到琉璃的气息十分微弱，原本的琉璃是比她还要强大的存在。没办法，被封印的太久了，本源受损。不过我很快可以恢复，大概几十年就够了。琉璃毫不在意地笑了笑，对于元素精灵而言，几十年也就是一次沉睡或是一次隐居的时间。你先别急着躲起来，见一见真正救了你的人吧。安娜拉着琉璃的手来到陆离面前，眼前的少女绝美的不似人类，目光所及的每一寸都精致的巧夺天工，浑身散发着令人舒适的元素气息，身着白色的纱裙，同样银白色长发随着魔力的鼓荡轻轻浮动，一双七色的眸子好奇地望向陆离。是你救了我吗？魔术师大人，琉璃对陆离说道。啊，那个也是受人所托吧。陆离有些不自然地说道，他一遍遍地在心中提醒自己，这只是游戏，这只是游戏，爱了也没结果。总之很感谢你呢，不知道我可以怎样报答你呢？琉璃的声音非常柔和，和她姐姐安娜完全不是一个类型。以身相许吧，你跟她签订召唤契约吧。安娜笑道。哎，陆离和琉璃都愣住了。姐姐，琉璃有些不解，不过安娜的眼神让她即便是不解也并未再多言。她拿出一小块晶莹剔透的元素金币递给陆离，说道，虽然还不了解你，但以后还请多包涵。陆离整个人也是猛的，结果还带着琉璃体温的元素金币，上面刻着一个复杂的魔印。特殊物品召唤契约七色奇迹琉璃灾祸级。陆离使用了召唤契约，顿时感受到一股令人舒适的链接从琉璃身上传来。回过神来的陆离也对琉璃说道，以后还请多关照了。安娜见陆离这么上道，满意的点点头。史蒂文也很高兴，他本来就琉璃也不是为了契约他，只是为了让安娜开心而已。而千亿三人则是感受到自己的地位愈发不保，暗自下决心要好好修行，跟随陆离的经历让他们了解自己只需要提升生命层级就够了，其他的陆离都能搞定。虽然生命层级也是最难提升的。契约召唤吗？等级不能超过契约者10级是吧？陆离面前闪过任何人都不可视的辅助系统面板，在琉璃的等级上连点了15次加号。轰！琉璃顿时感受到从陆离身上传来的力量，那是一种本源，不，难以言喻的力量。琉璃掉落的只是经验而已，他巅峰期的属性都是大几万甚至10万以上，等级提升到25级之后，所有属性立刻同步解锁到20级以上天灾的上限。没想到您如此强大，感谢您的照料。琉璃深深地对陆离鞠了一躬，温柔地说道。其余人也惊呆了，就算安娜预感到陆离的强大，但也没想到他能如此的恐怖，当着自己面几秒钟就把琉璃的本源之力补充了一小半。陆离，我觉得你可以尝试去元素位面挑战一次元素神殿。安娜突然说道。叮！您触发了 B 级隐藏天赋任务元素试炼，洛晴星顶级天赋任务之一，隐藏条件潜力惊人4亿，你的潜力让一位天灾惊叹，击败一位天灾，乐于助人4亿，你与一位天灾级存在好感度高于50。元素链接1亿，你的契约召唤位中有一位领主级以上的元素生物。元素亲和5/3，你拥有3个稀有级元素系技能。
重要人物13500、9500，你的声望值超过9500点。洛晴一，你参与了一次足以改变洛晴主线发展方向的重要战役。任务奖励模式：挑战元素神殿提供的试炼是最终结果结算。注释：该任务有极低可能获取金色传说及天赋，一旦获取将大规模改变洛晴星主线剧情走向，请谨慎选择。注释：接取任务后，元素位面将关注你，一些特殊的强大存在很有可能毫无缘由地对你出手，直至任务结束，请提高警惕。注释：本次任务难度为极难，任务途中一旦你死亡，你将失去这次机会，并直接结算天赋。该任务下限为随机的高级元素系天赋。第46章，再刷一波丛林。接，必须接。陆离毫不犹豫地点下接受任务，并对安娜说道：“我会去尝试的。不过该怎么去元素位面呢？”安娜点点头，提醒道：“当你知晓元素神殿并向往它的时候，有可能会引起一些强大存在的关注。但我觉得以你的实力，并不需要担心。至于如何让你去，琉璃会帮助你。”琉璃点头道：“既然您决定去挑战元素神殿，那么我将全力以赴地帮助您。对了，进入元素神殿开始试炼之后，就无法使用除了元素系以外的能力了。你最好提前做好准备，把我教你的技能练熟。我的七色幻身可以在里面帮助你。”安娜说道。七色幻身是个很特殊的技能，安娜本身并不能主动释放，需要以特殊的形式以其他人的魔力牵引，比如以技能的形式交给陆离，才能被陆离释放。琉璃也有着类似的技能，这和海瑟薇被陆离召唤的原理类似，但不完全一样。我也可以出手帮你，但仅限一次。元素神殿对外力的限制很高，我曾经也挑战过。史蒂文沉声说道。陆离闻言顿时放心了不少。史蒂文察觉到陆离的神态，不禁脸色一黑：“你那种突然安心了的眼神是什么意思？我当年去挑战的时候已经契约了安娜，而且每次元素神殿给出的试炼都完全不同，你可别大意了。”陆离笑着打了个岔，把这个话题跳过了。史蒂文从空间门离开，陆离其实也想，但他得回去还船。早知道不开船来了。琉璃想跟安娜叙叙旧，所以跟陆离说了有事请尽情的召唤他之后，就跟安娜朝另一边的大海飞走了。契约召唤生物是可以在平时自由行动的，租赁东西不还会掉声望的。一艘破船看着不咋地，不还的话能让陆离损失2000多声望。陆离并不想因为自己大意浪费这么多声望，带着千亿三人一路在丛林中杀回海滩。又是3个小时过去了，期间陆离没事就召唤出海瑟薇，给他提供一次夺魄凝魂。海瑟薇表示很满意。陆离顺便把白夜和白轻影的属性都刷到了20级领主的上限。现在陆离现有的技能都已经刷到能刷的极限了，装备虽然都刷了，但总体其实差不少。主要是陆离爆出来的好装备都等级太高了，他穿不上，一身的散装，甚至有的部位还没符合等级的装备。现在陆离的属性是 ID 光怪陆离，种族人类，职业往生召唤师加资深魔术师，生命值2400-2400，魔法值2800-2800，力量200+40，装备加成，耐力200+40，装备加成，敏捷200，魔力200+20，魔力涌动者+60，装备加成，精神200+80，装备加成，才能200。天赋往生黑色珍贵，你具备极高的死灵系亲和力，你的死灵系召唤物持续时间增加 32%， 全属性增加 32%， 死灵系单位对你初始好感度加32。附带天赋技能夺魄凝魂黑色珍贵，献祭任意数量死灵系召唤物，强化目标死灵系召唤物，使其全属性提高32+160%， X 献祭数目倍，持续320S， 冷却时间30分钟。拥有技能意念遗物白色普通，消耗10点魔力，可对不超过20+200%魔力 kg 的物体生物使用，移动不超过20+200%精神 M， 最高速度20+200%魔力 M 秒，最大持续时间20+200%精神 S， 无冷却时间。凶煞苏生蓝色精良，消耗850点魔力，从虚空中召唤80只具备自身 400% 属性的随机亡灵系生物，自身属性越强越高，几率召唤高级亡灵系物种，上限头目，持续400S， 冷却时间180S。契约召唤白色普通，每一个召唤师都必须学会的技能，这个技能使你可以使用召唤契约，并让你的契约召唤物从你的全属性中获取 200% 加成。目前契约控位4/4，白夜白轻影千亿琉璃附灵紫色稀有，消耗350点魔力，为一件物品赋予灵性，使其作为你的召唤物为你作战，其具有你 1600% 全属性及物品属性换算加成，永久存在，自动转为契约召唤物，上限为稀有装备。通明黑色珍贵，不可再次变异，在5秒引导时间内消耗1800点魔力值，打开冥府之路，召唤海瑟薇希尔，天灾降临，它的等级与你同步，持续640+640%施法者当前等级秒，冷却时间10分钟。
4元素召唤，紫色稀有，消耗4000点魔力，召唤4位 LV25的元素领主，领主级，持续 640S。元素浪潮，黑色珍贵，每秒消耗2000点魔力，打开元素之门，每秒召唤32只 LV25的元素生物，生命层级 10% 精英， 80%头目， 10% 领主，为你而战，每一只元素生物持续 640S。大风灾，黑色珍贵，消耗 85% 最大魔力，以超绝的魔力将飓风凝聚成神灵，凝聚一位与你同等级的风元素，天灾级，为你而战。研磨衣服，紫色稀有，消耗2000点魔力，召唤研磨衣服，领主级，为你而战，持续 1200S。七色换身，黑色珍贵，消耗4800点魔力，召唤七色陨星，奥瑞斯安娜 LV50 灾祸级，得分身为你而战，该分身具有奥瑞斯安娜 32% 的属性，持续 300S。野性呼唤，紫色稀有，消耗1350点魔力，为身边30米内的己方单位提供持续 640S 的野性光环，该光环提供1600点力量，1600点耐力，1600点敏捷，光环消失时，额外耐力提供的生命值转化为等量护盾，持续 180S。魔力增幅，紫色稀有，消耗500点魔力，提高目标 160% 基础属性，持续 600S。巨力，紫色稀有，消耗350点魔力，提高目标1600点力量属性，持续 600S。迅捷如风，紫色稀有，消耗350点魔力，提高目标1600点敏捷属性，持续 600S。技能书潮汐冥想法，黑色珍贵，开启后进入引导施法状态，持续消耗魔力与经验值，获得潮汐点数，潮汐点数可用于晋升生命层级，领2000精英。此技能上限为天灾，但洗满之后继续修行，有 0.001% 几率变异为传奇。为奥法金身5等阶，消耗当前等级 15% 经验值，为选定的魔法系技能提供一次随机增幅。召唤大师5等阶，消耗当前等级 15% 经验值，为选定的召唤系技能提供一次随机增幅。天资卓越5等阶，消耗当前等级 50% 经验值，为选定的天赋提供一次随机增幅。被动技能王者亲和，紫色稀有，死灵系单位对你的初始好感度加16，你的死灵系召唤单位战斗智能等级加1。装备主武器名称死亡墓碑，品类武器，品级蓝色精良，装备需求等级15，魔力大于等于35，力量大于35，基础攻击力200至200加80百分号，力量正 80% 魔力。附带技能死灵一击，消耗 5% 魔力值， 5% 生命值，对目标造成 400% 魔力正 400% 力量的混合伤害。冷却时间 60S。 基础属性增幅，力量加40，魔力加40。名称凶煞护身，品类护身符，品级绿色高级，装备需求等级13，魔力大于等于25。被动技能凶焰护体，降低以你为目标的伤害 20%， 基础属性增幅，魔力属性耐力加20，精神加20。名称凶灵低语，品类上身甲，品级绿色高级，装备需求等级12，精神大于等于25。被动技能低语，降低你使用主动技能的魔力消耗 8%， 基础属性增幅，耐力加20，精神加20。还有几件不带特效的散装，总共提供了20点魔力，40点精神。第47章，我车呢？坐船原本是无聊的，但陆离现在可以修炼了，而且尽量每30分钟给海瑟薇提供一次夺魄凝魂的加成。在海上漂了几个小时之后，潮汐冥想法的进度还算凑合，陆离特意为此保留的等级又回到了15级。他目前保持战力的最佳等级就是15级，刚好一些装备能凑够穿戴等级。陆离回到了凤元城，把船还了之后，他带着千亿3人回到停车的地方，准备开车去魔术师协会准备一些东西。结果跑了半天，好不容易到了租住处楼下的停车场，陆离不禁缓缓打出一个我车呢？陆离在风中凌乱，不是，这破游戏真有人偷车啊！陆离不禁无语望天，以前只是在论坛听说有些玩家专门偷车，没想到被自己遇到了。停车场里不止他一辆车，过去了这么久，第一波进入游戏的几千万普通玩家基本都进了主城，像龙岭那种顶级职业电竞选手已经做完天赋任务，搭配好技能，朝着20级进发了。他们有专门的信息渠道，是内测的时候特意收集的，这是陆离所不具备的优势。不过陆离也不在乎等级榜，他更想直接练出顶级号。一味的追求等级有啥用？现在把那一帮17、8级的职业玩家全拉来，也不够一个海瑟薇锤的。陆离的停车位旁边有一辆土里土气的小皮卡，车斗里坐着一个面容精致的短发少女，个子不高，翘着腿斜倚着，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显然是看车的玩家。那个，请问一下，你有看到我的车去哪了吗？陆离很客气地问道。那个短发少女瞥了陆离一眼，似乎看陆离还算顺眼，说到这一片归黑龙会管，丢了东西找他们就对了。黑龙会这么土的名字是什么倒霉组织啊？可以多问一下，去哪能找到他们吗？陆离无奈地问道。
不是吧？你多久没上线了？短发少女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尘，身手矫健地跳了下来，仰着头看向陆离。出门做了几个任务，大概有2-3天没回来了。陆离如是说道。那难怪你不知道，你跟他们完美的错开了。他们总之是一伙很讨厌的人。听说最近他们在城外修建工会驻地，从凤元城东面出去，一个山谷里就是。这算个公开信息，告诉你也不会得罪他们。少女有些傲娇地说道。谢谢你了。陆离对少女发起了一个单方面赠予500欧姆的交易请求。不用了，我又不是情报贩子，还是说你想泡我？短发少女好看的眼睛稍微眯起，显得古灵精怪。陆离笑了，开玩笑的自嘲道，我有自知之明，交个朋友吧，在游戏里有事儿可以喊我。哈，你这人蛮有意思的，我叫云逸，翅膀那个翼，你呢？少女对陆离谈了一个好友申请。叮，玩家云逸希望添加您为好友，是否同意？光怪陆离。陆离轻轻点下确定。那个论坛上的路人王？云逸一脸好奇地问道。啊，我不知道啊。陆离好久没看论坛了。哈，没想到路人王能被人偷车，笑死我了，哈哈哈哈。云逸看见陆离茫然的表情，哈哈大笑。陆离满头黑线，无奈道，我不咋看论坛的，我先去趟那个什么黑龙会，回头再聊。云逸笑着和陆离挥挥手，说道，去吧去吧，我要是遇到打不过的本，喊你帮忙哈，劝你别太莽撞，那帮人还是有点实力的。陆离带着千亿3人朝外走去，没回头，只是向后挥了挥手，示意自己听到了。没想到论坛上的路人王是个呆子，笑死我了。云逸在陆离走后笑了一阵，然后蹦回自己的皮卡车，掏出几个小零件鼓捣起来。陆离，黑龙会是什么？千亿好奇地问道。虽然他受宠，但是他也不会在陆离和其他人聊天的时候插话。我也不知道，但管他们是啥玩意儿，他们死定了，耶稣也留不住他。我说的。陆离倒也不是多生气，主要是很无语，反正他闲，是吧？从东面出城，不远处果然有个山谷。陆离印象中那个山谷原本是个12级野怪的刷新点，但现在似乎被人占了，好几百玩家正在大搞建设，伐木、平整土地、修建木屋，一副红红火火的样子。如果不是30几辆车停在山谷最深处的话，陆离一眼就认出自己的车。游戏里的陆离可不是现实里那个会在意别人感受的人。陆离往前走，拉过一个玩家，问道，你们是黑龙会？被拉住的玩家一脸不耐烦，说道，废话，啥事儿赶紧说，别他妈拉拉扯扯的，把我车还我，我可以当这事儿没发生。你要是做不了主，就喊个能做主的来。陆离说道。来买车的呀，买车去停车场找李主管。那个玩家一脸不耐烦地走了。陆离深吸一口气，仗势欺人是不好的，自己不能因为自己实力强大就随便杀普通玩家。陆离扫了一眼那个辉光闪烁的复活点，想到，耐着性子走到停车场，一个大胖子正和一个小队争执着什么。爱买不买，别跟我说哪个是你的，在这儿的车都是黑龙会的，卖的便宜，就是因为来路不正，想要买新车就去城里找 NPC 买。大胖子一脸嚣张地说道。那个小队显然已经气得不行，但还没有胆子在几百玩家的驻地发难。陆离丝毫没有管这些事儿，直接走到大胖子面前，说道，李主管，是我，怎么，买车吗？大胖子不屑地瞟了一眼陆离和陆离身后的千亿3人。车还我，我倒没这事儿，我不想再说一次了。陆离冷声道。什么叫还你？看上哪个就拿钱买，左边一排1万，右边一排2万，中间那辆10万。大胖子发出一声嗤笑道。中间那辆正是陆离改过属性的车。千亿，除了面前这个小队，其他人都杀了。陆离默然道。白夜，去复活点，谁复活杀谁。白青影，去山谷口，拿着武器往里冲的或者从山谷里往外跑的全杀了。陆离顿了一下，继续说道。第48章冲突。呵，小逼崽子吓唬你爹呢？你他妈！大胖子话没说完，暗金色的沉重剑光闪过，他整个人化为2半，在一片白光中消失了，原地只留下一枚戒指。陆离将其拾起，对白夜说道，让你的骸骨剑士捡东西，带颜色的都捡了。莫！白夜行暴拳军里，领主级威压展开，40头骸骨剑士出现，在清江影的带领下，跟着千亿的脚步捡东西去了。白夜本人则是朝着复活点走去。白青影一句废话没说，直奔峡谷口，一袭白衣煞气凛然，领主级的威压同步展开，与白夜一红一白分立两处。千亿则带着浑身暗金色的晨光游走在驻地中，所到之处寸草不生。一众黑龙会玩家直接懵逼，哪来的3个25级领主 BOSS？ 擦擦擦，赶快喊人！有 BOSS 攻城，攻个嘚儿！那他妈是召唤兽，喊人回来干仗了。已经联系老大他们了，主力很快就回来，坚持10分钟。整个驻地的玩家陷入混乱，留在这建设驻地的显然不是什么高阶玩家，
所谓的驻地卫队，无非是2个13级左右的小队而已。千亿一套剑气连斩下去，根本就分不出来谁是谁。其实也不是车的事儿，主要是你们的态度太恶心了。陆离低声道。幸存的路人小队脸色惨白地看着陆离，搞不懂他是玩家还是 NPC。现阶段有这么离谱的玩家吗？职业选手，这比是前一阵的等级榜1，论坛上说的路人王，光怪陆离。被杀一次的黑龙会玩家从复活点钻出来喊道，刚喊完就被白夜一剑斩了。被玩家的召唤物击杀会显示召唤师的名字，跟正常玩家放技能 PK 击杀其他玩家是一样的。但新星界的 PK 机制很离谱，除了部分城市中有人看守的地方和一些特殊规则地图以外，其余在哪 PK 都没什么所谓红名还是什么惩罚的。这也导致很多恶心人的小工会聚堆压榨其他玩家，黑龙会也是其中之一。这种模式注定不长久，但他们脑子里也许没有长久，从没想过这么搞，总有一天会惹到惹不起的人，无非是早晚的事儿。多喊点人，他的召唤物不知道什么玩意，我打上去不破防，只强制扣1滴血。另一个从复活点出来的玩家说完这句话就被白夜斩了。也不是白夜的反应慢，主要是刚出复活点的玩家有5秒无敌保护。游荡在驻地里的东西从黑龙会的玩家变成了白夜的骸骨剑士，他们十分有秩序的把一件件装备交到清江影的手里，清江影身边则有2个骸骨剑士专门往陆离站着的位置搬运。幸存的那个小队的成员们个个面色苍白，心说这是个哪来的大爹。一个男玩家小心翼翼出声问道，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的车开走吗？先开到旁边没人的地方，等我把他们都杀回复活点，你们再走。陆离说道。谢谢大佬，谢谢大佬。一个小队赶紧开着自己的车退到没有黑龙会玩家的地方。这辆车一动，让不少黑龙会玩家反应过来了。一个不知道是什么小领导的矮子喊道，开车，都去开车，撞他们，先撞那个玩家，刺客赶紧去杀那个玩家，别管召唤兽了。千亿砍他们1、2剑一个，但毕竟有300、400玩家，也不是一瞬间能杀完的，终究还是让他们组织起来了。陆离一声轻叹，向前一步，眼瞳中青色的光辉闪耀于深沉的夜空中，汇聚的凛然烈风啊，大风灾！轰！陆离上空一个几十米高的蜂窝突然出现，一头庞大的风元素从天空中降临，一个魔力增幅甩过去，陆离没拦了，慢悠悠的嗑药回蓝。大风灾，风元素之灵，天灾级，种族风元素，等级15，技能风之壁障，你庞大的魔力可以将空气凝结为坚实的壁障，消耗3500点魔力值，将你双手前方的所有空气凝聚成具备你350%魔力属性护盾值的风之壁垒。技能风之灾祸，你的存在即是飓风，开启后每消耗1%最大魔力，对指定的目标可为负数，发射35道风刃，每道风刃造成10%魔力属性的伤害。技能风啸，你的近战攻击全部被替换为凛冽的狂风呼啸，造成范围伤害。基础属性不算高，都在2000多，血和蓝都40万左右，属于灾祸级里很弱的，可它再弱也是天灾级。庞然的威压降临，所有黑龙会玩家的属性暴跌至原本的50%左右，每次出场都挨揍的大风灾终于站起来了。清场，除了那边那辆车。陆离对30多米高的巨大风元素命令道。呜！狂风的呼啸代表他明白了，他并不聪明，只是被临时创造出来的生灵，可他对召唤师绝对的忠诚，丝毫没有天灾级存在的傲气。低沉呜咽的风声渐起，直至高昂如龙鸣。圆滚滚的风元素浑身迸发青绿色的光华，500多道锋刃精准的命中在场的每一位黑龙会玩家。刷刷刷，无数白光连成一片，整个黑龙会驻地的黑龙会玩家都被集中到了复活点处。陆离对大风灾说道，守着这里杀，别破坏了这个建筑。巨大的风元素在黑龙会的复活点门口降落。从开服到现在就没体会过如此拥挤的黑龙会玩家们像玉米脱粒机里的苞米粒子一样从复活点里往外喷涌，5秒后又被大风灾送回去继续喷涌。操！不能下线，老子号要废了啊！该死的狗币，老子绝对要杀你100次啊！停手啊！别再杀了，我错了还不行吗？一轮又一轮的死亡，一轮又一轮的重生，新星界开服以来的最大规模玩家掉级事件发生了。顶尖工会确实能300-500人打通新手天赋任务里的领主，但是那是顶级工会，不是黑龙会这种臭鱼烂虾。再者，新手天赋任务里的领主都是特殊弱化过的，而且只有10级。在15级天灾面前，再多的普通玩家也只是乌合之众。也许换做一个顶级工会的全部主力，在这能有足够的毅力和指挥能力把风元素磨死，但黑龙会这帮垃圾连打掉他的血量都做不到。第49章界王引。陆离已经带着千亿朝峡谷口走去了，那一对幸运儿跟在陆离后边也离开了。白青影一个人堵着整个峡谷口，已经杀到外边去了。
所有提着武器往这跑的玩家全被他干掉了，所以那一队人倒是很顺利的跑出去了。那个 BOSS 只攻击拿着武器的玩家，收起武器进去。有大聪明发现了盲点，赶忙指挥道：“不过稍微迟了点。”陆离带着千亿亲自来了。算了，一个个都不像好人，全杀了吧。陆离淡然道：“操，我特么就是看热闹的。”一个玩家惊了，这人什么毛病啊？看热闹？哼，你以为你看热闹很无辜？见恶不作为，亦是恶。陆离冷声道：“你特么说的很有道理，所以我决定把你杀了。”那个玩家不是黑龙会的，没看到黑龙会的内部聊天频道，不然给他10个胆子，他也不敢在这装逼。千亿举起巨剑，剑身上暗金色晨光一闪，那个玩家去复活点报道了。还好，非黑龙会玩家的复活点不在他们驻地，免去被杀崩的下场。大风灾是最适合群战的召唤物之一，他面对同级强者也许不够出色，但他面对无数弱者就是个收割机。黑龙会驻地里的玩家已经被杀回10级，还欠经验了，可以说是耗费了。一群绝望的玩家开始放弃了操作，开始在论坛上狂喷陆离，论人到底可以多么丧心病狂。实名怀疑光怪陆离精神不正常，救命啊，别杀了，孩子傻了。这一类的帖子疯狂占据了论坛的首页。新兴界的广大吃瓜群众在这一刻全都重新认识了这个名为光怪陆离的玩家。他曾力压一众职业选手，高居等级榜1，最近2天又悄然陨落，一部分玩家戏称他为路人王，现在大家称他为大魔王。不过很快，另一拨人开始和黑龙会的玩家互喷，是凤元城里被他们偷车、勒索、围堵、恶意击杀爆了装备的玩家们。恶人自有恶人磨，光怪陆离干得好，人间自有天收，膜拜大佬。我们甚至还取回了被偷走的车，人间正道是沧桑。这一类的帖子开始和黑龙会的几百玩家对喷，整个洛清星板块一时间全是这件事，甚至其他新手星的玩家都开始来凑热闹。这件事的风波不断发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各抒己见，撕成一团。这时候陆离闲着无聊，也猜到了论坛肯定爆炸了，但他还是想发个帖子，不是黑龙会的玩家别往这边来，坐标凤元城东侧城外山谷，误杀不负责。我说过2次车还我当这事儿没发生。他们既然选择恶心我，那就都别玩了。顺便还把2次说这句话的录音和李主管那令人作呕的回答都发到了论坛上。陆离不是很在乎舆论，但是他也不想明明自己站里的事儿，最后变成自己被人喷，所以他很克制。可惜黑龙会的玩家太能作死了。陆离在山谷口等黑龙会主力回来，黑龙会的主力则是在半路全部停车了，他们在想要不要回去。这比试挂吧，等级榜都掉了，召唤物那么强，老子也是召唤师啊，也特么升级技能了呀，没有哪个技能这么离谱啊。车队里的召唤师揪着头发说道，他掉等级肯定是大量赌技能了，估计是哪个技能变异了，擦，真特么变态。一个战士玩家看着前线发来的视频怒道，别说这些了，到底回不回去了？另一个玩家说道，回去？我是不回去，会长要是非要回我，直接退会。另一个战士玩家说道，算了，直接退会吧，谁知道这人是不是精神不正常，到时候追杀我们咋办？退了，有缘再见。这是一个胆小的玩家，当场退会了。他这一退好像成为了某种信号，先是被卡在复活点里，玩家终于想起来自己特么还能退会呢。瞬间500多人全部退会，退会转下线，一气呵成，这网瘾算是戒了。当时偷车堵人为非作歹有多爽，反正比不上今天遭的罪的1%，这游戏有痛觉的。反复被杀让很多玩家下线之后还感觉浑身刀割一样，不少玩家直接去医院了。这一波人打车去医院的同时，也在论坛上喊出了新的论调，老子已经受到精神创伤了，要是新兴界游戏公司和光怪陆离不给赔偿，等老子病好了就去起诉。这事儿没完，楼上若知，这游戏不实名登记的，你上哪找人去？找游戏公司还有可能？擦，这年代怎么还有不实名的游戏？人家后台硬啊，你有本事去问5大国呀，在这叫。而整个事件里最恐惧的是李主管，他肥胖的身躯蹲在地上疯狂的干呕，他万万没想到，他随口2句话能引发如此惨烈的大战。他和黑龙会会长可是现实认识的，黑龙会本来就是现实里的一个灰色组织，现实里的黑龙会会长可不是一个好说话的人。随着陆离的2条录音播出去，李主管那肥厚粗糙的声音已经被广大玩家所熟知了。我得赶紧跑，我得出国，我得离开这。李主管顾不得身上残留的幻痛，抄起一件外套就往外跑。可是他一推开门，一张熟悉的麻子脸正恶狠狠地等着他。老李，上哪去啊？啊！看见黑龙会会长的李主管整个人精神崩溃了，300多斤的庞大身躯边叫边笑地往外跑去，口水鼻涕眼泪四溅，让黑龙会长一时间都不敢近身。
操，老子又不是鬼！黑龙会长见状，心里也感觉毛骨悚然。他带着主力在外刷图，没经历那一段足以让人留下心理阴影的赌复活点，不理解为什么李主管会见到他直接发疯。那是一种在绝望中突然看到了更大的绝望的复杂感受，足以击垮一个意志不坚定的流氓歹徒。凤元城外的山谷，陆离让千亿三人一辆辆的把车往出开，全都开出来之后，也没见黑龙会的车队回来。他也不知道黑龙会已经就地解散了，只是稍显可惜的叹了一句：“不来吗？我以为流氓歹徒不会害怕的。算了，清图吧。”通明，海瑟薇的身影伴随着冥府对现实的侵染来到陆离身边。你怎么了？心情不好？海瑟薇诧异的问道。有点烦，被人恶心到了。陆离其实并没有多爽，他也觉得太惨烈了，但是不这样的话，那种人一定会抓住机会杀死自己的。还好最惨烈的那一部分是大风灾负责的，大风灾并不是高智慧型生物，他更不会觉得什么了，他甚至感觉那种玉米脱粒一样的玩法很有趣。第50章3种温柔。海瑟薇径直走到陆离身边，摸了摸陆离的头，难得的露出些许温柔之色，说道：“让我把他们都清理干净，然后我陪你去海边吹吹海风就好了。”突然被摸头的陆离呆住了，在这一瞬间他生出了许多想法，但又很快压制住了，笑了笑说道：“没事的，我只是觉得怎么会有人言谈举止都那么令人作呕罢了，他们都付出了应有的代价了，让你出手只是想把那边彻底摧毁。”海瑟薇看了一眼那片山谷，转过头对陆离温和道：“你看着就好，炸掉这么点地方还不需要夺魄凝魂。”他化作一道红影升上高空，望向那一片山谷的眼神寒煞。他感受到了陆离的那种伤心，是莫名其妙被同类伤害了的那种伤心。这种感觉让陆离想起不好的回忆。如果是现实，有各种约束，基本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可在游戏里，人心中的恶被放大了。附近已经没有活着的玩家了。新星界的游戏机制就是这样的，死后5秒自动在最近绑定的复活点复活，掉半级，拥有5秒无敌保护。过了无敌保护之后，5秒没进入战斗状态就可以下线。所以无论是看热闹的和黑龙会的玩家都已经不在了，整片山谷附近只有陆离一个人和他的召唤物们。海瑟薇高高的站在半空中，饱含杀气的高声吟唱：“灭却一切污秽，焚毁一切罪恶，以我神力为引，有死亡之天际，向冥府之深渊，山脉崩毁，陨灭之星。”前所未有的恐怖裂隙横贯天空，来自冥府上空的猩红星球缓缓降下。海瑟薇手中鸣枪一指，猩红色的光流将整颗星凝结成一副华美的弓矢。松开鸣枪，海瑟薇白皙的手臂轻抬，一寸寸拉开弓矢，无尽的鲜红色魔力在其周身环绕，拉开的弓弦如同天河倾泻般，大量的死亡魔力向海瑟薇身后弥漫出一道冥河。他前所未有的、无比郑重的动用神力，完整的释放了这一击。那一刻是无声的，一道不起眼的红光坠入山谷最中心的大地，随后才是一道耀眼的赤色光燃起，一寸寸吞噬了所有黑龙会玩家留下的痕迹，直到半个山谷都消失不见，才有震耳欲聋的剧烈轰鸣传出。轰！红光从大地中透出，被红光分割开的一块块庞大的泥土块像是在跳舞，变换着不同的形状，最终蒸发殆尽。猩红的光最终汇聚成一个巨大的光球，最后像是气球破碎般炸成一片虚无，宛如天灾。陆离最终还是开着自己的车，带着千亿三人离开了这里。他现在不想在凤元城待着了，刚好这边的技能也学得差不多了，自己缺的装备这些人也给自己送来了，那就去樱花群岛的京都吧，该帮海瑟薇报仇了。他对自己挺好的，陆离心想。陆离的私聊界面突然弹出一个提示，陆离点开，是云逸。哇，你这么猛的啊！黑龙会原地解散，500多玩家退游。我感觉这游戏好长时间不用派人看车了。云逸夸张的声音传来。啊，我说他们会长咋没来呢？原来是原地解散了。陆离笑道：“早知道你这么猛，我跟着你一起去好了，还能看看你的英姿。啧，当时你肯定帅爆了。”云逸的声音听起来就让人不自觉的想翘起嘴角。我其实跟他们说过的，还我就当没这事儿。陆离重复道：“哈，那种人渣，你说100遍肯定比不上杀他们100遍。你不会是有愧疚感了吧？拜托，一个游戏啊，而且他们先不当人的好吧？要是我有你那本事，我肯定亲手杀他们100遍。”云逸笑嘻嘻的说道。陆离也被云逸逗乐了，论坛上是不是已经爆炸了？你不是不看论坛吗？一群听风就是雨的墙头草，管他们呢。而且你发的那帖子和录音导致有一半的人站你，那些声讨你的基本都是没丢过车的。云逸看着车无聊得很，一直在刷论坛，直到最后那张照片公布出来才给陆离发消息。那是一张山谷的照片，山谷谷底是黑色的泥土，比那里曾经存在着的山谷大了大概3倍。这一波是黑龙会地盘直接扩张3倍。我要去樱花京都了，凤元城附近没什么我能打的怪了，等你做完天赋任务我带你刷级。陆离被云逸逗笑了，然后说道：“哈，那你可得等我一阵了，
机械系前期没人选啊。我在队里就是个载具维修工，估计好久才能轮到给我做天赋任务呢。云逸说谎了，他其实是队里的主 C， 但他莫名的就是不想让陆离再费心思。那你这几天去找一个 C 级以上的天赋任务，等我回来带你过，这游戏天赋挺重要的。陆离闻言说道。行，那我等你消息了哈，我这2天去找任务。云逸身上就有一个 C 级天赋任务，正愁不知道怎么打呢。他的固定小队不算强，但他非常强，可惜强不到能单刷 C 级任务单挑领主的程度。而且他不想让陆离觉得他欠他的，也许有些人之间的缘分就只要一眼就够了。白青影开着车，白夜坐副驾驶，陆离搂着千亿在车斗里待着。其实白青影不会开车，但这东西毕竟不难学，至少比剑法简单，看了几眼也就凑合开了。洛晴又不查驾照，千亿像只小猫一样趴在陆离身边，一声不吭。他刚诞生不久，他还小，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能尽力的把自己的体温传递给陆离。陆离撸着他的小脑袋，整个人也逐渐放松下来。他承认当时他有点失控了，那种恶意太过于熟悉，勾起了他曾经的恐惧，上一世的恐惧，那种看似不过分却让人作呕的恶意，那种刚好不够重罚却能让人好几年都活在压抑里的恶意。但海瑟薇的那一道红光埋葬了所有的恶意。云逸让陆离觉得其实大部分的人还是很好的，至少路边碰到的一个就很好。千亿让陆离觉得自己好像养了一只猫，所以挺好的吧。陆离靠在车斗里默默地消化着所有的一切，但他的嘴角也不自觉地勾起了一丝弧度。第51章阴茎。在路上的时候，陆离一直在挂售装备，来自黑龙会玩家们的贡献。现在陆离不缺装备了，还多余了几百件可以卖。反正在车斗里待着也没意思，世界频道时间一条消息往外甩。看见陆离在世界频道的消息，不少网友都惊了，光怪陆离真是狠人啊，刚把黑龙会打崩就开始处理装备了，虾仁诛心啊。哈哈哈，我他妈居然看到了当时我被黑龙会抢走的蓝装，感谢大佬替我报仇。而论坛上则是依旧在互撕，毕竟世界频道发言是要钱的，但论坛不要钱。但是别的不说，整个新星界的游戏环境登时得到了净化，原本那些令人厌恶的小工会，专职偷车打劫搞事的小工会全部销声匿迹了，而且他们都不约而同的选择把复活点转移到了工会驻地外很远的地方。这帮流氓歹徒未必怕耗费，但他们听说黑龙会的玩家好多都进医院了，说是诊断为虚拟幻痛综合症，严重吧也不算严重，但是挺吓人的。这个毛病也不是从新星界才开始的，早在虚拟网游刚出现，拟真度连 30% 都没有的时候，就有玩家因为过度沉迷游戏触发了这个新时代的新病症。只不过像黑龙会事件这样的大规模玩家集体发病还真是头一回。老冯，这事儿你怎么看？一间古色古香的屋子里，一个看起来慈眉善目的老人把一份写着黑龙会事件的卷宗扔给面前的另一个老者。你了解我的，我一向讨厌黑恶势力，但是关于游戏里立法的事儿一直也没有进展。现在这帮人被欺负了，想立法。以前他们欺负人的时候想啥了？拖着吧。另一个老者浑身肌肉，一看就是不好惹的主。这次我的意见和你一样。对了，关于新星界科技的调查结果怎么样了？没什么进展，他们老总神龙见首不见尾，而且现在怪事频出，哪有心思管一个游戏公司的事儿？组建特殊小队的事，你还要上点心。这事儿我比你上心，3个月之内，全国范围内365所特殊安全局都会正式开始运转。365这个数字好，谁的意思啊？一个有意思的小子，估计以后能接我的班。哈哈，行，那就等你的好消息了。说完最后一句话，健硕的老者离开了房间，只留下慈眉善目的老者手里把玩着一个小小的海蓝星仪。虚拟技术啊，再发展下去会是什么呢？洛晴星、樱花群岛、阴茎。哇，好好看的城市。千亿一脸的兴奋。阴茎，一座近未来风格的国际大都市，远远的就能看到一座座高楼林立，规划的整整齐齐，对强迫症患者极其友好。而且阴茎主打生态特色科技，洁白的高楼外墙上点缀着大量的绿色植物。陆离开着自己的小破车进入阴茎之后，感觉自己等人的画风和阴茎格格不入。陆离在进入阴茎前收到了一条信息，是从魔术师协会的勋章里传来的。艾德巴瑟，你小子是不是忘了跟我的约战？擦，真忘了啊，哈哈，我刚好有点事，现在人在阴茎，等我回去的哈。陆离尴尬地说道。艾德巴瑟，算了吧，懒得跟你一般见识。叮，你的任务约战自动结算，任务失败，失败惩罚，声望150。陆离无奈地摇摇头，最近发生的大事件太多了，区一个领主级，嗨嗨。阴茎分为4个城区和中央特区，每个城区都有各职业协会，但是整个樱花的各职业总会都在中央特区里。陆离作为资深魔术师是有资格直接去总会拜访的。
这也是他职业认证的时候直接爆发权力的原因。认证的高级职业在4大新手星都有良好的待遇，自动结算的职业再强也没有这种优待。就像现实中，你就算可以绘制800米的摩天大楼设计图，实际就职的时候也需要你拿出1级建筑师证一样。但是3大国都的职业总会还是有些特殊之处的，比如能提供更全面的技能可供学习，还出售大部分稀有级以下的各种施法材料什么的。施法材料也是个很特殊的品类，除了有些技能需要特定的材料以外，还有一些通用的施法材料。这个魔力攻击水晶怎么卖？陆离现在很有钱，卖掉了黑龙会的装备之后，他怀揣100万巨款，他果断从官方渠道兑换了10万欧姆，也就是1万现金到一张他早就准备好的不记名银行卡中。像这种的话是最便宜的基础款，一枚300欧姆。像您这样的资深施法者更适合这边的高阶魔力攻击水晶。魔术师协会的大厅里总会有着各种各样的小房间，这是一个贩卖施法材料的小房间，负责卖货的是一个好看的小姐姐。高阶的也要10个吧。陆离尝试了一下，这种小玩意儿可以用辅助系统修改属性，而且上限应该还蛮高的。魔力攻击水晶，白色普通，施法时是为你临时提高20点精神力，使用次数3/3。高阶魔力攻击水晶，绿色高级，施法时是为你临时提高40点精神力，使用次数1/1。2种品级的水晶购买了10枚，陆离继续逛。这种魔力水晶很有意思，它在不同生命阶层的施法者手中能爆发出不同的效果，是因为它提供的是临时精神力加成，而不是固定的魔力值数据。现在陆离在更新过的一身装备的加持下，已经有350点精神力了。他准备试试这2种魔力水晶的上限都在多少，如果精神力能超过480，那他就可以释放7色换身了。或者找到合适的被动技能，在此期间把生命层级提高到精英也是个办法。他还记得安娜说过的，元素神殿里只能使用元素系的技能进行试炼，所以他必须想办法激活7色换身。突然，一个刻画着书籍和卷轴的店面吸引了陆离的注意力。这家店的货架上摆放着的都是技能书和技能卷轴。和职业导师那可以直接学习的基础技能不同，高阶技能都是需要技能书来记载的。强大的高智慧 NPC 可以把自己掌握的技能制作成技能书，而协会总会正是提供高阶技能的地方。第52章，最后的准备。玩家想要接触到职业协会总会，就得通过资深职业者考核，至少需要展现出足以单独击败30级领主的实力。大部分普通玩家得50级以后，职业选手也许在40级能做到，只有一小部分顶尖职业选手能在30级做到。但也不知道洛琴的玩家们还有没有机会了。陆离只想找找召唤类和增幅类的技能，这2种技能对他的提升最大。还有就是被动技能，想找到适合自己的还真不容易，主要也没法挨个是修改上限，可能有些初始看着不错的技能成长上限并不高。还好最后也挑到了几个不错的技能。技能书，被动技能魔力大师5等阶，学习后开启高级属性魔力大师，你从精神力中获取额外的魔力值加成。技能书，清晰术，白色普通，开启后提高魔力恢复速度 50%， 持续 15s， 冷却时间3分钟。这2个技能很适合解决自己蓝不够用的问题。技能书，魔力护盾，蓝色精良，消耗 35% 最大魔力，形成一个具备 2x 魔力值消耗点护盾值的魔力护盾。这个技能可以给自己提供一点点额外的生存能力，虽然在陆离面对的战场中似乎没什么作用。技能书，百鬼夜行，紫色稀有，消耗1500点魔力，召唤50只与你同等级的幽灵，普通，为你而战。这个技能可以和夺魄凝魂配合，给一个死灵系召唤物提高更高的属性加成。不过连海瑟薇都很难承受更高的加成了，陆离需要一个更合适的加持目标，但这个不急于一时，海瑟薇的战力暂时是够用的。这4个技能花了陆离70万欧姆，这游戏里好点的技能太贵了。买完技能，陆离继续逛，接下来就要有一段时间逛不了这儿了。可惜目前陆离需要的东西也就这些，黑色珍贵级的技能和道具根本没有常规稳定的渠道可以获取，能够获取的紫色稀有也是同级别里最次的，所以逛了一圈之后，陆离再也没什么收获了。陆离最后望了一眼现代魔术师协会总会，转身离开了这里。阴茎里目前没有任何玩家的身影，这里的任务和怪物都不是现阶段的玩家应该接触到的。走在这样一座巨大而繁华的都市里，陆离则是在思考着面前那个古色古香的巨大建筑群，如果被自己打爆的话，自己目前的实力够不够带着所有人功成身退？夺魄凝魂确实强，但持续时间还不够长，而自己其他的召唤物还不足以直面高等级天灾。也许我应该先去做元素神殿的任务。陆离通过一个小小的徽章向海瑟薇询问道：我同意你的想法，我也没办法保证能在加成结束之前打爆所有具有高度威胁的敌人。海瑟薇的声音从徽章里传出，这枚徽章是在前几次的召唤中海瑟薇交给陆离的，一看就是新制作的，应该是好感度达标的证明。在被动技能的加持下，
海瑟薇对陆离的天然好感度就有将近40%，在接触中很快就提高到了50以上，达到了友好的程度。而且我不急于一时，别太大压力。海瑟薇笑了笑，说道。记下了樱花大神社的基本信息，陆离离开了阴京。通过一系列的事件，他对 NPC 群体已经开始产生了防备心理，不打算暴露更多信息给 NPC。毕竟接下来就是敌人了。陆离目光闪烁地望着阴京，真是不错的城市。本来我只是想玩个游戏休闲一下的呀。他已经决定了，洛琴的主线他会帮助于禁阵营，因为海瑟薇是他的伙伴。不过任务嘛，他需要等在冥府见到海瑟薇的时候再出发。把几个技能书变成了自己的技能，陆离拥有了魔力大师这个高级属性。高级属性的加点，每个点数需要10个自由属性点转化，但陆离只需要用辅助系统直接改就行，一视同仁。驱车离开了阴京很远，陆离找到了一群游荡的野怪，契约召唤、七色奇迹、琉璃。空间如水般激荡，周身闪烁着七色炫光的元素精灵少女琉璃一步踏出。你已经做好准备要前往元素位面了吗？琉璃扫视了一圈，并未发现有需要自己出手的敌人。快了，等我打完这点怪。陆离一边刷属性一边说道。琉璃点点头，破风而出的他跟安娜聊了很久，期间也做好了将陆离送往元素位面的准备，一直在等待着陆离的召唤。刚刚破风而出的琉璃就和陆离签订了召唤契约。虽然从安娜嘴里了解了一些陆离的惊人天赋，但对于陆离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还并不十分了解。他静静地观察着陆离，看着他认真地指挥着召唤物们击败一个又一个怪物，心中暗道似乎是一位很有上进心的人呢。无论如何，就算为了偿还陆离救出他的恩情，他也会在元素神殿的试炼中尽最大努力去帮助陆离。不一会，陆离把魔力大师刷到了当前等级的上限20点，再加上一个修改过数据的魔力攻击水晶，他的蓝量终于足够释放七色幻身了。以元素的意志为名，应招而来的陨星，七色幻身。陆离高举手中的稀有级魔法书，这件主武器还是黑龙会的玩家身上掉落的，比起他之前的武器提供的属性高很多。与契约召唤截然不同，天空中的云层受到陆离的魔力牵引，透出七色的红光，陡然一道七色的陨星从天空中轰然降临。轰！大地层层裂开，犹如彗星坠地的恐怖震颤从陨星落地的中心传来，激起的气浪与烟尘弥散，滚滚烟尘中七色的炫光隐隐透出。你终于掌握了这个技能，陆离。安娜的声音传出，感受到陆离的召唤，她亲自分出一丝意识，随着分身来到了这里。不然的话，这个技能召唤出的七色幻身应该是一个无意识的一次性分身而已。姐姐，琉璃惊讶地看向安娜的七色幻身。我把幻身交给了陆离，如果不是和史蒂文认识了那么多年，我都想和陆离签订召唤契约呢。安娜笑着说道。第53章，前往元素位面。可别，我可没那爱好。陆离虚着眼说道。安娜笑了笑，没说什么。她作为元素生命，寿命远超人类，世界观完全是不同的。不过她也确实没有背叛史蒂文的打算，两人的好感度很高的。高智能 NPC 成为契约者，并非一定不会背叛，好感度过低是会自动解除召唤契约的。但是高智能 NPC 成为契约者的好处非常多，首先是战斗智能，无意识召唤物或者是低等召唤物的战斗智能是非常固定的，召唤师往往在一场战斗中只能精心控制几个召唤物，其余的基本都是 F2+A。 但高智能 NPC 不同，他们有着各自的人生阅历，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会配合召唤师和召唤物们在最合适的时机使用最合适的技能。至于另外的好处嘛，比如可以触发任务，而且相当于随身带着任务 NPC 可以提供非常多的任务细节和任务引导，任务奖励也是规则允许下的最高档次。海瑟薇这种则处在两者之间，因为冥府的特殊性，它既可以作为技能召唤存在，也具备签订契约召唤的资格，但想要和它签订召唤契约，需要见到它的本体才行。当然，并不是说技能召唤就比不上契约召唤了，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技能召唤产生的单位不会真的死亡，这一点是契约召唤比不了的。而且像陆离和安娜本就认识，感应到陆离召唤七色幻身，安娜如果有空就可以分出一丝神智和陆离并肩作战。这种组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才是最佳组合，不惧生死的分身，加上本体的意识投影，等陆离等级提高之后，甚至可以把幻身的实力数据修改的超过安娜本体，那时候的七色幻身就会成为远超安娜本身的超强战力，而且每次使用还会对安娜的本体修行产生帮助。安娜也正是预料到了这一点，才将自己的幻身技能交给陆离，并且怂恿琉璃和陆离签订召唤契约。陆离展现出的潜力太可怕了，安娜丝毫不怀疑他未来会成为真正的顶级强者，届时他能爆发出的巅峰战力，安娜难以想象。在他的记忆里，从未有人能跨越如此多的阶层战斗。其实放眼整个宇宙的角度来说，也未必没有，但能做到这一点的，无疑是各大顶级宇宙势力中的巅峰天才。
陆离对自己的潜力也深信不疑，毕竟游戏里最恐怖的后期角色掌握的技能都是具备着100%加成、倍数加成这一类的特性，可能有些固定属性技能前期特别猛，但后期就没啥用了。琉璃，带我去元素位面吧。解散了七色幻身，陆离对琉璃说道：“但是他们没法和你一起去，元素位面的生物非常排外，在你抵达元素神殿之后，他们只能留在外面，很危险。”琉璃看向千亿三人，白夜妇女点点头，向陆离说道：“陆离，我们会去适合我们修行的地方，等待着你的呼唤。”他们之间的父女关系缓和之后，两位被陆离刷满了属性的强大死灵系领主并肩作战，无需陆离担忧。可千亿，就像他说的，他还小，作为被陆离创造的生命，他不知道自己离开陆离之后该何去何从。不过他有他的办法，如果是剑的话，可以带到元素神殿里面吗？千亿向琉璃问道。他其实很紧张，毕竟琉璃是一位强大的天灾。剑的话当然可以，难道？琉璃诧异地问道。没错，我的本体是一把剑，我是陆离的剑灵。千亿笑着，随即一阵暗沉的金色光闪过，千亿化作一把巨剑悬浮在陆离身侧。被动技能剑灵，你的生命结构特殊，可以随时在人形态与剑形态之间切换。这是千亿的被动技能，从被陆离创造至今终于登场。如果是这样的话没问题，创生系的召唤物很特殊，元素神殿不会排斥千亿的存在，他甚至可以在元素神殿的试炼中和你并肩作战。琉璃惊喜地说道，他对千亿倒是蛮喜欢，而且一位领主级的契约召唤者存在，可以在陆离的试炼中起到很大作用的。陆离也松了口气，他也担心千亿，之前在想要不要送到史蒂文那边寄养一阵子，不过现在的话就无需担心了。不过陆离也并不打算花费更多时间培养更多器灵了，至少目前没这个打算，无他给自己的召唤物刷数据太费时间了。现在的陆离又不是看不到前路，需要付出大量时间积累底蕴，他现在正处在一往无前的时期。在一望无尽的荒原上，庞大的七色魔阵在琉璃的操纵下缓缓交织成型，一道道流光投入其中，化作一个又一个神秘的符文，融入魔阵的不同点位，已无琉璃之名。冗长的祷文从琉璃独特的温和声线中传出，声音起于微末，却逐渐响彻天际。几样特殊的魔力材料从琉璃手中投入魔阵中，正是他和安娜二人为陆离收集的。没办法，陆离现在的本体实力还是不够强，否则琉璃可以直接撕裂空间，和陆离一起渡入其中，直达元素位面。他的称号可是七色奇迹。叮，检测到您的契约召唤物七色奇迹琉璃，即将将您传送至元素位面洛琴，是否同意？系统提示传出。陆离轻点同意之后，只觉得眼前七色的红光炸裂，整个世界逐渐远离了自己。不知过了多久，他再次睁开眼睛，一个全新的世界出现在陆离面前，像是一块璀璨的巨大水晶般的庞大陆地，悬浮在一片七色的宇宙星空之中。那些星辰是其他的元素位面，而陆离脚下的巨大水晶正是属于洛琴的元素位面。作为一个存在于宇宙中数十亿年的生命星球，洛琴拥有属于自己的数个下辖位面和数之不尽的半位面、亚空间等。陆离降临的地点正是元素位面的起始之地，一片一望无际的巨大水晶广场。在人类世界很宝贵的水晶，在这里就像泥土般不值钱。这些水晶坚硬无比，脚踩在上面都能感受到它们清脆坚硬的质地。第54章，父母的担忧。从玩家的角度来说，元素位面就像一个高等级的隐藏地图一样，离开起始之地，随处可见都是强大的元素生命。元素神殿是个怎样的地方呢？陆离向琉璃问道。千亿和琉璃同样和陆离一起来到了这里，千亿正跃跃欲试地看着不远处的10元素巨人，琉璃则是沉静地站在陆离身侧。他温声道：“元素神殿是元素位面得以存在的根基，具体是怎样的起源无从得知，我只知道它可以赋予通过试炼的生命强大的力量。几乎所有诞生在元素位面的生命都经历过试炼，我和姐姐也不例外。而主位面的生命如果和元素位面有一定程度的联系，也是可以接受试炼获得力量的。”琉璃解释道。元素系总体来讲分为基础的4大元素地、水、火、风和特殊的3大元素光、暗、时空，就像基础的3原色可以合成出无数种颜色一样，不同的元素可以组合成新的元素，例如风和水的稳定链接可以组合成冰元素，合成出的元素未必就更加强大，但会具有独特的特性。元素世界的生命同样多姿多彩，宇宙中也存在着以元素世界为主位面的世界。是这样吗？陆离看着跃跃欲试的千亿笑道，想去战斗的话就去吧，注意安全。千亿兴奋地抄起巨剑，朝着不远处的10元素冲去。您很宠他呢？琉璃温和地笑道。他并不会因为陆离和千亿杀死元素世界的生物而感到不适，元素世界也和一般的世界一样，高智慧的元素生命有各自的思想和群落，而无智慧的元素生命和人类世界里的野兽地位一样。是啊，
它是我亲手创造的生命。陆离笑道。陆离按照琉璃的指引，朝着元素位面的中央进发。元素位面很大，相当于一块现实中海蓝星的旭日帝国主岛大小。而元素位面没有便利的交通工具照顾陆离的行进速度，他们走得并不快。但这也恰好是陆离可以提高生命层级的好时机。元素位面遍地都是3、40级的野怪，普通和精英的比例几乎达到对半，他们能给陆离带来巨量的经验。陆离的潮汐冥想法积累得飞快。游戏时间2天以后，陆离3人已经走完了一半的路程，陆离却突然收到了现实中电话的提醒。布下篝火营地，和琉璃、千亿交代了一下之后，陆离下线了。拿起手机一看，居然是父亲陆天然的电话。陆离皱着眉头打了回去。喂，爸，怎么了吗？陆离问道。没事儿啊，就是我和你妈看你有1天多没出来了，看看你是不是玩游戏玩疯了。老陆一副调侃的语气。已经这么久了吗？陆离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好像很久没有下线了，尤其是自己现实中的实力突破精英级之后，根本感觉不到疲惫。不然嘞？今天周六，我和你妈没上班，才发现你这2天都没有在家里活动的迹象。我知道你自己有数，但我不得不提醒你一句，不能太过分的沉迷游戏了。陆离的父母都十分开明，要是一般的家庭早都给孩子抓出来揍一顿了，但老陆却温和地提醒着陆离。他虽然故作轻松，但他非常的担心陆离。陆离沉默了片刻，他在犹豫要不要向父母透露一些信息，想了想还是没说，现在不是时候。主要是他没找到让普通人拥有魔力的方式，不然的话他就会让父母知道一些事，至少趁早开始修炼他自创的星空冥想法。但修炼星空冥想法是需要魔力为驱动的，他暗自琢磨，应该开发出一个更适合普通人的修炼方式。我知道了，我这就出来，不好意思，稍微有点太投入了。陆离不想让父母担心。挂断电话，陆离离开了房间。虽然1天多没下线，可他精英级的身体几乎没什么多余的代谢，让他感觉十分神奇。怪不得一直玩连个上厕所的欲望都没有。见陆离精神状态良好，陆离的父母才稍微放下点心，责备了陆离几句，把准备好的饭菜端上桌，一家人一起吃了个饭。陆离为了不让2人担心，下午没再继续登录，而是跟父母说了声去公园，然后就出门了。这孩子不会是被没见过的东西迷住了吧？陆离的母亲黎霜有些担心地说道。我看这小子的精神状态和眼神应该没有，但我们也得稍微注意下，毕竟他在懂事，也是个半大孩子，但注意方法，别一味的磨叽孩子，交给我就行。老陆沉声道。上次咱俩的体检结果出来了吗？黎霜问道。出来了，好的有点过分，而且我偷偷试了一下，我现在能提起400-500斤重的东西，太奇怪了。老陆回道。别声张，如果有新闻公布说是正常现象再说，咱俩这大岁数可别惹出什么麻烦。黎霜担忧地说道。放心吧，总归是个好事儿，就注意一点，别在外人面前显摆就行。老陆回道。自从他们俩上次被陆离偷偷改了属性，闹出不少乐子，吓得2人去做了全面体检，还好一切都非常健康，医生说他们俩肯定能长寿，2人才放下心。而此时的陆离正坐在公园的小山顶，享受着阳光的照射，运转起修改过的星空冥想法。陆离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小说、游戏里的人物那么沉迷修炼，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变强。虽然受限于生命层级的上限无法提高属性，但陆离能感受到无法言明的变化在体内产生，辅助系统加持的点数没有任何问题，但自己修炼变强的感觉是一种截然不同的享受。3个小时悄然过去，陆离现实中的等级已经提高到了4级。夏天的天长，天色还未变暗，但陆离准备绕着公园跑2圈就回家了。游戏和现实的平衡要掌握好，但在姐姐回家之前多玩一阵也是有必要的。想起姐姐陆晴，陆离就一阵头疼，倒不是关系不好，而是关系太好了。但陆晴超爱逛街，还只逛不买，还一定要拉住陆离一起。没办法，自己家姐姐只能忍了。陆离无时无刻不在祈祷，赶紧天降一个姐夫拯救他吧。就在陆离准备回家的时候，他接到了江淼的来电。陆离，救命！江淼惊慌的声音背后是杂乱的嘶吼与碰撞声，隐约听到江淼父亲中气十足的怒吼，随后电话就被挂断了。陆离的眼中闪过冷色，江淼是他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既然他信任自己，遇到危险会找自己，那自己就不会辜负他的期望。200点全属性给陆离带来了无与伦比的信心，40倍于常人，可不是能打40个人那么简单。现在的陆离可以提起2吨的重物，全力一拳足以打穿钢筋混凝土的承重墙，在没有热武器的情况下，即使是数百人也不可能击败陆离，甚至都无法耗尽他的体力，更别说他还可以截取数据。第55章命运的拐点。命运有时就是充满巧合，如果不是陆离的父母叫醒陆离，陆离绝对会错过江淼的电话。如果不是他来到公园，想要到江淼家，至少还需要额外的10分钟，因为陆离家在县城，他没法出门，直接全力爆发自己的速度奔跑，而公园的山林和通向市里的公路连接，可以绕开旁人的视线。
如果江淼的父亲没有因为感谢陆离邀请陆离去过一次他家，陆离也不会知道江淼新家的地址。沿着山林奔跑，应该不会被人发现。陆离眼中金光闪过的瞬间，他就决定了行动的方式。砰！烟尘崩起，陆离如离弦之箭般爆射而出。此时陆离全力奔跑的速度能够达到恐怖的每小时200公里以上。别觉得离谱，长跑爱好者1小时完全可以跑8-9公里，具有40倍常人体能的陆离，在魔力的辅助下跑出200多公里时速一点都不过分。甚至他可以更快，但他不想过分压榨自己的体力和魔力，毕竟现实中他还未掌握更多技能，需要保持状态应对战斗。20公里外，江淼家的庭院，一伙黑衣人正和江淼的父亲还有那位老管家战斗。你们还真是无法无天，敢动用这种手段！江淼的父亲江峰一边格挡开一记木棍，一边怒道：在这种小地方哪有那么多烂事儿？在警察到之前，你和你的女儿都会死，到时候哥们几个出国度上半年假，嘿，谁能把我们怎么样呢？为首的一人面目阴鸷，戏谑地说道。江峰不禁暗自后悔，还是大意了。就算不想天天跟一堆雇佣兵混在一起，也至少应该让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在家里住一段时间。可顾及自家孩子是女孩，就没好意思叫人来常住，没想到要栽在这上面了。你就不怕你们的下场也跟老虎他们一样？江峰只能搬出这件事吓唬他们。哼，老子也不是吓大的，老虎那事儿确实诡异，但你以为我会一点准备都不做吗？阴鸷男子想起之前一伙人的下场，心里也是凄凄然，但他并未有更多惧怕，因为这一次跟他们一起来的人里有一位道上的大人物，能被这帮流氓歹徒奉为大人物的座上宾，必然有着非同常人的能力。那一位看过虎哥几人，只是冷笑着说了一句歪门邪道，便毫无顾忌地跟着他们前来，显然并不虚。江峰和老管家也不是一般人，在10几个人围攻下，坚持了将近10分钟才被击倒在地。老管家额头上鲜血淋漓，他喘着粗气说道：小江，别担心，他们也不敢把我们怎么样。随后他朝着一众黑衣人说道：叫你们口中的大人物出来，我有话要跟他说。院子门口的大奔后门打开，下来的是一个神色阴冷的青年，他不屑地说道：老东西，有屁快放！哼，你是哪家的师承，敢于如此助纣为虐？老管家质问道。青年不屑的一笑，2步走到老管家面前，飞起一脚踢在老管家脸上。噗！一口鲜血混合着牙齿，随着老管家高高扬起的头颅散落在地。老东西，想吓我？青年从江峰的白色短袖上撤下一块布料，擦了擦鞋子上的鲜血，将碎布扔在老管家脸上。老子的师承还不是你配知道的，就你这三脚猫的水平，无非是个要地位没地位，要实力没实力的门派废料，但凡你有点能耐，都不至于现在躺在这冲我叫。青年不屑地说道。罗说！江峰痛苦地喊道。老管家并非是他的仆人，只是因为受了他的帮助才留在他身边而已。江淼已经完全吓傻在家里，隔着一层玻璃，他眼睁睁地看着父亲和管家爷爷倒在外边，可他除了本能的报警和给陆离打了电话之外，根本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她只是个14岁的少女，就算她平时再淘气，可面对这样的事，她根本没有反抗的勇气。放过我女儿和罗叔，这事儿跟他们没关系。江峰怒道。妈的，你这人怎么这么烦？青年一脚踢在江峰胸口，把他踹出去好几米远，对旁边的人说道：都带走，回去再说，再墨迹条子要来了。就在这时，青年陡然察觉到足以致命的威胁，下意识的一低头，呼，一枚石砖在他头顶飞过。这么警惕的吗？陆离从屋子后面缓步走出。那几个人是你搞的鬼？青年面色阴冷地问道。谁知道呢，也许是阎王爷搞的鬼呢。陆离笑道。控制住江家的人。青年没再废话，陡然向陆离冲去。他武者的本能告诉道，陆离远非自己可以战胜的对手。妈的，被坑了！陆离双手交叉一甩，借着动作的掩护，实则是意念一物操纵的数十枚石子，重重地击穿了那些黑衣人的头骨。眼前这些人都得死了才行，当然也包括你。陆离的眼神不善地望向朝他冲来的青年。从陆离出手的瞬间，青年的心中就涌出无尽的悔意，可他此时只能向前，向前还有一丝生机。一拳朝陆离脸上挥去。陆离失望地摇摇头，太慢了。包裹着魔力的一脚直出，阴冷青年毫无反应余地地被踢中腹部。哦，鲜血混杂着难以分辨的物质从他七窍中涌出，整个人如同被踩爆的蠕虫，所有的力被他全数吃下，整个人直挺挺地跪倒在地。他神色狰狞地试图干呕，可他的内脏在陆离这一脚下扭曲成了一团，连简单的呼吸都无法做到。不能！他几乎完全泛白的双眼中猛然闪过一丝求生的欲望，属于武者的气在他的体内轰然爆发。哦，终于吐出来了，真恶心！陆离嫌弃地退了几步，一块石砖虚握在手中，其实是意念一物在操纵。
感受到杀意的青年猛然抬头，口齿不清的含混道：“别杀我，我是……”噗！青年的头颅粉碎。你爱谁谁？陆离才懒得管那么多，这人的属性是一个5级普通怪物的水平，比普通人强得多，但在他眼里，呵。第56章疑点。既然陆离选择来，就想好了处理的方式。所有的战斗都发生在江淼一家看不见的房子侧面。在来的路上，他给警察打了电话报警，说自己的朋友遇到了危险，向自己求助。因为江淼的通话记录是无法彻底消除的，所以必须让警方知道。而且陆离还说自己在沿江公园，一时半会赶不过去，希望警察尽快赶到。然后他一路跑来的路上避开了所有的监控，还用意念一物减轻了自己动作留下的痕迹。而且他必须要所有敌人都死才行，这样他才能更好的掌控局面，也足以把事情闹大到一个2个人压不下的程度。他故意引那个青年来自己身边才出手击杀，所有的石子、石砖都是意念一物控制，没有一丝指纹。他也并不打算现在见江家的人。听到不远处的警笛声，陆离悄然跃起，登上屋顶。他必须观察警方的反应才行。前来的警察是陆离不认识的人，并非是当时沿江区的林警官，因为江淼家这一片不归他们管。警方也很重视，江淼报警一次，陆离又报警一次，说的比江淼说的更清楚，所以来了足足5辆警车，20多个战斗员，几乎抽掉了整个警局的战斗员。一进大院，为首的副局长脸色就变了。无他，太惨了！10几具头颅上流出鲜血的尸体躺在院内，江峰和老管家倒在地上，身上全是伤痕，生死不知。封锁现场，跟上级汇报，这件事我们处理不了。副局长沉声道。他来到江峰和老管家身边，摸了摸他们的颈部，还活着。叫救护车，快！随着他的指挥，整个现场被封锁，一切有条不紊的运转。而躲在房间里的江淼也被警察发现了。副局长皱眉看着这个小女孩，强迫自己用温和的声音问道：“别怕，孩子，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他们打我爸爸，打罗爷爷，可是突然他们就死了，全都死了。江淼显然也被吓得不轻，可陆离也想不到更好的处理方式，总比他和家人都被抓走要好。你妈妈呢？副局长问道。她去上海市了，去了好几个月了，是爸爸让她去的，我还得上学，所以我没去。爸爸知道要有事情发生，可是江淼想起父亲的嘱托，不禁哭了出来。陆离在房顶上隐藏着身形，把刚才收集到的属性给江峰和罗老管家各自加了一点耐力和精神力，他们的生命值并未跌落到危险区，只是陆离希望他们能早点醒来，这样自己可以找机会出现，否则江淼说不定会露出破绽。江峰到底还是年轻，先一步醒来，看到江淼被警察询问，放下心来。警官，请您和我沟通吧，我女儿她还小，又受了惊吓。江峰努力地爬起来，朝着副局长走去。可以，让你女儿先回屋里休息吧，你们暂时都不能离开。副局长说道。江峰一愣，眼神环视四周，难以掩藏的惊恐露出，那些黑衣人全都死了。那个青年呢？环视一圈，并未发现青年的身影，他没多问，跟着副局回到了一辆警车之中。你认识他们吗？一辆黑色中巴里，副局长拿出一份档案和笔，问道。不认识，但我知道是谁让他们来的。江峰实话实说，出了这么大事儿，一点隐瞒都会导致不可预知的致命后果。这个先不说，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吗？副局长问道。不知道，我被一个青年人踢晕了，但我刚才没看到他。江峰的记忆停留在那一角。你的房子侧面有一具头颅碎裂而死的尸体，你一会儿可以去看看服饰，是不是那个人？副局长说道。随即他继续问道：你家的监控全面吗？全面，监控保存在电脑里。江峰说道。很快，警方拿到了监控录像，录像里只有江峰和罗老爷子挨揍的画面。在江峰和罗老爷子都被打昏之后，所有监控突然同时望向天空，声音也被掐断。是意念遗物，陆离上次来的时候就记下了监控的位置，这是他的习惯，这次刚好派上用场。这份证据对你非常不利。副局长淡淡的说道。你虽然在所有证据里都是受害者，但恰恰因为你太像完美受害者了，所以你会受到极其严格的审查和询问，包括你的女儿，还有那个老爷子。副局长继续说道。江峰皱眉，他也知道这份证据对自己过分的不利，可他知道一定是有人出手了，可他丝毫没有线索。此时陆离悄然离开了房顶，从不远处的树林里一路小跑，气喘吁吁地赶了过来。没等到近处，被警察拦下，告知前方暂时禁止通行。陆离喘着粗气说道：让我过去，我朋友在里边，我要看看他有没有事。警察皱眉，这不合规矩，让他进来。副局长适时的出现。那个小女孩最后一条通话记录是一个备注为小陆哥的人，也许就是眼前这个人。江淼呢？他怎么样？陆离的眼神里只有担忧。副局长皱眉，这件事太诡异了，每个人都恰到好处的出现在最应该出现的位置，这种感觉让他非常熟悉，
有一个极其精通犯罪心理学的超级罪犯参与到这件事里了。如果知道他心中所想，陆离怕不是要笑死。不过意念一物确实太完美了，在现实中，这个技能没有任何能被追溯到的痕迹，确实很像那种超级罪犯的手段。他没事，不过你现在不能见他，你先留下来做个笔录吧。副局长没多说什么，这种事必须严格按照流程办，不可能因为自己的想法就对任何看似可疑的目标发难。陆离被副局长带着朝中巴走去，罗老管家也醒了过来，正在被另一个警察询问。因为是老年人，他得以坐在软椅上对话。江淼在整件事里是最没有嫌疑的，没有别的原因，他才14岁，从小到大的学校经历全部有清晰的记录，他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不过最终所有的疑点会有另外一组人负责，一个最近刚成立的组织——特殊安全部。第57章，又见林警官。从庆喜市通往里尔布齐市的高速路上，一辆跑得飞快的漆黑 SUV 里，一女三男坐在其中。其中一个男子开着车，叼着一根烟，女子坐在副驾驶，后座的2个年轻人小声嘀咕：“咱们才刚正式调来第2天啊，就遇上这种破事儿。谁说不是呢？还要跨城出差，好烦。”另一个年轻人小声回道：“都闭嘴！这件事非常蹊跷，很有可能属于灵异范围。如果是强大的灵异，我们都可能会死，做好战斗的准备，检查武器装备。”副驾驶的女人冷声说道。两人悻悻的不敢再说什么。那个女人可是个母暴龙，暴力的一批。不过对于她的话，两人不置可否。天天说什么灵异，到现在也没见过真的灵异，无非是一些搞鬼的人而已。这种伤口太奇怪了。一个老法医皱着眉头检查着院子里的尸体。致命伤是小石子造成的，伤口里还能看到石子，可是要把石子加速到这种程度，石子本身会先破碎。这位老法医是整个里尔布齐市最好的法医，但他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诡异的攻击手段。他见过极其有耐心的高科技犯罪，用磁轨加速的方式，用金属针穿墙杀人。他见过有人用无色无味的毒剂，甚至死者死后24小时就再也检测不出成分的可怕手段。但他想不到有什么东西能把石子加速到这种程度。我要拿走一个石子做一个检测，里边可能有大量磁化金属。老法医取出一枚石子收进证物袋里，对副局长说道。副局长头痛欲裂的不停地接打电话，应对着各方的压力，在他的辖区出这么大事儿，他整个人要裂开。更加裂开的是局长，他特么刚好知道这件事里的一点点内情，现在整个人都要爆炸。好几方的人都在找他，可是他现在能有什么办法呢？院门口的人越来越多，终于陆离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一个穿着修长警服风衣的女人林丽燕。又见面了，陆离。他淡然地坐在陆离面前说道。是啊，林警官，没想到这一片也归你管。陆离不咸不淡地说道。是啊，没想到这次的事件里也有你的影子。林丽燕狭长的丹凤眼微眯，她是全世界最顶级的侦探之一，自认为的，但她确实成绩非常好。在刑侦学院，他单凭直觉和一点点证物就能推测出大量有用的情报，这种直觉才是刑侦专业最难得可贵的品质。本来他还不满于自己被分配到这样的小城市，不过现在嘛，他很满意。他的直觉直指眼前的少年，这个少年的眼神太放肆了，他的心中只有自己的正义，他非常不喜欢这样的眼神。江淼是我的朋友，他给我打电话，我直接报警，然后赶过来，有什么问题吗？陆离对这个女人也很忌惮，但他也不虚，没人可以看破他的手段。当然没问题，不过我会对上级申请，对你做一次体检，我要确定你是否有能力做到这件事。以林丽燕的人脉关系，陆离2次在事件中有关联，他完全可以做到发动力量详细调查陆离。系统数据屏蔽可以对任何手段生效是吧？陆离眼神微眯。当然，任何手段观察你，你都是普通人，除了其他世界的信息扰动，不过那种东西没有人能完全屏蔽。辅助系统冰冷的机械女声却带给陆离无穷的底气。出了这么大事儿，我当然会配合调查，但我不希望有人单凭看我不顺眼就定我的罪，我要请律师。陆离得到系统的回应，毫不在意地说道。林丽燕微微一怔，在他的预期里，陆离听到体检必然会慌乱，因为他仔细检查过上次被陆离踢飞的2个歹徒，那种力量就算是算上楼梯里自上而下的冲击力，也不是一般的高中生可以拥有的。详细的体检可以检测你的肌肉纤维度、骨骼韧性、血液流速、意识活跃度等多方面数据，足以掀开你隐藏的一切。林丽燕试图攻破陆离的心理防线。我拒绝任何对我造成损伤的检查，其他的随意。陆离非常淡然。几个人分别被不同的人轮流询问了数次，得到的结论都非常一致。江淼、江峰、罗老管家、陆离全部都是无辜的。这不可能，陆离这个人一定有问题，我的直觉从未错过。林丽燕拍着桌子对副局长吼道。这件事你说了不算，你爹说了也不算，一会儿有专人负责，现在不是你耍大小姐脾气的时候。副局长丝毫不退让，他一个两袖清风的老警察，
怕你一个大小姐？你……林丽艳气得不轻，可是她知道副局长说的没错，这事儿他爹也没法全权负责，这件事已经被归到另一个部门处理了。我一定要揭穿你！林丽艳心中暗道，这女的有病吧？陆离心中暗道，她特么不会是暗恋我吧？天天想着搞我。关键是直觉还真特么准，男人有时候讨厌女人的直觉只是因为太准了而已。陆离此时也是如此，他感到牙疼，可没啥好办法。如果他抽走林丽艳的数据，那他的嫌疑才会呈指数级放大，而且造成的影响和流氓歹徒可是完全两个层面。而且他本身也不是那么邪恶的人，他能理解林丽艳的思维模式，这种没吃过苦的大小姐就是会幻想着规则就是公平的，真相就是可以保护所有人，可现实并非如此，保护他的是他的父亲，他的公平也是他父亲给的，至少在他现在的能力范围内是这样子。他虽然毕业了，但依然是个没长大的孩子而已。他的眼睛里何尝不是只有他一个人的正义呢？整个案件僵持着，医生简单的给江峰和罗老爷子做了外伤处理，然后就原地待命，在那个部门来人之前没人赶走。陆离在警察的陪同下给父母打了电话，说有点事要晚点回去，如果你跟我爸妈说这件事，我保证不再配合你们任何调查。陆离死死盯着林丽艳的眼睛说道，七，算你运气好，年满18岁了。林丽艳本能地感觉到全身的细胞都在颤抖和恐惧，精英级生命层级虽然不具备威压，但陆离认真起来的煞气根本不是温室里长大的林丽艳能抵抗的。第58章事件失控。但是片刻的煞气显露，加重了林丽艳对陆离的怀疑，不过这种东西没有证据，不能放在明面上说，他也只能等待后续的发展。一辆黑色的路虎风驰电掣的到来，其上下来的人却并不是众人等待许久的特殊安全部，而是一个面色阴沉的灰发老者。我儿子呢？灰发老者怒吼道，您儿子是哪位？副局长指着一地的尸体问道。萧儿。灰发老者看到那无头的尸体时，顿时喷出一口老血。陆离的眼神微眯，一个数据侦测甩了过去。姓名厉风，生命层级精英，等级10，职业武者，技能刨风拳，以特殊的技法挥拳，对目标造成除基础攻击力以外的额外150%力量属性伤害，可以连续发动。技能风息内劲，开启后每秒钟增加0.1%才能的经验值，每次提高等级时有几率进阶生命层级，上限精英级。属性力量83，耐力70，敏捷108，精神力20，内劲101，生命值2018-2100，少量失血，内力值3030。很好，不错的转移注意力的目标。这场戏还需等待最后的演员入场。是谁？厉风猛然发出一声凄厉的咆哮。厉萧是他抱以厚望的长子，中年丧子的痛苦令他失去了理智。在场的普通人在这一吼中都露出痛苦的神色。林丽艳却强忍着痛苦，直接拔枪。停下，否则我开枪了。林丽艳飞速的上膛瞄准，打开保险，厉声道：你开枪啊！厉风死死盯着他，陆离伪装的痛苦表情微微一滞，眼中金光一闪。闲得无聊的大小姐，该给你找点事儿干了。意念一悟，高达200点的精神力席卷着魔力悄然蔓延，在林丽艳手中的枪上轻轻移动。砰！在场所有人都神色巨变。子弹出膛，厉风神色一变，蒲扇般的大手一挥，层层劲气叠加，子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慢。陆离却眼神微眯，走你！庞大的魔力为子弹提供了远超火药能够赋予的穿透力。噗！厉风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仰天倒下，胸口的枪伤流出大量的血液。可惜了。陆离微微摇头，在那股气劲最后的力量下，陆离没能推动子弹击中他的心脏，只是射入了肺叶。你竟敢！厉风痛苦地坐起身，指着林丽艳说道。林丽艳大脑一片空白，脑海中只盘旋着2个字：完了。他的手指扣在枪机上，虽然他的本意并没有想射击，可是他亲手上膛，保险也是他打开的，枪机上也只有他的指纹，没人能证明这一枪不是他开的。操！这脑子有坑的大小姐！副局长一拍脑门，事儿更大了，水浑浊起来吧，让你天天搞我，跟那个老倒霉蛋一起难受去吧。这次看看你的人脉还好不好使。陆离心道。此时特殊安全局姗姗来迟，他们已经尽力了，跨程200多公里，40分钟到了，可谁知道就这40分钟发生了这么大个事儿。跟着厉风一起下车的3个武者人都傻了，呆立在原地一声不吭，心里都在疯狂的怒骂这女人是疯子吗？老宗主居然被一枪放倒了，以前他演示的用气防御子弹的技巧都是靠道具做到的吗？殊不知陆离的魔力远超厉风的内劲，而且有技能的加持，单凭劲气怎么可能抵抗技能？怎么回事？副驾驶的女人下车，看周围人的表情都极其难看，大声问道。副局长走过去，
小声说了一下情况。女人一皱眉，林丽燕，有所耳闻的天才刑侦学家，没想到实战这么拉垮，居然被人吓了一下就直接动枪了。他还不知道厉风是武者，那一吼让林丽燕的直觉感到危险，所以他才用枪，希望可以吓住厉风。袭击公职人员，好大的胆子！女人直接把事情定了性。厉风阴狠地看着他，缓缓说道：“我是烈风宗的宗主，厉风。这件事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我也不是你嘴巴一张一合就能定罪的。小贱人，扶我起来！”厉风对他带出来的徒弟怒吼道。三人这才反应过来，连忙上前扶起厉风。陆离一堆数据侦测甩出：姓名冷然，生命层级精英，等级11，职业异能者，技能操纵寒冰，持续消耗气力值，可以使用部分冰元素的初级应用形式。技能海蓝星基础气力提炼法，开启后每秒钟增加 0.13% 才能的经验值，每次提高等级时有几率进阶生命层级，上限精英级。属性力量60，耐力75，敏捷55，精神力115，气力131，生命值2250，气力值3930。那个女人的属性完全不低于厉风，其余三人却一般般，跟厉风带来的徒弟一个水平。很好，他期待的演员终于到位了。意念一物，眼前的几人都没有魔力属性，谁也感知不到魔力的存在。厉风的徒弟刚把厉风扶起，就发现厉风的衣袍无风自动，整个人化为一道黑影，扑向了特殊安全局的女人。场上所有人都惊了。你敢？冷然也惊了。面对袭击，下意识的寒冰之力涌出，而厉风却毫不抵抗，整个人从心脏的部位被尖锐的粗大冰锥轰然穿过。冷然，厉风的眼神中透露出茫然，然后他头一歪，死了。在现实中，只有一个技能的陆离已经把意念一物玩出花了，操纵着厉风的衣袍，压制着厉风的劲气，加速厉风用心脏迎向冷然的攻击，加速冷然凝聚的粗大冰锥等一连串操作一气呵成。尤其厉风受了伤，他丝毫没有抵抗的余地。陆离全程保持和周围人一样的表情，那就是惊愕、呆滞、恐慌、不解。老善行图表情包了。副局长此时整个人都傻了，心道：你们都他妈的是一个学校毕业的是吧？还是你们是失散多年的亲姐妹啊？陆离则心道：来吧，现在这伙人也没工夫调查我了，还有谁要来？可这一切只是到此为止吗？并没有。一声似是隔着无形之壁的沉闷低吼传来，陆离隐约听到残缺不全的熟悉声音：您注视实现。一道漆黑的空间裂隙凭空出现。第59章预兆，一团包裹着数据乱流的未知物体正从中挤出。所有人散开！冷然猛地大吼，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下意识的东奔西走。陆离也从善如流的混入四散的人群，朝着江淼所在的房间摸去。别误会，他是担心事情超出自己的控制范围，不行就提前带着他跑路。陆离自认不暴露实力的情况下，最多能救的就只有他了。全副武装，准备战斗！冷然一边大喊，一边跑回特安局的车里，掏出一个漆黑的修长箱子，按动某个机关，整个箱子突然在一阵机械声中化作一把漆黑的长刀，只有刀刃的部分是冰蓝色。数据侦测，陆离朝着空间裂缝中的东西扔了一个数据侦测，却惊奇地发现这个东西的属性还有等级、生命层级都正在飞快地下跌。从最初的灾祸，半分钟后掉成了领主，又过了半分钟头目，最后固定在精英。随着他的出现，空间裂缝中溢散的是肉眼无法察觉特殊能量。事件越来越复杂了，不过陆离却看到了直接将整个事件定性收尾的最好方式。不管你是什么东西，你都非常 nice。 陆离暗笑，在江淼的房间里找到江淼，安慰了他几句，跟他一起趴在窗边看热闹。冷然带来的几人也不是吃干饭的，纷纷从车里掏出武器，一众警局的战斗员也纷纷掏出随身携带的武器。是灵异，向所有能联系到的部门请求支援。冷然对副局长说道。副局长满脑袋冷汗，显然今晚的信息量过于超标了。他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兢兢业业的老警察很慌。知道了，我这就联系人。可是他只能听从冷然的吩咐拨打电话。可是他马上又放下了电话，无奈地说道：没信号了。废话，那可是空间裂隙，在他附近区电磁波还想通讯？那就没办法了，疏散普通人。冷然无奈地说道。现在什么事都要落后一个优先级了，面对灵异，他必须全力以赴。空间裂隙从出现到现在过去了3分钟，其中原本巨大的数据流光团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终一个1.6米不到的身影从中挤了出来。这他妈的是元素位面！叽里咕噜的恶魔语从他嘴里吐出，可没人能听得懂，除了陆离。哈哈哈，所以说这会是追踪我来的是吗？陆离突然想起来自己的天赋任务，注释：
接取任务后，元素位面将关注你，一些特殊的强大存在很有可能毫无缘由的对你出手，直至任务结束，请提高警惕。所以我的猜测是正确的啊。陆离基本理清了自己的思绪，他早就怀疑过，从他在现实中能用辅助系统之后就怀疑过，星星界一定是特殊的，否则没办法解释为什么自己以前玩别的虚拟游戏没有激活过系统。千重绝望，洛克西，福克里特昂，入侵者，种族恶魔半神，生命层级精英，受到极其强烈压制，技能大部分都是不可用状态，因为魔力不足，只有一个技能可用，妄想星音，消耗 50% 魔力，对目标造成 500% 力量属性正 500% 魔力属性的血肉生命系真实伤害，无法被闪避。其他属性都是100左右的层次，显然他的状态非常差。按理来说根本不该有这个等级的存在现在入侵才对，只能说一切都是歪打正着，随便换个普通级或者精英级也能差不多完整的过来，偏偏来了个天灾级，顿时受到现实世界的疯狂压制。陆离甚至都能感受到那种难以言喻的庞大压迫感，是某种存在正关注着这里。辅助系统，你还真能给老娘惹麻烦。不过也好，刚好作为一切的转折点。可惜现在还不是跟陆离摊牌的时候，辅助系统开始操纵庞大的数据流，开始对现实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写。所以这一切都是你搞的鬼吗？冷然面色沉重，面前的敌人带给他致命的压迫感。嗡，刀刃上冷光一闪，冷然毫不退缩地发起了攻击。身为洛琴深渊位面的顶级恶魔之一，洛克西根本听不懂这个女人说了什么，只是看到她朝自己冲过来，顿时想用自己的恶魔之力攻击她，却发现自己失去了神力，只有普通的魔力可用。该死的，这到底是哪儿？洛克西一声怒吼，锋利的恶魔之爪挥出，与冷然的长刀撞出一溜火花。周围的普通人都已经吓傻了，那个1.6米的长得像恶魔一样的东西是认真的吗？居然和那个可以使用冰锥的女人打得有来有回。厉风那种一嗓子让大家都痛不欲生的高手，可是被一招秒杀的啊！尸骨未寒的厉风，我特么！而陆离此时想的则是另外一件事，干掉他的话，得到的经验和掉落是不是按照游戏里的算的呢？还是说不会有掉落和经验这种东西呢？不管怎么样，得试试。陆离暗自下定决心，但他没急着动手，这个恶魔可是拥有魔力的，自己如果提前动手，会让他警惕的。虽然冷然的属性甚至稍高于洛克西，但两人的战斗经验和对力量的使用方式完全不在一个层面。冷然只觉得自己兵王级别的格斗术，在这个恶魔面前就像学步的孩童，他的每一击都恰到好处的令自己难以防备。愣着干什么？一起上啊！冷然怒喝，周围的人才反应过来自己是来干嘛的。砰砰砰啪，连续不断的枪声响起。洛克西皱着眉头，用魔力笼罩住自己的身体，低声道：远程部队集群，真麻烦。他试图对周围的警局战斗员发起袭击，可惜冷然拼命地缠住了他，他的眼中闪过一丝不耐烦，孱弱的蛆虫。自无尽的深渊，赐予你千重绝望。妄想星音，咚！一声沉闷的心跳声突然出现在所有人的耳中。冷然只觉得自己的时间似乎停止了，他眼睁睁地看着眼前矮小的恶魔走到自己身边，用他锋利的魔爪毫不留情地插入了自己的胸膛。啊！一声惨叫从冷然口中发出，他的脸上流下无数冷汗，低头一看，自己的胸口一个巨大的破洞出现，心脏上一道伤痕喷涌着血液，他双眼一翻昏了过去。随着他的倒下，在场的人再也没有可以与洛克西对抗的强者了。第60章辅助系统的任务。现实不同于游戏，星星界目前拟真度再高，对弱点击破无非就是可以产生真实伤害或者是持续掉血的负面状态，可现实中的人如果被直接伤害了心脏，出现什么负面的状态都不奇怪。这个能力他一个还能用一次，要注意防范。陆离心中暗道。随着冷然来的3人也是具备一些特殊能力的，随着厉风来的3人也是武者，虽然等级都不高，但联手之下还是能暂时维持住局面。警局的战斗员疯狂的射击，可惜他们此行没带更强的武器。被众人纠缠的洛克西十分烦躁，他之前只想回去自己的世界，身为高等级天灾，从未想过会陷入如此的窘境。随着战斗逐渐白热化，他的战斗方式也从最开始的尽量不杀人变成了尽可能杀人。特安局的制式长刀非常锋利，洛克西终于是一时不察，被一个留着胡茬的青年一刀斩中了后背，紫色的血液流出，他周身开始涌出漆黑的魔力，他的眼中燃起愤怒的紫色光焰。你们这群蝼蚁！他知道自己必须尽快打出突破口，所以妄想星音，咚！熟悉的心跳声传出，时间在这一瞬间似乎静止。洛克西的身影一分为二，那个留着胡茬的青年和厉风的大弟子的胸膛上同时爆出滔天的血光，二人实力还不及冷然一半，直接昏死过去，鲜血从他们身子底下涌出。
就是现在！陆离眼中金光一闪，是时候出手了。叮！系统任务发布：击杀洛克西·福克里特昂，并在系统的辅助下抹除他的存在痕迹。任务奖励：创生召唤系传说及天赋。辅助系统冰冷的机械女声中似乎透着一丝无奈。陆离嘴角微微上扬，看样子是作用于现实的能力呢。江淼，我稍微出去下，你在这里躲好。陆离对江淼说道。别走，别人我自己在这。江淼说着，声音逐渐低了下去，随即重新望着陆离，问道：“你会回来的，对吗？”陆离一愣，笑道：“别这么问，我可不想立 flag， 乖乖躲着。”摸了摸他的头，陆离转身离去。系统怎么抹除痕迹？我直接出手会不会有风险？陆离干脆直接问道。你直接出手吧，后面的你不用管。辅助系统无奈地说道。其实系统心里早就在骂陆离了，但他其实也是对此有心理准备的，无非是有点早。一个一个的都那么急着送死吗？洛克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怒道。连续释放了2次大招，耗尽了他的魔力，这种感觉让他十分不安，似乎有未知的危险盯上了他。陡然间，一种危机感浮现，他匆忙地回身，一把刀凭空虚浮，与他的利爪交织出一串火花。魔术师，麻烦了。洛克西在这把刀上察觉到魔力的痕迹，低声道。随后他身形电转，利爪舞得密不透风，与4把飞刀战成一团。当你没有其他技能的时候，你就会拼命地开发你现有的技能，不是吗？陆离在游戏里从没想过意念遗物还能这么玩，但是在现实里，他就是能想到，反正这技能也没冷却时间，连续释放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分别控制不同东西呢？果然可以。凝而不发的意念遗物比不上爆发出去的伤害那么高，但是陆离的魔力高于此时的洛克西，所以陆离就是明摆着碾压他，他也没办法，只能硬抗。卑鄙的家伙，不敢面见伟大的千重绝望吗？洛克西怒吼道。陆离暗笑，谁知道有没有啥损招，能远程我凭啥跟你近战呢？几十秒后，洛克西浑身伤口密布，他的血线已经跌落了超过一半，终于他停下了无用的反击，从身后的披风里抽出了一把3米2长的巨型长刀。我擦，你咋把这玩意儿塞进去的？陆离人都惊了，这老东西果然藏了阴招，没想到我会陨落在这种可笑的战场。我要这里没人能活着离开。洛克西的声音透出无尽的威严，那是他作为高阶天灾生命最后的尊严。名称：深渊斩神，品类：主武器，品级：黑色珍贵，装备需求：每秒钟损失1500点生命值。附带技能：深渊斩神，消耗 50% 最大生命值，对目标造成等同你 50% 最大生命值的无法闪避的全属性真实伤害，或释放一道环形斩切，最大扩散范围30米。附带技能：死亡之翼，开启后每秒钟消耗500点生命值，展开漆黑的死亡之翼，获得飞行能力的同时提高 600% 飞行速度。附带技能：告死天使，消耗35000点生命值，复制一把存在 180S 的本武器复制品，具备除此技能外的所有能力。被动技能：血之渴望，你攻击与你同生命类型的单位时，可造成 15% 的生命偷取。基础攻击力1158、9575加1990百分号力量属性。装备属性：力量加1500，敏捷加1500，魔力加1500。我可是深渊最好的锻造大师，可惜我的传承。洛克西喃喃自语，最终他紧紧地握住了刀柄。他握住刀柄的瞬间，他的血线就开始暴跌。就在他握住刀柄的同一瞬间，深渊斩神！嗡！锋锐的嗡鸣声在1秒后响起。陆离早已退出30米的范围，有数据侦测，他不会被这种手段阴到。30米内所有的一切都从1米处断裂，摔落成一地碎片，包括那几把特安局的制式长刀，也包括那些车辆、院子的围墙。斩切的痕迹在江家的房门前停止。陆离面色微微一白，他用意念一物试图控制这道斩切，成功的使他偏移了一点点，避开了江家。他不想让自己的朋友失去住的地方。洛克西的身躯在这一击之后化为了灰烬，似乎其所有养分都被那把魔刀吸取了。深渊斩神重重地砸落在地面上，其刀身上闪过一丝灰暗的流光。除此之外，3道黑色光还有12道紫色光爆出。陆离感觉一股庞大的力量注入自己的身体，自己等级瞬间从4级跳到了13级。可惜现实中没有每10级的职业结算，但也就代表陆离可以毫无顾忌地优先提升现实中的等级和不受限制的成长。第61章平息与收获。发达了。洛克西的经验结算和爆装都是按照他巅峰时期的实力进行计算的。陆离控制着洛克西爆出的物品悬浮到自己的身边，然后问道该怎样抹去痕迹。你摆出一个双手向天的祈祷姿势。辅助系统的冰冷机械女声听起来十分认真。陆离，是这样吗？陆离打算配合一下这个系统的恶趣味。是的。
不论怎么听，那冰冷的机械声音中都潜藏着一丝笑意呢。陆离维持那夸张的姿势足足1分钟，才听到叮，您的任务已完成，任务奖励已获得，随时可提取，提取时动静较大，建议找到一个避光的山洞提取。这样的声音传来，陆离虚着眼说道：“那么，接下来我就可以走了。宿主，你放心的去吧，不会有人把这件事和你扯上关系了。”辅助系统说道。明面上所有的一切都维持着原样，可冥冥中的规则已经修改了一切，人们的记忆和认知被修改成冷然舍命一击，击杀恶魔，恶魔临死前的反击将其击伤，随后化为灰烬消散的剧本。而场上所有痕迹和证据也都指向了这样的真相。至于江家发生的事，被归结为一场意外，闯入江家的施暴者被卷入灵异事件，全部死亡的意外。但是辅助系统很恶趣味的并未修改林立燕朝厉风开枪，以及厉风被冷然击杀的部分。陆离在接受完最后的问询之后，被允许离开。此时已经是晚上11点多，陆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叹道：“真是难以形容的一天。”拒绝了要送他回沿江县的警方和罗老管家，陆离沿着公路慢慢跑去。辅助系统临时为陆离提供了一个储存空间，洛克西爆出的物品全都储存在其中，为此向陆离收取了10个点数。再次跟父母打了电话，报了平安，说还要一会儿才能回家之后，陆离思索着接下来要做的事。除了游戏里应该继续提升以外，现实中的提升也应该重视起来。这次的事件也让陆离发现自己比自己原本预想的更需要力量。还好这一波的收获巨大。辅助系统暗自吐槽：“为了你的收获，老娘差点累死。”是的，辅助系统出手修改了规则，不然入侵者根本不可能爆出那么多东西。黑色珍贵级别的物品4件，除了洛克西拿在手里直接掉落的长刀以外，还有一件装备，名称深渊秘宝，品类披风，品级黑色珍贵，装备需求无，附带技能巨大空枪。披风的内面是只有穿戴者可以使用的巨大储物空间，其内部的容量足以装下浮世山。附带技能宝藏由内生，披风内的空间中定期会产生随机的材料和资源，来源不明。附带技能直抵深渊，消耗15000点魔力值，开启一道通往深渊位面洛琴的双向传送门。装备属性锻造成功率正 90%， 别管造出的是什么，但它至少是个东西。这是一件非常强大的装备，而且其中蕴藏着很多锻造装备的稀有素材。其余的2个黑色物品让陆离更为惊喜，是2个技能书，可以直接在现实使用的技能书。技能书深渊烘炉锻造法，黑色珍贵，开启后持续消耗魔力，是魔力投入生成不同级别的深渊烘炉，将素材和你的想象力置入其中，即可完成锻造。锻造物品稀有度上限，黑色珍贵。技能书复灵，黑色珍贵，消耗3350点魔力，为一件物品赋予灵性，使其作为你的召唤物为你作战，其具有你850权属性及物品属性换算加成，永久存在，上限为黑色珍贵。而12件紫色物品也个个是精品，其中有2本技能书最让陆离重视。技能书半位面，紫色稀有，开启后持续消耗魔力，依附于主位面创建一个专属于你的半位面，是投入的魔力总量计算最终生成面积，生成面积上限500立方米。技能书契约召唤，紫色稀有，低于领主级的契约生命永远无法背叛你，剩余契约空位020。一个是纯粹的惊喜，半位面。有了半位面的存在，陆离在现实中就可以有更多动作。而紫色稀有级别的契约召唤，无非是比普通的契约召唤多了一个领主级以下生命无法背叛而已。对陆离来说，不能说没有作用，但作用不算大。其余的10件紫色装备是一些需求等级都在50级以上的武器装备，并不是陆离目前可以用到的。陆离回到岩浆的小公园，他开始创造属于自己的半位面。他的魔力恢复速度大概是每秒钟30点左右，是总魔力量的 0.5%。陆离以每秒钟60点的速度向半位面中输送魔力。不是说领取奖励动静大吗？那我弄个半位面总藏了吧，不比山洞好啊。创造半位面并非是一般文学作品中的神佛专属，其实只要有对应的技能，任何人都可以创造半位面，无非是地方大小的区别。半位面是一种私密性很强的亚空间，只要不主动开启和主位面的连接点，就很难被人找到破绽，确定空间坐标。陆离努力了不到3分钟，魔力恢复速度跟不上了，果断停下。然后陆离获得了一个大约10个平方大小，高约2米，充满了泥土和沙石的半位面。行吧，有总比没有好，好歹是个随时能进入的隐藏空间。陆离安慰自己似的吐槽道。回家。陆离一阵小跑回到家里，冰箱里有特意留着的饭菜，陆离尽量轻手轻脚的热饭吃了一口，溜回了屋里，给爸妈发了一条信息，说自己已经到家了。然后他就钻进半位面了。他觉得自己宁可从半位面掏东西，也不太想从披风那面掏出好几米长的武器，所以他把很多东西都拿出来放在半位面里了，包括披风也放了进去。毕竟在家里穿着那种奇怪的东西很难解释啊。
其他的也不急了，先上线把任务做完吧。琉璃和千亿还等着我呢。陆离并没有立刻测试现实中获得的技能，也没急着领取天赋，而是登入了新星界。因为他发现自己在现实中进阶生命层级升到13级都没有触发系统的版本更新，他的直觉告诉他，新星界是目前更应该优先的。第62章被突脸。对于陆离在游戏时间里将近3天没有露面的事儿，千亿和琉璃都没说什么。在新星界的平衡补正里，有关于 NPC 这方面的认知修正，他们会自己脑补一个合理的理由。收拾好篝火营地，这几天还算风平浪静，有琉璃的存在，没什么不开眼的元素生物敢于袭击陆离的营地。本来应该袭击他的深渊恶魔，阴差阳错的跑到了现实，直接被坑死，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头铁的想来试试。这里距离元素神殿只有1天左右的路程了，越靠近元素神殿就会遇到越多强大的元素生命，从现在要提高警惕了。琉璃温和地提醒道。一般来说，这种提示的意思是尽量少下线，不然你再一上线就不一定身边围着多少大爹了。这也是有 NPC 跟在身边的好处，可以得到提示。继续前行，陆离发现果然怪物的密度增加了，而且怪物的等级和生命层级也提高了。现在遇到的基本都是10几只精英拱卫着一只头目的小型怪物群，平均等级都在40级左右。这样的怪物群已经不是千亿可以无伤秒杀的了，所以陆离让琉璃也加入了战斗。按照琉璃的说法，在元素位面尽量不要用其他系的技能，声势越大的越要少用，否则容易导致未知的异变。像元素位面和深渊位面这种级别的亚空间都具备一定的世界之性，也就是说这一片空间有着一定程度的思维能力。陆离也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的设定，显然他现在接触到的内容已经远超当年的内测玩家了。久违的奇妙小姐姐研磨衣服再次出现，没办法，陆离觉得自己毕竟拥有这个技能，所以还是要适当的用一下的。啊，亲爱的主人，您再次召唤了我呢，这一次要我为您做些什么呢？研磨衣服刚一出现就笑着来到陆离身边，如赤色琥珀般的身躯就往陆离身上贴。陆离这次已经做足了心理建设，笑道为我战斗吧，衣服。听到陆离的回答，衣服整个人都快要燃烧起来了。真是太棒了，哈哈哈！发出奇妙笑声的他化作一道赤光，朝着千亿所在的战圈冲去。陆离每前进一段就会布置篝火营地，因为现实里获得了提升，需要刷属性，刚好游戏里的各方面数据基本刷满，暂且没什么需要了。布置好篝火营地，陆离就会让千亿去引怪，然后召唤出研磨衣服和4元素领主来帮助千亿战斗。琉璃则是掌控整个战局，以防千亿和衣服遇到解决不了的敌人。陆离则是捏着大风灾和七色幻身这2个技能，随时提高警惕。因为之前遇到了一场突袭，暗元素领主级的暗元素毫无预兆的从虚空中现身，磅礴的威压临身的同时，一连串的攻击就朝着陆离脸上轰来。这几乎是陆离从打开始正式玩召唤流以来第一次被突脸，还好他的反应速度超群，走位的同时瞬间开盾，野性呼唤开启，给自己撑血量。而琉璃的反应更快速，空间波动的一瞬间，一连串的元素系加护技能就笼罩在陆离的身上。暗元素领主出现的瞬间，琉璃的神色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愤怒，七色的光焰在他眼中燃烧。叛变者，真是卑鄙！琉璃怒道，随后一道粗大的七色光柱炸在暗元素领主身上。太近了！轰！陆离被爆炸弹飞的同时，身上挨了重重的一击，仅是一击就击碎陆离的护盾，并且把他的血量打到见底。这是一头40级的暗元素领主，部分属性甚至高过此时的琉璃。当然，想打过琉璃也是不可能的。灾祸级和领主级之间的差距可不仅仅属性，是基础属性转化成的攻击力、防御力，是高级属性带来的额外加成，是强大技能和被动技能带来的灾难级的破坏力。凭借过人的战斗意识，以最小的代价把陆离和暗元素领主之间的距离拉开。琉璃开始展现出自己身为天灾的真正力量，复数重叠释放，赤焰之刃、裂空之风、斩击之光、空间断层。琉璃飞速的吟唱，在暗元素领主身上的爆炸火光还未消散之前，他释放的复合魔法就已经化作一道金红色的巨大光刃，朝着暗元素领主的胸腹处劈去。暗元素领主像是野兽一般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随后覆盖着紫金臂甲的巨大双臂上涌出浓烈的黑光，借着身形旋转的力量，朝着琉璃释放的光刃撞去。轰！剧烈的爆炸轻易地撕碎了陆离布置的篝火营地。陆离在快速走位嗑药拉起血线的同时，紧急召回了千亿挡在自己身前。别看千亿看起来是一只暴力小萝莉的样子，但他其实是更擅长防御性近战的剑灵，毕竟本体是一把巨剑。他的无风之刃可并不是只有在攻击的时候才提高力量碾压判定，格挡的时候一样可以，所以他可以游刃有余地挡住天灾级战斗的余波。所以陆离经常拉过千亿贴身保护自己，这种被陆离需要的感觉也是千亿所喜欢的。抬起血线的陆离看向琉璃和暗元素领主的战场，
仅仅几十秒，40级的暗元素领主的血线就下降了1/3，而琉璃不但没掉血，身上还叠了一大堆护盾 buff。琉璃的战斗风格和安娜完全不同，可以说一个是秃脸型战士，一个是全能型法师，所以最强的肯定是琉璃加安娜的组合啊！七色幻身，陆离毫不犹豫地召唤出安娜的幻身，从高空化作一颗七色的陨星，直指暗元素领主。琉璃纤细的手臂一抬，层层冰封适时地阻拦住暗元素领主，让他只能硬接这一击。轰！从天而降的七色陨星将元素位面坚固的金币大地都砸出恐怖的裂痕。正面遭遇如此重击的暗元素领主的血量猛地又掉了一大截，还被打出一连串的控制型负面状态。琉璃给陆离递过去一个干得漂亮的眼神，随即高声地吟唱道：“自根源中诞生，自根源中消亡，无穷无尽的元素啊，在此化为原初的毁灭吧。”七元素奥义湮灭。随着琉璃的吟唱，红、蓝、青、黄四道法阵层层覆盖叠加，将暗元素领主笼罩在内。安娜的幻身则是十分默契地将他缠住，让他无法离开法阵的笼罩范围。最终，金色的光环落下，随即黑色的光环落下。随着2道光环的降临，整个法阵彻底化作绝域。不过安娜却轻易地从中溜出，来到陆离的身边，打了个招呼。暗元素领主无力地在法阵中挣扎，可他无法突破法阵形成的壁障。随后，一道足以覆盖整座法阵的粗大银白色光柱，带着散落的星屑，从遥远的高空中轰然坠落。轰！一切归于宁静。暗元素领主留下了一件孤零零的紫色装备之后，彻底的湮灭了。第63章，元素神殿，果然是用不了的东西。陆离已经很久没有从怪物身上打到自己能用的装备了。没办法，最近打的怪等级都太高了，还是黑龙会实在，下次应该找找机会。陆离摸着下巴思索着，他的思路从打怪爆装备卖钱，逐步朝着打流氓歹徒爆装备卖钱转移。经过了暗元素领主的突袭，一行人再也没遇到什么意外。陆离顺利的积攒够了现实中需要的属性点数，毕竟元素位面里的怪物都个顶个的强大，一波怪物能让陆离下线加1次点数的那种。看到那座雪山了吗？穿过一片奇异的火红色树林，琉璃指着不远处的一座雪山朝陆离说道：“那么高的雪山，为什么之前没看到？”陆离惊讶地问道：“是固有结界，当年这个结界的建造还有我和姐姐的参与，这个结界保护了元素神殿很多年。”琉璃带着些许的回忆说道：“所以元素位面有固定的敌人是吗？”陆离敏锐地察觉到了关键信息。琉璃微微一愣，说道：“是的，例如深渊位面就是我们元素位面的死敌之一。”陆离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看样子不同位面之间的战争也有可能成为支线剧情。看元素位面的怪物等级，这些支线应该是洛琴的主线之后的零散任务。新星界里大部分主线任务都是规模宏大的史诗级战争，从一颗星球的内战到跨越星系宇宙战线，玩家扮演的角色都是战争中的一份子。同样的主线任务，不同玩家也有不同的参与方式，根据各自的角色成长路线、擅长的方向，任务内容也会有不同的变化。而且新星界里的玩家建立的角色并不是一群突兀的天外来客，而是在这个世界上有着成长轨迹的一群人，甚至有着角色背景中的家庭和亲人。这些特殊的 NPC 还可以触发额外的任务线，不过这部分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最多是新手期度过的会更舒服一点而已。新星界开服公测不到现实时间的1周，游戏进程还没推进到玩家们正式产生大规模交互的时候，现在的节奏处于各自抱团发育的时期。千亿，你化作剑形态吧，进入试炼之中，你再恢复人形。和元素神殿的守护者解释的话太麻烦了，他们是非常古板的一群家伙。穿过树林之后，琉璃对千亿说道。千亿点点头，对陆离说道：“我就伏在你身边，为你抵挡危险。”随即暗金色的晨光一闪，一把金色的巨剑悬浮在陆离身侧。还需要准备什么吗？陆离问道。琉璃露出白皙的手背，上面一个七色的铭文熠熠生辉。他笑道：“有这份契约的存在，不需要额外准备什么了。”他在元素位面中也曾是顶级的存在，即便是现在处于虚弱状态，元素神殿的守护者也不敢为难他的契约召唤师。你说的没错，七色奇迹，300年没见了，你遭遇了什么？苍老而坚韧的声音传出，一位笼罩在深红色火焰下的高大身影从雪山中的台阶上缓缓走下来。没什么，这是我的契约召唤师，他满足参加元素试炼的条件，所以我带他来了。琉璃的声音不像平日里的温和，而是带着一丝威严。看样子你也找到了属于你的伙伴，祝你好运。来者周身笼罩的深红色的火焰一收，露出慈祥的面容。他应该和炎魔、衣服是类似的种族，他的皮肤也像是赤红色的琥珀一般。我们先上去了。琉璃轻轻点头说道。你的契约召唤师当然不需要那种无聊的考验，不过我渴望一场尽兴的战斗，希望你们可以在试炼结束之后满足一下我这个老人家的心愿。看似慈祥的老者其实是个战斗狂人，出于责任和轮值，
他不得不守在元素神殿中，但并不代表他不渴望战斗。守卫神殿并非有很多战斗，如果被敌人打到这儿了，那说明元素位面已经走向末路。守护者的职责只是鉴别和考验前来参加试炼的生命而已。琉璃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看着陆离。陆离无奈的笑笑，说道：“好，等我完成试炼，和您尽兴的战斗一次。”老人得到了满意的回答，没再说什么，侧身让开了道路。这座雪山本身也是固有结界的一部分，即便是一般的天灾级存在，也无法不通过阶梯直接攀登雪山。琉璃作为固有结界的创造者之一，当然可以直接攀登雪山，但是他出于对元素神殿的尊重，还是会选择从阶梯一步步走上去。陆离仰望着无边无际的巨大雪山，新到新星界的场景做得太震撼了，浮世山应该都没这么壮观。看似无边无际，实际攀登却并没有很高，不到1000个台阶之后，琉璃带着陆离来到了一个空旷的广场，广场上铺设着7色的石砖，每一块都散发着氤氲的辉光。你需要休息一下吗？开始试炼之后就要接连不断的战斗了。琉璃问道。陆离部下篝火营地，说道：“你也休息一下吧，这里应该没有危险。”琉璃点点头，朝陆离挥了挥手，陆离化作一道白光下线了。他打算吃个饭再继续，他不想让父母过于担心自己。老陆看到陆离出来吃早饭，也是很开心，觉得自己的话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一家3口其乐融融的吃完早饭，陆离才回到房间。回房间之前，还不忘跟老陆简单说了下自己要做一个大型任务，中午饭晚点吃，让他别担心，然后才重新登陆。上线之后，就看到琉璃抱着千亿化作的巨剑，斜靠在帐篷外壁处休息。这两只关系这么好的吗？陆离摸了摸下巴。接下来就是真正的试炼了。琉璃见到陆离从帐篷里出来，对陆离说道：“具体是什么样的形式呢？”陆离打算提前了解一下。每个人遇到的都不同，但大体上来说是战斗成分居多的，而且很多时候是非常濒临极限甚至超越极限的战斗。不过试炼里的怪物不会下杀手，所以试炼整体来讲很安全。琉璃根据自己和安娜的经历简单总结道。听到战斗，陆离就放心了，他就不怕战斗，当先朝着元素神殿走去。元素神殿是一座希腊神庙风格的建筑，整体由纯白的不知名材料构成，宫殿的大门足有30米高，其中透出并不刺眼的白光，但却刚好让人无法看到其中的景象。站在神殿门口，陆离有一种被扫视的感觉。几秒后，一阵恐怖的吸力从大门中传出，琉璃一把拉住陆离的手，陆离下意识地握住千亿所画的巨剑剑柄，两人一剑被巨大的漩涡吸入其中。第64章诡异的草原。眼前白光一闪，陆离出现在一片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天空蓝得通透，青草翠绿，随着风的节奏缓缓飘摇。这就是试炼的场景吗？还真是适合战斗啊。陆离看向四周，却没发现敌人的存在。我觉得这里很特殊，你要小心。琉璃皱着眉说道，他有种不太好的预感。他经历的试炼是充满怪物的迷宫，安娜经历的试炼是车轮战的擂台，这种开阔的草原从未听闻。千亿也从巨剑化为金发双马尾的萝莉形象，好奇地问道：“这是开始试炼了吗？”他目前还不会以剑形态说话，但是他可以感知到外界发生了什么。应该是吧，提高警惕，小心有隐身的敌人突进。陆离吃过一次暗元素领主的亏，现在十分的长记性。4元素召唤，随着强大的魔力凝聚，陆离周身有4色的元素汇聚。4元素召唤凝聚的元素领主长得十分经典，覆盖着元素重甲的凝实上半身，下身是倒锥形的光焰，周身笼罩着厚重的元素护盾，特别像星际争霸中心灵的执行官。只不过他们都是无神智的普通领主，技能也都是偏近战的重规重矩的类型，各项属性在20级领主层次里也是比较拉胯的，但是属实是非常合适的肉盾，因为他们的体型都十分高大，每一头都拥有8米高的庞大体型。陆离一边恢复魔力，一边带着一众召唤物在草原上游荡，试图找到试炼怪物的踪迹。太奇怪了，难道我的试炼内容是解谜吗？陆离晃悠了足足10分钟，4头元素领主的持续时间都达到了上限，还是没有找到任何怪物的痕迹，而且整片草原依然一望无际，确实很奇怪。琉璃的神色也十分迷茫，主要是这一大片草原看起来也没什么地方可以解谜的，难道要朝下挖吗？陆离摸了摸下巴，无奈地说道：“我的空间魔法感应告诉我，这片空间是真实的存在，也没有被幻象覆盖。”琉璃闭上眼，用他的空间系元素魔力感知了周围的空间之后说道：“既然这样的话，陆离再次召唤4位元素领主，命令他们各自朝脚下的地面发动攻击。”轰轰轰！连续不断的爆炸在寂静的空间中响起。可再次过去了10分钟，陆离看着4个足有50米深的巨大坑洞，默默无语。这什么情况啊？开挂太多，终于卡 bug 了。陆离不禁在心中吐槽。可是辅助系统并未给出回应。接下来的1小时里，陆离尝试了几乎所有的方法，什么4元素领主绝地3尺，7色陨星洗地，元素浪潮大范围除草。这破任务不会把我卡死在这吧？
陆离还舍不得自杀死回城，一旦死回去，自己的天赋任务可就按照最低档次结算了。到时候万一结算出一个普普通通的元素系攻击型天赋，自己就很难再保持绝对的领先了。而且20级之前的天赋任务结算太差，还会导致升到20级的职业结算也变差。虽然现在自己的元素召唤系技能也还算不错，可是和超高评分的职业结算时能获得的技能还是没法比的。就在陆离纠结的时候，突然纯净的如同一整块蓝宝石的天空中陡然出现一道道黑红色的裂隙。4元素领主，陆离瞬间做出反应，琉璃和千亿也第一时间挡在陆离面前。4头庞大的元素领主在整个阵型的最前端，千亿站在陆离身前一步，唯一具备远程能力的琉璃已经开始提前蓄力了。叮！您触发 B 级隐藏任务元素之战，若晴顶级隐藏任务之一。任务简介：由于未知的原因，深渊位面策划了一场对元素位面的突袭，元素位面被突然袭击，打得措手不及，甚至被入侵到元素神殿之中，而你刚好有能力改变这一切。任务奖励模式：击杀入侵此处试炼空间的深渊生物，技能书元素化5等阶；击杀元素神殿周围的敌人，技能书元素启灵5等阶。配合元素位面完成全面肃清，你的天赋任务元素试炼必定触发一条传说及奖励分支。以上条目分别计算。陆离眼中金光一闪，原来不是自己出了问题，是元素位面出了问题。这破游戏也太真实了，差点给自己整自尽了。随后是另一条提示，大意是元素试炼任务受到意外干扰，已经暂时冻结，需等待其解锁。从来到这片试炼空间之后就无法使用的其他技能终于全部亮起。通明！随着陆离的怒喝，冥府的力量开始改写现实的环境，熟悉的红色身影从虚空中踏出。海瑟薇对陆离轻轻一笑，问道：“你的试炼任务结束了？”“没有呢，但是出了点意外，需要你来帮忙。”陆离指着天空中的巨大裂痕说道。海瑟薇微眯着眼睛望向天空，轻声说道：“知道了。”数种迅速恢复魔力的手段齐出，陆离在20秒之后再次扬起手臂，大风灾。这一场战斗他不准备使用夺魄凝魂，因为不知道外界是什么情况，要留一手底牌才行。近100米的巨大蜂窝汇聚，巨大的天灾疾风元素凭空汇聚，但它密布着复杂魔纹的圆滚滚身体，甚至看起来不如领主疾风元素来的凶狠。此时天空中的裂隙也扩散到了极致，布满黑红色裂痕的碧蓝色半扇天空陡然崩塌，一头无比丑陋，让人作呕，浑身湿滑，无比巨大，算上无数触手，足有300多米长的巨型章鱼怪物从天空中坠落。金币撕裂者罗森威姆，金灾祸级，种族深渊聚合体，等级59，技能全面入侵，消耗 15% 最大生命值，正 15% 最大魔力值。张开你堪称精神污染的庞大身躯，将目标包裹，对其进行64次精神属性判定，每次判定随即抽取你的2种基础属性相加，判定成功超过10次，强行将其转化为你的奴仆。特殊说明：当你的目标是某个亚空间时，判定成功超过30次，则造成该空间外壁破碎，你得以入侵。第65章直面深渊。陆离看到这个技能的瞬间，就直接把夺魄凝魂和凶煞苏生开了。苍白色魔法阵凝聚的同时，陆离大吼道：“琉璃，千亿，后撤，躲在大风灾的后面！”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琉璃和千亿毫不犹豫地躲到巨大的风元素身后，大风灾也主动下降高度，将2人死死挡住。苍白色的巨大魔阵张开，一头头鬼物融入其中。海瑟薇主动挡在陆离身前，刚要说话，似是感应到了陆离正在施展的夺魄凝魂有多恐怖，庞大的章鱼怪物从坠落的尘埃里一跃而起，毫不犹豫地张开了自己巨大的躯体。随着堪称恐怖的魔力迸发和漫天污血炸裂，300多米的巨大章鱼如同一座山峰，朝着陆离压来。开冥府！随着夺魄凝魂的苍白色光芒融入海瑟薇的娇躯，海瑟薇顿时爆发出100倍以上的魔力波动，深红色的魔力几乎凝聚成天然的闪电，在海瑟薇周身缭绕。她没有任何犹豫，天有绝海，地有幽冥，无之意志即是冥府之志，冥府之庸。他手中的光枪重重地砸在脚下深青色的冥府石砖上，轰！因为以足够巨大的生物为目标，足有500余米的庞大山峰朝着空中压下的巨大章鱼击去，轰！如陨星撼地。金币撕裂者那巨大的身躯被巨山撞击，随后包裹在其中，他的技能居然被打断了。不，他的技能即便是面对冥府的山峰也可以发动侵蚀。海瑟薇直接全力开打。陆离紧接着上一个指令之后，直接再次下令。他平时很少指挥这几位天灾级召唤物，可这个怪物的技能太阴险了。海瑟薇已经感知到了面前怪物对冥府的入侵，不禁神色微变，随即高声的吟唱灭却一切污秽，焚毁一切罪恶，以我神力为引，有死亡之天际，向冥府之深渊山脉崩毁，陨灭之星。
在陆离的夺魄凝魂加持下，动用神力的这一击有多恐怖，陆离完全无法预测，所以陆离直接让千亿扛着自己，就是一个千米冲刺，远离冲击核心，海瑟薇才能毫无顾忌地施展威力。琉璃和天灾级的风元素在陆离的指令下也快速地跟上，他高超的精神力也察觉到冥府山峰居然在逐渐显出深渊化的趋势，不禁对陆离深感敬佩。这是他和陆离签订召唤契约以来首次面对天灾级的敌人，陆离显出和平时完全不同的恐怖力量与精准的判断力。试炼空间的另外半扇天空砰的一下化为漫天碎片，深红的冥府之星从那足有10几公里长的恐怖裂隙中坠落。海瑟薇伸手一招，庞大的冥府之星像是融化的糖果般的化作一片猩红的浪潮，又逐渐汇聚在海瑟薇的手中，化作华美的弓矢。随着海瑟薇神色凝重的逐级拉开，上千米长的魔力潮汐弥散，海瑟薇毫无保留地把自己100倍增幅下的魔力和神力灌注进面前的弓矢之中。金币撕裂者感受到致死的威胁，巨大身躯上粘稠的液体疯狂地喷涌而出，加速对冥府之山的侵蚀速度。可这一记冥府之拥同样也是海瑟薇在100倍加持下施展的力量，怎么可能是他能快速突破的存在？深红的魔力凝聚的发黑，闪耀在弓矢之上。海瑟薇甚至都感觉到自己这一击完全是有生以来发动的最为极限的一击，他才猛然松手。陆离只觉得眼前一暗，随后整片空间开始震颤。斯哈卡拉斯本斯路卡，金币撕裂者在绝境中发出绝望的嘶吼。他是高智慧物种，可此刻说出的语言却并非人言，而是一种可以直接沟通深渊位面的污染之声。海瑟薇的巅峰一击有多快？仅仅一瞬而已。可就是这一剑坠落的一瞬里，一种难以名状的粘稠意志突然出现。斯比路卡伊，沉闷而古怪的声音从未知的角落传来，其时远时近，忽大忽小。伴随着这一声，眼前的画面开始逐渐褪去原本的样貌，某种被深渊污染的真实呈现在陆离面前。随着这种感觉的萌发，空间本身似乎逐渐向某种粘稠的液体转变，海瑟薇那凝聚到极点的一击居然变得缓慢。陆离眼看着高悬于天空之上的那道璀璨的赤红色光剑上升起大量的气泡，像是坠入冰冷深海的通红铁胚。吾乃元素之灵，链接万物之心，代行元素之理，谓之为奇迹。温和的吟唱从陆离耳边传来，逐渐响彻天际。随着他的吟唱，难以忽视的七色炫光在琉璃身上升起，其实只是烛火般的微光，转瞬间便熊熊燃烧，映彻天际。以7大元素之名，七色奇迹。澎湃的元素魔力混杂着元素神力爆发，琉璃拥有着将7大元素以任意形式释放的能力。他拥有的可不仅仅是破坏力。那逐渐崩坏的现实被七色的辉光修复，与元素神殿同源的庞大魔力在毫无保留地涌入这片空间中，崩毁和修复在虚空中纠缠。跨越数个界域降临的深渊意志居然短暂地被琉璃阻挡。独木难支的海瑟薇得到助力的瞬间，毫不犹豫地迸发出更为恐怖的魔力。他在这一瞬都感受到远在冥府的本体似乎突破了某个界限一般，同步迸发出巨大的魔力潮汐。璀璨的光剑在庞大的魔力驱动下，化为一道转瞬即逝的红光，射入金币撕裂者罗森威姆经那肮脏的血肉之中。哦！令人神志模糊的恐怖惨嚎从巨大章鱼怪物那不规则的裂口状嘴巴中发出，随即那一片深青色的冥府之山上，一颗赤红的太阳升起，吞没了一切。巨大的爆炸随后带起恐怖的风压，大风在庞大身躯向前一压，空气在他手中化为坚实的巨盾，为陆离几人抗下足以致命的冲击波。随着金币撕裂者的死亡，深渊的意志也因为失去了链接的点位，不得不退去。琉璃本就白皙的精致小脸此时更为苍白，整个人身子一软就朝后边倒下。陆离一把将其抱住，问道：没事吧？只是魔力消耗过度，没事的。琉璃的脸上飞起一抹红晕，小声道。海瑟薇席卷着如同深红色大海般的庞大魔力缓缓降落，对琉璃说道：这次多亏你，应对那种东西我还真不擅长，各有所长而已，那一击真的很强。琉璃不好意思地回复道。看到3个任务要求中的一个显示已完成，陆离准备去做第2个任务了。琉璃，外面应该是发生了什么事，能不能暂时离开这里？陆离问道。试炼空间很特殊，即便是我也不能。哎，所以为什么海瑟薇可以？琉璃说到一半才反应过来，正常来说，在这里陆离应该无法使用其他系的技能才对。所以说，外面应该发生了什么事，也许是有敌人入侵，我看看能不能帮上忙。陆离摊手说道。琉璃运起刚刚恢复了一点的魔力，打开了一道通往外界的传送门，随后惊讶地说道：这个试炼空间居然已经变成普通的亚空间了，笼罩其上的元素意志消散了。陆离一皱眉，看样子元素位面受创十分严重。第66章180秒，这片空间不会突然出问题吧？陆离问道。应该不会的，即便是没有元素意志笼罩，这片空间本身的坚固度也没问题，毕竟有我刚才修复过。琉璃站起身说道。
你和千亿在这里待命，我和海瑟薇出去看看。陆离说道。没关系，我已经恢复了一部分魔力，一起出去吧。琉璃说道。千亿也凑过来，一脸坚毅的说道，我也没问题，而且你也需要我的防护，不是吗？陆离注视了二人3秒，千亿和琉璃在这时的眼神都是一样的，清澈而坚定。好，一起走。陆离没再耽误时间，他要趁着海瑟薇还保持着巅峰状态的时候把任务2做完。每一个任务条目他都不想放过，尤其是第3条，星星界中的黑色装备。传奇装备获得难度远远低于同级别的技能和天赋，有些任务可以用偷取、骗取等方式让玩家获得高阶装备，但天赋和技能只有直面对应级别的存在才能获得。陆离也对夺魄凝魂有信心，基础属性提高100倍以上的海瑟薇，就算直面传奇也一定有一战之力。一行4人进入传送门，出现在元素神殿外的雪山之上的广场中央。映入陆离视线之内的是一片混乱无匹的战场。广场上，一位浑身寒气四溢的帅气白发男子正与一只头生巨角的恶魔战斗，那放在外界足以摧毁整座巨山的战斗余波，在元素神殿门前的广场上只能留下些许白痕，那些漆色的石砖极其坚韧。海瑟薇，看你的了。陆离心中计算时间，夺魄凝魂的持续时间应该还有不到200秒。海瑟薇冷然一笑，如同黑夜中绽放的血色玫瑰，她金色的长发随着赤色的魔力激荡漂浮，纤薄的嘴唇中吐出几个字：宝石魔术第3位鹰击。陆离都快忘了海瑟薇还有宝石魔术这个技能。澎湃的魔力凝聚成一枚璀璨的银白色宝石，海瑟薇手臂轻抬，银色宝石飞入高空，绽放出夺目的银色光芒。一声清丽的鹰鸣响彻雪山上空，数道银色丝线状的魔力疯狂增生，勾勒出银白色的鹰形，最后鹰击长空。那头生巨角的恶魔与白发男子战至正酣，陡然感觉一股庞大的魔力波动袭来。此时的海瑟薇释放的宝石魔术和鸣枪凯洛都不亚于一位普通天灾的压箱底绝技。魔力构成的巨鹰瞬时间冲入恶魔体内，他血线暴跌1/4的同时，周身出现无数伤口。他也是天灾级的存在，几个保命技能爆发，整个人爆发出一阵澎湃的魔力，就要逃走。白发男子眼中金光一闪，他怎么可能坐视机会流失？以冰雪之名，双天覆地！他的声音清澈而冰冷，持长刀的右手一挥，斩出一道数百米的巨大冰霜剑痕，将巨角恶魔控住的同时打出巨额伤害。随后一道赤红色枪影一闪，鏖战许久又遭到突袭，交了保命技能的巨角恶魔身死当场。海瑟薇伸手一招，尸体和爆出的物品飞来，他一步踏前对白发男子说道：战利品我们要了，没意见吧？白发男子淡然一笑，说道：无名双剑封天，南风斩，感谢几位仗义元首，区区外物不在话下，敬请收下。琉璃不禁扶额，从陆离身后走出，吐槽道：你这家伙怎么还是一副怪模怪样的？这是我的契约召唤师和他的伙伴。陆离点点头，对海瑟薇说道：趁现在尽可能的清剿雪山的怪物，能做到吗？海瑟薇美眸扫过整片雪山区域，方圆足有10几公里，他不禁失笑，自己的召唤师对自己还真有信心。没问题，他自然不会让自己的召唤师失望。宝石魔术第7位，第14位皇女行宫，监察之权。海瑟薇冲天起，带起的凛冽狂风吹动着陆离的碎发。你好，我是陆离，不好意思，时间紧急，怠慢了。陆离这才跟南风斩对话道。南风斩帅气的淡然一笑，无妨，战事要紧，我很欣赏你的风格。陆离心中吐槽，怕不是这家伙是从破虚星穿越来的。这游戏里破虚是最具东方奇幻色彩的新手星，而且拥有最特殊的成长体系，只不过内测的时候很多玩家都没玩明白破虚的剧情。陆离还打算以后有空过去找找有没有适合自己的天赋或者技能呢。可惜南风斩这家伙的面板上写得清清楚楚，他的种族是冰元素半神，和琉璃一样属于元素精灵的一种。元素生命里只有元素精灵具备人形，其他的元素生物都形态各异。不过元素生命里最强大的还不是元素精灵，而是元素之龙。据背景介绍里说，元素之龙是同时具备元素之力和巨龙伟力的恐怖存在，生命层级传奇级起步，在整个宇宙里也算得上高阶种族。而说起半神这个设定，则是大部分生物在生命层级提高到天灾之后，都开始逐步探索和掌握神力，初步掌握神力的存在，就会因神力对躯体的改造，从原本的各色种族进化为对应的半神，和生命层级上的神话并无关联，或者说神话级的存在，他们的种族一定是某某神，但种族为某某神的未必是神话级。在陆离和南风斩闲聊的时候，海瑟薇已经在空中展开了庞大的北欧风格神殿虚影，他身着金色华服，手握金色权杖，这2种宝石魔术可以为他带来攻击力和攻击范围的加成。宝石魔术第1位，辉煌。随着最后一颗他需要的宝石射入高空，庞大的魔力在云层中无止境的汇聚，
一道道赤色闪电汇聚成鸣枪形态，他在监察之权的加持下，对整片战场的敌人完成了锁定。那是洛琴的皇女海瑟薇？一位古老的恶魔惊恐且疑惑地问道：“冥府的女主人吗？老夫先撤了。”具有传送能力的深渊行者直接拉开一道传送门就跑路了。看样子这次的行动失败了，没想到冥府和元素位面结盟了。哼！一头鼠人偷偷地隐身撤离了战场，只留下了一众被对手死死纠缠、无法逃脱的深渊生物。即便是灾祸级，面对此时的海瑟薇，也会不由自主地感到恐惧。40几道鸣枪精确的击出，在一连串的爆炸声中，4位来不及逃脱的深渊天灾和10几位高阶领主转瞬间血线暴跌。陆离见状大惊失色，如果这帮货全被秒了，自己怕不是要直接到20级。快！随机升一个技能。升哪个？4元素召唤吧，反正用的少。一波20连点过后，陆离的等级飞速暴跌，又随着海瑟薇的收割飞速暴涨。第67章，技能又变异了，也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第17次点击成功的把4元素召唤给点变异了，导致后3次没点出来。陆离的等级堪堪停在19级，89%经验的位置。雪山周围的高阶 BOSS 尽数消亡。WOC， 太惊险了！这要是直接职业结算了，我就亏炸了。陆离人都吓傻了，赶紧开启潮汐冥想法，看着经验飞速下降，陆离又随便找了个技能点了2下，才算安下心。海瑟薇周身的庞大魔力陡然消散，他望了陆离一眼，缓缓化作一道虚影散去。散去之前，把场上散落的装备全部聚拢到一起，扔到了陆离身边。他有意的在配合陆离保持自己强大实力下的压迫感，所以夺魄凝魂时间到了的同时，他就主动解除了召唤。毕竟元素位面又不是真的和冥府结盟了，基本的防备是必要的。即使有琉璃的存在，但琉璃毕竟也不处在巅峰期，面对数位元素位面的天灾和领主，他的话语权必然也随着实力的下跌而下降。陆离看着四面八方的元素位面高阶生物朝着自己汇聚，倒是不紧不慢地看了一眼自己的新技能。由于是变异而来的技能，和当时获得通明的时候一样，前置技能4元素召唤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全新的技能。技能3000雷鸣，黑色珍贵，不可再次变异，消耗4850点魔力值，召唤3000雷鸣，银货 LV55， 灾祸级的投影分身，该分身具备其本体 16% 属性，持续 180S， 冷却时间 600S。 一个和七色换身很像的技能，怎么说呢，小赚一波吧，毕竟4元素召唤太固定了，不适合陆离，后期肯定是要被抛弃的。不过好像又缺掩体了呀。陆离不禁怀念起4元素领主那庞大而坚实的身躯来，一抬眼就看到一位30多米高的巨大元素生物正好奇地看着自己，长得好像自己失去的元素领主啊。琉璃见状上前一步，再次解释了一下情况，一众元素位面的强者才明白发生了什么，对看似弱小人畜无害的陆离不禁高看了好多眼。毕竟海瑟薇展现出的力量，如果不是用来击杀深渊生物，击杀他们应该也是差不多的。金币撕裂者那种级别的顶级天灾都被海瑟薇大招蒸发，别说这帮货了，没一个高于55级的，属性也都不算高，海瑟薇杀他们也就是7、8道鸣枪的事儿。七色奇迹，你的运气依然那么好。最开始和陆离见过的赤红色慈祥老者笑道。琉璃心道运气好吗？被封印300年换的，要不你试试？表面上却是一副温和的笑意。好了，雪山的事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要清剿整个元素位面的入侵者。真正的主战场在梦幻冰河的界桥附近，这里的入侵者只是部分强者组成的突击小队而已。七色陨星阁下也在那边的战场，你们要一起来吗？一位紫发中挑染了几缕银色的长发御姐开口说道。在场的都是轮值到守卫元素神殿任务的，只有他是从主战场驰援过来的，因为他是一位极其稀有的雷元素加时空元素的双系元素精灵。在元素位面，他具备瞬间支援整个位面和联系所有领主及以上存在的权限，这个权限本来是琉璃的，但他自从被封印之后，已经错过3次轮值了，所以早在200多年前就由其他具备时空属性的天灾元素生命接手了。琉璃和安娜绝对是元素位面的特殊存在，因为他们是天生具备7种元素力量的元素精灵。一般的单属性元素生物其实是弱于同等级同生命层级的其他生物的，但琉璃和安娜除外，他们是具备越级战斗实力的特殊存在，所以同为高位天灾的其他元素生命提起安娜的时候会用到阁下这种尊称。当然，我可不希望我的试炼里再闯入一头深渊生物。陆离闻言赶忙接话，他正愁找不到下一段任务的出发点呢。前2段任务已经结算了，陆离还没来得及细看得到的技能，他只想尽快完成这个任务。万一元素位面一个超级爆发把深渊位面打退了，自己的任务就泡汤了。感谢您的仗义相助，我是威斯，由我打开空间门带您前往主战场吧。紫发御姐对陆离鞠了一躬，十分客气地说道。陆离点头，收起深渊生物爆出的一堆东西，没细看
就扔进背包存着，不知不觉间背包要被紫色以上的物品堆满了呢。可惜等级要求都太高了，恐怕第2个版本之后才能有用。没办法，自己一直在参与大事件，爆出的东西只有技能书是能用的。抽空得学个半位面技能，在里面建立个仓库存东西了。这个游戏玩家的背包都只有300个格子，上来就是全开的状态，想再获得额外的储存空间，除了打怪掉空间类装备之外，就只有2条路：找法师帮忙开辟半位面，找机械师帮忙建造超压缩随身仓库。一般来说，法师的半位面销量更好一点，不过这些都是比较后期的东西了，现在的玩家还没有接触这2个技能的渠道。但陆离有史蒂文，史蒂文正在努力地编写空间技能书给陆离。随着威斯的动作，一道紫色的空间门打开，透过其中能看到一片无数绚丽魔法与恐怖生物交织的巨大战场。明显的可以看到元素生物们的防线正在节节败退，即便是安娜不断地穿梭在战场上，击杀着大群大群的深渊生物，也无济于事。深渊生物的能力太诡异了。洛沁的深渊位面有3种深渊生物，一种是原生的深渊聚合体，另外2种是通过污染转化的深渊恶魔和没有智慧的深渊魔怪。深渊生物独特的污染能力使得他们成为宇宙文明的强大战争种族，而且深渊生物本就好战，喜欢入侵和污染智慧生命。在几万年前曾一度遭到宇宙中大量的智慧生命集体反攻，才遏制住他们疯狂的无序扩张。可他们的小动作从未停止过，存在智慧生命的地方就有深渊的存在，如影随形。有一种研究认为是智慧生物的阴暗面导致深渊的出现，所以智慧生物不灭绝，深渊就永远也不会彻底灭亡。也正是这个理论的出现，让数万年前的反深渊联盟分崩离析，甚至导致有几位宇宙神话堕入深渊。第68章初次战争。穿过了传送门，陆离才真正感受到那蔓延出数十公里的庞大战线有多恐怖。站在自己的位置，只能看清其中的一部分，耳边充斥着无数声响，大规模深渊生物的聚集让空气中弥漫着令人作呕的气味。深渊生物流出的血液污染着璀璨的元素位面，许多原本清澈坚固的水晶地面已经肉眼可见被腐化成软烂的淤泥。陆离的视线中无时无刻都有大量的元素生物爆成一团焰火，同样也有更加大量的深渊生物被劈开炸碎。第一眼看去，甚至以为元素生物占据上风，可纵观全局就能发现，元素生物的防线在逐步被侵吞。深渊污染造成的淤泥是任何智慧生物避之不及的可怕噩梦，心智不够坚定的智慧生命沾染上一点就足以陷入疯狂，尤其是在这绞肉机一般的庞大战场上，蕴藏着风萧的心灵潜流流淌在战场上的每一个角落。深渊生物在这种环境中如鱼得水，而其他的智慧生命却不得不努力凝神，保持着自己的理性。梦幻冰河指的是这一带的金碧大地，充斥着浓郁的水元素，宛如一道10几公里宽、数百公里长的河流。可此时的冰河不再闪耀着梦幻般的水蓝色光，而是到处被幽绿色和深紫色的污染填充。从天空中看去的话，像是一条发霉的蓝色毛巾。梦幻冰河也是元素位面的一道重要防线，它的身后就是元素界桥，通往元素位面深处的传送门。其天然具备的空间之力，使得方圆数十公里内的空间无可撼动，所以深渊的入侵只能从这个范围之外开始。琉璃的姐姐七色陨星奥瑞斯安娜正与一头庞然巨物战斗，不远处是史蒂文张开的元素之门，大量的元素生命从中凭空出现，冲向战场上的每一个角落。数百米高的大风灾正配合着安娜进攻，但她原本瑰丽的封闭色身躯上已经侵染了数道漆黑的斑驳。这种规模的战场，即使是海瑟薇也不可能一次性终结掉。陆离瞬间对战局做出判断，琉璃，能不能从高空监视这片战场，把画面传递给我？陆离对身旁的琉璃说道。闻言，琉璃松了口气，陆离提出要求，就说明他有了一个计划的雏形。面对这种级别的战场，他完全没有头绪。而陆离好歹是传统 RTS 的顶级高手之一，自然对战场有着自己的一套理解方式。可以的，不过需要您的意识接入我可以用元素魔法带您俯瞰整个战场。琉璃回答道。契约召唤物也是可以由召唤师直接意识控制的，操作对陆离来说从来不是难题。来，陆离的意识瞬间融入琉璃的身躯，一道充满神秘气息的庞大魔力波动霎时间笼罩了数公里内的战场。天灾级的存在，在这数公里的战场上就有4队正互相厮杀，他们掀起的战斗余波就能每秒钟杀死数十只乃至2方普通生物。随着视角不断调整，整片长达80多公里的战线上的情况被陆离尽数知悉。他放开了对琉璃的意识融入，思考着终结战局的方案，也等待着夺破凝魂冷却的时间。还有5分钟，琉璃和千亿寸步不离地守在陆离身侧，威斯不禁侧目，七色奇迹的高傲在元素位面人尽皆知。虽然他性格温和，但他存在的1000多年生命里，从未契约过召唤师，难以想象这个看起来除了有点帅气以外没什么惊人之处的家伙是如何契约下这一位的。思索的时候，陆离也没闲着，
一边从堪称海量的深渊怪物身上截取属性，一边使用了修改完数据的新技能3000雷鸣。随着陆离的一声轻喝，数十米的天空中凝聚滚滚乌云，雷光在其中如龙般游走，最终化为一道璀璨的闪电，落在这一片雷区的正中央。威斯已经离开陆离身边，对上了一头从远处奔袭而来的天灾级深渊恶魔。陆离这点动静在庞大的战场上，就像海啸中的溅起的水花般不值一提。琉璃，这片战场不是一时半会能够结束的，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吧。陆离思索之后对琉璃说道。你有什么想法吗？琉璃虽然心中也存在着急迫，但依然柔声说道，他的性格就是如此。我会想办法终结这个战场，需要点时间而已，别急。陆离当然有他的打算，这片战场太适合他刷经验、提高生命层级和赌技能了。这不赌一个传奇技能出来，都对不起这片恢宏的战场。而对于无论什么职业来说，一个金色传说级别的技能都足以产生质变，当然要有足够的魔力值支撑才行。自由开火，琉璃，去帮你姐姐，她那边的敌人很棘手，千一在我身边，我也要全力以赴了。陆离的声音里透出兴奋和坚定，那是对如此庞大战局的兴奋，也是对自己即将迎来质变的期待。陆离释放过3000雷鸣之后，便开始使用数种手段快速恢复魔力，而3000雷鸣招来的，则是一位周身笼罩在深紫色金属重甲中，带着巨大金属拳套的霸气人影。吾乃3000雷鸣，荧惑。充盈着霸气，如同女王般的声音响起，看样子并不是无意识的投影呢。陆离一边运行着潮汐冥想法，一边思索着。经历了数次大战，潮汐冥想法积累的潮汐点数已经有1500多点了，在这样庞大战场上获取经验变得无比容易，而有足够的经验值填入，陆离可以只用微量的魔力作为牵引，便可快速积累潮汐点数。陆离甚至没空看荧惑的属性，只是快速的回起魔力值后七色换身，云层中七色的辉光一闪，耀眼的七色陨星降临。陆离那家伙也来了吗？史蒂文注意到了远处的动静，微笑道，心里顿时安稳了不少。他对陆离的实力还是很信任的。安娜则是不敢分心，所以陆离此次召唤的只是安娜的无意识投影分身。安娜对抗的敌人十分恐怖，是同为55级灾祸级的深渊聚合体，作为深渊的原生生命，它具备着恐怖的污染能力，即便是安娜也要极其小心，避免与其正面碰撞。第69章金色传说。可是安娜最擅长的就是正面碰撞，这种战斗方式让她感到不适，无法发挥自己的全部实力。还好琉璃及时的赶到。哟，你来了呀。安娜看到琉璃之后顿时露出笑容，即使现在的琉璃受限于虚弱状态，等级没有完全恢复，发挥不出全力，但她的技能依然非常有效。专心战斗，安娜。琉璃皱眉说道，眼前的庞大怪物让她感到压力巨大。而陆离那边则是以3000雷鸣荧惑为核心，展开元素浪潮，召唤出大量的低阶元素生物，将战线向深渊的一侧推进。他一心多用，运转潮汐冥想法的同时狂点大风灾，魔力一恢复就召唤出不同的召唤物加入战局。一时间在他所在的数公里战线上，元素生物居然将深渊生物死死地挡住了。陆离察觉了深渊生物推进的关键要素，他们要把血液朝未被污染的地方喷溅，才可以把坚硬的金币质地地面污染成淤泥。而那些被污染的其实只是表层，如果清理掉那些淤泥，底下露出的依然是璀璨的金币。毕竟大地是一个位面构成的核心要素之一，对于元素位面这种级别的亚空间而言，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被一些普通深渊生物的浊血石穿，彻底沦陷。念及至此，陆离召唤出大风灾，将意识深入其中，操纵着巨大的风元素疯狂发力，将战场上的淤泥吹回深渊的一侧。随着陆离的举动，附近的元素生物也反应过来，拥有智慧的高级元素生物开始有意识地把那些淤泥用气浪和冲击波推回，战线开始逐渐走向僵持，而不是元素位面这边一面倒的被压制。元素位面就没有一个擅长指挥的家伙吗？陆离不禁吐槽，打了这么久，居然没人发现这一点。单靠七色换身，荧惑和大风灾太慢了，琉璃需要帮助安娜，暂时得不到更多经验。通明，陆离算了算，还是招出了海瑟薇。快速击杀，快速清场，在技能持续的时间里，能杀多少就杀多少。陆离望向海瑟薇的眼睛，他深红的眸子如水晶般剔透，似是有深沉的血海在其中激荡。这一位可是号称冥府之主的存在啊，杀戮与战场对其而言无非是家常便饭罢了。好久没这么尽兴了呢。海瑟薇舔了舔嘴唇，望向前方的战场，眼神中流露出骇人的杀意。陆离有自信，就算深渊有底牌，也没人可以阻止海瑟薇的杀戮。而他要做的就是利用庞大的经验，把大风灾提升到下一个层次。战场上鱼龙混杂，从20级的普通怪物到50级以上的高位天灾应有尽有。海瑟薇收到的指令是尽可能快速的杀戮，而不是清除高阶目标。他十分明确这样做的后果，高阶战力入场必然会引起针对。不过
他此时是作为技能召唤存在的，有什么可怕的呢？你的往生还有提升吗？如果有的话，全力施展。我的本体提升了，大概不超200倍的加持，我可以承受。海瑟薇念及至此，对陆离稍显炫耀的说道。陆离则诧异的看了他一眼，本体提升吗？明白了，那我全力施展了。陆离笑着点头道。本来海瑟薇如此说是想找回场子，可没想到陆离居然真的能再提升往生的加持，海瑟薇不禁露出一个诧异的表情。陆离看得好笑，开启凶煞苏生的同时，又释放了之前在阴茎学到的新技能百鬼夜行。这是一个专注于数量的技能，此时已经被陆离修改成技能书百鬼夜行，紫色稀有，消耗1500点魔力，召唤160只与你同等级的幽灵普通为你而战。看到这个数量，海瑟薇的脸色就变了，随后陆离便展开了苍白的庞大魔法阵，无数亡灵汇入其中，巨大的魔力波动在如此杂乱的战场上都吸引了两方强者的注意。那种波动是往生吗？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往生？那个人必须死！这是深渊生物们的对话。死灵是敌人还是同伴？这种波动如果是敌人的话就麻烦了，这是元素未免的担忧。可无论是谁都无法阻止这种瞬发魔法的生效。在陆离的精准控制下，正好200倍的加持汇入手中，璀璨的苍白色辉光融入海瑟薇的娇躯。熟悉的感觉再次袭来，海瑟薇无语地看向场上剩余的召唤物，心道还好自己提前说了200倍是上限，不然自己的吃点苦头了，恐怕连本体都要受影响。稍微适应了片刻的海瑟薇，周身涌动起堪称恐怖的赤色魔力电光，冥府对现实的侵染达到数公里的范围，连深渊的淤泥都被冥府的侵染同化。在庞大的魔力加持下，单是纯粹的魔力波动就足以改变部分战场的局势。宝石魔术第5位焚尽，赤色宝石飞向深渊的阵线，猛然化作澎湃的火海，数公里内的低级生物直接暴毙。陆离早就把等级压回了10级，宁可少点装备都得抗住这一波冲击。眼看着经验条如同坐火箭一般飞速跳动，陆离全力运转潮汐冥想法的同时，狂点大风灾。宝石魔术第9位冥河，数百米宽的猩红河流凭空砸落，充斥着死亡之力和剧毒的冥河，转瞬间就带走了数千深渊生物，而更为大量的高等级深渊生物只能在冥河中苦苦挣扎而已。足足400多次技能研习，大风灾都已经多了4条新属性之后，终于触发了仅有 0.1% 概率的进阶变异。陆离丝毫没有懈怠，狂点研磨衣服，以此时的经验进账速度，不点技能只需30秒就能从10级升到20级。不过抽空还是看了一眼新技能的属性。技能风骑士金色传说为具备传说级的能力，但其成长上限为黑色珍贵，可通过继续研习提高其成长上限，研习0100次后，其成长上限提高为传说后不可再次变异。消耗15500点魔力，召唤来自异世界的强者投影风骑士莱拉索尼娅 LV50 传说。投影具有原身 16% 属性，登场时可对目标释放塞拉菲尔，造成毁灭性打击。投影存在 140S， 冷却时间30分钟。第70章晋升精英，100次直接刷了。陆离疯狂连点，直接通过数据修改把风骑士金色传说后边的伪清除。不过15500的魔力消耗让陆离都皱起了眉头，这根本就不是给这个等级的玩家准备的技能，正常玩家要60级以后才能接触金色传说品阶的东西。只有极少数顶级玩家才能提前获得一些传说级天赋或者传说级装备，但传说级的技能真的是就算获得了基本也没办法释放，毕竟正常玩家的属性点是有限的，不可能全精神加点吧。那也没输出啊，就算召唤师会全精神加点，一般的40级的召唤师也就不到300点精神属性，加上精英级别的转化，9000左右的魔力值总量而已，除非能把生命层级提高到头目，才有可能满足这个条件。而一般玩家首次触发生命潜能研究所的任务也只有精英层次的任务而已，想要提高到头目，慢慢刷任务刷好感度去吧。这游戏最难提高的就是生命层级。而其他的方式呢？陆离算了一下，他现在刚攒够2000个潮汐点数，消耗的经验值大概能从10级升到20级2次，一般玩家要是这么玩，直接就跟不上大部队了。随着海瑟薇的宝石魔术一个个的释放，数公里内的深渊阵线被撕扯得七零八落，冥府的侵蚀又硬生生将深渊污染清除，如此大的动静当然引起了深渊阵营的注意。可是注意又能如何呢？是直接冲过来送俩人头吗？坐镇深渊部队中心处的一众60级天灾面面相觑，没一个主动出手的，那种魔力波动，谁上谁死。而陆离则是在潮汐冥想法上选择了消耗点数，以提升生命层级。在游戏里的生命层级晋升，并不像现实中那么有感触，虽然也很有一种爽快的感觉，但总觉得缺了点什么。不过无论如何，现在的他已经达到了精英级。辅助系统升级中，新版本 1.11 在原有可储存点数
20基础上翻倍，40新功能自动截取已开启。辅助系统冰冷的机械女声传来。陆离站起身，嘴角挂起一丝笑意：深渊啊，你们简直是来做慈善的。元素位面自动截取，可以让陆离在一念之间直接将目标的属性抽取至最大值，无需他一下下用意念点击了。刷，区30秒，陆离就达到了10级以上精英层级的成长上限，全属性400。终于不用我挨个点了。可惜技能是受其本身稀有度限制的，无法直接提升。陆离欣喜的同时暗叹道：不过也无所谓，新技能风骑士的上限高，直接把投影具备的属性从原身的 16% 修改到 64%。基础上限 1%， 陆离10级上限翻倍，绿色、蓝色、紫色、黑色、金色每层级翻倍，最终上限 64%。这个上限看似很离谱，不过想用正常途径把这个技能刷到 100% 的所消耗的经验，足够一个玩家从1级升到50级2次。越强的技能养起来越消耗离谱，但强大的技能多了，刷经验就快，这也是一定的，所以强者越强。那可是50级传奇 NPC 的投影，就算只有 64% 属性，也足以碾压50级的灾祸。七色换身，七色换身，陆离赶紧转移升级的目标，他要趁着深渊还没被打崩，吃光这次战争的红利。技能变异是越高级的技能变异几率越低，但是变异一定是变异成同类型的，召唤类还是召唤类，魔法还是魔法，增益还是增益，更高稀有度的技能相当于节省一个技能稀有度，提升卷轴。这种卷轴低阶的还好，爆率还过得去，毕竟得给广大普通玩家一个活路，但紫色以上的爆率极其低下，每一个紫色技能稀有度提升卷轴在拍卖行都能卖出50万现实货币左右的天价。而黑色珍贵级目前还只有一次内测时期留下的交易记录，等价于1000万现实货币。要知道内测可是山档内测，只是有大佬想体验一下黑色级别的技能而已。金色传说没见过，新星界无论是之前的3次内测，还是如今已经开启8天的公测，到现在还没有任何玩家得到过金色传说级别的任何东西。陆离得到的金色技能是整个游戏里的第一个，不过这游戏没那种套路式的公告，并不会出现他被挂在公屏上，还被公布出技能的信息那种诡异事件。升级到精英层级的陆离本身精神属性就有400点，加上装备的增幅，他的总魔力值堪堪达到16000点。他现在已经能够释放风骑士了，不过他也不急，反正风骑士目前不可能比海瑟薇猛，而且等到夺破凝魂的持续时间结束，自己必然会遭到深渊的针对，到时候风骑士会给他们一个惊喜。陆离带着海瑟薇不断向深渊阵线的一侧推进，他要先彻底打崩深渊的一侧，再用元素位面庞大的生物数量推垮另一侧。夺破凝魂的持续时间不足以让海瑟薇一个人杀光所有深渊生物，入侵元素位面的深渊生物足有400-500万，海瑟薇全力出手3分钟也无非才清理了其中40-50万而已。但是这短短3分钟内几十万深渊生物的死亡，让那些不知恐惧为何物，甚至本身即是恐惧的化身的深渊生物都感到难以言喻的压抑和恐怖。死灵亦是最深沉的恐怖之一，甚至放大到宇宙层面，死灵系种群和深渊系氏族的战争也由来已久。两个战争机器般的种族在扩张中总会有摩擦，数万年的积怨也爆发过数次大战。不过死灵系在多数宇宙文明中的风评还是高于深渊的，毕竟死灵系除了部分极端分子都是随遇而安的主，经常一个沉睡就是数百年数千年，而深渊则是那种1分钟不搞事儿就难受的种族。说起来，召唤师这个职业最初都是深渊氏族搞出来的代行者一类的，不过这个说起来就太复杂了。陆离又变强了呀！感受到远处战场上海瑟薇那惊人的魔力波动，史蒂文神色复杂的说道。正羡慕着陆离的他并不知道，如果这次的战争没有陆离的参与，他和安娜都会陨落在此，成为未来洛琴主线结束后征讨深渊的支线任务中的背景介绍。得益于琉璃的帮助，安娜终于可以全力以赴地与敌人作战。深渊一方在海瑟薇的威慑力下，一时间也不敢调动高阶战力横跨战场，独木难支的恐怖巨怪终于被安娜强势贯穿，陨灭于此。天灾级的战斗本应持续很久，即便分出胜负，想要打出击杀也不是容易的事儿。可在场的每一位天灾都或多或少地关注着海瑟薇的动向，陆离有意引导海瑟薇朝着安娜所在的战场一侧扫荡。即便海瑟薇并未主动干预天灾级的战斗，一众深渊生物依然受到巨大的影响。在足够庞大的魔力支撑下，海瑟薇的强大是纯粹的冥府之力的死亡气息，甚至干扰着深渊布局已久的心灵潜流，让部分转化而来的深渊恶魔都开始怯战动摇。不能让他继续肆虐了。一头数百米高的深渊巨怪从远处奔袭而来。第71章传奇体验卡。而陆离一直让海瑟薇保留一部分魔力的原因，正是为了应付这种局面。海瑟薇行至的一片战场上笼罩着数公里范围的橘红色迷雾，这种迷雾来自一种特殊的深渊生物，它们释放的迷雾在战争中可以起到巨大的作用，其除了可以提高深渊生物的部分属性以外，
还可以对迷雾中的智慧生物造成一定程度的心灵污染。这一片没有智慧型元素生命敢于靠近，大部分是无意识的傀儡，在高阶领主的远程操纵下支撑着这一片战场。可随着海瑟薇的临近，深红色的冥府侵蚀霎时间驱散了这些恶臭的迷雾，几道红影闪烁，只是普通的死亡魔力凝聚射击便杀死了遍布其中的一种橘红色蠕虫生物，那正是这些迷雾的源头。好！沉闷如雷的低吼在迷雾中传出，路里隐约可见其中一道犹如行走的山脉般的巨影缓步踏出。它高约300米，像是一头直立行走的野兽，身躯粗壮厚实，头颅覆盖在潦草的毛发之下，那些毛发仔细看去却好像活物一般不停摆动着，十分的精神污染。他直奔海瑟薇奔袭而来，从缓步前行至奔踏而来只用了1秒。那巨大的身影带起沉闷的轰鸣与飓风的呼啸，褐色的毛发随风乱舞。比蒙 LV50 灾祸级，种族深渊巨兽，见证此巨物之权力者寥寥无几，其景亦充斥着诡异之恐怖，其奥秘皆源于那恶臭之物。比蒙马刚好可以使出全力呢。海瑟薇嘴角勾起一丝好看的笑容，她曾是洛琴帝国皇女之时就曾面对过深渊，那时的深渊还并不强大。灭却一切污秽，焚毁一切罪恶，以我神力为引，有死亡之天际，向冥府之深渊，山脉崩毁，陨灭之星。海瑟薇右手高举，赤红色的巨星垂临天际，长达数十公里的战线内，所有拥有视觉的生物都能完整的看到这无比恐怖的景象。那一击到底是怎样的存在能够释放啊？史蒂文遥遥望着，感觉自己身为高阶天灾的威严不复存在，至少在那样的恐怖攻击面前，自己还远称不上天灾。哦！如山的比蒙见此场景不退反进，巨大的怒吼带起的气浪卷起数百米内的无数生物，一双巨足猛然踏地，当真是一座巨山横空跨掠，朝半空中的海瑟薇径直砸去。随着一道红光闪逝，天地间的光线似乎都为之一暗，数道护盾悄然碎灭，坚韧厚实的毛发如同无用的碎布，陆离只看到他数千万的血线瞬间清零。此时的海瑟薇的全力攻击过于恐怖，足有80级以上灾祸及生命全力爆发的威势。赤红色的流光穿过比蒙庞大的身躯，将其射落回地上，场上数千生物无论敌我，尽数被恐怖的冲击波泯灭。随后一轮赤色的太阳从中升起。至此，加持在海瑟薇身上的夺魄凝魂还剩余3分钟，继续推进，3分钟之内争取打崩这一侧的深渊阵线。洛离遥遥通过意识接入，对海瑟薇说道：毫无难度。海瑟薇露出一个难以察觉的微笑，数道宝石魔术打向战场各处，所到之处无数深渊生物陨灭。洛离的经验槽再次开始飙升，在开启潮汐冥想法的同时，他全力研习七色幻身，中间魔力少许恢复就释放其他的召唤技能，加快清图速度。仅凭他一人之力，就将20几公里内的深渊战线完全打碎。陆离所到之处，无数深渊生物仓皇逃窜，只留下大片被深渊污染的金碧大地。海瑟薇的攻击范围在皇女行宫和监察之权的加持下，足有数公里之广。他按照陆离的吩咐，疯狂屠戮那些逃窜的深渊生物。由于入侵时的阵型太过密集，此时虽散，但也不是一时半会能够散尽的。那个家伙很强呢。银霍用覆盖在雷元素甲片下的双拳快速地击碎一头又一头的深渊生物，望着海瑟薇的方向暗道：他的本体也是元素生命，不过他开辟了自己的半位面，以便于自己的武道修行，并不常驻元素位面中，所以这次大战他并未参与。其实很多元素生物都喜欢独居，尤其是签订了召唤契约的，还有独自开辟半位面的那些，所以导致这场由深渊策划的突袭战争爆发时，元素位面完全被打得措手不及，才显得似乎没有反抗余地。还是差一点嘛。洛离已经给七色幻身投入了300多次研习，可惜还未触发变异。虽说越高阶的技能触发变异的概率就越低，可自己应该是欧皇来着吧。眼看海瑟薇的爆发状态即将结束，洛离一咬牙，把本来想存1点用来积累潮汐点数的经验，一口气全部加在了七色幻身上。叮！您的技能七色幻身黑色珍贵，因所有属性已满，本次提升进行特殊判定，研习失败概率 96.5%， 增加一条随机额外属性概率 2.5%， 随机削减部分属性概率 0.5%， 随机削减大量属性概率 0.39%， 变异升阶概率 0.1%， 特殊变异升阶概率 0.01%。 判定结束，本次判定结果为特殊变异升阶。您失去技能七色幻身黑色珍贵，您获得新技能七色辉光金色传说，不可再次变异。在洛琴的元素位面中存在着一个古老的传说，当七色的辉光闪耀，点亮整个世界，一切的纷争都会在其中终结。消耗28000点魔力，从未来的某一条时间线中召唤七色陨星奥瑞斯安娜 LV60 传说级与七色奇迹琉璃 LV65 传说级的无意识投影，投影具备原身 8% 的属性，存在 80S， 冷却时间30分钟。操，这也太恐怖了！
2个传奇。陆离都不禁惊叹，虽然这魔力要求高的吓人，基础属性也低的吓人，不过这些对自己来说都不是问题啊。只要到20级，自己的实力就会迎来巨变啊。看样子要大量收集提高魔力上限的装备了。陆离为接下来的目标定了大概计划。不过他随后想到了一件有趣的事儿：琉璃和安娜的无意识投影吗？那他们本人是不是可以直接操控呢？所以我这技能其实是他俩的传奇阶体验卡。陆离摸着下巴想到。第72章突袭。随着陆离获得新的金色传说级别技能夺魄凝魂的持续时间也结束了，海瑟薇在半空中望了陆离一眼，随后消失在虚空中。他依然要保持威慑力，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战场上，让人摸不清的对手才是最可怕的。不过陆离有意的往史蒂文的方向推进，也是有他的思考的，下令让自己的召唤生命朝自己集合的同时，带着身边一直寸步不离的千亿，朝史蒂文和安娜的方向走去。在海瑟薇肆虐的10分钟里，深渊的阵线整体朝后溃退了3公里，海瑟薇全力出手的这一侧阵线溃退了7公里，几乎将这一部分的深渊打回了最初的空间锚点。隐藏在深渊阵线核心处的浓雾中，数个扭曲的身影交谈。那个召唤师必须杀死，否则冥府之主再度降临，我们的伟业就无法完成了。一个满脸长满触须的人形生物口中不清不楚地说着。交给我，那一位暂时消失的间隔就是最好的机会，除了他，没人可以发现我的隐匿。一个身躯修长，足有5米多长，犹如剥了皮的蜥蜴一样的怪物说道。他的身躯上布满油滑的液体，那些液体足以让他滑入刺激空间中游走，只有他的速度突破600 km/h 才会被挤入现实。那些油滑的液体也让他几乎可以免疫大部分物理攻击。拥有如此恶心天赋的同时，他还是一只灾祸级的存在。虽然他的等级并不高，但他一直是深渊一方的一支骑兵。确实除了你，没有什么可以悄无声息地突入地方的阵线了，像杀死那个元素精灵指挥官一样，杀死那个召唤师。一位头上生有血肉头冠的恐怖生物低沉地开口了，他正是这一次深渊入侵元素位面的发起者之一，他本身也是深渊位面原生的深渊聚合体。并未再多言，一道身影滑入刺激空间，以恐怖的速度穿过整片战场，朝陆离所在的方位滑去。陆离，你的实力又变强了。史蒂文神色复杂地说道。是海瑟薇的实力又变强了。陆离笑着谦虚了一下，他并没有在朋友面前装逼的爱好，尤其是在刚刚大肆虐杀了巨量的深渊生物之后。这次多亏你了，我欠你一个人情。安娜对陆离笑道，若不是刚好赶上陆离在元素位面进行元素试炼，元素位面想要抵抗深渊位面的入侵，怕是真的不容易。这一段剧情本应没有玩家参与，这也是元素试炼这个隐藏天赋任务的难度之一，除非你有资格参与这次战斗并改写结局，否则这个天赋任务将随着元素位面永远在洛晴消失。正常剧情应该是在洛晴主线结束以后，玩家遇到半深渊化的安娜，和她一起救出琉璃之后，在琉璃身上触发复仇任务，积累足够贡献点数之后，在琉璃身上触发通往其他元素位面历练的任务，可以获得一个最高上限为黑色珍贵及天赋的隐藏任务。本来我也要参与元素试炼，刚好遇到了而已。陆离笑道。琉璃望着远方的深渊军团和逐渐回撤的荧惑和研磨衣服，有些担忧地问道，战线又开始焦灼了，陆离，你有什么办法吗？当然，不过还需要你们召集一些元素位面的高位天灾，深渊位面必然会针对我所在的位置，可能我这里接下来会成为新的战场中心区域。陆离对安娜和琉璃说道。战场中心区域的烈度完全不是两侧能比的，就算海瑟薇也不可能一瞬间逆转战场中心的战局，而且元素位面和深渊位面都没达到底牌进出的程度，想要完全终结这场战争还需要很长时间。我在你来这边的时候就在召集人手了，得益于海瑟薇的压迫力，很多深渊的天灾逃离了战场，我们的人也不能追得太深，刚好来。安娜正说着，却猛然见到陆离身后不足3米的位置，空间猛地一颤，小心！琉璃瞬间反应过来，一道道元素系护盾在 0.1 秒只能疯狂刷在千亿身上。那一道身影自突破空间的束缚那一刻起，迸发出的速度就达到了每秒钟近1000米。有机会阻挡这一击的只有在陆离身后的千亿。这个角度也是深渊猎杀者仔细斟酌了许久才确定的，刚好避开最强的7色陨星和7色奇迹，区区一个领主级啊，怕不是都反应不过来吧？可千亿毕竟是被陆离调改到20级领主区间满属性的存在，他纤细的双臂架起巨剑，毫不犹豫地朝那道深紫色的爪光迎去。无风之刃，暗金色的晨光闪耀，可即便如此也毫无抵抗之力地被崩碎。千亿的身躯轰然朝后迸射，可他也为陆离争取到了最为宝贵的1秒钟。风骑士，陆离的瞳孔瞬间化为凛冽的青色，庞大的魔力在他周身涌动。风骑士与其他召唤技能不同，突出的就是一个快。时空似乎在这一瞬间微微一颤，一道微风起始于微末，逐渐响彻云霄。塞拉斐尔，随着一道身着白金色轻甲的身影凭空出现，
高傲且帅气的声音随他一同击破世界的壁垒。金色剑柄之上是深青色的剑身，其上凝聚的恐怖魔力与力量绽放着恐怖的剑意。怎么可能？深渊猎杀者那裸露着肌肉的脸庞一阵扭曲，一双利爪与那一道斩击正面相遇，咔嚓！沉闷的骨骼爆裂之声响起。深渊猎杀者以远超来时的速度朝远方的山壁飞去。轰！随着漫天的烟尘爆裂，无数巨石纷飞，他的双爪以诡异的姿势扭曲着倒在一个巨大的凹痕中。那道凛冽且高傲的身影绽放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恐怖气势。他身着一件白色三开叉紧身白裙，其上覆盖着包括胸甲在内的寥寥几片白底经文甲片，浑圆修长的双腿上包裹着延伸至膝盖上方的黑色长袜，脚下踏着一双同样白底经文的轻甲长款战靴，刚好在膝盖处形成一个尖锐的凸起。他的双手同样包裹在轻甲之中，一手随意地提着一把金色剑柄的单手长剑，剑刃为深邃的青色，似是有无尽的风元素在其上汇聚，一阵阵浪潮般的风元素气息自其上缓缓荡漾。第73章暴怒。你真的是传奇召唤师？史蒂文还没从刚才的突袭里缓过神，就从陆离这得到了更大的冲击。陆离却完全没在意这些，他稍显踉跄地跑向千亿的方向，琉璃那一连串的魔力护盾救了千亿的命，但即便如此，那一瞬间他的血条已经所剩无几。琉璃在千亿被击飞的第一瞬间就在酝酿数道元素系的治愈魔法，堪堪在大量的负面状态下吊住千亿的血线，并让其缓缓回升。千亿，千亿！陆离一把抱起娇小的金发双马尾少女，她那精致的俏脸上此时沾满灰尘。她小声说道：“我有好好保护你，没有溜号哦。”闻言，陆离将她紧紧抱在怀中。索尼娅，陆离通红着双眼抬起头说道，他的声音里压抑着令人不自觉恐慌的怒意。在召唤师。索尼娅高挑的身形微微一晃，出现在陆离身前。她在面对陆离时也是一副冷冷清清的表情，高傲的样子丝毫不减。但作为骑士，他的忠诚无需质疑，即便是投影也是如此。我要他死，以最凄惨的方式死。陆离指着那头正试图滑入刺激空间逃逸的深渊猎杀者说道，他的声音里带着渗人的杀气。明明只是一个10几级的玩家而已，只是一个精英层级的生命而已，可他在这一刻却似乎带着来自冥府的死亡气息、七色的元素气息与一股无比锋锐的剑意。我明白了，如你所愿。索尼娅的声音不再那样傲慢，而是露出一个稍显温和的笑意。他对自己的召唤师很满意，看样子会是一场精彩的旅程。毕竟此时陆离的愤怒是因他的伙伴而起，这样的召唤师才值得他为之而战。安娜缓缓走来陆离身边，周身元素气息环绕，一头银白的长发被七色的元素气息染成散发着七色辉光的样子。是我的失职，接下来我会暂时在你身边保护你。安娜对陆离说道。随后他转过头朝着索尼娅说道，那个敌人就拜托您了。索尼娅并未理会安娜，轻巧的转身，浑圆有力的大长腿猛然击碎地面，整个人如一道无形的裂风般朝深渊猎杀者切割而去。传奇？怎么可能？深渊猎杀者绝望的怒吼出声。海瑟薇的存在他就已经很纳理解了，不过可以当他是冥府之主，就是实力强大。毕竟深渊也并不想招惹冥府，可传奇怎么可能？整个洛琴就没有传奇级的生物，这只是一个特么的新手星球而已，怎么可能有传奇级？就算有，也是数个版本之后了，不可能是现在。深渊猎杀者仓促地滑入刺激空间，却被索尼娅以最纯粹的技巧一剑击中。哼，这种东西仅凭剑技也是可以做到的，不是吗？索尼娅脸上挂着傲慢与帅气的笑意，随手的几剑就让深渊猎杀者周身污血横流。他那几乎可以免疫大部分物理攻击的特殊皮肤，在索尼娅的剑下毫无作用。眼前的女人正是仅凭剑技位列传奇的存在，即便只有60%的属性，可传奇级具备的数量众多的技能和传奇级的战斗技巧，可不会随之消失。风骑士莱拉索尼娅，投影，种族风元素武神，风元素精灵变种分支，等级 LV50，生命层级传说，技能渡神之桥，塞拉菲尔，传说中斩断入侵的诸神跨界之桥的一击，亦或者是连神本身都能超度的恐怖光桥，消耗 15% 最大魔力，挣 15% 最大体能，释放一道足以斩断空间链接的恐怖风元素斩切，对前方的目标造成 3500 力量，挣 3500敏捷，挣 3500魔力的全生命系真实伤害。吟唱蓄力释放将会提高 5x 蓄力秒数的伤害，并连同目标身后的一条直线进行同等级别的攻击。技能璀璨剑心，传说中风骑士拥有极其强悍的剑道天赋，开启技能后持续消耗魔力，你的所有攻击附加16倍破甲判定加10倍力量碾压判定。被动技能傲意，传说中风骑士极其傲慢，你的所有伤害提高 1200%， 防御降低 20%。被动技能传说血脉，你的存在即是传说，若你完全成长，
达到 LV120，你的全力一击足以撕碎大陆板块，你的所有伤害判定、环境破坏判定提高800%。被动技能风息，传说中风骑士的呼吸足以凝聚风暴，你的体能额外从耐力中获取800%，你的移动速度与攻击速度额外从敏捷中获取800%。这仅仅是陆离简单扫了一眼他名列传说级序列的技能，其之后冗长的介绍足以叙述数千字。他的各项基础属性更是恐怖无比，在众多被动技能的加持下，远超陆离想象中仅是压制50级灾祸级的层面，达到了10万以上的层面，尤其是多达10几种的高级属性，为他带来远超灾祸级的各项加成。而且传奇级的属性转化效率是完全不同的，比如同样一点力量，在灾祸级可以转化为30点攻击力，而到了传说级就足有80点。生命层级每一级都是巨变，都是质的提高。此时的索尼娅的实际战力仅次于200倍提升之下的海瑟薇。索尼娅充满力量的大腿高抬，将倒在地上蠕动着想要逃脱的深渊猎杀者重重踏在地上，他的甲胄与强大的护体魔力令他无惧深渊的污染，真是难看呐！身为高阶生命的尊严被你践踏得一干二净啊！索尼娅精致的俏脸上傲意凛然，她的眼睛很特别，狭长的形状，深碧色的眼瞳，配上她精致的五官和一头随意扎成马尾的金色长发，勾勒出一副随心所欲的帅气模样。声音和神色中的傲气更是让他带有一种特殊的气质。深渊猎杀者并不擅长正面对敌，他只是一个刺客型的深渊生物，他毫无尊严可言，所以即便难看，他也在尝试着种种逃脱的手段。索尼娅抬起脚，随性的在其身上再次留下几道剑痕之后，傲慢的说道：“逃吧，将灾难带到你逃往的方向吧。”深渊猎杀者毫不犹豫的朝他来时的方向疯狂逃窜。安娜见状想要阻拦，看到索尼娅属性和技能的陆离却阻止了安娜。我相信他，看着就好。陆离此时已经冷静了很多，轻声说道。第74章一剑斩。索尼娅的嘴角勾起一丝笑意，无所不在的风啊！随着他闭上双眼，高举手中长剑，轰！恐怖的元素风暴以他为风眼汇聚，最可怕的是，无论何种元素，最终都转化为狂暴的风元素，融入他高举的深青色剑锋之中。以无之剑阅读你的真名与奥义，即使是行于天上的诸神，也当被无之剑斩落凡尘。渡神之桥，塞拉斐尔。他手中的长剑不声不响，却以奇异的角度朝着深渊猎杀者逃走的方向一剑斩下。唰！轰！如同神罚天降，明明是极致的封锁汇聚，却绽放出如同光一般的璀璨。一道蔓延10几公里的恐怖剑痕陡然斩落在双方交战的战场之上，无论是其中的元素生命，还是深渊生命，尽数如同烟尘般消散。还好陆离一直开着潮汐冥想法，眼看那剑痕落下，又狂点了数次研磨衣服的技能研习，不然这一波怕不是直接冲上20级。星星界这游戏就这点不好，升级不是储存经验手动提高，而是直接就升上去了，所以控经验也是众多玩家需要练习的。很多玩家是选择先把等级拉高到某个界限，获得了足够的提升和属性点，再通过技能研习调回来，把技能都刷差不多，任务也都做差不多，再升上去的方式保持最高战力。也有省成本的玩家就卡在刚跨越大等级的边缘，先刷他一波再说其他。毕竟这游戏的技能研习是以本级经验百分比来设定的，10级到11级所需的经验只有19级到20级的1/10而已，所以大部分玩家都是在10级研习技能的。即便是陆离在刚才刷技能的时候，也是卡着10级的区间刷的，所以才能短时间提升了近1000次技能，最终刷出2个金色传说级别的技能。任务顺利完成。索尼娅转过身朝陆离露出一个帅气的笑容，说道：“辛苦你了。”陆离见千亿的情况已经稳定，扶着他站起身，对索尼娅说道：“那群深渊的怪物是可以随便杀的吧？”索尼娅眺望着远方的阵线，语调傲慢地说道，她的声音稍显沙哑，带着一种奇特的气质，那是一种傲慢混合着霸道的感觉。在他的世界，他也有参与对深渊的战争，那些怪物他并不陌生，甚至他所在的战场上还有着传奇深渊生物的存在。他的剑技完全是战场剑技，为了杀戮而生，犹如精准而优雅的战场艺术。去吧，战至你此生续存的最后一刻，想必会有无数敌人因你而湮灭。陆离的声音中满怀杀气。要说他之前还只是因为任务奖励这种东西而战，此时因为千亿的伤，他才真的开始认真起来。看样子我们要撤了，一位异世界的传奇介入了这个战场，深渊之主还在沉睡，我们无法对抗一位传奇。面上生有大量触须的深渊生物含糊不清地说道：“不，他只是召唤物，我们无需与其正面对抗，在他扰乱我们阵线之前，全力出击，杀入元素界桥。”这是一位手持巨斧，浑身充满坚韧的灰色肌肉的深渊恶魔。说的简单，如果他在元素界桥的方向一战，是你能突破过去，还是我能突破过去？
一位如同幻象一般的虚影说道：“它是一头体型巨大的深渊生物的神智投影，这一片狭小空间只能容下它的精神体。”够！给我闭嘴！那头身骨肉王冠的高大深渊生物猛然怒吼道，庞大的意识潜流在这一片空间中游荡，随着他的怒吼而震颤扭曲。深渊什么时候变成了胆小的灰鼠？难道王不在的日子里，吾等就要毫无建树、毫无作为的浑噩度日吗？我必要在王苏醒之前，为他献上元素位面之河作为庆贺之礼，想必届时的王也一定会因此而更加扭曲，更加欢愉。他愤怒地咆哮道。见他开口，一众诡异而扭曲的身影都不再说话。那个召唤师由我亲自出手解决，至于你们，一群肮脏的废物，懦弱的蛆虫，就给我以最快速度冲入元素界桥，污染元素位面之河。他从自己的脊柱中抽出一把极其难看的血肉长剑，其上一股难以言喻的波动缭绕，这是一把传奇级别的武器。他手中长剑一挥，神秘昏暗的空间化为碎片爆开，随即藏匿于其中的无数怪物出现在战场最中央的位置。他们打算强攻元素界桥。陆离通过琉璃的元素魔法观察到了这一点，具备 RTS 游戏大师实力的陆离一眼就看穿了深渊的目的。所有人前往元素界桥，坚守15分钟就是胜利的契机。陆离对安娜和琉璃说道，随后他整理了自己现存的召唤物队伍，知会了索尼娅一声，让他朝着战场中央的方向杀。军团作战还是要看我的。史蒂文蹦出来找存在感，宏大的元素之门在其身后展开，他自创的稀有级魔法还是很强大的，尤其在群战这方面。陆离没心情和他打趣，瞟了他一眼，对萤火说道，你是新加入的伙伴，有什么不适应吗？哈，老娘可是高位天灾，少用红小女孩那一套对待我，区区战斗而已，怂一下我改名叫从心好吧。萤火张口就是一股土匪气息，小手一抹鼻子，痞里痞气的说道。陆离，很好，一会儿就让你跟衣服一个队伍。行，那一会儿你要尽可能的缠住对方的高位天灾，琉璃会为你解决杂兵。心里虽然是那么吐槽的，但陆离还是让琉璃跟着他行动，安娜则是负责保护琉璃，因为作为契约召唤物还是要注意安全的，不像萤火这种投影完全不用管他。海瑟薇，一会儿你站在我身边夺魄凝魂，还有15分钟冷却，索尼娅的持续时间还有5分钟，所以我们最难熬的时间只有10分钟。陆离开启通明，招出了海瑟薇，对其说道，我有办法做到，交给我就好。海瑟薇突然少女感十足的一笑，给陆离整的都有点懵。海瑟薇在陆离的身上再一次看到了那种可能性，改变一切的可能性，而这一次他不会因为自己的傲娇而错过。第75章深渊君主，宝石魔术第16位薇娅。随着海瑟薇周身的死亡魔力猛然一颤，一股独属于高位天灾的恐怖威势在战场上绽开。熟悉的波动在临战场，所有深渊生物都为之一颤，那股令人窒息的死亡气息。那一位叫嚣着要单挑陆离的深渊君主也闭上了嘴，一言不发地冲向了索尼娅。他本以为自己可以依仗传奇级的武器和传奇投影一战，结果海瑟薇那女人居然还能出现，这怎么打？打毛线！鬼！哦，居然敢冲向我，勇气可嘉。索尼娅嘴上说着褒奖的话，可脸上却是一副傲慢之极的表情，似乎朝自己冲来的只是一只会飞的蟑螂。他的心里也很清楚，自己比起倾途更擅长单挑，趁着自己这具投影还能存在5分钟左右，多杀几个深渊的高位天灾比较有用。轰！两把传说级的武器相交，索尼娅手中的剑居然微微一抖，一条血管一样的东西在她剑刃上与那把深渊传奇长剑碰撞之处长出，是污染型的传奇武器呢，真恶心。索尼娅眉头一皱，庞大的魔力不要钱似的冲刷着手中的长剑，很快那条血管就崩灭了。这也就是投影，如果是本体的话，这把剑必然不会这么简单被侵蚀。不过面对任何难题都要想办法解决，而不是抱怨，正是他所在的世界的骑士之道。既然如此，你有资格见证我的璀璨之星。一股无法直视的锋芒在索尼娅的剑身上绽放，而驱动这股光芒的正是他那同样令人难以直视的恐怖剑意。深渊君主的面色陡然垮掉，他作为60级的灾祸级 BOSS， 感觉自己至少在属性上不会落后于一个召唤而来的投影，而他还是低估了传奇的力量。这就是王拥有的力量吗？他的口中吐出一段深渊的话语，听闻其言者皆会被其声中的污浊所侵染。不过在索尼娅面前，这种东西显得无比可笑。骑士本就擅长抵御深渊，因为他们的信念坚毅，而剑修则更不用说，一往无前的锋锐即是他们的心境。而传奇级的剑骑士正是索尼娅所在的世界诞生出用以对抗深渊的王牌。区区深渊里的蛆虫也敢说话？谁给你的勇气和胆量？一剑斩出，加持着璀璨剑心的一剑在深渊君主的身上撕扯出一道又一道的恐怖伤痕。深渊君主绝望地挥舞着手中的传奇级武器，
可是想与一位传奇剑士交手，你好歹要有相应的剑术才行。太慢了。索尼娅身形飘渺，深渊君主的剑根本碰不到他，无论是他的剑还是他的铠甲。此时的深渊君主就像挥舞着利器的顽童，在索尼娅面前徒劳地反抗着。传奇，我也终有一天会达到的。克洛叶，带我离开这儿！深渊君主连头上的骨肉王冠都被索尼娅斩下，浑身污血的他不得不呼喊着，试图撤退。想逃走？索尼娅嘴角挂起一抹高傲的笑意。无处不在的风啊！随着他的剑高高扬起，庞大的元素风暴成环状朝他汇聚而去。见证此前的一击的元素生物们居然纷纷释放出自己储存的元素之力，为这一击再增添了几分色彩。塞拉菲尔！随着索尼娅的高声怒喝，蔓延10几公里的庞大剑痕再次凌驾在整片战场之上。而且这一次，索尼娅处在深渊阵线之中，那一剑蔓延出的范围内，只有深渊来不及撤走的无数生物。轰！那如同天谴的一击转瞬间落下，深渊君主化作一片虚影，缓缓消散。没杀死吗？索尼娅遗憾地摇摇头，她感觉到自己那一剑最核心的伤害部分被那把传奇武器上寄宿的一股强大力量所阻拦了片刻，就是那片刻，让深渊君主有了逃脱的可能性。这个世界的深渊也存在传奇，我要把消息告诉陆离才行。索尼娅一路朝着陆离的方向杀去，所过之处形成了一道数百米宽的空白路径。陆离则是协调整个战场的同时，时刻注意自己的经验别爆掉。他在第200次研习研磨衣服的时候，这个技能也终于变异成了黑色珍贵级，可能是最近获得的好东西越来越多的原因，他的幸运值都有点撑不住了。技能研磨衣服，黑色珍贵，难以再次变异。那位奇妙的少女似乎是极其特殊的存在，你的此技能也许还有额外的提升空间。消耗4800点魔力，召唤研磨衣服，灾祸级，为你而战，持续 1200S。 陆离不禁缓缓打出一个，那个少女性格确实挺特殊，但没想到居然能影响到技能。似乎这种能力连海瑟薇和索尼娅都不具备呢，衣服还真是很特殊的存在。其实这里还是有区别的，海瑟薇对技能的影响不体现在这方面，而索尼娅只是投影被召唤，与衣服还有海瑟薇这种特殊的召唤形式不同。为什么有那么多智慧生物，而且是强者乐于成为其他人的召唤物呢？甚至开发出召唤自己的技能呢？当然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有些人为了体验不一样的旅程，投影；有些人为了某种目的，特殊契约；有些人只是为了变强而已，三者皆可。在召唤师的加持下，召唤物有可能爆发出远超本体的强大战力，只要能熬过一次次的战斗，就有可能从中感悟到足以令自己本体突破的契机。当然，更特殊的目的也是有的，毕竟宇宙之大，无奇不有吗？而研磨衣服大概就是其中比较特殊的一种吧。他渴望的是认同，对自己生存方式的认同，实力的认同，性格的认同，即便是他没有那种正常人的畏惧之心，也可以被认同。他在陆离身上有感受到被接纳的可能。他并不是一般的元素生物呢，而是一种类似于概念体的存在，所以晋升生命层级的方式也很特殊，甚至他可以不是火元素精灵。但是无论如何，对于陆离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正愁能升级控经验的东西不多了，自己还不想浪费经验。除了他本来就打算最后升级的天赋往生之外，其他的技能基本都要满了。陆离比较担心往生变异之后失去夺魄凝魂这个附带技能，往生的基础属性可以说是很一般，但附带的技能实在是太适合自己了，随便换个哪怕初始效果更好的附带技能都不一定能这么适合自己。第76章锻造法。陆离肯定是要趁着这次机会尽可能的收割深渊生物的，这帮家伙别的本事没有，一个个经验是真的多，其实也不能说别的本事没有，至少元素浪潮召唤出的元素生物打这帮深渊生物还是很费劲的，这也是史蒂文看在眼里乐在心里的一点，以至于他仗着自己身后的魔力上限，一直开着元素之门在陆离身后溜达来溜达去，努力的刷着存在感。此时千亿已经基本恢复了，可他的剑还有些残破，反映在他属性面板上就是一个持续的重伤负面状态和一个攻击力降低的负面效果。不过这一点陆离有办法搞定，杀了那么多深渊生物，就算是最难报的技能书都报了2本，其中有一本就是深渊烘炉锻造法。这本技能书陆离在现实中有一本黑色珍贵级别的，但在新星界这边爆出的只是紫色稀有级。陆离准备砸经验把这个技能变异了，因为他不太喜欢深渊的画风。没错，他准备用锻造法修复千亿，千亿的本体毕竟是一把剑，按理来说其实是算装备的，只不过他不想给千亿弄成深渊的画风了，才没急着现在动手。大量的经验值如洪水般投入了新获得的深渊烘炉锻造法之中。陆离趁着索尼娅还能存在的最后时间，终于把这个技能刷出了变异。技能死海潮汐锻造法，黑色珍贵，不可再次变异。消耗8800点魔力值，开启死海潮汐。死海潮汐具备以下能力：分解
投入单独装备分解为材料，上限为金色传说级。修复，投入单独装备修复其耐久值，上限为金色传说级。锻造，投入材料锻造你想要的装备，上限为黑色珍贵级。强化，投入装备与材料，将其强化精炼，上限为黑色珍贵级。本来这个技能只有一个锻造效果，硬是让陆离又拿海量经验值砸出了3个额外词条。陆离直到看到了自己想要的强化词条，才满意的点点头。这时索尼娅回到了陆离身边。召唤师，这个世界的深渊位面应该隐藏有传奇级别的存在，我不在的时间里不要大意。索尼娅的声音里没有此前的傲慢，而是带着一丝担忧，她不想自己刚刚要开始的精彩旅程就短暂的落幕。陆离望着她帅气而美丽的脸上浮现出的担忧，微笑道：我知道了，你的旅程不会就此结束，我保证。NPC 并不了解玩家的复活机制，即便是高智能 NPC 当面看到玩家死去过后又出现，新星界的系统也会为他们脑补一套合情合理的死里逃生、运气逆天一类的剧情，甚至一定好感度以上的 NPC 在后续的对话里还能触发相关的彩蛋。这一现象甚至导致很多玩家特意把一个高智慧 NPC 的好感度刷满，然后再当着人家面死一波，回头再聊天，以此收集不同 NPC 的特殊对话。而系统为了防止玩家大规模杀死功能型 NPC 和扰乱剧情节奏，对 NPC 也有特殊的设定。例如，你可以击败一个精英级的高智慧 NPC， 可能他只是个铁匠，但你如果要击杀他，就会触发特殊事件，可能会有路过的卫兵阻拦你，可能那个铁匠藏着一把黑色珍贵级的武器，还蕴藏着一道天灾级的魔法，把你反杀了，或者直接爆种临场突破，把你锤爆这一类的。用这样的方式确实可以阻止目前的玩家在游戏里破坏城市，而且非常有趣，并不显得死板。而后期玩家实力高了之后，只有少部分玩家会无聊到回新手地图搞事儿，而且到时候估计就会刷新一些更强的卫兵一类的。这也是陆离很多时候面对高智慧 NPC 的时候只是击败而不是击杀的原因。击败往往可以得到好处，击杀有可能被反杀，除非是有任务要求击杀的 NPC， 那基本就被新星界系统判定为 BOSS 了，那就只需要杀就完事儿了。不过索尼娅的担心倒是让陆离挺高兴的，看样子自己的新伙伴跟自己的关系也是不错的，这就很棒。深渊提供的另一本技能书是一个偏近战的技能，技能书致残打击，紫色稀有，消耗350体力加150气力，对目标造成750加200百分号力量属性加150敏捷属性的物理伤害，并附带持续 3S 的减速 25% 效果。陆离在想自己要不要学了它，不学能卖不少钱，至少70万欧姆起底，学了吧，能给自己开2个新槽位，体力和气力，但这俩槽位也没啥用，毕竟自己走召唤流的，没必要上去近战。算了，回头卖了吧。话说我这虚拟网游玩得跟个虚拟单机一样，这一波天赋任务做完升到20级，该回去带云翳做任务了。陆离心中自语道，发育太超前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其他玩家跟不上自己的节奏，都感觉要失去网游的乐趣了。不行，回去必须找点事儿搞一搞。游戏里的陆离可不是那个现实中沉稳的家伙，他也是想搞事儿的。3000雷鸣，看着场上荧惑因为持续时间到了上限而消失，陆离重新施展了这个技能。黑云覆盖100米高空的同时，滚滚雷声涌动，随着一道刺目的白光，荧惑再次出现在深渊生物密集的阵线之中。琉璃则配合荧惑不断清剿杂兵，陆离的经验依旧在如流水般进账，不过比起之前，海瑟薇和索尼娅的效率还是低了太多了。他现在只要一直开着潮汐冥想法就可以了。现在他又积累了2000点潮汐点数了，不过想要晋升头目，需要足足1万点潮汐点数，还远得很。潮汐点数倒不是个吃百分比的家伙，它的转化效率基本上是每1万经验转化1个潮汐点数。按理说生命层级是越后期越好升级，不过陆离现在刷的深渊生物等级都不低，还能吃个越级击杀加成，换一个60级玩家刷潮汐点数也不可能比他快。而新星界的怪物 NPC 则不同，有的种族刚出生就是传奇，所以这个游戏里确实有10级20级的传奇怪物 NPC， 虽然在洛琴遇不到。第77章，奇妙的衣服。感叹着自己超级大招冷却都太长的陆离突然想起来自己还有提升之后的衣服，他现在可是晋升天灾了。虽然他和海瑟薇一样受限于自己的等级，但海瑟薇就算没有夺魄凝魂的加成也不弱的，只是没有那么恐怖而已。这里不得不说，投影召唤相比于特殊召唤和契约召唤的另一大优点就是不受施法者等级限制，只是根据不同技能研习度限制投影实力百分比而已。但是对于陆离来说，这反而是提升起来最简单的，等他20级之后，几大投影召唤会成为他新的第一梯队。当然，海瑟薇加夺魄凝魂还是最强底牌，这一点也许只有索尼娅和目前效果未知的七色辉光能比拟，但目前也没法超越。研磨衣服，随着陆离的施法，一片赤地凭空出现，其覆盖过的地方，就算是深渊的污染也被驱逐焚尽，
被灼烧的金碧大地重新释放出璀璨的辉光与澎湃的元素波动。主人，您真的是太棒了！一道赤红的身影在陆离没反应过来之前，就将他紧紧地抱住。陆离无助地挥舞着双手，发出的奇怪声音，然后就被那道亮丽的赤影扑倒在地。一副赤红色结晶般的身躯，居然在进阶后化作白皙嫩滑的人类肤色。其实很多元素精灵在踏入灾祸级的生命层级之后，都可以融入自己想融入的种族，改变自己的外观了。而曾经的领主级伊芙则是做不到的。他妖娆的身躯上仅仅穿着赤红色的棉布胸衣和短裤，修长的大腿被包裹在一双黑色的高筒长靴之中，双臂缠绕着赤色的长袖，整个人散发着魅惑的气息。所以你其实是个魅魔吧？好不容易喘匀一口气的陆离吐槽道。嘿嘿嘿，你喜欢魅魔的话也不是不可以哦。没想到伊芙居然露出坏笑说道。别，你这样挺好。陆离一听，整个人都慌了，定了定神，说道，我们现在处在与深渊的战场中，那些敌人看到了吗？去尽情的破坏吧。伊芙眼中闪过兴奋的光芒，笑道，破坏，人家最喜欢的事之一。随后整个人化作一道赤色光影，冲入深渊生物最密集的区域。轰！高达30余米的巨大火元素陡然出现。技能炎魔真身开启后持续消耗魔力，释放伊芙的真身，获得新的技能序列，普通攻击方式更新，获得基础属性增幅 300%， 获得力量碾压判定 300%。 这是伊芙晋升天灾领域之后获得的新技能。之前他操纵的火元素凝结的巨手，就是这具炎魔真身的一部分。陡然出现的庞大炎魔让周围的深渊生物死伤惨重，而且此时陆离所在的区域没有深渊的天灾愿意参与，毕竟冥府之主海瑟薇就在陆离身边冷冷地盯着这片战场。他们此时只能寄希望于耗尽陆离的手段和底牌，然后集中突进一波试试。不过即便是天灾，也有智慧不高或者是无智慧的存在。之前那头比蒙如此，现在朝陆离冲来的一头巨型猛犸也是如此。深渊魔像 LV45 灾祸级，种族深渊魔怪，技能战争践踏，消耗 10% 体力，对周身范围内的敌人造成毁灭性打击的同时造成 3S 的晕眩。技能毁灭冲锋，消耗 35% 体力，对目标发起猛冲，冲锋期间被控制判定提高 500%， 最终对目标造成如山崩般的毁灭性打击。除了这两个技能之外，其他的技能不值一提，它的属性也很畸形，力量和耐力拉满，但是其他属性极其拉胯，尤其是魔力居然只有2000多。灾祸级的生物的主要技能往往都描述为毁灭性打击，并不显示具体的伤害算法，但是能被如此描述的技能往往真的破坏力很强，比如海瑟薇的山脉崩塌、陨灭之星、安娜的七色陨星等技能。区区一头天灾也想逼我出底牌吗？深渊的指挥官应该已经被打怕了。陆离笑道，他猜得贼准，指挥官已经跑路了，深渊现在完全是一团乱了。而失去深渊君主的强力压制，其他的高位天灾谁也不愿意来陆离这儿送死，除了深渊魔像这种没脑子的怪物。可惜这种怪物深渊还是有不少的。在高智慧的深渊生物的驱使下，数头巨大的深渊魔怪朝着陆离所在的方向袭来，这才像点样，速战速决。陆离一声令下，荧惑首当其冲。轰！纤细的拳与深渊魔像粗壮的獠牙碰撞，可结果竟是势均力敌。炎魔形态的衣服欺身而上，巨大的拳头不断在深渊魔像的身体上留下焦黑的痕迹。安娜高高跃起，整个人闪耀着七色的炫光，无知身躯为元素神力，无知意志为元素汇聚，如星坠，如烈火，七元素奥义星陨。随后整个人拖着绚丽的七色轨迹撞向深渊魔像那庞大的身躯。作为一头深渊魔怪，并不具备污染的能力，安娜可以放肆的近战，而安娜就是元素位面最强的近战单位之一。轰！连续在空中拉出几道音爆环的安娜，一头撞穿了深渊魔像巨大的身躯。她110米高的身体在一声悲鸣后跪倒在地，血线暴跌。不过这几位都没有巅峰海瑟薇或者索尼娅那种速杀高等级灾祸级的能力，即便深渊魔像遭到重创，也顽强地扬起身躯，巨大的前腿猛踩大地。因我而存在的火焰啊，你无惧一切，足以突破天空的力量与我之拳汇聚。火山！伊芙那奇特的声线让他的吟唱格外的与众不同，可那种一往无前的气势却节节攀升。轰！炎魔的双拳与深渊魔像的双腿重重地撞在一处，恐怖的气环陡然炸裂。WOC！ 伊芙这小姐姐，她居然硬接人家大招。陆离都惊了，眼看着伊芙以自己1/3的血线硬把深渊魔像给换死。技能火山，消耗 30% 魔力，对目标发动如同火山爆发的恐怖一击。这是伊芙的新形态下的新技能，虽然他此时只有15级，但他就是敢跟45级的同级别生物硬碰硬。伊芙的狂妄之火和炎魔真身为他带来了高达 800% 的基础属性增幅，
也确实足以用大招硬汉这种纯种肉山型的怪物。击杀深渊魔像耽误的时间，让10几头深渊魔怪已经逼近陆离所处的战线，附近的其余元素位面天灾都有各自的对手，只有陆离和史蒂文、安娜和2、3位从侧面阵线跟过来的天灾级元素生物。纠缠就好，我要引他们的高级战力朝这儿汇聚。陆离淡然地说道。第78章全新的迁移。得到陆离指令的众人快速地分配了各自的对手，安娜最强，以一己之力单挑5头高位天灾级深渊魔怪，这种东西是安娜最喜欢打的靶子。她灵活的身影拉起一道道七色的激波，在5头怪物中间辗转周旋。琉璃独自与1头深渊聚合体鏖战，稍显弱势，不过在他庞大的魔力值耗光之前也不会有危险。他最擅长应对这种诡异的玩意儿。炎魔伊芙和海瑟薇各自迎上1头深渊魔怪，海瑟薇是在陆离的授意下出手的，他要试探深渊一方究竟还有多少空闲的高阶战力，如果数量够多，这个机会他们不会放过。荧惑则是挑了3头深渊恶魔战至正酣，虽然他完全是处于下风的，但他丝毫没在怕的，自己一个技能召唤出来的投影怕什么？就是要换血，就是要锤你。陆离则是趁着自己有片刻的空闲，不必担心经验条爆炸，打算修复一下千亿的剑，或者说修复一下千亿。千亿，你变成剑形态让我看看。陆离对千亿说道。此时的千亿已经再次打起精神，守护在陆离身边了。不过与之前不同的是，史蒂文召唤出了4头高等级领主阶召唤物环绕在2人四周，这个阵容可以保证即便是高位天灾出手突袭，也不可能秒掉他们。我没事，陆离，你先应对战场。千亿扬起小脑袋，金色的双马尾一跳一跳的说道。别嘴硬，小丫头，乖。陆离揉了揉千亿的脑袋，他之前抽空分解了不少高等级紫色装备和黑色装备，现在背包里材料一大堆，还好材料可以堆叠存放，不然早都装不下了。深渊生物的爆率一点都不低，毕竟这种战场是给大量玩家准备的，总不能几万玩家平分几百件装备吧。这种战场装备都是几千件起底，运气好的话能爆上万件。陆离对白装和绿装根本就不看一眼的，只挑蓝色以上的捡，都已经捡了500多件了，其中黑色珍贵级的装备就有10几件，可惜都是50多级的，陆离直接就给分解了。他要打造最好的千亿，至少是当下能做到的最好。千亿无奈，只得化为巨剑，陆离将其轻轻托起，暗金色的宽厚剑身上已经留下了一道道裂痕，高位天灾的攻击完全可以对领主级的存在留下不可治愈的暗伤。死海潮汐，陆离右手一招，一片猩红的血海凭空出现。不远处的海瑟薇脑袋微微一歪，这玩意儿怎么感觉那么熟悉呢？之前就发现了。仔细一想，这不是自己家冥府的死海吗？陆离掏出一大堆的黑色珍贵级的素材和大量的紫色稀有级素材，什么星陨魔铁、紫金暗金，数不胜数。陆离，你那样乱弄事会把千亿弄坏的。海瑟薇忍不住传音给陆离说道，他应对自己的敌人还算轻松，有空关注陆离的动向。啊，高级材料不是越多越好吗？陆离一愣，朝自己的小徽章里说道，那是他和海瑟薇沟通的专属装备。并不是，你要考虑材料之间的属性是否有冲突，比如星陨魔铁和紫金暗金之间就有冲突，还有赤潮铜不可以和魔晶木一起炼制。海瑟薇扶额，陆离从哪搞来的锻造术，看起来声势浩大，结果他连基础常识都不知道。算了，你按我说的配比给千亿升级。千亿可以说是团宠了，海瑟薇也很喜欢他，琉璃也是，索尼娅也一样，只是他不太会表达。没想到还是锻造大师。陆离惊奇道，我以前学过。海瑟薇犹豫了一下说道，何止是学过，在他曾经不需要站出来承担整个帝国的责任之前，他就是洛沁帝国最好的炼金术师和锻造大师，其次他还是一位弓道大师，然后他才是一位魔术师，这是他的爱好，只是有几百年没尝试过了。陆离按照海瑟薇的提示，将千亿的本体投入血色的浪潮之中，他的意念在其中逐渐产生本质的变化，身体的构成也不断更换为更好更强的材料。考虑到你的夺魄凝魂，我提供给你的配方应该足以让千亿成为具备创生死灵双属性的特殊生命，再通过虚空陨铁强化其基底，龙血合金强化其筋骨，珍贵级的记忆金属提高其恢复能力。我想想，还可以通过紫金暗金让它具备更强的魔力流通性，这样的话它应该能承载不亚于我的加持倍数。海瑟薇一边告诉陆离配方，一边给陆离讲解原理，还一边打着架。想了想，海瑟薇不知道从哪摸出一个血红色的金盒，放在手里摩挲了几下，有些不舍得一咬牙，小千亿，别让姐姐我失望啊。随后将其投入那一片赤红的浪潮之中。陆离则是不断为眼前的血色浪潮提供魔力供给和意志加持。按照海瑟薇的说法，锻造者的意志超过一切稀有材料，尤其是千亿作为陆离的创生剑灵，他们之间的联系是远超一般契约召唤物的紧密，所以陆离的意志更为重要。
所以这个意志加持其实在系统界面就是可以选择新技能和重新分配属性。陆离把意识投入浪潮才发现，所谓的意志在新星界的系统界面是这样的形式。不过也难怪，总要让玩家能玩得下去，意志这么难以言喻的东西，要怎么让玩家凭感觉玩啊？新星界只能尽量简化操作方法。其实新星界的意识施法已经够让广大玩家糟心的了，现在还好，玩家手里的高阶法术不算多，破坏力都有限。等以后很可能玩家走路的时候一走神，一个高阶魔法就走火了，城镇街道就炸了。是在此前拥有的技能基础上添加新的技能，而且珍贵级材料的正确配比还增加了2个被动技能。海瑟薇的配方真棒。陆离看着眼前的复杂界面自语道。不过他并没有浪费太多时间，在新星界系统的辅助筛选下，快速选出自己想要的技能，最适合自己刷属性的技能。千亿啊，这次的你可以作为绝对的主力存在了。陆离想起这孩子被自己创造出，然后与自己一路走来的一幕幕，想到。浪潮退去，一位伫立在血海中的少女遥遥地望着陆离，她金发中挑染着几缕血红，本就白皙的肤色更为白皙，一身暗金色的修身轻甲将其全身覆盖，只露出那绝美的容颜。千亿长大了，或者说多了个新形态。冥府之刃千亿 LV29 灾祸级，种族死灵斜杠剑灵，你的存在形式极为特殊，同时具有2种生命基底，可在2者中自由切换，或每秒钟消耗 1% 魔力值以同时具备。而技能则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多了新的技能。技能虚无之风千击，消耗 15% 最大魔力值与 15% 最大体力值，释放99道单体剑气，每道剑气造成你 30% 魔力属性正 30% 力量属性伤害，亦可蓄力3秒后将所有剑气融合，对目标区域造成足以斩断山峰的毁灭性打击。技能万军之刃覆海，消耗 20% 最大魔力值与 20% 最大体力值，对目标区域造成足以崩山开海的毁灭性打击。技能无尽之翼剑13，你熟练掌握的数百种剑技于你手中汇聚为13种剑技，第一斩消耗 1% 当前魔力，最后一斩消耗 100% 当前魔力，其每一斩消耗增加，威力增加。技能战斗形态，消耗 3% 最大魔力开启，开启后每秒钟消耗 1% 最大魔力值，提供结构值属性，来自耐力等同于生命值，并使你的基础属性提高 700%， 当然还会使你长高一点点。被动技能不灭之躯，你的本体由数种极其珍贵强大的材料打造，你不会受到永续负面状态，并所有负面状态持续时间降低 32%， 超出你最大生命值加最大结构值3倍以下的攻击无法彻底摧毁你的本体。被动技能死海之渊，你的本体由数种极其珍贵强大的材料补强，你可以承载更强的能量，超出你承载范围的能量将会储存在死海之渊中，供你随时调取。而其他灾祸级自带的被动技能和高级属性自是不用多说，一应俱全。而它的全属性也突破了原有的3200点上限，陆离又可以给他刷属性了。第79章枯萎时空克温。陆离千亿瞬间解除了战斗形态，重新化作金发双马尾的小萝莉扑进陆离怀里。在死海潮汐之中，他感受到陆离对他的期待，他也努力地回应着这一份期待。现在的他就是最完美的夺魄凝魂载体，由陆离与海瑟薇一手打造的最强之刃。陆离摸了摸小萝莉的头，笑道：我没骗你吧？我说过你肯定会是主力。千亿的小脑袋都要点出幻影，显然他十分开心。而一众元素位面的强者都目瞪口呆地看着千亿，这位大人究竟是何等存在，居然能如此轻易地创生一位天灾？一位苍老的元素精灵惊叹道：七色奇迹还是我们元素位面的福星啊，只要有他在，一切苦难都会迎刃而解。一位年轻的天灾级元素精灵感叹道：像他们这些新生的元素精灵，可以说都是听着琉璃和安娜的传说长大的。而一直关注着陆离动向的深渊天灾也坐不住了，发起决战吧，不能再拖沓了。可是连猎杀者都失败了，谁知道那个召唤师还有什么底牌？可他在肉眼可见的变强，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君主不在，你想命令我们去送死吗？正在一众深渊生物争吵不休之时，一道黑红色的空间裂隙被一双枯萎的大手撕裂。科尔洛斯那个废物死了吗？突袭元素位面居然拖延了这么久，你们都在做什么？一位面容枯槁的老人从中缓步走出，见到此人，一众深渊全部收声，只是盘踞在原地，发出低沉的嘶鸣与不祥的低鸣。都不敢说话了吗？那就都给老夫去死吧！老人粗壮却枯萎的大手撕裂空间，无尽的吸力从中传出。深渊的一众高位天灾如同受惊的蜘蛛一般疯狂逃窜，具有空间能力和超高敏捷的高位天灾全数逃脱，只留下一众毫无逃跑余地的怪物嘶吼着被吞入了空间裂隙之中。陆离陡然感应到一股奇异的压力，
战场上的深渊生物开始变阵了。是对方派出了新的指挥官吗？正合我意呢，最好是个激进派。陆离摸着下巴思索着，此时他不疾不徐地调整着元素位面的阵型，与其隔空交锋，一边疯狂截取深渊生物的属性加持在千亿身上。契约召唤的优势在这一刻又体现出来，本体才可以被陆离修改数据，或者说本体才有修改的价值，不然一句投影你改了他的属性，下次再出来还是原来那样。别急，千亿，你现在是我的底牌了，要沉得住气。陆离看着跃跃欲试的千亿，温声安抚道：我明白。千亿纤细的小手紧握着暗金色的巨剑，微微的颤抖着，那是对战斗的期待。作为剑灵，他好战才是正常的，而且他才刚出生多久啊，控制不好情绪也是正常的，经历的战斗多了，自然就好了。那个人类才是这次战场的核心吗？这群废物居然用了这么久都没击杀他，区区一个普通人！枯槁老者恶狠狠地怒骂道，他的手中握着一个由庞大魔力构成的空间监牢，其中禁锢着此前被吸入空间裂隙的深渊生物。他们虽然恐惧，虽然愤怒，但是却没有任何一只敢于反抗。在深渊中，阶级远比任何世界都明确，最疯狂的怪物也不敢忤逆他们的父辈和上神，否则深渊的意志有的是办法让他们感受真正的痛苦，连深渊里的怪物都惧怕的痛苦。而这一位老者，即是此时落侵的深渊位面中的最高权限。枯萎时空课文 LV70 灾祸级，种族深渊畸变体。这些无用的垃圾就做一次试探吧，若是不行就等吴王苏醒吧。老者严重下垂的眼皮子里闪过一丝狰狞的恶意，望着手中的空间监牢淡然说道。他周身缭绕的风萧与邪恶是那样的惊人，望向他的智慧生命都要接受数次神智与理性判定才能保持自己不被其污染。随着他的出现，他周身的空间在腐朽，如同苍老的枯枝，露出难看的灰白色，似乎蕴藏其中的色彩与活力全部被吞噬一般。一颗青灰色的枯萎木苗在他为数不多裸露在外的皮肤上生长，这棵木苗很快结出几枚小小的果子，那果子外皮青灰，表皮下似乎有某种活物在蠕动，极其邪恶。来，吃饱了好去送死。他的嘴角露出疯狂的笑意，把手中的果子塞入空间监牢中。那些深渊位面的高位天灾看到这些果子，就像见了翔的苍蝇，在狭小的空间里不断翻涌抢夺着，争先恐后的吃下后才露出惊恐的表情，试图呕吐。即便是那些身躯足有数百米庞大的怪物也不例外。枯萎债权，吞下这枚果实就签下了巨额的时空负债，透支未来的寿命与力量战斗吧。若是侥幸活下来，你还有还清的可能。增幅系的能力老夫也拥有呢，这样的话是否能让你离场呢？人类，他的目光如一潭腐坏的死水，望着陆离的方向喃喃自语。场上能与他对话的存在都在他手中的监牢之中，若是没有陆离的参与，元素位面根本挺不到这时候，早就被长驱直入夺走元素位面之核了。克温是因为迟迟等不到捷报传来，才亲自来查看情况的。那些战场上的深渊天灾见到老者的现身，第一时间就各自施展手段逃离了战场，纷纷失去对手的元素位面天灾开始自发的朝陆离聚集，两方逐渐形成以陆离为核心的对峙之势。此时陆离的夺魄凝魂已经冷却结束了，风骑士也还有5分钟就冷却结束，他在想的是怎么控经验。克温的存在过于显眼，陆离根本就不与他对视。他知道很多深渊生物都具备仅是看一眼就污染对方的能力，陆离知道自己弱点在哪，本体实力还是不够强，所以他的注意力全放在战场上，通过琉璃的元素视角指挥着全局。很老练呢，但你接下只能直面深渊了。克温那如同从棺材里发出的声音陡然拔高，无知意志将暂代深渊行使在这片土地之上，无知存在即是深渊本身，以深渊之名灭却招来。轰！克温枯萎的身躯如同腐绿色的太阳般发出浓烈而粘稠的光芒，随着这光的蔓延，一道道空间裂缝凭空出现，大量腐绿色的粘液从中涌出，如同海啸般席卷而至。第80章大地崩穿，只能动用皇冠了。琉璃，看你的了。安娜神情一变，一咬牙，从身上摸出一个7色的水晶冠冕，扔向琉璃。琉璃眼中闪过一抹决绝之意，她将冠冕郑重地放在自己如银丝般的长发上，一抹7色的辉光直上云霄。吾乃元素之灵，链接万物之心，代行元素之理，谓之为奇迹。琉璃的声音不复此前的温和，似是有7重叠音的吟唱，刹那间响彻天际。随着他的吟唱，元素位面那碧蓝色的天空微微一颤，从那直上云霄的7色辉光中，7色的云层疯狂蔓延，转眼间覆盖了整片数十公里的战场之上。以7大元素之名，7色奇迹。琉璃的嘴角留下一丝鲜血，对于此时的他来说，使用这个冠冕的代价太大了，可是他也是这冠冕的唯一使用者。陆离没有阻止他，那是他的选择，陆离只能尽快结束这一切，减轻他的负担。
七色的云与腐绿色的深渊意志正面对撞，一声声如雷鸣，如鬼啸，如婴儿啼哭的诡异杂音从天空中暴雨般的泼向大地。元素加护！琉璃素手一抬，一道七色的辉光笼罩在陆离周身。他担心陆离的基础属性扛不住这种级别的余波。陆离望向琉璃七色的眼瞳，那其中除了元素位面之外，也有他的影子。千叶，这片战场即将交给你了，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最快速度终结一切。陆离郑重地对千亿说道：“请相信我。”千亿的暗金色眸子中燃起熊熊的烈火，那是他璀璨的心意。琉璃也对他很好啊，他会是比我更合适的载体，你放心全力施展。死海之渊的存在，他的身躯无论流经怎样庞大的能量，他都不会出事。海瑟薇的声音适时的响起：“凶煞苏生，百鬼夜行。”然后夺魄凝魂。陆离手中动作不停，甚至翻出了许久未用的招灵书，又凑了10头恶灵。随后，庞大的苍白色魔法阵展开。那就是你的秘密吗？人类，给老夫死！枯萎时空，克温可不是那些会等着敌人完成所有准备的傻子，他所有的算计和动作都是为了逼出陆离的底牌。一道快到难以言说的灰色光线直射陆离，跨越了数公里的距离，只用了不到1秒。哈，想偷袭老娘的召唤师，你还早了300年呢！是3000雷鸣，荧惑。随着狂妄的交喝，一道雷光炸裂在那灰色光线前进的路径上，与之共同湮灭。召唤师，记得一会儿喊我来看热闹。荧惑的声音消散在场上。陆离动作丝毫未停，荧惑是投影，他不会死。千亿，上吧！陆离一声怒喝，就算他不会死，自己也不可能完全无动于衷啊！霎时间，无比粗大的苍白色光柱重重地轰入千亿娇小的身躯之中。在一片苍白色光芒之中，身着白金色轻甲的长发少女大步踏出，她周身的魔力气息极为恐怖。此刻的陆离竭尽全力开出的夺魄凝魂，足有432倍基础属性增幅。而千亿在如此庞大的能量灌注之下，竟然无比的平静。只是其轻甲胸口正中央，一枚菱形的赤红色宝石正闪耀着无比刺眼的血光，比我预想的还要好。它的本体直接承受了215倍的增幅，其余的增幅以储备魔力的形式存在于死海之渊之中。这就意味着它的魔力存量可以说是几乎无限。海瑟薇的俏脸上都露出惊容，以他这么多年的见识，也从未见过如此可怕的存在。我和陆离那家伙到底创造了什么样的一把剑啊？海瑟薇轻叹，这种级别的往生，人类，你确实是强者，可是深渊面对强者，可不是仅有一条路可走。今日的交锋是你赢了。克温自顾自的低语，远远的朝陆离扔出手中的空间监牢，枯萎的大手撕裂空间，毫不犹豫的离开了。随着克温的离开，庞大的深渊军队开始撤军，而取而代之的是27头早已陷入彻底疯狂的深渊天灾。在克温眼里，那些堕了深渊威名的天灾比那些炮灰更适合死在这片战场，而且他打出的牌不会反悔，即便没落手亦是如此。千亿的战斗形态完全是一位风姿卓绝的少女，和她平日里可爱的萝莉形象完全不同。此时的千亿神情严肃，面对那从天而降的巨怪丝毫未乱。一剑斩万物，剑13，刷刷刷刷刷，5道璀璨的剑光炸开，将那些嘶吼着的深渊怪物纷纷斩飞。陆离平日里的念叨环绕在他耳边拉开距离，咱有剑气，让怪聚堆，然后开大。无剑虽无锋，却可斩山海。万军之刃，覆海。千亿手中巨剑高高扬起，暗金色的辉光缭绕其上，在天空中，一把数千米长的巨剑在那堪称恐怖的庞大魔力推动下强行凝聚，随后朝着那堆蠕动的深渊以及那幅绿色的大地斩去。轰！很那有什么言语能形容那一剑？陆离只觉得眼前一阵天翻地覆的晃动，然后就听得一声脆响，咔嚓，元素位面的金币大地碎了。本就饱受深渊腐蚀摧残，又被克温行使的深渊意志污染，在被这一剑击中之后，这一片金币大地再也支撑不住，居然被这一剑斩出一道数百米宽、数千米长的恐怖缺口，其下露出的片片星空，似乎比天空上的更为明亮呢。咕噜，所有具有吞咽功能的生物都不禁吞了一口唾沫。史蒂文呆滞地望着陆离，海瑟薇强他能理解，毕竟海瑟薇的本体确实强，可千亿这小家伙，战斗状态下的千亿丝毫不会有一点迟疑。那些深渊生物可并没有尽数湮灭在这一击之下。别想逃！千亿修长的大腿猛地一踏地面，整个人幻化成一道璀璨的金光，朝那些四散逃开的深渊生物奔袭而去。一头深渊生物试图污染千亿，可惜千亿是6芒星战士，全属性爆表，完全无效。我感觉我的地位受到了威胁。海瑟薇无奈扶额，千亿在他的配方改造下，简直太适合夺魄凝魂了，远比他本人更适合。陆离却摇摇头，说道：“放心吧，
我不会丢下任何一位伙伴的。3000雷鸣。陆离见3000雷鸣的冷却时间好了，第一时间给荧惑召唤了出来。哎呀，让我等了那么久呢！荧惑大大咧咧的声音传出，他双手抱着头，悠哉悠哉的从空间裂隙中走出，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说道：“你没事就好。”陆离生怕那一道攻击会波及荧惑的本体。嘿嘿，你以为我的本体是什么？有空带你来玩你就知道了。若不是我对这事儿完全不知情，恐怕还轮不到你来拯救世界。荧惑默然一笑，嘴上咬着一根紫色的草棍，说道。第81章，终于可以试炼了。随着深渊生物的全面撤退，残余的几头疯狂魔物也被千亿尽数斩灭。陆离努力地控制经验，没办法，高位天灾的经验太高了，只能狂点往生。不过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往生一点动静都没有。研习显示出天赋变异的几率仅为 0.001%。陆离感觉自己可能也没空再详细的控经验了，等元素天赋到手，就可以速刷到20级，进入下一阶段了。琉璃稍显虚弱的摘下头冠，在自己身上甩了几个恢复魔法，然后回到了陆离身边，温声说道：“这次真的谢谢您，若不是您的话，元素位面恐怕撑不到现在。”不用客气，千亿受伤之前，可能我只是从任务或者是从你的角度出发参与这场战争，可深渊错就错在不应该让千亿受伤。陆离也确实是在那之后才选择底牌进出，给深渊几乎一波带走的。而且我很记仇的，深渊位面迟早过去找他们刷刷等级。陆离的眼睛微眯，露出一副危险的表情。琉璃柔柔的一笑，他开始有点了解陆离的性格了。千亿带着庞大的魔力气息与剑意悄然落下，他对陆离郑重地说道：“深渊27头天灾尽数灭绝，不负您所托。解除战斗状态吧，我还是更喜欢平时的你。”陆离笑道。千亿小脸难以察觉的一红，随后又化为小萝莉的形态向前走了2步。陆离摸了摸小姑娘的头，点点头，果然还是这个手感对劲儿。之前那个形态就像是自家女儿长大了，想撸2把稀罕一下，又有点不好下手的感觉呢。大战之后，陆离的思绪开始脱线。这次大战过后，即使是他也觉得有点累了，于是和众人招呼了一声，就布置好篝火营地下线了。摘下头盔，陆离深深地抻了个懒腰。其实现实时间并没有过去很久，只是1个多小时而已，但打得太累了，陆离一直保持着高度集中的状态，即便是他精英级的身体都感到一阵疲惫。算了，先睡2点，起来吃个饭再上线。至于现实里的能力，慢慢来吧。等姐回来之后，怕不是就要少玩好多，到时候再弄，刚好可以躲到半位面里清静。嘿嘿。陆离一边算着日子，一边倒头就睡。精英级的身体已经很少有污浊之物了，所以陆离也懒得洗漱什么的了。辅助系统，这人咋就不好奇呢？睡到快中午，陆离醒来，伸了个懒腰，活动了一下筋骨，感觉自己又能干2天。不过先吃个饭吧，免得爸妈惦记。3人吃完午饭，陆离回房间，刚要戴上头盔，却发现自己面前突然弹出一个面板，是辅助系统的面板。辅助系统任务1周内在现实中达到20级，并获得职业天赋与新的职业任务奖励3万立方米的半位面1个。陆离不禁一愣，摸着下巴思索了片刻，所以说是要发生什么事了吗？那更应该先弄完天赋任务升到20级，这样辅助系统也会开启新的功能。陆离戴上头盔，登入新信件，一上线就看到琉璃、安娜、史蒂文和好像叫威斯来着吧，4个人围着自己的篝火营地闲聊，显然是在等待自己。久等了，各位。陆离打了个招呼。琉璃已经完全恢复了正常，之前过度使用力量的后果已经被他巧妙的平息了。该说不愧是七色奇迹嘛，果然在任何方面都很厉害。之前为千亿治疗的时候也是。威斯是主动留下来帮你打开通往元素神殿的传送门的。明明表面上是一副正经人模样的灰发大叔史蒂文，挤眉弄眼的对陆离说道。威斯狠狠地剜了史蒂文一眼，转头对陆离深深行礼，然后说道：“感谢您对元素位面做出的贡献，在您的帮助下，深渊的本次入侵已经全面被瓦解。”随着威斯的话，陆离的面板上也弹出了任务完成的提示。随着突发支线的完成，天赋任务也回归了激活状态，并且在任务描述旁边挂了一个小小的提示：必定提供1个以上的传说及天赋获取渠道。没事，不过我很好奇，元素位面没有一个统领或者指挥官一类的存在吗？陆离早就想问了，虽说是遭遇突袭，可是在大本营被锤成这样，也太可惜了点吧。看那架势，如果没自己介入，恐怕元素位面都要无了。安娜古怪地看了陆离一眼，说道：“你家的琉璃就是洛琴的3位元素共主之一，另外的2位，其一是荧惑，也是你的技能，然后另外1位远行许久了，很多年没有出现了。我现在已经不是元素共主了，这一职权应该是威斯在行使。”琉璃淡然的一笑，解释道：“元素位面的生物都特别随行，自己家老大翻车落入封印了。”哦，知道了，换个老大。这也导致元素位面凝聚力并不强，面对入侵能打成这样，已经算超常发挥了。可惜了希维尔，他是元素位面为数不多的
很优秀的指挥官。威斯有些黯然地说道。陆离不解，安娜解释道，在你来之前的元素战线指挥官虽然只是中阶领主级，但是他对战场局面的把握非常到位，可惜被深渊猎杀者突袭杀死了，所以我来之后才要连着指挥加战斗啊。陆离不禁吐槽，不过他也发现了大型战场确实很适合他的发育，自己这一波赚了2个金色传说技能，2个黑色珍贵技能，还把千亿提高到了灾祸级，可惜这种大型战场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不说这些了，因为元素位面的原因耽误您的试炼了，我这就送您回到元素神殿吧。威斯对陆离说道。我也期待这个试炼很久了，希望这次可以顺顺利利。陆离忍不住给自己立了一个大大的 flag， 主要是深渊入侵这种破事儿都已经过去了，应该或许大概不会再出问题了吧。随着威斯利用权限开辟出直通元素神殿山巅广场的传送门，陆离一行人鱼贯而入。我和安娜就在外面等着你的呼唤。史蒂文握着安娜的手对陆离说道。他和安娜这次都欠了陆离很大的人情，没办法，史蒂文是元素位面的女婿，陆离可不是。第82章元素试炼1。陆离点点头，史蒂文说他可以出手一次，看样子他很可能是要直接把安娜的本体投放到自己的试炼里，而不是只使用一次大风灾了。说起大风灾这个技能，已经在自己这里变异为传说级的风气势了啊，还蛮想念那个圆滚滚的大家伙的。千亿把自己切换到剑形态，悬浮在陆离身边，此时他化成的巨剑比之前更华丽，厚重的剑身上有若隐若现的暗金色魔纹浮动，剑刃上有一抹纤薄的深红色，显得十分锋利，剑格上镶嵌着一枚深邃的深红色菱形宝石，那正是死海之渊。陆离大踏步地带着千亿走入那巨大的宫殿正门中，琉璃紧随其后。随着眼前白光一闪，陆离再次出现在那一片熟悉的草原上，不过不同的是，草原之上还耸立着一座巨大的高塔。整座高塔由洁白的不知名材料构成，其最顶尖的位置，一枚巨大的7色晶石不断散发着瑰丽的辉光。叮！您的天赋任务元素试炼已更新。元素位面，洛晴因为感激你的帮助，特意为你借来更高位元素世界的元素试炼塔，挑战它，你会获得不同级别的天赋奖励。1-12层蓝色高级，13-24层紫色稀有，25-99层黑色珍贵，100层金色传说，可随时结算或战死时自动根据死亡时已经挑战成功的层数自动结算。所以提供一个传说级天赋获取渠道的任务奖励居然是这种形式吗？陆离服这元素位面居然还会去跟他的大哥借东西来给自己提供奖励。没办法，洛晴作为新手星，规则上不允许有传说级的本土东西存在，就算有也必须处于封印、沉睡、临时等状态中，只有等到未来的版本也许可以解封。进入这片空间之后，陆离就发现自己除了元素系的召唤技能，还有其他技能都陷入灰色不可用的状态了。看样子这片空间也恢复了正常，不像之前居然都能在这召唤出海瑟薇。走吧，琉璃、千亿，最快速度刷穿它。陆离当先进入巨塔之中。巨塔之中的场景倒是挺好看的，一个宽敞高大的空间，由洁白的未知材料铺就，这些材料散发着柔和的白光，所以没有光源的存在也不显得黑。陆离刚一进来就看到一只头目级的15级火元素在广场的中间等待着自己。速刷吧，一起上。陆离丝毫没有打算墨迹下去，他有点静极思动，单机玩的有点腻味了，想赶紧做完天赋任务然后出去浪。千亿连战斗形态都没开，上去2剑就把这可怜的15级头目砍翻在地。陆离已经很久没打过同级别的怪了，按说头目级也算个小 boss， 可惜千亿是29级天灾，还是全属性拉满的那种天灾。琉璃无奈地放下刚要抬起的手臂，对陆离柔柔的一笑。陆离回了一个笑容，然后朝着一旁的楼梯走去。第2层是2头15级头目，陆离不禁陷入沉思，按这个流程50层以后难道是几十只灾祸级的 boss？ 不至于吧，算了，先打着再说。如果是那样的话就没法速刷了，只能打完1层等风骑士冷却再打下1层了。这里的怪只能提供经验，并不包装备，所以陆离很快来到了第13层。映入眼帘的是一头10级的领主冰元素。10级的领主好歹有几万血量，能让千亿多砍几剑，让琉璃来得及补点输出。其实琉璃也是看千亿兴奋有点划水，不然之前打头目怪物的时候他也能做到让千亿碰不到怪，不过这不是他性格，好歹是个远程，咋可能一直被近战抢怪？而且在这里陆离开不了夺魄凝魂，没法给千亿提供上百倍的属性加成。千亿和琉璃都是29级全属性拉满的灾祸级存在，整体实力来说其实是差不多的。至于为什么是29级，之前陆离19级的时候顺手拿辅助系统改的，契约召唤物不能超出主人10级没错，但那只是契约的时候，契约之后主人调级不影响召唤物维持原本等级，只有想在升级召唤物的时候才会再次触发这个限制。
很快，那个领主级的冰元素倒下了。陆离前往第14层，却发现新的怪物是11级的领主级雷元素，而不是他以为的2头领主。看样子不同层的规则不同。陆离点点头，一路继续刷上去。至少这些领主级不可能让自己释放风骑士。很快，陆离3人来到第25层，一位散发着天灾级威压的暗元素正伫立在宽阔大厅的中央。而且陆离敏锐地发现，这个大厅更加的巨大了。明明在外面看试炼塔的每一层都是一样的高度，显然这座巨塔蕴含着深奥的空间技术。只是一头10级的天灾，看样子是单独为了试炼凝聚出来的家伙，实力也不强，血量只有30多万。陆离一边让千亿和琉璃与其作战，一边看了看他的技能。果然，他连那种形容为毁灭性伤害的终极技能都没有，也没有那种增幅数倍属性的爆发技能。这样的家伙，不知道现在的主流玩家小队能不能打得过，但应该是有可能的。而且是无智慧的类型，显然可以通过拉怪、控仇恨的方式风筝死。陆离摸着下巴思索，不到1分钟，千亿拖着比他人都高的巨剑走了回来。琉璃则一直在陆离身边没动地方，好歹是个远程，这种级别的敌人还不至于让琉璃走位。就看下一层是个什么级别的家伙了。陆离踏上传送阵，从25层开始就不再是楼梯了。第26层，一头11级的灾祸级的雷元素伫立当中，整体属性大概比之前的暗元素高了 10% 左右，依然没有值得一看的技能和特殊之处。陆离了然，说到速刷吧，估计50层会有变化。千亿则是早都忍不住的冲了上去，一剑挥出的同时发出一声交贺剑，刷！凛冽的剑光闪过，雷元素的血线瞬间消失了1/3。琉璃在陆离身边施法，几个小技能甩出，配合千亿后续的攻击将其收掉。第83章元素试炼2。下一层陆离踏入的同时，直接施法3000雷鸣。乌云密布的同时，一道包裹在雷电中的紫色身影随着一道闪电击落在广场中的试炼怪物身边。哟，召唤师，你好啊！萤火一拳把那倒霉的10元素朝千亿冲来的方向打飞的同时，露出一个大大笑容，对陆离问候道：“我在进行元素试炼，你知道这种试炼塔形式的试炼吗？”陆离问道。萤火大大咧咧地说道：“我不知道，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己的半位面沉睡。你别看我现在这样，但这些经历对我来说就像是做梦一样，我本体都不带动一下的。所以你的本体不会是元素之龙吧？”陆离无奈扶额：“阿嘞，你怎么知道的？”萤火惊了，陆离也惊了。不是吧？陆离是真没想到，传闻中的元素之龙居然是这样子的。怎么，感觉老娘不像吗？萤火一脸不善的表情。琉璃捂嘴偷笑，然后开口说道：“好了，萤火，有空的时候我们去你的半位面做客。你现在是不是依然不能现世？不但没办法现世，还陷入了沉睡，我自己都醒不过来的那种沉睡，大概有几百年了吧？哎，我都怀疑我要睡死过去了。”萤火无奈的吐槽道。那可怜的试炼怪物就在几人闲聊中被拆得七零八落，然后陆离一边朝下一层走去，一边说道：“有可能不是你的问题。”作为玩家，他是能猜到新手星限制这种东西的，但没法跟 NPC 解释。新星界在这方面有限制，没法说这种关于设定的话，说出来大概会被听成乱码。到时候我去看看你的本体吧，也许会有办法也说不定。陆离思索着，按新星界的设定来说，玩家是这个世界里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很多限制对玩家都是无效的。甚至陆离在爆锤黑龙会的时候试过，玩家的属性截取之后，也只是显示出一个无法驱除的负面效果，死掉之后都会恢复，只是掉经验掉的一样狠。所以，即便是新手星的限制，也会因为玩家的行为被打破。毕竟这座元素试炼塔都是元素位面特意跟他大哥借的，所以自己作为玩家，说不定真的可以把萤火的本体释放出来。元素之龙啊，传说级起底的存在啊，怪不得会陷入沉睡啊，睡到元素位面都要被打爆了，还没醒。按说这一位也是任务背景里的存在，大概出现在正常剧情里。元素位面覆灭之后，琉璃发布复仇任务之后，玩家就需要想办法通过大量的任务让萤火能出手一次，最后萤火会跟深渊中沉睡的传奇一同湮灭。可是新星界设计的正常剧情已经被陆离打破了，元素位面没有毁灭将会成为最大的变局，这也是他触发的天赋任务里介绍的，若成功获取传说级天赋，将会对整个洛琴主线产生巨大影响的实际体现方式。陆离又招出了研磨衣服，以提高自己刷塔的效率。研磨衣服这次倒是出奇的没有撩拨陆离，而是安安静静的打着怪，这一下反倒是陆离不适应了。衣服？陆离试探的问道。啊？怎么了？主人？衣服呆呆的回复道。陆离的召唤物里只有衣服会叫陆离为主人，海瑟薇和琉璃都是直接叫他名字的，萤火和索尼娅则是叫召唤师，白夜妇女则是好久没见到了，不知道他们发育的怎么样了。契约召唤物有自己的生活，甚至有可能在玩家不在线的时候被干掉，那同样也代表他们会有自己的机缘，
有上进心的会自己找地方升级，提升生命层级，还有可能给你带回装备。没上进心的大概会找地方挂机当咸鱼。白夜妇女原本是当咸鱼的那种，但自从感受过来自陆离的飞速提升之后，两人才决定要努力跟上陆离的节奏，否则迟早有一天会变成挂掉了都没人知道的那种召唤物。你心情不好吗？陆离虚着眼问道。没有啊。怎么突然这样问？伊芙露出熟悉的坏笑，朝陆离走来。是不是人家突然这么认真工作，主人您有点不适应呢？伊芙贴着陆离的身体问道。太近了，这个距离陆离已经可以闻到伊芙身上那一股奇特的香味了，那种混杂着狂妄和魅惑的味道。只是看你没在笑，以为你心情不好，没有的话就快去捶那个倒霉的风元素吧。陆离只有面对伊芙的时候会露出这种手足无措的表情。真是敏锐呢，主人，确实有些小事让我的心情没有那么好，不过见到您就感觉一切都好起来了呢。伊芙发出一连串奇妙的笑声，挥舞着巨大的火元素之拳，把这一层的试炼怪物锤爆。陆离则是无奈的摇摇头，给云逸发了一条信息：你找到 C 级以上的天赋任务了吗？陆离问道。云逸那边没有回复，可能是在刷图什么的吧。等陆离都刷到40多层试炼塔了，云逸那边才蹦出一条回复，找到了一个挺不错的任务，不过有点太难了，我带着我的小队试了2次，果然试试就是试呢。现在大家又一起回到18级了。陆离扶额，这妹子还真欢脱。他快速的回复到我这边任务很快就打完了，等我完事带你打。从云逸在黑龙会事件之后会用他的方式来开解陆离的时候起，陆离就拿他当朋友了。那我就等你了，刚好这边有个拿装备的任务，我们先去做一下。云逸也同样快速回复道。陆离回了个好的，然后就继续速刷试炼塔了。一转眼来到了第50层，49层的试炼怪物是一头29级的灾祸级 BOSS， 虽然不具备顶尖的技能，但各项属性都已经不低了，生命值都有100万左右，即便是陆离都用了将近1分钟才打过去。而50层则是一头30级的灾祸级 BOSS， 火火熔城温迪斯 LV30 灾祸级复制体，技能火火熔城，消耗 35% 最大魔力值，在目标区域召唤出一座喷涌的火山，造成巨大的伤害。陆离的眼神认真了起来，他像是一头十分庞大的爬行类生物，只是那一身发光的赤红结晶出卖了他身为火元素生命的本质。作为有称号有大招的灾祸级，才是正儿八经的天灾级存在。以现在的主流玩家水平来说，根本打不过的天灾级 BOSS。 第84章元素试炼3。不过这种级别的天灾，陆离有4个。上！速刷！陆离一声令下，除了琉璃在他身边没动以外，千亿、银货、伊芙全都各自爆发出恐怖的速度，朝温迪斯冲去。温迪斯发出愤怒的咆哮，他背上的赤色结晶开始酝酿起耀眼的红光，在足有几百米的范围内，流淌的熔岩从那洁白的地面中钻出，很快就蔓延开来。魔力护盾，陆离给自己挂盾，快速走位，躲开那些流淌的熔岩。琉璃一直紧跟着他，数道水元素系技能施展，将陆离周围的熔岩熄灭。他的主要任务是保护陆离。而千亿的巨剑已经抡到温迪斯脸上了。轰！温迪斯巨大的蜥蜴头颅猛然一歪，口中吐出一口火焰，随后怒吼着一爪子朝千亿拍了过去。当老娘不存在吗？银货一声怒喝，裹挟着恐怖雷光的一拳击出，击中温迪斯的胸腹部，将这头巨大的蜥蜴整只轰翻在地。他可是作为投影存在的，虽然受到技能规则的限制，只能发挥出他身为天灾时期 64% 的实力，可对这种30级的灾祸级生物打出力量碾压还是很轻易的。元素之龙是很特殊的生命，与其他巨龙不同，元素之龙是某些强大的元素生命窃取了巨龙之力之后，才将自己的生命形式转化为元素巨龙，从而晋升传奇的，而不是像纯血巨龙一样出生即是传奇。千亿战斗模式一开，无风之刃的暗沉金芒一闪，无剑虽无风，却可斩山海。万军之刃覆海，100多米的恐怖巨剑在他上空汇聚，随着他的一剑同时落下。温迪斯发出惊恐的怒吼，口中烈焰喷涌，整个蜥蜴都化为一片赤红之光。可惜面对千亿的一击还是太脆弱了，排除那种几百倍的属性增幅以外，阶位等级相差不大的情况下，技能才是实际战力的体现。千亿的技能完爆温迪斯，温迪斯的背脊上被斩出巨大的伤痕，其中都能看到他氤氲的赤色骨骼。高阶元素生物若是选择融入某个种族，就会在体内生出与之相同的结构，只是依然具备某些元素特征而已。这小丫头真猛，老娘身为天灾的时候都没这么猛的技能。银货说道。伊芙则是有点心不在焉，不过手上的动作没停过，持续不断的打出大量的输出。好歹是海瑟薇亲自提供配方和压箱底的宝物锻造的，还有陆离提供的大量稀有素材和开挂给改属性，千亿显得特别强是很正常的。很快温迪斯倒下，陆离开启潮汐冥想法消耗经验，连续打 BOSS， 经验进账太快了。
温迪斯这样的30级天灾 BOSS 能给陆离带来100多万经验，能让陆离瞬间从15级跳到17级半还多。还好有潮汐冥想法，不然陆离就只能大量浪费经验在天赋上了。现在陆离的技能搭配已经很不错了，暂时没什么太想升级的技能。按说元素浪潮应该沿袭，可是陆离手里的元素系群体召唤技能就这一个，他在想元素系的天赋会不会也是往生这种类型，需要一定的元素系召唤物数量叠加成的，所以一直没让这个技能变异。甚至陆离都不是很想让往生变异，但是他又会有点期待传说级的天赋是什么可怕效果。还好自己的辅助系统未来可以修改文字描述，所以即便是变异之后效果不太好，自己也可以以后想办法改，但是不知道具体要多久，所以陆离干脆就随缘，有多余的经验，为了控等级就扔到天赋里赌一次，反正成功率也不高。现在有风骑士和20级以后就能用的七色辉光，陆离也不太缺高端战力，这2个技能都是百分比形式的，等20级之后就能召唤比本体还强的投影了。这就是赝品也有可能击败真品的可能性啊！陆离不禁想起前世看过的番，不过这一世倒没有那么多动画小说，可能是这个世界的虚拟技术发展的太快，大部分娱乐形式都是以虚拟游戏的形式体现的。而51层和陆离想象的又开始有变化，2头25级的灾祸级 BOSS 正虎视眈眈的等待着陆离的到来，所以这种图单靠人多是没办法打过的。陆离一眼就下了判断，如果没有足够强的个体，用玩家把这个空间堆满也打不到最后的，而且那种情况未必有足够高的完成度能获得足够好的奖励，显得有点吃力不讨好。不过陆离还是小瞧那些职业游戏玩家的执念。荒原塔地下基地，龙岭穿着一身2米多高的高速动力机甲，正与一架30多米高的巨型8爪机械怪物作战，周围足有数千玩家把各种控制和伤害技能倾泻在他的身上。横行无阻，谢博士 LV50 灾祸级巨构武装，技能覆盖式轰炸，消耗 30% 弹药储备，对目标区域造成堪比数十架重型轰炸机覆盖式轰炸的毁灭性打击。机甲没有魔力值，取而代之的是弹药储备，与随时都在自动恢复的魔力值不同，弹药储备可以在储物空间里装一大堆，虽然这东西挺贵的。机械系突出一个有钱就是爹，至少在消耗战上没什么职业能耗得过机械系，也许召唤系有一拼，但召唤系终究是个吃蓝条的职业，瞬间爆发又比不过机械系的瞬间铺场。但是这种东西只是大多数普通玩家之间的一种克制关系，在顶级职业玩家手里，一个满脑子肌肉的武者都能操作出花来，各种走位技能搭配完全可以让一个普通玩家连正常实力的一半都发挥不出来，就饮恨倒下，无论什么职业。所以这东西终究还是看 ID 的。除了龙岭在疯狂输出之外，数千属于3个公会的玩家们还有着各自的指挥系统，这种级别的 BOSS 对于普通玩家来说基本上被看一眼都得挂的，光是威压就让他们只能发挥出 30% 左右的实力，很多技能甩过去只是堪堪破防。对于50级天灾来说，这点伤害极其微弱。不过这群玩家之间也有数十道身影，显得十分不凡，是个大公会的核心队。还有龙岭直属的西科维尔一队。第85章元素试炼4，这就是灾祸级吗？太恐怖了！一个玩家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级别的 BOSS， 不禁走神了一个瞬间。而就在这一瞬间，一道赤光闪过，他就化为了灰烬。和陆离的召唤物能压着对方打完全不同的是，蚁群战术只会让 BOSS 从容的释放众多小技能，一个不注意就会被秒。然而被压着打的话，就很难有足够的时间释放小技能，因为你释放小技能的这点时间，人家砍你一套输出，可能你1/10血条就没了。高手对决哪有人敢走神清杂兵，只能靠余波慢慢清，和这种围攻的形式完全不同。灾祸级 BOSS 在普通玩家群体中爆发出难以想象的威势，很快包括龙岭在内的数千玩家团灭。还是不行，这个天赋任务只能到下一个10级再做了，20级前的天赋要换了，不然要被甩开节奏了。龙岭皱着眉头做出判断，他虽然很想拿到这个黑色珍贵级的天赋，可惜并不能做到。和10级前那种削弱过的 BOSS 不同，真正的高位天灾面对现阶段的普通玩家，就跟一个正常人穿着全套防护服，手持杀虫剂对战几千蚂蚁是一样的。这游戏不可能有人拿到20级这个阶段的顶尖黑色天赋，换一个普通点的黑色天赋任务吧。龙岭无奈地对几个公会的会长说道。他的发挥其实没问题，但这些玩家和他的差距太大了。可是就算他有自信能单挑一只跟自己同级别的领主，在面对真正的高位天灾的时候，还是扭转不了战局。玩家的阵型只要有一环崩溃，就无法实现完美的输出覆盖和火力压制。荒原塔地下基地就那么大空间，这已经是能容纳玩家数量的极限了。而如果龙岭的团队都做不到，其他的顶级职业团队就一定也做不到。想开点儿，老大，别被一张截图搞乱了心态。一个留着十分狂野杀马特发型的青年对龙岭说道。龙岭有多高傲，有多强大？10级前他可以只靠自己的小队
从新手村的天赋任务里打出黑色珍贵级别的天赋，还能回过头带小弟们挨个拿到同样珍贵级的天赋。不过由于多人协作导致完成度不高的原因，得到的天赋初始数值低是一方面，特效也远远比不上陆离的往生，甚至有一个队员的天赋都没有附带技能，只是被动数据好一点。可是这也远比那些要在几百人拿命堆的情况下，导致完成度太低，只能拿到紫色稀有天赋的大公会和二线职业队强得多。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龙岭的西科维尔和寥寥数支同为国际顶级的职业小队。可就是这样的龙岭，在看到黑龙会事件的终章，海瑟薇留下的环形山状巨坑之后，也差点自闭了。光怪陆离，一定要查到他的消息，这个人太低调了，论坛消息不回，这破游戏又不能直接搜索加好友，想赌他当面联系都找不到这个人。龙岭咬着牙低语道，由于新星界的设定很独特，玩家之间想要加好友，必须像现实一样知道对方的通讯号码，或者面对面才可以直接发起好友邀请。问题是，这游戏玩家的名字并不顶在头上，你根本不知道谁是谁。现在围在凤元城找陆离的人多了去了，西科维尔的情报人员每天都能传来数十条关于这件事的讯息，可惜没有一条是最终确定找到陆离的。龙岭认为他自己肯定是整个新星界的第一梯队，结果看完论坛上陆离留下的战斗痕迹之后，他顿时就觉得这游戏肯定有自己没玩明白的地方。他的机械造物和本身爆发根本不可能打出那种伤害，就算狂买炸药硬堆，也没法对环境造成那么大的破坏。新星界里不是说你攻击力高就能破坏环境的，生命层级、领主级以上都有相应的被动，提高对地形的破坏程度。只有这种被动才能让自己的攻击对环境产生足够大的影响，攻击力也产生质变。只有传说级的存在才能打出一击灭城的传奇，某个在几百倍增幅下给洛琴元素位面切掉一块的小丫头除外。而陆离此时已经来到了第99层试炼塔，绝对零度希尔维亚 LV60 灾祸级复制体。不是，这是一个20级以下天赋任务里该出现的东西吗？陆离都惊了，这东西2个描述为毁灭性伤害的大招，一个增幅5倍属性的爆发技能，还有一堆被动，各项基础属性也是60级灾祸阶层里的中上层。这玩意儿放出去都能跟枯萎时空那个老东西打一架了。陆离在深渊全面撤退之前，还是给科温甩了一个数据侦测，所以忍不住吐槽道：希尔维亚是一头浑身冰晶覆盖的巨大冰鸟，一展数百米，即便99层的空间已经足够巨大了，足有10几个足球场那么大，可是也只够它小小盘旋一圈的。我很好奇，一个如此普通的人类能走到这一步，所以我选择派出我的一道化身看看你，我的化身就在最上层等待着你，战胜希尔维亚，你就可以见到我。清冽的声音在整片空间中回荡，如同无数水晶碰撞发出的清鸣，十分奇特。那我还蛮期待的，陆离福下一层必是一个传奇级的玩意儿。不过面对希尔维亚，陆离也需要召唤出风骑士。来啦，索尼娅了。风骑士。随着陆离的呼唤，那道跨越世界的身影裹挟着恐怖的风啸之音降临于此。希尔维亚与海瑟薇一样，具备侵染现实的被动技能，甚至陆离怀疑他和海瑟薇的本体应该是一个级别的存在。随着他的飞舞，一道道冰山在逐渐凝结，他周身的空间变得寒冷，他飞掠过的大地被白霜覆盖，而这一切都在那一声风啸之后纷纷崩碎。给我下来吧，小鸟！索尼娅的声音中依然透露着无与伦比的高傲与帅气，他整个人凌空飞掠，轻巧的几剑就将希尔维亚的一侧羽翼斩得破碎不堪。烈！愤怒的嘶鸣传出，希尔维亚周身风雪大作，索尼娅所在的区域温度直线暴跌。琉璃和千亿挡在陆离前面，撑起数道护盾，衣服展开巨大的研磨真身，为陆离阻挡着那恐怖的低温。荧惑则是闲不住的化作一道雷光，与索尼娅一同作战。喂，女人，你很强吗？荧惑对索尼娅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哦，你是哪只？索尼娅好看的眉头一皱，傲慢的气息凛然。嘿，等你见到我的本体你就知道了。荧惑也不生气，传奇阶的高傲他的本体才有，他作为一个能出来透气、出来玩耍的投影分身，根本没有那种东西。就像在网上冲浪开小号一样，没皮没脸，爽就够了。他和索尼娅的状态可不一样，索尼娅的本体在自己的世界过得好好的，天天跟一帮因为立于世界之巅而无所事事的传奇女武神拼9砍大山，根本不像他，只能通过被召唤一个投影这种方式透透气。不过荧惑虽然只是灾祸级，战斗经验却也不弱，跟在索尼娅身后刷输出爽的一批，给希尔维亚电得浑身冒烟。作为无意识复制体这种东西，希尔维亚只会无能狂怒，虽然打的场面宏大，但一看伤害，哼。荧惑在面对希尔维亚时灵活的像一道闪电，各种大范围攻击全都躲过了，反正有索尼娅正面扛着。索尼娅则是随手几道剑气就能化解那些堪称恐怖的冰魔法。他作为一个被动怪，只有一个传奇级大招，其余都是传奇级被动技能的家伙，每一下普通攻击都一点不弱呀。至少硬拼一只高位天灾的冰鸟不是问题。
索尼娅完美的在10分钟内对希尔维亚完成了终结。随着巨大的冰鸟爆裂成漫天的风霜，陆离面前出现了泛着蓝光的传送阵。不过陆离没急着进去，而是和索尼娅聊聊天。等他消失之后，又等了20分钟，风骑士冷却之后，重新召唤出银货和衣服，回满了魔力，才踏入传送阵。第86章元素试炼5。踏入传送阵之后的场景却不是陆离想象中的一片巨大战斗空间，而是一座数十米高的巨大黑色山峰。山峰之上有一个好几米高的赤红色王座立在其上，然后一位怎么看都十分违和、穿着校服短裙的少女斜靠在上面。啊，你来了呀！少女看到陆离几人出现，飞快地跑了下来，结果因为跑得太快，左脚绊了右脚一下，整个人一边发出啊救命啊的声音，一边从100多阶台阶上滚了下来。WOC， 陆离下意识就去接，结果两个人砰的一声撞在了一起，陆离只感觉自己整个人都要裂开，生命值狂掉一大截，然后他就被这少女砸在了山脚下的地面上。啊啦，看样子主人喜欢这一款呢。衣服露出促狭的笑容，一边说着风凉话。千亿则是一副要炸毛的样子，琉璃和银货赶紧拉住千亿，毕竟怎么说呢，就是陆离也不像是被攻击了的样子。啊，痛痛痛！陆离终于在洛琴上找到了一点日式轻小说的感觉。之前自己一直在经历各种高阶战斗，没想到试炼居然是这种展开，还蛮有趣。个屁呀，好疼啊！这少女其实是个实心铁块吧？啊，痛痛痛！少女也从陆离身上爬了起来，小脸一抽，差点哭出来，拍打身上的尘土，不好意思地问道：“那个，你没事吧？”我觉得我大概还活着。陆离也爬了起来，无语地说道：“不好意思，那个家伙搞出来的破王座真烦人，害得我摔得那么惨。”少女吐了吐舌头，摸着脑袋说道：“所以别告诉我你就是……”陆离惊了，啊，忘了自我介绍，我是星辉星域元素世界的一个普通元素精灵，我叫艾莫斯。少女一副正经八百的样子，自我介绍道：“元素药神艾莫斯，星辉 LV85 传奇化身，种族世界意识，出生。”看着眼前的少女一身堪称豪华的属性面板，陆离露出一个微笑。原来是星辉世界的元素精灵啊！所以你是最后一关的考验吗？陆离微笑着棒读道：“啊，最后一关的考验在那呢，我是来看看你而已，我对你很好奇。”少女指着不远处一个被一堆七彩绳索牢牢捆住，躺在地上一脸生无可恋表情的红发男子说道：“璀璨深红，森奇，克烈 LV60 传奇，投影 32%， 种族元素战神，技能深红之拳，汇聚你 35% 最大魔力，对目标爆发璀璨的一击，造成15倍力量属性加15倍敏捷属性加30倍魔力属性点伤害的恐怖一击，并对目标后方1公里范围内造成海啸般的毁灭性打击。”原来是这样，陆离松了口气。如果是跟眼前的少女战斗，陆离还真就没信心，毕竟自己最强的底牌在这里没法用。那个60级传奇是一具投影，只具备原身 32% 的属性，索尼娅应该可以搞定他。毕竟那家伙的技能除了深红之拳以外，看起来都一般般，并不像索尼娅一样拥有数量众多的传说级被动技能。就是说嘛，就算想要获取金色传说级别的天赋，需要直面传奇才行，也不可能直接让人挑战80多级的传奇 BOSS 吧。不过好久没有这种只看面板就觉得可能打不赢的感觉了呢。陆离思索着，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类而已，运气还算不错，通过技能认识的几位伙伴都还蛮强的。陆离说道：“并是不哦，虽然你看起来很普通，但你有着让人愿意相信的力量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种感觉。总之，你的试炼要加油啊！如果你通过的话，我会奖励你。”艾莫斯犹豫了片刻，雀跃地说道：“所以把那个家伙放出来吧，我可不想面对一个满怒气的武者啊！”陆离指了指克烈的方向，吐槽道：“啊，因为他非要站那么高跟我说话了，仰头怪累的。哎嘿嘿！”艾莫斯一个响指，解除了克烈身上的元素绳索。克烈爬了起来，心中吐槽道：“老大，你能不能找个更合理一点的借口啊？还有，你这是什么恶趣味？居然化身成一个小女孩来试炼塔里玩！”想到自家老大的真身，平日里那威严如女帝一般的形态，克烈总觉得自己回去之后会被关禁闭。没办法，真的没认出来。就算技能很像，就算实力也很像，但是自己就是没想到自家老大会有这恶趣味，所以自己被爆锤了。艾莫斯，所以武者果然满脑子都是肌肉呢。哼，好了，直接来吧。念及至此，克烈已经心灰意冷了，对陆离勾勾手指，面色灰暗的说道：“所以你不用调整一下状态什么的？”陆离扶额试探着说道：“婆婆妈妈的，真麻烦，快点！”克烈恶狠狠的说道：“好吧。”风骑士。陆离见状，也摆出了认真的表情。索尼娅轻甩着潦草的金色长马尾从虚空中降临，只是眼神一扫，
面色微微一凝，一副清纯邻家妹妹样子的艾莫斯，即便伪装得很普通，也能给他一种难言的压力。而艾莫斯和克烈也是神色一凝，别看艾莫斯可以传音到上一层，但并不代表他可以观察到上一层的情况。居然是传奇召唤师呢，竟然如此年轻。克烈摸了摸自己深红色的爆炸头，低声道。随后他一抹鼻子，摆出一副进攻的架势，说道：“那我就不会手下留情了。”随即他猛然化作一道赤色幻影，朝陆离冲去。索尼娅则一甩长发，长剑裹挟着恐怖的剑气朝克烈脸上斩去。陆离则是第一时间在琉璃四人的掩护下撤退，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真是麻烦的女人。克烈受限于投影发挥出的实力，甚至稍逊索尼娅一筹。明明他的本体等级更高，而且索尼娅的传奇被动太多了。克烈艰难地在索尼娅的剑锋中不断躲避或尝试反击，两人战斗时卷起的气浪与波动，随着战斗的烈度不断提升，逐渐摧毁了方圆300米内的一切。第87章元素试炼中，艾莫斯蹦蹦哒哒地来到陆离旁边，小声说道：“武者真暴力呢。”陆离不禁无奈扶额，作为一个世界意识，这么还拖真的好吗？辅助系统，好想吐槽啊，可惜还要忍，太弱了，拿出你的实力。索尼娅傲慢地甩出一道剑气，将克烈重重的击飞，手中长剑高举，整个人向前踏出一步。以无之剑阅读你的真名与奥义，即使是行于天上的诸神，也当被无之剑斩落凡尘。渡神之桥，塞拉斐尔。狂烈的风在其长剑上缭绕，最终汇聚成无比明实的闪耀剑光。真麻烦。克烈一把扯掉左手上散乱缠绕着的白色绷带，露出一道道深红色的奇异符文。我可没那么多中二的话要讲。深红之拳。面对那如天罚般的一剑，克烈4迈10快地提起一口气，身形一转，左拳猛然朝着空中轰出。轰！巨大的剑痕凭空断裂一大截，直至高空1000多米，一道璀璨的深红色火焰波动炸裂。可惜为了阻挡这一剑，他不得不朝天空释放这一击。索尼娅眼神微眯，毫不犹豫地大踏步的前冲，随着他每一步的前进，都有无尽的元素风暴朝他汇聚，他手中的剑也愈发明亮。还来！克烈惊了，这种大招虽然没有明面上的冷却时间，可连续释放的话，对身体的负荷很高。不过武者可是不会后退半步的存在。深红之拳。深吸一口气，猛然一拳再次挥出。口出狂言的家伙，受死吧！塞拉斐尔。索尼娅的声音无比寒冷，恐怖的剑光完全汇聚于他手中的长剑上，与克烈的拳正面击在一处。注意迎接冲击。陆离眼神一眯，对琉璃几人说道：“元素臂杖。”7色的金币凭空升起，显然琉璃这一招也蓄力许久了。衣服化为炎魔真身，立在阵前，发出一声怒吼的同时，巨大的双拳猛地一捶地。轰！一道道熔岩柱从地面上升起，千翼和雷鸣则是挡在陆离和琉璃身前，爆发出庞大的魔力波动，以身为盾。炽烈的白光在索尼娅的剑与克烈的拳的交汇处迸发，先是整片空间无声的一颤，随后如核爆般的恐怖声响，裹挟着肉眼可见的数百米高的冲击波朝外扩散。索尼娅、陆离顿时感受到索尼娅的投影消散了，他眼神微微一眯。索尼娅是高傲的，他不允许自己用取巧的方式赢下战斗，他宁愿与敌人共同毁灭，反正是个投影。轰！冲击波瞬间把衣服卷飞，30余米高的巨大炎魔重重地摔落到数十米之后。随后是元素臂杖在冲击波中疯狂的震颤，琉璃的脸色居然都稍微有些苍白。随后才是千翼和荧惑。在恐怖的冲击波中，二人同时一声大喝。千翼进入战斗状态的同时，无风之刃开启。无剑虽无风，却可斩山海。万钧之刃覆海。千翼居然被逼得开出大招，数百米的巨大剑影从高空坠落，恐怖的冲击波如同海啸一般汹涌而至。可千翼的这一剑却如同摩西分海一般，在那狂猛的气浪中开辟了一方净土。轰！远处的王座与高山坍塌，黑灰色的巨石碎裂崩飞到整片试炼空间各处。两位传奇即便都无法发挥全力，爆发出的破坏力也远非一般的高位天灾可比。主要也是试炼空间比较狭小。数十秒后，一切归于平静。索尼娅和克烈的身影都消失在那一片巨大的爆炸之中。艾莫斯神色有些复杂，说道：“你居然真的通过了考验呢，那我也会毫不吝啬地赐予你奖励。不过在此之前，先获取试炼塔的奖励吧。”他歪着头笑道。陆离特意没用任何外力，就是想拿到一个满评价。此刻终于到了结算的时候了。叮！您的天赋任务元素试炼 B 级已达到最高完成度，是否结算？陆离点击结算。叮！任务结算中。结算完成，完成度100%，任务评价 S， 难以置信。任务奖励声望加3500，经验加1500000 EXP，
获得天赋元素神作金色传说。陆离飞快地打开新天赋的详细面板。天赋元素神作金色传说，你具备神灵般的元素亲和力，你的元素系技能整体强度增加 16%， 元素系单位对你的初始好感度增加8%，元素系召唤生物战斗智能等级加2，附带被动技能元素神火，你每召唤一位元素生物，你获得其 16% 全属性加成。附带技能元素邪名，消耗 50% 最大魔力值，与你选定的一位元素召唤物进行融合，需好感度达到60以上，获得其 32% 全属性，获得其完整属性面板，获得其全部技能。开启元素邪名时，你的元素神火效果翻倍，持续 640S， 冷却时间30分钟。WOC， 陆离没想到居然是如此恐怖的一个强化自己的技能，他终于不用再怂到最后面了，等自己再把这俩技能的属性一改，直接起飞，想必金色传说的上限一定很高。怎么样，试炼塔给你的奖励不错吧？你领悟到什么了？艾莫斯好奇地问道。陆离微微一笑，元素神火点燃，陆离顿时发现自己属性暴增，琉璃、衣服、荧惑都是元素生命，他们各自的 16% 属性加持在陆离身上，陆离周身顿时迸发出强烈的气旋，那是他的魔力再不自觉地翻涌。元素浪潮，陆离打出一个响指，巨大的元素之门在他背后开启，一头头元素生物如浪潮般狂涌而出，每出现一头元素生物，陆离的属性就提高一丝。而且最为 bug 的是，陆离此时的魔力值在这种不断叠加的情况下疯狂递增，也就是说，搭配元素浪潮，陆离几乎可以永续维持这个技能，直到第一批被召唤出的元素生物抵达存在时长的上限。看着自己已经突破4000大关的精神力属性，在精英级的转化下达到12万的魔力值，陆离嘴角露出一个愉快的笑容，自己终于走出本体不够强，缺篮好多技能要算计来算计去的阶段了，终于像个大佬一样，大手一挥就能实力全开了，只要注意技能的释放顺序就可以了。第88章回归洛晴。这种气息是元素神作吗？艾莫斯眼神微变，陆离的潜力比他想象的还要大，作为元素生命的巅峰进化方向之一的存在，他了解元素神作是多么强大的天赋，这是一个黑色珍贵级别起步的可怕天赋。他本以为陆离会获得一个类似往生的元素系天赋，没想到居然是更强大的类型。那我就把这个技能送给你好了。说着，艾莫斯从校服上身的小西装里掏出一本散发着金色光芒的技能书，塞给陆离，然后挥着手笑到下次再见的时候，希望你变得更强了。这次就到此为止吧，再会。艾莫斯小手一挥，陆离眼前的一切都开始扭曲，忽然白光一闪，陆离一行人出现在那一望无际的广阔草原上，随后眼见那高塔如云烟般飘散。作为只有一次使用权的特殊物品，洛晴的元素位面完全操作不了它，只能任其自由来去。随后洛晴的元素神殿才发动本身的传送能力，将陆离等人传送回山巅的广场之上。一回到广场上，就看到史蒂文和安娜一副翘首以盼的表情。见到陆离回来，史蒂文惊愕地问道：怎么回事？怎么没有联系我？难道你失败了吗？陆离神秘的一笑，根本没废话，周身魔力气息狂涌，手中魔法书中七色的辉光迸发，与元素之河诞生的七色辉光，跨越时间的臂障于此处降临。随着陆离高声的吟唱，恐怖的气息在他身上迸发，整片天空被七色的氤氲之光布满。安娜和琉璃同时感到一股莫名的心悸，这是……二人同时向天空望去，却见到一道散发着无比恐怖威压的七色陨星从天空中坠落，与之相对的，无尽的七色辉光汇聚成一道七色的光影，又一个琉璃的身形在其中浮现。怎么可能？琉璃和安娜震惊的直接喊了出来。史蒂文整个人张大了嘴巴，手中的魔术书都掉落在地。反观陆离，则是因为这两道身影的出现，周身的气息再次暴涨一级，已经达到了一般的高位天灾的层次。这是元素神作？安娜呢喃的自语道。这是我吗？琉璃则是下意识地朝另一个自己的方向迈出一步。也正是这一步，琉璃顿时感觉到一种奇异的感觉。那一道身影同样也是他的七色幻身，只是来自另外的时间线而已。他的意识毫无阻碍地融入另一个自己的身影，传奇级的威压在他身上绽放。安娜眼前一亮，随着琉璃的动作，也像是操纵自己的七色幻身一样，分出一缕意识投入了另一个自己的身上。轰！二人的气息在此刻彻底交织，七色的元素风暴席卷整座雪山，冲天起的七色光柱穿破那坚固的固有结界，直入苍穹。陆离，你居然能从七色幻身里领悟出这是什么能力？安娜才想起来，这个能力自己也不知道。这个技能叫做七色辉光，是从未来召唤你们的传奇级投影。我当时就想过，是不是可以让你们提前体验传奇级的力量，没想到还真的可以。陆离也很兴奋，传奇级的存在，
无意识投影和本人操纵的区别太大了。就算安娜和琉璃此时稍弱，但他们自己来操控，肯定也比自己去操纵的效果要好得多。史蒂文则是双眼冒光地望向陆离，语气恳切地说道：“陆离，能不能把这个技能交给我？哪怕只有安娜的部分都够了。”陆离一愣，这游戏玩家还能教 NPC 技能呢？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啊，我研究一下吧。陆离无奈，翻遍自己的各种栏位都没找到这一类的功能。史蒂文一脸激动，传奇级的力量近在咫尺，技能是星星界里十分珍贵的存在，无论什么职业，掌握下一阶段的技能之后，才有可能突破下一阶段的生命层级。这一点在玩家身上也是一样的，如果你没有掌握绿色高级级别的技能或者天赋，你就没法提高到精英级。体现出的限制就是，如果你去生命潜能研究所接任务，抉择会提示你无资格接取任务。这种测定是连辅助系统都会暂时放开陆离身上的数据屏蔽才可以的，不然陆离去了也是无资格。威斯也是和史蒂文一样，在广场上等候着陆离的出现，没想到一见面就是如此的令人震惊。他只是想报答陆离的恩情，在这里等着送他回洛琴主物质位面的。但此时他竟然无法抗拒地生出一丝想要与陆离签订召唤契约的想法。可惜他的等级太高了，现在还没法和陆离签订契约。他也没有换身类的技能可以给陆离，于是摸出一个银紫色的小徽章递给陆离，说道：“我想成为您的契约生命，在此之前您都可以通过这个徽章联系我。”陆离收下了徽章，对于这个雷时空双系的高位天灾他还是有兴趣的。可惜威斯的等级是55级，等陆离跨过40级的门槛才能契约他，那时候陆离还在不在洛琴都两说了。不过有这个徽章作为联系，就算不在洛琴星，陆离也能通过其他的元素位面让威斯降临。威斯具备通过元素位面跨越世界的能力，这在新手星也算是极其稀有的能力了。他可以开启通往其他拥有元素位面的星球的传送门。我要回去了，洛琴还有事情等着我处理，随时联系。陆离对几人说道，他要回去带云翼做天赋任务了。随时联系。史蒂文也并无再继续打扰陆离的意思，他打开一道传送门，带着安娜直接离开了。作为高位天灾，他们无需参与元素位面地后续重建。安娜的意识一部分留在七色辉光凝聚的传奇级分身中，对陆离笑道：“要多召唤我们，通过投影体会传奇级的力量之后，也许哪一天我和琉璃的本体也可以突破传奇阶层呢。”我会的。陆离点点头说道。威斯则是张开了一道传送门，对陆离说道：“您进入这个传送门，就会回到元素位面的初始广场，在那里，琉璃就可以带您回到来时的地方。”第89章野外 BOSS。 陆离点点头，穿过传送门，在威斯的注视下消失在传送门之中。琉璃路过威斯时的身影微微一顿，小声道：“你要多跟他联系，这是你的机遇。安娜的直觉真的很准。”感谢您的慷慨。威斯对琉璃鞠了一躬说道。琉璃并不会介意威斯取代了他在元素位面的权柄，元素生物就是这么随缘，在他们的世界观里，位面权限这个东西很麻烦，属于没人爱拿的。反正同在一个元素位面的大家基本也都认识，需要的时候说一声都能互相给个方便，就像此时的威斯就是利用了他的权限给陆离等人当传送门一样。洛琴樱花群岛，阴京附近的第2级城市已经开始有玩家的身影了。灼热荒原是距离阴京200多公里的一片高级野怪刷新点，足以容纳数十万玩家发育。一个小队正驾车游荡在荒原之上，这地方可真荒凉，找个任务怪那么麻烦。开车的男子抱怨道。那没办法，谁让你输了，老实开你的车吧。车斗里打牌的一个女生笑道。樱花群岛上很流行这种前面4个座位，后边一个车斗的皮卡车，开车的时候大家还能在车斗里打牌消磨一下时间，毕竟新星界的地图真的太大了，打牌还可以顺便决定下一次开车要留下看车的是谁。一行人正游荡着，突然发现不远处的云层中一阵七色的彩光凝聚，一道粗大的光束猛然击中荒原上的草地。轰！嗨！陆离挥手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往回传送可没有固定的传送广场作为接收点，狼狈点也是正常的。他因为回来的比较快的缘故，琉璃和安娜2位传奇投影都还在身边，银货和衣服则是因为时间到了而在元素位面就消散了。陆离刚要研究一下自己下一步该咋办，当时走的时候心情不太好，啥都没安排，就发现一道锋刃从远处飞来，千亿纤细的手臂挥起巨剑，随手挡下这一击，0的数字在他头顶蹦出，没破防。不是，一回来就被锤。陆离无语。哇，这群 BOSS 应该等级不低啊，怎么会突然在这刷新野外 BOSS 啊？喊人，快喊人！区域频道喊人！释放锋刃的少女咋呼呼地喊道。没错，对陆离动手的正是这个游荡的小队，他们只是把突然从天而降的陆离等人当野外刷新的 BOSS 了，并不是针对。千亿哪能受这委屈，纤细的小腿一踏地就冲了出去。陆离在后边喊道：“把他们车留下，别砍爆了，咱车又丢了。走之前忘了安排人看车了，当时光顾着闹心了。”
千亿远远的比了个了解的手势，高达6400点的敏捷带来的是他高达每秒钟300多米的超高移动速度。那个小队只觉得眼前一花，就集体免费回城了。WOC， 出大事儿了！最开始放出锋刃的少女看着死亡信息，惊恐的喊道：“咋了，洛洛？”虽然懊恼掉了半级，但也并不觉得有啥大事儿的一个队友问道：“他们是刚刚升到20级的小队，正处在各个城市间游走碰运气的阶段，遇到打不过的 BOSS 太正常了，现在也不是吝啬经验的时候。那群人不是野外 BOSS， 他们是玩家。”击杀信息显示的是光怪陆离。被称作洛洛的少女绝望地坐在地上，崩溃地说道：“我擦！”整个小队都惊了。那个路人王，一个人把黑龙会打退服，到现在还有人在住院的光怪陆离。小队的队长看了一眼死亡信息，整个人也崩溃了。快下线！洛洛突然跳起来，整个人化为白光消失了。对，下线！他应该不会无聊到来堵我们。一群人集体下线了。谁也没想着把区域频道说刷了野外 BOSS 的事儿解释一下。不过还好，陆离拿到车了之后就离开了原地，直奔阴京而去。他现在觉得自己应该把海瑟薇的复仇给完成，因为他刚联系了云逸，云逸说他的天赋任务在阴京附近，说过来大概要几个小时，到了之后联系陆离。刚好这几个小时把樱花大神社先清了。樱花大神社并不是阴阳师的协会总会，而是一个独属于樱花群岛行政体系的机构，用于纪念当年与洛秦帝国战争中战死的樱花群岛战士的阴魂。樱花大神社修建在阴京市核心都市圈和外层都市圈之间的空白处，这里是一处巨大的环形区域，其中除了占据其1/4面积的大神社之外，还有蔓延整片区域的公园带，景色宜人。海瑟薇，咱直接给他炸平怎么样？陆离摸着下巴问道。海瑟薇，好像也可以。海瑟薇居然被说动了，他想到自己在陆离增幅下的大招差不多就能做到这一点，而且陆离也掌握了新的力量。海瑟薇能感觉到陆离的魔力波动增长了，作为友方单位是自动免疫数据屏蔽的，除非陆离单独设置对其屏蔽。那就直接来吧。听说城市里不允许动用武力，我稍微伪装一下。稍等。陆离从背包里摸出一件黑色的棉布法袍，撕了一大块布料下来，好好的一件40多级紫色装备瞬间就掉了一大块耐久度。随后陆离把撕下来的布料围在了脸上，又换掉了自己身上所有证明身份的徽章，检查了一下，感觉没什么问题了，对海瑟薇说道：“走吧。”海瑟薇，你这伪装可真行。海瑟薇虚着眼吐槽道：“反正他们也侦测不到我的信息。对了，琉璃，你带着千亿留在城外，我会用7色辉光召唤你的投影降临，到时候记得接手。”陆离说道。千亿和琉璃点点头，他们并不免疫侦测，防止被记录讯息，所以留在城外。反正现在的陆离已经有自保之力了，千亿也就没那么担心他了。陆离孤身一人驱车前往樱花大神社的正门，心里盘算着是不是技能都升级的差不多了，刚好借着这一波经验升到20级以上。第90章大神社的末日。细想了一遍，确实自己该升级的技能和该获得的天赋都搞定了，也该升级到20级了。现在的等级榜都是一群25、6级的家伙，其中还是有很多熟悉的职业玩家名字，只不过龙岭的名字也悄然消失在前10之中。这游戏官方公布的榜单除了现在的等级榜之外，还有下周会开启的第1赛季的联赛排名，那个排名才是所有玩家会真正发挥实力、全力争夺的地方。新星界也运营了1周多了，第一波发育期马上就要结束，进入联赛阶段了。当然，联赛除了比拼当下的实力以外，也必然比拼整个赛季下每一位玩家的成长。在1个月的季前赛之后，会有2周的休赛期，然后是为期1个月的第1赛季正赛。正赛之后决出不同分类的32强，在1个月之后进行第1赛季的全球总决赛。对，新星界不分赛区，大家都在一个特殊的空间比赛，不同新手星的玩家也会聚在一起比赛，只是分为不同的赛制。陆离对此当然也有兴趣，因为奖金非常高，全球总决赛的个人擂台赛冠军奖金是1000万海蓝贸易点数，这个贸易点数是现实中5大国共同维护的国际结算货币，购买力非常高，兑换5大国的货币比例是1比5。其他赛制的奖励也十分丰厚，陆离准备不当人，把所有能拿的奖励都拿到手再说。因为新星界就算是国际赛也是不实名的，选手可以选择暴露现实中的身份，也可以选择不暴露，可以说对路人玩家非常友好了。总会有些人不愿意把所有信息都公开，尤其是背后没有大势力做靠山的各种路人王，这也是每个新游戏启动的时候职业选手们必须面临的第一次巨大挑战，能否在一众路人高端玩家手中保住自己的地位。陆离先是召唤出银货与衣服，叠起自己的属性之后，就当着大神社的面直接开启了元素浪潮。10几米高的元素之门在陆离背后张开，元素的辉光映照下的陆离看不清面色，他维持运转元素之门的同时，心中默念通明双重施法。首次尝试十分成功，在足够强大的魔力支撑下，海瑟薇的身影从虚空中浮现，
他望向陆离的眼神划过一丝惊诧的色彩，他便强了很多。想来他是希望与自己并肩作战吧。海瑟薇纤薄的嘴唇划过一丝笑意，对陆离伸出手臂，笑道：“来吧，百鬼夜行！”陆离一声低喝，庞大的死灵军团骤然间降临。在陆离召唤出海瑟薇的瞬间，整座阴茎中警报四起，有未知的天灾级波动出现在大神社外围。大神社正在紧急求援，有数量众多的元素生物与死灵生物出现在大神社外围。元素浪潮技能已确认，疑似是元素浪潮。史蒂文在大神社附近，有侦测到七色陨星的存在痕迹吗？目前还没有，正在加强对该区域的魔力扫描。别急着动作，我们需要迟到几分钟。阴茎现代魔术师协会的会长眼中闪过一丝灰暗的神色。大神社，先让他们自己忙去吧，我们观望一会儿。同样的对话发生在四大协会，洛琴上势力的分布可是复杂的很。不过几秒后，所有关注着大神社的人的面色都变得惊疑不定起来。那种级别的往生，是传奇召唤师？史蒂文突破了界限，不可能，必须要去看看，但不要急着现身。一道道身影在感知到海瑟薇的天灾级魔力波动猛然拔高了数百倍之后分踏而至。海瑟薇的身影高悬在樱花大神社的上空，面对着大神社高高升起的固有结界，丝毫没有一点在意的神色。他清冷地吟唱道：“灭却一切污秽，焚毁一切罪恶，以我神力为引，有死亡之天际，向冥府之深渊。”嗡！随着空间发出恐怖的震颤，天空中一道10几公里的庞大裂隙张开，其中深红色的冥府之星降临。随着海瑟薇右手高举，那深红色的巨星如同融化的巧克力球，深红色的死亡之力凝聚在他的手中，一副华美的弓矢定型。海瑟薇郑重无比地拉动弓弦，庞大的死亡之力如同鲜红的银河般在他身后流淌出气势恢宏的画卷。他深深地望了陆离一眼，这份力量正是因为他才得以存在。山脉崩毁陨灭之星，随着他一声娇喝，天地霎时无声，一道不起眼的红光射入大神社最中央的巨大神殿。庞大的固有结界似乎没有发挥出任何应有的作用。这不可能！悬浮在神殿上空的当代樱花大神官面露惊恐，整个人丝毫没有反应的余地，就被那一道红光贯穿，随着那道红光一同坠落在下方的华丽主殿中。那些灵位大神官紧握着胸口的赤红色光矢，望向大殿中供奉的数十万木牌，呢喃着：“轰！”赤红的太阳在大神社中升起。陆离只看着自己的经验条如开闸放水一般，瞬间就冲破了20级的防线。他的嘴角勾起一个笑容，是为自己的伙伴感到高兴的笑容。恐怖的冲击波随之而来，陆离庞大的魔力足以支撑自己悬浮。他飞在海瑟薇的身边，神色冷清地看着这一幕。樱花大神社吗？让人很难不联想到上一世的那个地方呢，连功能也是如此的相似呢。好！就在那赤色的太阳消散之后，化作一片巨坑与废墟的大神社后山中却传来了一声庞大的兽吼。随着远处的森林不断倒塌，一道粗大的爬行痕迹出现在林中，如同碾压过草地的巨蟒。陆离眼神一凝，对着那道身影甩了一道数据侦测：多头海妖8期 LV55，灾祸级畸变体，种族尾龙，技能八荒灭却，消耗 80% 魔力，从8个头颅中喷射出8种属性的纯粹能量冲击光束，对目标造成持续不断的毁灭性伤害。被动技能尾龙之躯，从耐力中额外获取100点生命值结算，10点防御力结算，你的力量碾压判定提高 300%。还好之前没太冲动，不然以之前的实力，打完这一波自己就没有脱身的余地了。陆离扫了一圈周围隐晦的魔力波动，自语道：“这个战场交给你了，我喊索尼娅出来压阵。”陆离对海瑟薇说道。海瑟薇点点头，他的仇他要亲自报。冥府之主海瑟薇，你终于舍得从棺材里爬出来了。巨大的蛇兽高昂着头颅，口吐人言：“上代大祭司，你的生命形态还真是让人恶心。”海瑟薇皱眉道：“呵，区区死灵也好意思？”中间的舌头露出极其人性化的不屑表情：“多数无益，今日就是你的死期。”海瑟薇的眼中闪过一丝猩红的光彩，纤长的手臂牵引，数道鸣枪迸射而出。巨蛇口中吐出粘稠的火焰，巨大的身躯摆动，试图躲过鸣枪，但是在巨大的属性差距下，他的动作只是徒劳。嗡！随着空间的震颤，鸣枪在空气中留下数道痕迹，径直插入巨蛇的身体各处。陆离就看着他的血线骤然少了1/10。真肉！陆离吐槽。第91章，所谓天灾，风骑士。元素浪潮丝毫未有停止之意，陆离的瞳孔中透出璀璨的青色光芒。你的气息更强了，召唤师。索尼娅从虚空中踏出，察觉到陆离的变化，笑道：“之前你还真是冲动啊，不过看样子你没事。”陆离叹息道：“
哈，那个红毛居然嘲讽我。不过如果是本体的话，我不会这么冲动的。放心好了，召唤师。索尼娅毫不在意的笑道。随后他望向海瑟薇那边的战场，惊叹道：那一位是那种级别的往生，真不错。以索尼娅的实力，看到海瑟薇在夺魄凝魂的加持下肆意挥洒的庞大魔力，也感到压力。别急，很快就有更棒的了。陆离笑了笑，元素神作比起往生可丝毫不弱。等自己把数据调整完，效果只会更恐怖。每一个技能和天赋都达到上限，叠加在一起会形成更加恐怖的效果。那我可要好好期待一下。索尼娅露出一个期待的表情，舔了舔嘴唇。宝石魔术第12位，魔力强化。海瑟薇不疾不徐，周身魔力高度凝聚，如同固体一般，整个人如炮弹般一拳击中八旗的身躯。以他那100多米的巨大体型，居然被毫无抵抗之力的打出力量碾压，翻滚着跌出数百米，将大神社中残存的一些建筑冲撞得干干净净。海瑟薇，你以为现在的洛晴是你只凭武力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地方吗？他不屈地扬起头颅，发出怒吼。哦，那我倒很好奇，你的底牌是什么？海瑟薇眉头微微一皱，不屑道：呵，底牌？一个正拳不需要那种东西。八旗的血线还有不到1/3，他巨大的身躯却在缓缓退去。随着他的退去，天空似乎突然暗了下来。陆离双眼微眯，朝着天空中望去，是一座数公里长的庞大金属造物挡住了太阳的光芒。哼，你们终于修好了当年的战舰吗？海瑟薇露出一个嘲讽般的笑容。星舰确实强大，但海瑟薇并不惧怕。索尼娅，战舰交给你了。陆离果断地说道，是时候展示拳头了。交给我吧，好久没拆这东西了。作为传奇级的生命，自然是知晓星空的。索尼娅兴奋地一跃而起，传奇级的生命威压骤然绽开。不可能，洛晴上怎么会有传奇？八旗的数个头颅同时发出难以置信的怒吼，而这也是一众围观群众想问的。打破僵局的契机到了。4大协会的会长隐晦地交流着眼神，必须提早动手了。生命潜能研究所和超能者协会的会长暗地里通讯。星际战舰在星球内部几乎就是无敌的战略兵器，可想要面对一位传奇，这种级别的战舰还不够看。索尼娅修长的单手剑上有狂暴的元素汇聚，她修长有力的大腿猛然踏地，整个人瞬间飞到比那艘战舰还高的位置，随后一剑挥出。塞拉菲尔，数十公里长的惊天剑痕斩落，迎着战舰慌乱中发射的数十道炮击，斩在战舰外的高能护盾上，天地间猛然一暗。轰！紧跟在恐怖的爆炸声之后，就是玻璃破碎般的声音传出。那巨大的战舰居然被一剑斩碎了护盾，还好是刚性护盾，护盾的爆炸抵消了那一剑剩余的威力，不然怕不是整艘战舰直接被一剑斩落了。而索尼娅已经冲入战舰之中了，不停有剧烈的爆炸从战舰各处传来。陆离看的都直嘬牙花子，传奇级是真的猛，而且自己突破20级了呢，可以迎来一次全面提高了。陆离眼中闪过金光，可惜虽然这里的场面也算宏大，但是和真正的战场比起来，还是缺乏足够可以用来数据截取的目标。等都完事儿了，再看自己的新变化吧。现有的力量足以解决这次的事件了。现在的我可是有同伴的呀。海瑟薇露出一个笑容，对八旗说道：你这怪物，你可知你要做的事会导致多少灾难？八旗怒吼道：曾经是入侵者的你们，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海瑟薇金色的长发随着魔力潮汐涌动，瞳孔中露出毫不掩饰的杀意。哼，还真是成王败寇呢，没能提前找到冥府的存在，还真是失策呢。随着数道鸣枪坠落，八旗的身躯被贯穿撕裂。陆离的任务面板也适时的给出提示：叮，您的 B 级支线任务海瑟薇的复仇已完成，具体奖励请与任务 NPC 沟通获取。似乎是感知到外界的动静，索尼娅那边也加快了进度。随着战舰尾部闪耀出剧烈的火光与爆炸，整艘战舰朝着核心都市圈的方向坠落。还好玩家短时间还用不到主城，希望到时候能来得及修复好吧。咱们撤了。陆离知道自己要与洛晴现在的官方势力决裂了，声望界面里与樱花群岛的势力关系随着那艘战舰的陨落降至冰点，陆离也不在意，转身直接离开。近10位天灾级的存在只是远远的看着，没有一人敢出来炸刺儿，毕竟这次事件并不涉及他们的核心利益。随着陆离等人离开，一群人影才聚集在樱花大神社的废墟上空，低声的交流着什么，随后又各自散去。海瑟薇显露的实力与他的身边有一位传奇的消息传开，会导致洛晴所有势力重新判断此时的局势，但无论怎样都与此时的陆离无关了。一系列的消息铺天盖地的传出，神秘势力袭击樱花群岛首都樱津，导致樱花大神社化为废墟，2代大神官陨落，死亡人数超5000。星舰陨落，一艘隶属于樱花的近地轨道护卫舰被该势力击落，最终该战舰坠毁于樱津核心都市圈，致使超过10个街区严重受损，
数万人丧生，大规模的游行抗议爆发。而陆离此时已经驱车赶往与云逸约定的地点了，他打算趁这个时间好好整理一下自己最近的收获，好几个新技能都没来得及细看，刚好可以挨个研究一下。海瑟薇则是悬浮在陆离的身边，神色飘渺。怎么啦？冥府的女主人也会因为这种事迷茫吗？陆离笑道，他知道海瑟薇不需要安慰，才不是迷茫，只是感叹又一个乱世即将开启。海瑟薇无奈地说道，做你想做的就好了，我会一直帮你。陆离坚定地说道，我知道，只是那些人，海瑟薇欲言又止，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即便你不出手，这种表面的和平也维持不了太久了，别忘了还有余烬的存在。陆离沉声道，所以要更快终结这一切才是更好的，对吗？海瑟薇望着陆离，没有所谓的更好，无论怎样选择都会有无辜的人牺牲，只是我们有的选择而已。陆离叹道，是啊，只有强者才可以选择，只不过后果是所有被卷入的人都要承担的罢了。第92章新职业与新技能。云逸给的坐标是阴京东侧100多公里的一处峡谷，这种地方是从外边看起来不起眼，其实暗藏玄机在其中的那种。明面看上去只是一个20多级怪物的刷新区域，但是接到特殊任务的人可以从峡谷里找到一个地下基地的入口。新兴界里有很多这种副本，其实是随着游戏进度刷新出来的，但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和对玩家来说很高的代入感。但是你要真去问 NPC 势力，可能也没人知道这一片是干啥的。陆离翻出之前没细看的系统提示，叮，您的等级提升为20级，进行第2次职业结算，结算中。您的经历评级为 SS 惊世骇俗，您的属性评级为 SSS 史无前例，您的天赋评级为 S+ 难以置信，您的技能评级为 SS 惊世骇俗，综合评级为 SS+ 惊世骇俗。您获得新职业大元素使，您获得属性补偿，每一级额外获取3点魔力、3点精神力、5点自由属性。您的技能契约召唤白色普通，在本次职业结算中被契约召唤黑色珍贵替换。您获得新技能元素天灾黑色珍贵，消耗2万点魔力值，凝聚4位 LV20的天灾级元素生物为你而战，持续 60S， 冷却时间10分钟。您获得新技能契约空间黑色珍贵，你开辟了一片充满神秘力量的半位面，只有你的契约召唤物可以进入其中，进入其中的召唤物会每天随机获得1次永久属性增强，包括生命层级，提升上限为灾祸级，从契约空间中召唤该单位，无需施法动作与施法材料。您获得新技能元素神殿金色传说，你可以使用不同级别的素材与魔力，创造全新的元素生命，储存在元素神殿中，并在需要时召唤出为你而战，上限为等级不超过你10级的传说级生命，目前空位01。居然是创生系的技能吗？不过似乎可以搭配那个技能成为一个新的体系。陆离摸着下巴思索道，之前在元素位面得到了2个新技能，一个叫元素化，一个叫元素启灵，当时陆离还觉得元素启灵用处不大，不过现在看的话，搭配元素神殿是不错的选择。元素化5等阶，将自身转换为元素聚合体，获得新的生命槽位，是你消耗的魔力值转化。当此条生命值归零或再次释放该技能时，会退出元素化状态，并恢复到你开启元素化之前的状态，冷却时间6小时。元素启灵5等阶，为目标元素生物开启灵性，是目标生命层级与等级消耗不同魔力，并增加目标40点好感度，冷却时间24小时。陆离当时合计的是，这俩技能一个很适合保命，另一个也许可以去元素位面抓野生的灾祸级无神之 BOSS 当契约召唤物，不过要是配合元素神殿的话，应该更有效。5等阶技能是很特殊的一种技能类型，它的成长上限根据拥有者本身的生命层级进行判断，而且无法触发变异。但怎么说呢，这一类技能都是极其稀有的，而且具备特殊效果，和正常技能完全不是一个路线。陆离推测自己如果想要传授技能的话，应该也是需要这一类的特殊技能才能把自己学会的技能转录出技能书，只不过目前还只是猜测而已。而且随着自己提升到20级，很多技能和属性都可以用辅助系统刷到更高的程度了，反正等着也无聊，陆离就让千亿和琉璃去前面的峡谷里清怪，顺便自己在旁边截取属性，刷着数据。不用更多技能是因为这一片峡谷就那么300-500个怪，杀光了还要等他们刷新，就千亿自己刷都不太够，琉璃只需要偶尔扔个技能出去而已。还有艾莫斯给的那个技能是一个描述很模糊的技能，元素意志金色传说，消耗85000点魔力值，召唤星辉世界的元素意志降临此处，覆盖以你为中心半径5公里的空间，在此空间内，你与你的友方单位获得随机正向增益，并有几率触发特殊效果。陆离暂时也没有打算测试它，总觉得这个技能其实更像是艾莫斯自己的恶趣味。陆离，你到了吗？我们马上就到了哦。云逸的讯息传来，啊，我在这边呢，你直接来吧。
陆离回道：“那边有很多高级野怪，你在峡谷入口等我，一会儿我们溜进去。”云逸说道：“那点怪有点不太够刷，现在峡谷已经快要空了，我在入口等你就好了。”陆离无奈地回复道：“好，我知道了。”云逸决定专心开车。对了，可以把白夜妇女扔到契约空间里，他俩似乎是我手里唯一能吃这个技能加成的召唤物了。陆离突然想起自己好像还有这2只召唤物，刚好手里有施法材料，就把他俩召唤了出来。一道空间门开启，身着苍白骨甲的白夜与穿着修长古风白裙的白青影并排走出。许久不见，召唤师大人。白夜很郑重地对陆离行了军礼说道：“我还以为你忘了我们了。”白青影吐槽道。二人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是血量并不是满的，看样子是经历了不少战斗。怎么会忘记？我最近获得了新的技能，你们可以得到提升，要进去修炼吗？陆离问道。那自然是最好。白夜点头道。要记得喊我们出来玩。白青影觉得自己作为召唤物可能起不到什么作战作用了，干脆开始准备走卖萌路线。你们在其中应该很快就会提升到灾祸级，到时候就好了。陆离合计有空把他俩属性刷满，到时候契约空间应该就是只提高他们的生命层级了，跟自己卡技能变异的方法其实是一样的。陆离一招手，一道黑色的空间门张开，其中隐约能看到一片广袤的世界，可惜其中只能容纳他的契约召唤物，其他任何生命都没法进去，陆离自己都进不去。5分钟之后，陆离终于看到一辆皮卡车朝自己的位置驶来。云逸是带着他的固定小队一起来的，他的小队只有5个人，都是他平时玩得好的朋友。好久不见了。云逸一个飘逸的甩尾，把皮卡车停在陆离身边，穿着一身迷彩战斗服的他笑着和陆离打了个招呼。是啊，耽误你升20级了吧？陆离问道。没，现在主流玩家就是2个路线，一波是早点升到20级，早点获得新职业新技能补强，另一波都是在想办法控等级拿更好的天赋，毕竟这游戏不同玩法战力差距太大了。云逸十分喜欢在论坛水帖子，很了解新兴界的玩家形势。第93章地下研究所。我们都是倾向于慢慢玩的。对了，你打算参加世界赛吗？云逸突然问道。我会参加的，毕竟奖金谁也不嫌多。陆离笑道。所以你要是没有可以参加团队赛的队友，可以带我们一起，我们跟你混个游戏奖励就行，奖金什么的都给你。云逸说道。陆离眼前一亮，自己还真没有靠谱的队友可以拿来混团队赛，自己战力肯定是够的，但是凑不上队友就是没办法参与团队赛。团队赛要求5到8人，也是第一赛季里人数最多的赛制了。这个想法挺好，到时候我喊你。陆离点头答应下来。我这个任务大概跟你说下吧。任务要求有3条，前2个都不算难，我都做到结算要求了。第3个要求是需要潜入研究所地下9层盗取资料，拿到的越多评级越高，但是那个机房里有个应该是40级以上的灾祸级 BOSS， 我们试了2次都没撑过1分钟，如果那时候结算的话，估计就是个蓝色天赋的程度。云逸把任务简略的讲了一下。其实陆离最开始想找的就是这一类的天赋任务，没想到直接把自己整到元素位面去了。但是其实从任务要求就能看到天赋最后的强度，偷东西的肯定比不上击败或击杀目标的，但是偷东西至少有几率完成一部分，换作是大公会多半是找几百号人进去拖住 BOSS 10几分钟，在 BOSS 开大招清场之前能偷多少偷多少，最后能结算出黑色珍贵及天赋的概率也是有的。一次到位天灾嘛，还是得爆发一下的。陆离心道。因为不清楚是40级还是50级，对于任何生物来说50级都是一个分界线，很多都是50级以上的灾祸级 BOSS 才有那种被描述为毁灭性打击的技能。心里有数之后，陆离笑道：“走吧，先进去再说。”云逸点点头，带着队友跟上陆离的脚步。那个人就是光怪陆离吗？一个短发少年小声问道。听说是个很厉害的家伙呢，一个人打爆了黑龙会。一个高大的青年小声回复道。云逸一脸黑线，自己的队友有点怂啊，怎么在陆离面前都不敢大声讲话了？啊，他就是那个超级厉害的路人王呢，还不赶紧跟上！笨蛋！云逸跳起来，一巴掌拍在短发少年的脑门上，语气不善地喊道。云逸的4个队友，除了那俩傻乎乎的男生之外，还有2个似乎是双胞胎的少女，一个扎着朝左的短马尾，另一个扎着朝右的短马尾，只不过在游戏里因为不是一个职业的原因，穿着各异。总之先清图吧，千亿上吧。陆离挥手间，千亿就已经冲了上去。小萝莉对云逸这只跟自己身高有点相似的少女很好奇，但是她懂事的没有多问什么。一会儿打到最底下的时候，琉璃你要注意下，保护一下任务需要的目标，现在还不清楚具体是什么，到时候应该会知道。陆离在琉璃耳边说道。琉璃绝美的小脸一红，低声道：“我知道了。”陆离也觉得自己好像有点太近了，稍微尴尬的咳了一下，稍微拉开了一点。峡谷里四处都是嶙峋的怪石，一堆20多级的普通怪物游荡在怪石之中，是刚刚刷新的呢。
千亿2刀一支，陆离则是保持很集中的状态，在千亿刀下抢可以截取的属性点。云逸等人，这就是顶级召唤师吗？果然我的选择才是对的。愚蠢的姐姐，左马尾的女孩对右马尾的女孩说道。不，那只是人家太强了而已，你打不过我还是打不过我。右马尾的女孩不甘示弱，他们打这些怪岛能打得过，但5个人最多只能开3、4只怪，平均1分钟击杀1只。云逸的小队在普通玩家中也算得上前10%，才能做到越级击杀普通怪物，毕竟他们的生命层级已经提高到精英了，能做到这一点的就已经甩开了大部分普通玩家。单挑精英怪可完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啊！大部分玩家还是要通过类似生命潜能研究所的那种挑战任务提升生命层级的，他们也不太会考虑上限这个东西，可能玩到游戏官服，他们能提高到领主级就不错了，都触发不了上限。云逸则是在沿着墙壁找前往地下研究所的门，这种任务每次死亡都会重置进度，所以没办法每次偷一点的方式，多死几次刷评级，但是总好过陆离当时那个死了直接结算的。找到了，云逸手臂上的探测器传回信号，他飞快地操作探测器，很快破解了门禁。云逸玩的是科技系中的机械师，洛琴上的科技系成长空间还是不错的，毕竟洛琴连星舰都有，最终获取星舰图纸都是有可能的，只是看有没有玩家能做到这一步而已。一道仅1人宽的小门打开，云逸掏出一把银白色步枪端在手里，小心地走了进去。这里的怪至少是精英级起步，要小心。小门背后是一个平台，平台下方是一个器材仓库一样的地方。云逸扫视了一圈，没发现敌人，对自己的小队成员说道。他初步判断那个拖着2米多长巨剑的少女至少是个领主级的 BOSS 召唤物，所以根本没在担心陆离。这种场合就很适合衣服呢。陆离想起黑魔术师的老巢，挥手间召唤出魅魔般的红发少女。主人，这次有什么有趣的事吗？衣服看起来已经恢复了好心情，而且随着陆离等级的提高，衣服也来到了30级。陆离一路也不是闲着的，他优先把重要属性都先改完了，比如核心召唤物的数量、等级、加成比例这些。看到那些墙了吗？拆！陆离大手一挥，衣服顿时发出奇妙的笑声，凝聚出巨大的火元素双拳，一拳轰开了仓库的大门。嗡嗡嗡！警报声大作，这就是高手的玩法吗？云逸惊了，他们每次都是小心翼翼摸到最底层，合着陆离是打算给研究所拆了呀？地下6层是吧？直接找楼梯或者电梯就好。衣服交给你了，陆离说道。有入侵者，快通知警备队！仓库外是一片灯火通明的广阔区域，一队队全副武装的士兵对衣服开火了。突突突突！随着10几把步枪喷吐火舌，衣服只是燃起护体的元素火焰，就顶着一连串3、5、10的伤害冲了出去。哈哈，反抗吧，挣扎吧，释放我所有的火焰吧！衣服笑着展开了炎魔真身，高达30多米的巨大炎魔几乎要顶穿整座建筑，双手重重一砸，一道道熔岩柱从金属地板中冒出，将10几个士兵高高击飞。千亿、琉璃，注意保护后排！元素浪潮！陆离旋起，手中魔法书迸射出庞大的魔力波动，一道巨大的元素之门在他身后展开。陆离20级以后，元素浪潮已经可以每秒召唤32只30级的元素生物了，已经有点浪潮的感觉了。虽然和史蒂文那种1秒上百的气势暂时还不能比，但在云逸几人眼里，简直是世界观都要崩塌了。第94章，生化先驱，这是什么技能啊？梳着左马尾的少女惊了，她也是召唤师，但是从来没听说过这游戏里还有这种技能。云逸倒是没有过分惊讶，毕竟他自己有紫色稀有级的技能，他笑道大概是黑色珍贵级的技能吧。没想到召唤师居然有这种级别的铺场能力啊！其实这只是一个魔改的稀有技能而已。好了，都别划水了，全力输出吧。云逸说着开始输出，他手中的步枪精准地打在100米外的士兵头上，崩出一连串的伤害数字。与此同时，他还从背包里掏出几个折叠型的机器人，长得跟扫地机器人一样。那些机器人落地之后就变成了底下是2条履带，上边是个圆柱炮塔的模样，一边走位一边突突突的对千亿射击的目标一同射击。地下研究所的士兵大部分是 LV25 的精英怪，云逸输出真的不低，有衣服和200多元素生物顶在前面的情况下，他不到1分钟就能击杀一支精英士兵。只不过他的队友还没来得及够到怪，陆离就杀光了这一层所有的敌人。电梯就在大厅对面的墙边上，陆离带着缩小之后的衣服朝那边走去，琉璃和千亿自觉地跟着陆离。千亿对这些小怪其实兴趣不大，至少没有衣服那种兴趣。被近百远程怪打了1分钟，就算是衣服都掉了2%的血，主要是他的炎魔真身体积太大了，他也根本没有在躲。这种拿东西的任务怪麻烦的，陆离感叹道。是啊，还不如直接干掉呢。千亿点着小脑袋附和道。毕竟陆离如果给他开夺魄凝魂的话，他能一剑给这个研究所
砍到地下10层去。那个，可以问下大神，你的技能都是在哪爆出来的吗？左马尾的少女忍不住跑到陆离身边问道。啊，你说哪个技能啊？陆离笑道。就那个召唤出几百元素生物的技能。左马尾少女感觉那个画风就是她梦想中的画风了。啊，那个呀，打爆一个高位天灾得到的。陆离想起可怜的史蒂文，不由笑道。高位天灾是指？少女不解，这种说法是洛琴的 NPC 之间流传的简称，在洛琴50级以上的灾祸级就被他们称作高位天灾，玩家还没接触到这个层次，自然是没听过这个叫法。就是50级以上的灾祸级 BOSS 叫习惯了。陆离解释道。少女，50级灾祸级啊，好巧不巧，楼下就有一个疑似的家伙呢。那种怪物要怎么杀死啊？即便见识了陆离此时展现出的实力，云逸等人也丝毫没有想过陆离准备要干掉那个 BOSS， 云逸只是想让陆离拖一阵那个 BOSS 而已。所以你已经能单杀50级灾祸级 BOSS 了？这么离谱的吗？你才20级吧？云逸都忍不住凑过来问道。确实不容易，尤其是技能书爆率真的低。陆离想了想，自己打爆的各级别 BOSS 绝对不少了，尤其是在元素位面锤深渊的时候，可惜装备材料爆了好多，技能书也就那么寥寥2本而已。史蒂文和安娜绝对算大方的，但毕竟类型不一样，这俩人本来就属于导师型 NPC， 身上技能书多是正常的。云逸有些复杂的看了陆离一眼，心道他居然强到这种程度，看样子不会是一个世界中的人了。太好了，是电梯啊！陆离走到门口，发现是一个空间不小的电梯箱，兴奋地说道。直接去底层的话，其他层的怪物也会朝底层汇聚的，必须把每一层的联络器关闭才行。云逸说道。没事，不用那么麻烦。陆离笑道。琉璃，直接炸到最底层。明白。琉璃一挥手，单靠念力就将电梯门撕裂，随后一道道锋刃飞入电梯间，将整座电梯切割得七零八落。在一阵金属撕裂的怪声中，一道粗大的岩柱贯通了整座电梯井。我其实也能直接黑到最下层。云逸举起小手吐槽道。陆离，那不重要。陆离一马当先的跳了下去，他现在已经能飞了。千亿和琉璃紧随其后，云逸几人对视一眼，还是云逸从背包里掏出一套金属钩索，把几人带了下去。似乎陆离并不知道玩家会摔死呢。也确实，陆离还真忘了这一茬，因为他一直都没遇到过这种类型的地图，主要是在游戏里他不是那种事无巨细的性格。整个地下研究所的最下层是一个宽阔的广场，与第一层不同的是，这个广场上只有幽暗的蓝色光，一排排黑色金属的数据存储柜立在墙边，有光点在上面流动着。整个广场的中央站着一个身穿白色研究服的高大身影，他足有3米多高，那特制的白色研究服被宽厚隆起的肌肉撑得饱满坚挺。你们还真有胆子呢！浑厚的声音传出，那高大人影转过身，露出一张被机械造物覆盖的脸。云逸，去做你的任务吧，这家伙交给我。陆离大踏步的前行，随着他的前行，一道道身影在其身边浮现。那就交给你了。云逸丝毫不拖沓，从最近的数据柜开始提取数据，他的队员也都在他身边，满脸警惕。数据侦测，生化先驱为杰克 LV50，灾祸级，种族生化改造人，一个技能和数据都平平无奇的50级天灾。这是陆离给他的评价，所以他准备亲自动手试试。传奇级的索尼娅和琉璃、安娜投影一一浮现，而陆离只是不停地积累着自己的元素系召唤物，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召唤师，你是要玩什么有趣的新东西了吗？索尼娅敏锐地察觉到陆离的变化，问道。没错，要配合我一下吗？陆离笑道。索尼娅和自己的好感度已经有75了，是满足元素邪名的目标。当然，我可是很期待。索尼娅笑道。元素邪名。陆离一声低喝，周身庞然的元素气息暴涨，索尼娅的身影直接化为一道青色的流光，被他融入自己的体内。一套白底金纹的全身轻甲出现在陆离的身上，那把属于索尼娅的剑也出现在陆离手中。这种感觉好有趣。索尼娅的声音直接在陆离的脑海中响起。陆离看了一眼自己的属性，大概是索尼娅本体的8倍还要多，这还是自己没来得及刷满所有能改的属性的情况。第95章，索尼娅的教导。难以言喻的澎湃力量感充斥着自己身体的每一个角落，获得了索尼娅的面板与来自众多元素生物的加成。此时的陆离已经可以视作一位70级的传奇存在了。随着无数索尼娅的技能在陆离的视野里被点亮，陆离一步踏前，手中长剑微微提起，唰，整个人化作一道白光，重重地撞在了维杰克的身上。WOC， 陆离眼看着那3米多高的小巨人被自己一头撞飞，慌乱地停住身形，深吸一口气，传奇级的力量有点难以掌控啊。银货咂咂嘴，说道好羡慕啊，召唤师大人真是头铁呢。衣服双臂搭在千亿肩上，下巴抵着千亿的小脑袋，笑道原来主人喜欢那种大块头，
怪不得从来都不宠幸我。感受到千亿的反抗，伊芙开始试图挠他的痒痒，而云逸还是头一次见召唤了一堆召唤物之后，自己冲上去锤怪的召唤师，而且居然一头把那个恐怖的家伙撞飞了啊！琉璃一边操纵着自己的传奇投影，一边跟安娜的传奇投影闲聊，果然无论是什么能力，在她的身上都会显得很独特呢。哈，我的眼光不错吧？安娜笑着摸了摸琉璃的脸颊说道。投影的手感也不错嘛。小琉璃安娜贴在琉璃的耳边说道。所以这家伙叫我们出来其实是看热闹的吗？银惑不解地问道，他不太了解元素神作这个天赋。看到他背后那道七色的火环吗？琉璃柔声道。看到啦，然后嘞？银惑一脸天然的表情。那是元素神火，我们的存在即可提高它的力量，而那力量又会被陆离使用。琉璃无奈地解释道。银惑这家伙还真不务正业啊！该死的！杰克艰难地从一片金属墙壁中把自己抠出来，愤怒地低吼着。陆离则是在蹦蹦跳跳地适应着自己的属性，他终于有点理解为什么海瑟薇说有所谓的加持上限这种东西了，而且他第一次发自内心地觉得海瑟薇真的厉害，那么高的加成他是怎么运用自如的？其实原理还不是一样的，陆离的本体太弱了，元素邪名对陆离的加持可不仅是200倍那么简单，单论属性确实只是差200倍左右，但陆离获得的是索尼娅的整个面板啊！传奇和精英的属性转化效率是完全不同的啊！综合到实际战力和爆发力来看，再算上一众高阶元素召唤物的加成，陆离相当于凭空多了上千倍都不止的实际战力，而且还并不像海瑟薇那种是基于自身面板的加持，而是所有技能、被动甚至高级属性都额外附加了索尼娅的那一套。陆离一时半会儿不习惯太正常了。好！维杰克发出愤怒的咆哮，压低了身体冲向陆离。在这一片并不算宽敞的地下空间，两人之间的碰撞往往只在 0.5 秒之内。陆离屏气凝神，精神高度集中，感受着手中长剑的韵律，平平无奇的一剑前斩。维杰克陡然由动转静，毫厘之间停在陆离的剑锋之前，被机械装置覆盖的脸上看不出表情，只是那露在外面的嘴巴似乎勾起了一个怪笑。轰！他一拳将陆离整个人轰飞。仓促之间只是来得及用长剑格挡了一下，陆离倒没觉得哪儿疼，这一拳打自己只是堪堪破防，就是感觉自己有点反应不过来，明明该操作的时候自己却总是慢半拍，能挡住这一拳完全是仰仗自身的属性过于变态了，只是意念一动之间，长剑就已经挡在了他想象的位置。身体比思想还快的感觉是不是很不适应？要不要我教你？索尼娅的声音中没有一丝嘲讽，而是带着一丝温和的在陆离脑海中响起。啊，确实有点。陆离稳住身形，小声说道：来，我教你怎么使用传奇阶的力量。索尼娅的声音开始变得模糊，陆离觉得她似乎彻底的与自己融合在了一起，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似乎是一种真的只能用邪名来形容的状态。维杰克并未给陆离调整的机会，而是飞快的突袭而至，而陆离却将手中的剑收回了腰间，微微抬起头，露出一个傲慢且帅气的笑容，说道：如果用剑的话，就没法让你仔细感受这种力量了。轰！维杰克高大的身躯像一枚炮弹一般射入100米外的金属墙壁中，未等他吐出口中污血，陆离飞起的鞭腿就已经砸在他脸上的机械结构上了。看似轻薄，实际上却十分坚韧的腿甲与维杰克的脸碰撞出沉闷的金属轰鸣，维杰克的身躯呈一个诡异的 S 型，镶嵌在金属的墙壁之中。如果你有足够的速度，就干脆让敌人根本没法做出合理的应对。索尼娅的声音在陆离脑海中响起。陆离抓着维杰克的白色长袍，将其拖出，举过头顶，又灌入地板之中的下一瞬，一字形高抬的大脚狠狠地落在了他的胸口。可维杰克露出痛苦的表情，粗壮的手臂高抬，却连陆离的衣角都无法触碰。足够的力量也可以让敌人无法反抗。陆离再次抓着维杰克的白袍，将其提起，如暴风雨般的拳头蕴藏着某种奇异的韵律，落在他的身上，让他连飞出去的机会都没有。若是有足够的技巧，就可以控制敌人的行为。最后，陆离飞起一脚，将维杰克重重地踢了出去。看着他在地板上拖出的一道血痕，索尼娅主动退出了那种高度融合的状态，笑道：要不要自己试试？陆离看着眼前维杰克刚好剩余一半的血条，惊叹道：你这伤害控制这么准的吗？当然，当你的感知和技巧都足以碾压敌人，就可以打出这种效果。索尼娅的声音翘起一丝弧度，似乎心情很好的样子。不可原谅。半血刚好触发了维杰克的被动技能直装暴走，当你的生命值低于 50% 时自动开启，获得 300% 全属性提升，每秒钟消耗 0.1% 生命值。警告：当你的生命值低于 1%， 此技能将无法停止，并获得额外 300% 全属性提升，持续10秒，然后死亡。第96章成长。维杰克一把撕碎了身上的白袍，露出他健硕的身躯，他的身体上覆盖着大量的金属，几乎看不出是人类的样子。
他身上的金属植装在飞速的运转，强大的能量注入他的身躯，刺激着他经历过数次生化改造的躯体。他大口喘息，猩红的气血从他口鼻之中喷涌而出，随着那些气血涌动，他的气息逐级暴增。陆离稍微活动了一下身体，来自索尼娅的甲胄在他身上变成了一身纯白的修身西服，精密的甲片覆盖在其上，丝毫不显得笨重，反而带给陆离一种轻盈的感觉。与索尼娅共同支配身体的经历，也让他真正体会了传奇阶的战斗方式和底层逻辑。他缓缓抽出长剑，笑道：“我可没信心不用剑解决他。”随后，两道身影在地下研究所6层的最中央轰然碰撞。此时，陆离已经开始勉强能跟上维杰克的节奏了。真是天赋异禀的家伙，索尼娅轻笑道。他变得不一样了。琉璃的眼中闪过惊讶之色，他没想到陆离居然这么快就掌握了索尼娅的一部分战斗逻辑。凛冽的风声四起，云翼小队在琉璃等人的保护下，一个接一个的读取着数据柜中的资料。如果是风的话，还可以更灵动一些。陆离打着打着就感悟到了索尼娅的几个传奇阶被动技能的强大，他的速度和破坏力都是顶尖级的。他的失误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着，身形闪动间，从狂暴而生硬转变为带着灵性的圆润自如，手中长剑轻松格挡，维杰克的每一击都被陆离轻巧的化解。两人维持着每秒数次的碰撞，而维杰克的生命值则是飞速的下降，有陆离的攻势，也有他自身的燃烧，4亿的劲气都被陆离随手搅碎。他逐渐将整场战斗的节奏带入自己的掌控。我不甘心！维杰克怒吼着，身上的机械值装冒出大量的蒸汽与疯狂运转的啸叫声，生化肌肉充斥着红色的亮光。他猛地踏地，整个人高高跃起，在空中调转身形，背后的隐藏式引擎喷出大量的火焰，一头朝陆离砸下。陆离眼中闪过一丝金光，这个角度不错，刚好之前担心释放大招会破坏周围环境呢。塞拉菲尔手中长剑疯狂的颤抖，陆离差点握不住那雀跃着的狂暴风元素。索尼娅将自己的意志适时地分享给陆离一部分，那些躁动的风在感受到索尼娅的气息之后，瞬间化作一个个乖宝宝，有条不紊地排好队，汇聚在那闪烁着青色辉光的剑刃上。当陆离挥动手中的剑时，才亲身体会到什么是传奇级的破坏力。轰！璀璨的青光爆发，数百米的恐怖剑气波纵斩而出，带走维杰克剩余的血量之余，直接将研究所斩穿。外界的峡谷上，只见一道凛冽的剑光轰然闪过，整片峡谷沸反盈天般的猛然跳动了一下，巨大的岩壁碎块席卷着无数碎石，泥土向那道剑光展出的裂隙中塌陷，犹如山崩。此时，上面那些层中的精英怪才进入最底层的范围内。只是3分钟而已，区3分钟，他们的 BOSS 就整个人裂开，化作几件装备倒下了。一众士兵被千亿和银货堵着楼梯口杀，根本都出不来门。陆离主动解除了元素邪冥的状态，索尼娅化作一道青光在他身边站定，对陆离笑道：“这种感觉还真不错，我也是第一次感受到这种级别的力量。”这具投影的力量已经超过他的本体了，在元素邪冥的状态下，更是能达到他本体的10倍左右力量。他能提前感受到更高阶层的力量，对他的修行也是有益处的。那就好。陆离解除元素邪冥的瞬间，就感觉到整个人都萎靡不振，是那种庞大力量突然被抽走之后留下的幻觉。所以海瑟薇每次结束夺魄凝魂之后那么快消散，大概也是要重新调整状态吧。陆离自己感受过，才明白这种提升除了确实很爽以外，副作用也是实打实存在的。稍微缓了10几秒，陆离才感觉自己好点了。他看了看维杰克爆出的装备，一件黑色珍贵级的外骨骼直装，2件紫色稀有级的普通装备，都不是这个等级能用的呀。陆离无奈收起之后朝云翼走去。怎么样，还有多久能弄完数据？陆离问道。云翼，合着是我耽误时间了啊？为什么偷数据的任务能用这种方式做完啊？大概还要10几分钟吧，话说你也太快了啊。云翼忍不住吐槽道。陆离不禁缓缓打出一个问号。咱们朋友归朋友，你可别凭空误人清白啊。陆离笑道。这次轮到云翼打出问号了。你，哼！云翼俏脸一红，转过头专心弄他的数据去了。他觉得自己跟陆离飙车的话怎么着都不赚，干脆不说话了。10几分钟过去，刚好这座建筑内的杂兵也都死光了，陆离的大部分技能召唤也都消散了，他现在还没来得及去挨个刷技能的持续时间。云翼复制完最后一份数据，激动的点击结算，然后他一脸愉快的跑到陆离身边说道：“我拿到了50%的完成度。”陆离若有所思的摸了摸下巴，看样子这种带有额外目标的任务，输出主要 BOSS 和完成任务目标各占1半比重，倒是很适合一般玩家组队完成。所以拿到黑色珍贵级别的天赋了吗？陆离好奇地问道。拿到了，是外骨骼设计天才。我在制造和设计外骨骼类直装和机械的时候，有180%的威力加成，还带一个爆发类的技能，能消耗外骨骼的能源核心和耐久度，换取额外的基础属性加成。云翼兴奋地说道。你倒是不用说的这么全。
陆离神色怪异的看了云逸一眼。玩家的具体技能信息可是绝对的隐私，因为被人知道的话，就可以有相应的针对方式。嘿嘿嘿，没事啦，反正你们都不是外人。云逸露出一个傻笑，这个小丫头还是第一次笑得这么开心。主要是拿了这个天赋的话，20级结算时获得的职业肯定很强。虽然有点路线其实有点偏，我本来想走 AI 机械军团的战术的。云逸有些苦恼的说道。下一阶段改路线也不晚啊，而且机械直装可以增强你的本体战力，省得被突脸，附带的技术也能反馈到你的近战系 AI 战兵上。陆离笑道。哎，你怎么这么了解机械师？云逸惊了。好多是公开的信息啊，虽然开服之后我没怎么看论坛，但开服之前我还是研究了不少内测时候的资料的。陆离无奈扶额。第97章海瑟薇的抉择。一行人从破碎不堪的研究所离开，被摧毁到这个程度的副本地图应该就会消失了。下次触发其他天赋任务的玩家到来，这片峡谷之下又会有新的副本地图出现。联赛还有一段时间呢，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吗？云逸问道。找一找新的天赋任务的线索吧，然后做一做主线任务。陆离摊手，又要开始找合适的天赋任务了。这次可以找英灵召唤系的了，而且洛琴最出名的召唤师流派其实是英灵系。也是，我先去刷到20级，然后带我的队员也做一做天赋任务，之后的事就之后再说吧，这次谢了。云逸坐上驾驶席，招呼自己的队员都上车之后，对陆离说道。尽量还找这一类的任务，有空的话我还可以带你过一次。陆离打算也稍微培养一下云逸，毕竟以后也是一起参赛的队友，至于他的小队嘛，自己又不熟。哈，看运气吧，如果能找到的话就麻烦你了。云逸倒是没打算继续依靠陆离的帮助，这一次的起因还要追溯到倒霉的黑龙会身上。对了，西科维尔你听说过吗？他们的人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有兴趣的话我帮你联系。云逸突然想起来论坛上的消息，对陆离说道。西科维尔吗？比赛里遇到再说吧，那种战队无非是想拉我入伙，但是又不可能给好待遇，只有打出成绩之后才有的聊。陆离对这种事还是有一定了解的，提早接触他们也没什么用。那我们先撤了，拜拜。云逸发动了车子，越野车的发动机发出咆哮，甩出一路烟尘，消失在陆离的视野里。说起来，20级之后辅助系统更新了点什么东西呢？陆离打开自己的辅助系统界面，除了储存点数的上限再次翻倍达到了80以外，果然多了个新功能。辅助系统当前版本 1.21 新功能持续监测，选择一个目标，对其进行长时间的监控，系统会自动提取有效信息，也可宿主自行查看。监测空位08，随版本提高自动增加。辅助系统不咸不淡的声音传来，似乎带着一股怨气，所以应该没法修改辅助系统里的数据吧？陆离摸着下巴思索道。当然不行，你搁这卡老娘 bug 呢？辅助系统心中疯狂吐槽，可表面上却一声不吭。陆离皮了一下之后，召唤出海瑟薇。想去冥府的话，要怎么做呢？陆离问道。阿拉，终于想起来拿奖励了吗？海瑟薇笑道。是啊，反正暂时没别的事，也不知道进入城市会不会被通缉，就先去你那领个奖励，万一时间长你忘了呢。陆离也没见外，打趣道。冥府建立的初衷就是躲避洛琴3大势力的侦测，所以进入冥府的方式比较复杂，就算是我也只能在你来过一次之后，用冥府本身锁定你的气息，才能让你下次来的时候可以直接进入。海瑟薇解释道。所以具体是什么方法呢？陆离问道。要完成一个仪式，蛮复杂的，大概需要3-4天时间。海瑟薇无奈道。那就过2天吧，我先休息下。陆离在峡谷外的山林里找了一片空地，布置好篝火营地之后就下线了。其实另一个方法也可以。海瑟薇回归冥府后喃喃低语，她处在一片深红色大海之中，她的上空高悬着巨大的冥府之星，四周尽是荒凉的废土，一座座魂冢密布在整片大地上。如果要开战的话，现在的力量够吗？海瑟薇躺在血红色的海水中，抬起手挡住一部分光，自语道。海中暗藏着几具数百米高的残破躯体，隐约能看到人类制造的装甲痕迹，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痕迹在不断淡化。从我选择沉睡的那一刻起，其实就没想过还有一天能踏入洛琴的土地吧。冥府也好，余烬也好，其实都是。海瑟薇捧起些许海水，望着其中游动的红色浮光，轻声道。真的可以成功吗？绝对会生灵涂炭的吧，只有我才会胡思乱想这些吧。那些人的话，是不是依然只是为了自己的权势而战呢？余烬。随即他猛然起身，纤细的手臂伸向高空。那就让我来选择，我来背负，来做下所有恶。轰！整座半位面开始颤抖，似乎从一个奇异的停滞状态之中复苏，有难以言喻的庞大魔力从虚无中倾泻，呢喃的低鸣逐渐喧嚣尘上，化作庞大的心灵潜流。嗡！海底静默巨大人影的眼睛亮了，
那些锈蚀的金属结构逐渐脱离，露出其中苍白的血肉之躯。数百年前洛秦的终极战争兵器正在以另一种形态苏醒。呜！沉闷的低吼传出，死亡在这一刻化为另一种意义的新生，在这片充斥着诡谲与不安的空间中，新生。复数的骨骼摩擦声如蚁群的细碎声响般从冥府各处传来，一眼望不到边际的昏黄荒原之上，逐渐被冷白色填充，一具又一具骸骨爬了起来，眼眶与胸骨中燃烧的魂火，清晰地表明了他们此时的身份。这是远超洛秦此时的现代魔术能够完成的奇迹。那颗深红色的冥府之心上，数道红光飞出，在虚空中凝聚出一道又一道的身影。随着那些身影的动作，死海中一座巍峨的行宫破开海浪，缓缓升起。海瑟薇伫立在宫殿最高处的平台上，放眼望去，冥府开始有了符合他身份的样子。数道身披红袍的人影落在海瑟薇周围，半跪在地，齐声道：“吾等愿为陛下死战。”平身。海瑟薇的声音充斥着威严。早在数百年前，洛秦走入绝境之时，挺身而出的她就不再是那个长公主了，以一人之力背负洛秦王室最后的期许，她便是洛秦帝国最后的火种，女帝海瑟薇。一道赤红色的门从荒原尽头缓缓升起，与此同时，洛秦心上星神帝国境内的某一处，一座同样的门从空中落下。也许换作是一个普通的少女，应该是朋友即将来到家里之前，手忙脚乱地收拾一番的景象吧。放在此地，其实也相差不多。第98章。山雨欲来，冥府居然开始行动了。一位灰发老者在自己的行宫内呢喃道：“他即是星神帝国当代的皇帝。召集议会，我们的积蓄也差不多要完成了，是时候决定我们的态度了。”老者浑厚威严的声音传出数百米，整座王城震动，无数身影飞快地赶往地宫。樱花群岛，阴茎。海瑟薇那女人终究还是忍不住了，她先出头的话也好，星神帝国不会坐视不理的，让他们先碰一个两败俱伤。这边刚好在开会，得知消息之后，一位老者直接开口说道：“不，我们要主动出手。”身着金底粉饰长袍的女人缓缓开口道：“她是樱花群岛的最高统治者。为什么？大神社虽然被他毁灭，但我们也没必要消耗太多，跨海和冥府开战吧。”一群人不解：“和那些都没有关系，你们根本不了解星神。”女人深深地皱着眉头：“星神帝国和他们是不一样的，至少在面对洛秦的余孽这件事上，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吧？”一人不解地问道。那可未必，那些自诩正义的混蛋做出什么都不稀奇。众神殿、神庭。众神殿是三大势力中地盘最小的，但他们的魔法很有意思，跟樱花和星神的现代魔术不同，他们的魔法更像是另一套更为古老的体系，施法动作繁多，大部分法术需要施法材料和冗长的咒语，但威力巨大，很多玩家会因此而选择众神殿作为起始势力。该死的星神，最好冥府能跟他们打个两败俱伤，而且有樱花群岛搁在中间，我们应该不会被波及才对。可那群人身着白袍的中年人坐在高大的神座上，揉着脑门低声骂道：“来人，传唤所有圣武士，必须有所行动了。”思索了半天，终究还是做出决定的他语气沉闷地说道。史蒂文和安娜正在一处半位面中闲逛，突然就收到了紧急通讯。得知消息的史蒂文马不停蹄地带着安娜赶往另一处半位面的所在。他们到场时，已经有10几位高位天灾聚集于此。史蒂文、安娜，你们来了。场上众人纷纷点头示意。冥府怎么会突然献剑？而且我们居然一点风声都没收到。史蒂文惊怒地问道：“这你就要去亲自问问海瑟薇了，谁知道那个小公主又发什么疯？”一个笼罩在暗影下的消瘦男人不屑地说道：“这种行为绝对会打乱我们的布置，就算我们打算提前动手，可这也提前太多了。”另一个天灾级存在皱眉说道：“他是准备撕毁协议吗？真拿星神当他的后台了？”杂乱的声音响起，史蒂文眉头一皱，天灾级的威压展开。他冷声道：“现在说这些没什么意义，我们需要确定的只有一点，要不要配合冥府一同开战？等人齐就开始票决，等决定出来之后再进行第二次商讨。”听到史蒂文的话，一众天灾纷纷点头表示同意。我们这些老家伙可不像你们，还有足够长的时间可以等下去。当年海瑟薇的做法是对是错，就不要带到今天来议论了。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缓缓开口说道：“洛秦新晋的天灾愈发稀少了，再等下去其实并无益处，无非是你们最终想站在什么位置上而已。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入场。”另一位看起来并不苍老的天灾级存在也附和道。史蒂文眉头紧皱，眼下这些人根本不知道陆离的恐怖之处，注意力全部都在海瑟薇身上。殊不知此时的海瑟薇最大的依仗其实是陆离，但他不会选择现在说出来，即便是同属于余烬，他也有自己的夙愿。随着到场人数不断增多，最终足有将近50位天灾级汇聚于此。随着各方势力的动作，洛秦的命运开始踏出他停滞许久的一步。玩家们也隐约察觉到了什么。我之前触发任务的 NPC 咋找不到了？一个从某高位天灾级 NPC 手里接了隐藏任务的玩家表示疑惑。
公会里多了一个新的公共任务啊，探索冥府。这是超能者公会里的玩家发现的新任务。听起来这地方是圣光系玩家的宝地啊，哈哈。一个10级前拿了武者天赋，10级后却拿了一个光系施法者天赋的玩家笑了。像他这种自己摸索出的奇怪搭配，在玩家群体里多的是。强不强的先不提，确实很帅，魔武双修，一边掏出巨剑砍人，一边施法给自己套圣光，看起来很有圣骑士的感觉。而且可以通吃2个职业协会的评级，能学2套协会基础技能，但是能不能有足够的经验养起来就另说了。而最先察觉到异常的其实是选择洛琴作为起始星的职业队。不太对劲，这个任务描述有点像整个洛琴的大主线，可是现在玩家平均等级才19级，按理说不应该这么快进入主线剧情啊。一个留着灰色长发、身着朋克风战斗服的少女皱眉自语道：“她是西科维尔2队的队长，当年被龙岭暴打之后加入西科维尔的就是她。虽然这个经历听起来有点搞笑，但不得不说，她是在遇到龙岭之后，才从那个天才路人转变为顶尖级的天才电竞少女。大小姐，你们系23有主线剧情的线索了吗？”她直接打了个通讯给龙岭问道。“哎呀，小木木，你居然会主动联系我，嘿嘿。”龙岭那边各种枪械炮弹的轰鸣四溢，但并未影响他脸上的笑容。“啊，所以说有吗？有吗？”被称作小木木的少女无奈的扶额叹道：“没有，不过我有一些推测，我打算过了这个天赋任务就去推动主线剧情。怎么了？”龙岭一边打出一大串榴弹炮，一边笑着说道：“我这边接到了一个非常核心的任务，很有可能是主线的剧情开端，我觉得不太正常，所以想问问你是什么情况。”木木解释道：“哦，你的进度还蛮快的嘛，具体什么情况？说说看。”龙岭好奇道：“我觉得并不是我的进度快，而是有人做了什么，然后刚好我触发了另一条线。任务大概意思就是我卷入了一场足以改变洛琴格局的战争，需要我从星神帝国传递信息到樱花群岛，但是我觉得这个任务有可能有坑，我打算找其他方式完成。”木木说道：“看描述的话，确实是大主线了，你怎么触发的？”龙岭好奇地问道，毕竟连他都没走到这一步呢。“我之前在做一个调查狂暴野兽的真相的支线任务，但是任务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在我任务区域里刷了一个100多米高的红色巨门，然后我就触发了这个临时任务，让我到樱花群岛找值得信任的人汇报这个消息。”木木稍微详细的解释了一下。“那也有可能是自然现象，毕竟4个新手星的剧情走向都不一样，我们在起源星的分队已经触发了这个级别的支线了，只不过他们的主线一看就是需要大量时间的，要从2个王国的战争开始，他们背后还有个大帝国，帝国背后还有联邦和部落，总之挺麻烦的样子。你这边的话，看你怎么弄了呗，我这边给不了你有用的建议，毕竟对于游戏剧情的探索，我觉得你比我厉害，虽然你打不过我。”龙岭笑道。“最后那一句可以不用说，我先挂了，你慢慢做你的天赋任务去吧。光怪陆离那家伙好久没有新的动作了，洛琴的几家工会也没在凤元城附近的20级发育地点找到过他的身影，所以别太勉强了，大小姐。”木木说完就挂断了通讯。这家伙竟然也知道关心我了。则龙岭一甩短发，手中动作未停，激光引导着数枚飞弹击中了面前的庞大机甲，巨大机甲爆出最后的火光，轰然倒塌。第99章陆琴的来电。您获得新天赋巨构武装黑色珍贵，您操纵的巨型机械设备获得额外 25% 基础属性与 150% 力量碾压，附带技能雷神机甲黑色珍贵，消耗8500点气力值，在指定位置空投一台与你等级相同的雷神机甲。灾祸级雷神机甲落地时对目标区域造成堪比山崩的恐怖伤害。成了。龙岭露出一丝轻快的笑容，虽然这个天赋和附带的技能算不上潜力顶尖的类型，但是他现在应该也能打出那种毁灭一个山谷的破坏力了。所以你是拿到了这种类型的天赋吗？可是现在我也拿到了呢。龙岭露出自信的笑容。而陆离此时已经下线了，跟父母吃过晚饭之后，他开始修炼星空冥想法，感受着自己现实中的身体逐渐变强。他很快进入了玄妙的入定状态。辅助系统都发任务了，还是得给个面子的。天彻底黑透，陆离突然从入定中惊醒，是手机响了。喂，你好，请问哪位？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来自商海市的手机号。陆离客气地问道：“小离，你在家吗？”一个稍显沙哑的好听女声传来，而陆离却瞬间整个人都绷紧。这个声音他无比的熟悉，正是他的姐姐陆晴的声音。姐，我在家，你怎么了？陆离有些焦急，因为姐姐的声音有些不对劲，她平时的声音并不沙哑。先别管我的事儿，你在家的话，带上爸妈，离开家里，一会儿会有人去接应你们，先收拾东西，动作快点。陆晴的声音愈发虚弱，语气里透着焦急。告诉我你在哪，立刻，我有能力解决你遇到的问题，相信我，姐。陆离的声音无比严肃。陆晴沉默了片刻，苦笑道：“小离，我应该相信你，可是太危险了，
我不会让你参与进来的，带着爸妈跑，好吗？系统，能不能定位我姐的位置？陆离直接问辅助系统，他不准备浪费更多时间说服姐姐了，他需要抓紧每一秒钟。可以，但就这一次，辅助系统沉默了2秒，回复道：谢了。陆离眼中闪过金光，看样子需要提前动用这个天赋了呢。天赋：传奇缔造者，金色传说。你参与创造的一切，提高200%全部属性，且有额外5%概率将其基底强制扭转为传奇。附带技能：虚拟传说，金色传说。当故事被你传送，一切皆有可能实现。消耗85%最大魔力，以你此时的意愿为基底，临时缔造一位不存在的传说及单位投影，为你而战，持续32S，冷却时间30分钟。姐，爸妈这边你不用担心，等我。陆离沉声说道，他已经锁定了陆晴的位置。小离，电话那头传来杂乱的声音，陆晴终究没有再多言，他此时的处境只能让他相信陆离可以改变些什么。怎么样，族长，你的家人安排好了吗？一个短发少女焦急地问道。陆晴摇摇头，没再多说什么，他扬起手中特安局的制式长刀，指向不远处的怪物，低声道：我们需要等一个奇迹。什么？少女没有听懂陆晴的话。战至最后一人！陆晴怒吼着冲出，他的身上有数道伤痕，左手低垂，似乎是已经断裂，但他依然爆发出强绝的速度，将手中的刀刃灌入面前的黑毛野兽眼中。灯火通明的大桥上，没有来往的车辆，只有寥寥数人与30几只3、5米高的巨大黑毛野兽。嗷！被一刀贯穿眼睛的巨大野兽出离的愤怒，爆发出恐怖的怒吼，巨大的手臂将陆晴扫飞，他重重地撞在不远处的桥梁斜拉柱上，吐出一口鲜血，面色苍白的试图站起身体。听得到吗？这里是 LZ07 分队，沿江县州爆发紧急情况，是灵异，请求支援。短发少女一边快速地穿行在数个小战场上，一边高声喊道，她是小队里的联络员，她的联络装置可以直接连通 L 省特殊安全局指挥中心。接替冷然的分队，什么情况？一位头发半白的老者端着咖啡正要喝，听到中央控制台里传出的紧急通讯，皱眉问道。又是里尔布奇市爆发了灵异，而且还是中等以上规模的。今天的小队是临时从商海市借调过来的，是他们的队长刚好要回家探亲，顺便来这里换房，现在怎么办？局长，接线员快速整理消息汇报道，我要亲自过去看看，调集离他们最近的分队，分派人手增援，申请一次国际侦测。我怀疑里尔布奇市有问题，应该是有什么特殊的东西招惹了灵异。老者站起身，披上一件漆黑的大氅，离开省局之后，几个跳跃就消失在了夜幕里。最近的增援还有5分钟，再坚持一下。短发少女快速的汇报信息。来不及了，艰难支撑了片刻的陆晴脚下一个踉跄摔倒在地，他的眼中一个巨大的黑毛拳头迅速变大。轰！整座桥猛然一颤，一道漆黑的刀痕从陆晴面前一直蔓延到桥的另一侧。一位面容清冷绝美的黑色斜切齐肩短发少女轰然落地，她身着黑红色无袖水手服短裙，正缓缓将背后巨大的黑色羽翼收起。在皎洁的月色下，她的身影被拉扯的修长，她手中3米2长的超长直刀闪过一丝血光，随后被她轻轻甩落在地。陆晴看着自己面前深入柏油马路3尺深的刀痕，咽了一口口水，问道：请问阁下是？吾乃告死天使叶商，受陆离阁下所托，前来斩除一切妖魔。面容清冷精致的少女口中吐出简短的话语，暴露出的巨大信息量却让陆晴整个人呆住了。她心里想的是，这不会是我弟媳妇儿吧？看起来好猛啊，老姐我不太扛得住啊。得以喘息的陆晴小队朝着陆晴聚集，而那些黑毛野兽却缓缓有了退意。野兽的直觉告诉他们，面前的女人非常不好惹，远比之前的那群人加起来都难搞。你们撤，这里交给我。叶商高抬手中巨刃，包裹在过膝棉袜下的修长双腿猛地一踏，整个人如一道黑色流星斩向为首的一头巨大野兽。撤！陆晴面色苍白地吐出一个字，随后被一群队员架着离开。他之前一直在与最强的3头巨大野兽纠缠，正因为他的努力，他的小队才得以无一人伤亡。但凡放出一头他的对手，他的队员只能一触即溃。第100章隐秘内幕。正在几人艰难撤离时，一道辉煌的七色彩光从云层中轰然降临，空气似乎都随着那道散发着七色光辉身影出现而凝固，令人窒息的庞然威压爆发，如同山崩海啸。下一秒，所有异象尽数收敛，无穷的海蓝色光辉从他手中挥洒，陆晴等人的伤势正飞速的消失。这怎么可能？陆晴惊讶地瞪大了眼睛。据他了解，目前全世界最强的治愈系能力者也不可能瞬间治好他此时的伤势。本来他已经做好要连哄带骗的瞒过家里半个月的打算了。我是七色奇迹琉璃陆离的朋友，受他所托前来救治你们。好了，我要回去了。
琉璃微不可察地对陆晴露出一个笑容，随后整个人化作一片星芒，消散在夜空中。陆晴呆住了，自己家弟弟到底在这几个月里经历了什么？所以说这俩不会都是我弟媳妇儿吧？姐真扛不住了呀！陆晴想起琉璃降临时的庞然威压，即便是治愈系能力者，拥有那种威势也太可怕了点。本来想着自己偷偷成为超能者，以后能罩着弟弟的陆晴开始怀疑人生。这时他的电话响了，是陆离。喂？陆晴的语气呆滞。老姐，你没事吧？我让我朋友们去帮你了，他们到了吗？陆离装作一无所知地问道。其实他本人就在300米外的小山上站着，只是因为有其他人的存在，他没贸然露面。到了，已经解决了。陆晴看着桥面上密布的刀痕与满地的尸体呆然道。那就好。话说你那边什么情况？你什么时候回家啊？陆离问道。我一会儿啊，不，我明天就回家。不对，你这家伙给我出来！今晚我就要见你，去沿江招待所等我，立刻！陆晴终于反应过来，炸毛似的吼道：“没糊弄过去吗？”陆离无奈地叹了一口气，把手机重新放回耳边，说道：“我知道了，你先别折腾爸妈了，家里没事。”另一道背生巨大羽翼的身影正高悬在陆离家上空的云层里，俯瞰大地。好，我知道了。陆晴回道，随后他让短发少女汇报现场情况，然后起身朝叶商走去。叶商？是吧？他试探地问道。将手中巨刃塞入一片空间涟漪中的黑发少女转过身，红水晶般的眸子望了陆晴片刻，微微欠身，说道：“是的，任务已完成，吾即将回归。”陆离并不让他和琉璃透露更多信息给陆晴，只是说解决敌人、治愈伤势之后就尽快离开。等等，先别走。陆晴想要从眼前的少女口中询问一些信息，可叶商轻轻摇头之后，化作一片散落的黑色羽毛消失了。陆离，你完蛋了！陆晴咬牙切齿，陆离这个臭弟弟到底瞒了自己多少东西？远处的陆离打了个冷战，对一旁保持浅笑表情的琉璃说道：“没想到真的可以这样召唤到你啊！”随后陆离继续说道：“你感受到你存在方式的不同了吗？”琉璃点点头，说道：“确实有不同，但这个先不急，有件事要告诉你。海瑟薇姐姐在星神帝国开启了冥府之门，很快就要有战争席卷整个洛晴了。但元素位面会站在你这边，报答你上次的恩情，这也是威斯和银货的意思，由我传达给你。好了，我先回去了。”说罢，琉璃的身影逐渐淡化消散，他的维持时间到上限了。陆离因为着急让他治愈陆晴，没来得及刷满这个技能的存在时间。还好之前空闲的时候简单弄了一下现实里的技能。陆离叹道：“叶商是正是他用深渊斩神附灵转化的契约召唤，之前还犯愁在现实里搞出这样一位实力恐怖的天灾存在该怎么办呢？没想到这么快就用上了。深渊斩神，叶商 LV23 灾祸级，种族刀魂，技能斩神之刃，消耗 25% 最大生命值与 25% 最大魔力值，对目标造成等同你 50% 最大生命值的无法闪避的全属性真实伤害，或释放一道环形斩切，最大扩散范围300米。技能死亡之翼，开启后每秒钟消耗500点魔力值，展开漆黑的死亡之翼，获得飞行能力的同时提高 600% 飞行速度。技能告死天使，消耗 35% 最大魔力值，创造一位告死天使，他具备与深渊斩神相同的实力，除本技能外。被动技能血之渴望，你的每一次有效攻击都会恢复 1% 自身最大生命值，且当你的生命值归零时，自动释放一次无消耗的斩神之刃，且回复 15% 最大生命值，该被动效果冷却时间24小时。被动技能刀魂，你的生命结构特殊，你的所有攻击产生额外 185% 攻击力加成与 35% 破甲。被动技能天灾，你的攻击造成额外的 350% 伤害，因你的存在即是天灾。基本属性生命值847500，魔力值712,2500，力量5800，体质5650，敏捷5500，魔力5450，精神4750，才能3300。高级属性刀翼1200，当你使用刀时，额外增强 120%， 最终伤害结算。神速850，你额外从敏捷中获取 85% 移动速度与攻击速度，最终伤害减免700，低于700的伤害对你无效。可血950，你获得额外生命偷取 9.5%。而琉璃的出现就是陆离在现实中获取的创生系传说及天赋附带的技能的强大之处了。根据构想召唤不存在的生命，也就是说，只要是陆离了解过的传说级存在都可以召唤出来，甚至是他不了解的，也可以凭借一知半解的想象完成不完整召唤。可能不完整召唤有一定缺失，比如没有意识或者实力没有原身强，但无论如何，这个技能召唤的一定是一位传奇。而陆离对琉璃当然是很了解，所以他可以直接跨越2个世界，
召唤出带有琉璃本体意识的灵石投影。随着琉璃的消散，陆离能明显的感觉周围的各种特异能量浓度都上升了一大截。但这些目前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老姐怎么就突然提早放假回来，还变成超能者了啊？陆离无奈扶额，不紧不慢地朝岩浆招待所走去。可是半小时之后，还是来到了这座小城里唯一可以住店的地方。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的人口高度向大城市集中的原因，这个年代的很多小城根本没有外来人口流动，所以只有官方设定的招待所还保持着最基本的功能而已。陆晴正抱着胳膊在招待所门口的小院里站着，见陆离来了，露出一个和善的笑容，臭弟弟，你以为你来得慢就能蒙混过关吗？